君师兄，今晚留下吧。洛云宗宗主寝室内，一位绝色女子与一位暮年老者互相对视。女子姿容绝美，体态轻盈曼妙，一袭白裙紧紧贴合着她纤细的腰肢，尽显其曼妙身姿。肌肤洁白无瑕，宛如冬日初雪，晶莹剔透，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细腻柔滑。她就是洛云宗宗主暮雪云皇姬如雪。而在她对面的暮年老者，就是曾经青梅竹马的师兄，现任洛云宗大长老，千任太岁君莫笑。姬如雪此时目光中蕴含着说不清的情绪，缓缓开口：你大限将至，而我要闭关突破合体期，很可能出关后你便已不在人世了。这一次也是咱们最后的机会，来了却这500年的羁绊，从此心境上达到圆满。突然听到这话，站在他面前满头白发的暮年老者神情有些恍惚。自从昨晚突然觉醒了前世记忆后，他用了1晚的时间才将2份记忆完全融合为一。他名叫君莫笑，上一世本是蓝星人，18岁时才井盖摔死，意外穿越到了这个玄幻世界。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风雨雨，他与青梅竹马姬如雪加入了洛云宗。姬如雪资质更高，成为了现任宗主，而他凭借着化神大圆满修为，也成为了洛云宗大长老。双方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姬如雪从未寻找其他道侣，而他也从未有其他女人。10年前，怨鬼道设计洛云宗，君莫笑一人一剑单挑对方10名化神修士，最终身受重伤，侥幸捡回一命。从此修为跌落回了筑基期，再也无法寸进。而如今他大限将至，寿命已经不足1年。姬如雪看着面前的师兄，眼神中透露出着惆怅和温情。曾经赫赫有名的千仞太岁，那一战为了宗门和自己，变成了如今模样。他感叹一声：师兄，我知你心意，你也懂我理想。我曾一心渡劫成仙的大道，直到今天才敢面对自己的本心。如今你大限将至，我怕。君莫笑想要说话，但却被一只玉手捂住了嘴。明日我闭关突破，至少要3年以上时间，今晚可能就是咱们的最后一面。为了补偿师兄，也为了我的道心不会有愧，今晚好好疼爱师妹吧。言罢，姬如雪身上的五彩宝莲裙主动落下，露出了惊人的白皙，那刺眼的白几乎晃瞎了君莫笑那浑浊的双眼。咽了一口唾沫，君莫笑打量一下自己老态龙钟的身体，那皮肤如同干枯的树皮，对比眼前刺眼的白花花，是如此的反差。他叹息一声：雪师妹，你这是何必呢？天下闻名的暮雪云皇仙子，将身子交给我这样的暮年之人，你太吃亏了。姬如雪一把抱住他的身子，将脑袋抵在他的胸口，眼中似乎有了晶莹的光。师兄，你我相识500年，我是什么性格的人，你还不清楚吗？若是我会在乎外表，如今就不会这么做了。他一边说话，一边为师兄宽衣。在那干枯硬朗的躯体上，他发现了无数刀剑伤痕，密密麻麻数不胜数。这些都是那一战留下的伤势，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师兄，我知道那一战你能逃的，但因为我是洛云宗宗主，所以你才会力战到底。是我对不起你啊。一滴晶莹的泪水从脸庞落下，2片柔软的唇瓣直接吻在了师兄嘴上。君莫笑心中百感交集，既感动又激动。好吧，今晚他拼了老命也要把事办了。次日中午，君莫笑才艰难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全身骨头如同散架一般疼痛。他苦笑一声，大床之上有一封书信以及一瓶丹药。书信是姬如雪写的：师兄，从我们相识那刻起，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你说过要永远陪我前行。如今，君莫笑看完书信，直而重之地收了起来。再看那丹药，1瓶10克，装的是2品丹药养血丹，可以有效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他如今身体太老了，即便修为是筑基期，但这副身体已经无法运用筑基期法力。那些高级丹药，他更是无法服用，会直接撑爆这具身体。只有这种温养气血的养血丹才适合他。就在这时，一道清脆悦耳的系统声音突然出现在脑海中：叮，万倍返还系统已激活成功。万倍返还系统，只要宿主在合理的范围内赠送气运之女任何东西，都会触发相对应的暴击返还。呀，我的系统来了！原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办后事的君莫笑瞬间来了精神，眼泪差点感动的流出。那种感觉就像溺水之人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叮，系统初次开启，奖励宿主纯阳之体。突然间的奖励提示出现，让君莫笑愣住了。系统初次开启，竟然给予他纯阳之体的奖励。修炼界是讲究修炼资质的，依次到高维，杂灵根、伪灵根、真灵根、天灵根、极品天灵根、超品天灵根等。而特殊体质那是凌驾于超品天灵根之上的资质，通俗讲就是大地之资。姬如雪之所以仅仅500年就修炼到了炼虚期大圆满，甚至还要闭关冲刺合体期，
那便是因为姬如雪拥有着通玉凤随体，也是妥妥的大地之姿。丁，宿主给予金五品气运之女姬如雪纯阳之力，触发万倍暴击，奖励寿命300年。突如其来的又是一道奖励出现，让君莫笑一愣。纯阳之力若干是什么意思？难道原来是这样？这系统爱了。修道之人都对自己寿命有着冥冥中感应。这一刻，原本大限将至的他突然间感受不到死亡的召唤了。此时的君莫笑虽然外表依旧是垂暮老人，但却意外获得系统奖励，寿元暴增，又拥有了300年的寿命啊！君莫笑从床上一跃而起，感受到体内的元阳之力和生命力无比旺盛，属于筑基期的法力也一点点回归这具身躯。他相信，若是以他如今的身体条件再与姬如雪切磋的话，也不会败得那么凄惨。修仙界境界划分：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渡劫。其中渡劫期是人间最后一个境界，无敌于天下，所以也被称作大帝。打开面板，姓名君莫笑，年龄502岁，剩余寿命301年，境界筑基前期，灵根天赋，纯阳之体，气运等级紫色5品，气运划分为白色、绿色、蓝色、紫色、红色、金色，共6个等级。君莫笑关闭了自己的面板，他如今寿命有了，修炼灵根更是罕见的纯阳之体。嘿嘿，等掌门师妹出关后，看到我不但还活着，而且更强，一定会惊掉下巴吧。不过他又看了一眼身体，如今腰板子虽然挺起来了，但模样依旧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昨晚情况特殊也就算了，但当姬如雪得知自己还有很长寿命可活后，8成不会与自己这个老头再续前缘了。唉，回想当初我君莫笑那也是帅得惊天动地，千仞太岁名号一出，无数贼人掉头就跑，无数仙子身心沦陷。可悲可叹，修仙之人确实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年轻容貌，但他不同，因为当初灵根被毁，身受重伤，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侥幸，快速衰老实属正常。如今之计，只有努力修炼，突破更多的境界，才能让外貌逐渐恢复一些。当然，他想要完全恢复成青年模样，恐怕要踏入炼虚期修为才行。若是以前，这个目标他做梦都没有想过，但如今有了系统加身，成为炼虚境根本不是问题，乃至更高的大成修士，乃是渡劫飞升，也都不是梦想了。想到系统，君莫笑便开始研究起来。根据系统提示所知，想要获得暴击返还，就需要在合理的情况下送给气运之女东西。气运之女的气运越高，返还的倍数也就越高。姬如雪是顶级的金色气运，一夜之后，系统直接返还，给予她300年的寿命。君莫笑估计这种级别的气运之女肯定不多见，也是有些遗憾。回忆起那一晚的种种，实在是有点上头。嗨，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我可是落云宗德高望重的大长老，并不是蓝星上火气正大的少年郎了。我要矜持一点，稳重一点。摸了摸储物戒，这里面是君莫笑仅剩的财富。由于当初的事，他为了治疗伤势和恢复灵根，消耗了大半家产。无功而返后，他便心灰意冷。一个死气临近的人，对这些身外之物便不怎么在意了，平日里看哪个弟子顺眼，便豪爽地送出各种丹药法器等。因此在落云宗一提到大长老君莫笑，那是绝对的德高望重，被所有弟子争相膜拜的人物。这个储物袋中的存货并不多了，只有一些3品修炼丹药聚气丹以及3品破境丹药筑基丹。除此之外，储物袋中还有几万灵石，也算是一笔不菲财富。至于修炼之人最重要的兵器，则是一把跟随自己100余年的宝剑明积雪。这把明积雪剑长3尺，通体雪白，品阶达到了下品灵宝层次，是姬如雪所赠之物，他不会拿出去赠与他人。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来人是长老袁弘。见到君莫笑后，一脸的恭敬行礼道：拜见大长老，今日是您讲述见到的日子，晚辈特意请您过去。君莫笑虽然衰老无比，且修为还不如一些弟子，但他的剑道知识还在，所以经常会开坛讲道，将自己多年来的剑道心得讲述给落云宗的弟子，帮助他们成长。啊，大长老你！当袁弘看到大长老如今的面貌后，忍不住惊叫一声。此时的大长老哪还有先前老态龙钟、大限将至的模样？虽然外貌没有变化，但对方的腰杆笔直，如同一柄利剑，配合满头的白发，气质宛如一位老年剑圣。君莫笑走出门，看着袁弘微微点头。那好，咱们走吧。袁弘的令马上恭敬地扶着他乘上了自己的飞剑，飞行到了半空，穿过一座座山峰，将落云宗优美景色尽收眼底。袁弘恭敬道：大长老，这个速度可以吗？要不要我再慢点飞？
无妨，继续便是。君莫笑摆了摆手。下方山头的众多弟子抬头仰望，发现了御空而来的大长老，皆都露出了崇拜目光。啊，是大长老来了！大长老又来叫咱们见到了。像大长老那么好的人，怎么就快死了呢？真是老天爷不开眼呀！我决定了，明天就去伺候大长老，一直伺候到他老人家归西为止。一位女弟子满含深情地说道。哼哼，我劝你不要打大长老遗产的主意了，不然掌门出关，一定让你好看。有人一言拆穿，提醒道。落云宗论道大殿，今日之景非同寻常。由于今天是大名鼎鼎的千仞太岁亲自讲解无上剑道奥义，致使整个宗门所有的用剑弟子纷纷慕名而来，场面之盛前所未有。大殿之内人数众多，挥汗成雨，人与人之间肩挨着肩，脚碰着脚，密不透风，真可谓是人挤人，人压人，却无人有丝毫退意，皆目光炯炯，全神贯注，只为聆听那来自剑道巅峰的智慧与感悟。君莫笑微微点头，便开始了今天的讲道。他的每一句话语都蕴含着无上剑意，直击心灵，让在场的每一位弟子都感受到了剑道的浩瀚，让听者如沐春风，醍醐灌顶。不光是这些弟子，就连旁边的一些长老也都是获益良多。哎，每次聆听大长老讲解剑道奥义，我都有种茅塞顿开之感，至少免去我半年的苦修。一想到大长老就快仙逝，我都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夜幕低垂，今天的讲道结束了，而下一次讲道要在1个月之后。这段时间需要内，这些弟子需要将今天听到的知识融会贯通才行。弟子们陆陆续续离开大殿，期望着大长老能够坚持活到下个月，继续给他们讲解剑道。这时，君莫笑脑海中突然传出新的系统提示：气运之女于若仙已锁定，气运等级红色8品，灵根混沌灵根，修为炼气9层圆满，身份落云宗外门弟子，回馈率500倍，羁绊值初始1点。提示：加深羁绊，回馈倍率将持续攀升。君莫笑目光一凝，就看到此时还未离开的弟子中，一位明媚女子正在看着自己。她那双凤眸璀璨夺目，肌肤白皙胜雪，宛若金雕细琢的温玉，散发着迷人的温润光泽。锁骨线条柔美，弧度恰到好处，脖颈细长，洁白如雪，透着天鹅般的高贵与雅致。身姿婀娜，亭亭玉立，长发如丝缎般倾泻至腰间，轻轻摇曳，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一袭红裙紧紧包裹着她曼妙的身躯，勾勒出完美的曲线，绝对是1等1的仙子美人。不用说，此女必定是那于若仙了。嘿嘿，红色8品气运，这倒是绝不能放过。随后，他又注意到了此女的灵根资质，竟然是极为罕见的混沌灵根。传闻混沌灵根拥有者在进行灵根检测时，会与普通的5行杂灵根一模一样，其特点就是5行属性功法都可以修炼，而且修炼速度远超天灵根。红色8品气运加上混沌灵根资质，此女若不夭折，将来必然走到人间绝巅，成为一代女帝。没想到这样一位妖孽弟子，竟然被判断为杂灵根弟子，埋没于外门弟子当中。既然被他发现了，那一定要收拢到自己身边，既能够利用系统发育，又能培养出一位女帝。此时二人目光对视，君莫笑发觉此女眸光闪烁，分明是有什么心事或者麻烦。咦，这位气运之女似乎是遇到麻烦了，那就太好了。于是他主动开口，对着于若仙道：这位弟子似乎对今日剑道讲解不甚不了，若如此，明日可来我的山峰询问。于若仙忽听此言，原本心中那件左右为难的事顿时找到了出路。弟子多谢大长老。一些还未离开的弟子见状，顿时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大长老从未收徒，一直都是公开传道授业，没想到今天却变了性子，要给弟子私下教导了，这其中若不是有什么猫腻。翌日上午，天刚蒙蒙亮，于若仙便来到了大长老的专属领地太岁峰。由于来得太早，大长老还未起来，于是他便默默守在外面，一直等待。日上3竿，君莫笑才慢悠悠起床，穿戴好衣服，叠好被子，他打开了房门。弟子给大长老请安了。于若仙看见大长老出来，连忙恭敬行礼。君莫笑迈步走向院子的凉亭中，于若仙见状，赶忙上前搀扶。听闻这位落云宗最德高望重的大长老已经大限将至了，万一走路摔了一下，那可是落云宗无比巨大的损失。手臂被人搀住，君莫笑倒是没有刻意拒绝，毕竟他的外貌依旧是白发苍苍的暮年老人。来到小院的竹椅旁，于若仙用衣袖擦去竹椅上的灰尘，随后请他落座。君莫笑坐下后，对着他淡淡笑道：倒是有心了。于若仙被这么夸奖一句，马上惶恐道：大长老谬赞了，弟子只是尽自己的孝心而已。今天的于若仙穿着一套水蓝色的法袍，
勾勒的身材极为匀称修长，脸上不施粉黛，却依然天姿国色，让人一见倾心。你叫于若仙对吧？君莫笑缓缓开口，准备探一探对方的底细。昨日讲到时，我观你昨日心绪不宁，频频走神，是否有什么隐情？于若仙听到这话，再也控制不住情绪，扑通跪了下来，眼泪也随之落下。大长老，你要为我做主啊！果然，气运之女哪有那么好当，身上一定会出事。君莫笑暗中点头，早有心理准备。我身为落云宗大长老，每一位弟子都是我的孩子，你有什么事就说吧。于若仙抹了抹眼泪，朱唇轻启，开始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什么自小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被好心人收留后又遭遇饥荒，家人全死，被坏人卖入青楼做丫鬟。从青楼逃出后，他莫名其妙地目睹了一起凶杀案，又被人追杀数月，差点一命呜呼。好在于若仙顺利加入了落云宗，正式踏入了修仙界。上个月外出历练时，他遇到了青云门的一位男修，两人一起同行。谁知在经历一处险地时，那男修贪欲作祟，非要留下采摘灵药，结果引来强大妖兽攻击，二人九死一生才脱身离开。事后该男修结助于若仙，说是为救他而浪费了一张宝贵的3品符箓，让于若仙赔偿，若赔不起便要嫁给对方做道侣。于若仙讲到此处，不禁气愤地握紧了拳头，明明是那男修招惹来的妖兽，为何让他赔偿？可惜当初形势比人强，那男修的实力已经是筑基前期，他只能承诺10日之后给对方准确答复，如今只剩5、6天了。君莫笑捋了捋胡须，这些都是小辈弟子之间的摩擦，以他的身份本不必在意，但谁让于若仙是他看中的气运之女呢？所以这位德高望重的大长老就不能坐视不理了。原来如此，这样说来，那男修确实过分了些，不过他终究算帮你脱身有功。这样吧，那张3品符箓我可以送你，去当做补偿给他，但你身为落云宗弟子，不能落了宗门威风。赔偿结束后，我要你向他提出挑战，把他打败，再狠狠踩他的脸才行。当君莫笑说出这话时，一股浓烈的豪气冲天而起，似乎当年那个千仞太岁又回来了。于若仙听到大长老的话，也被这股气息感染。虽然他被检测出来是杂灵根，但他却不认命，充分利用外门那微薄的资源，依旧在短短数年内达到了炼气9重圆满。不过一想到对方筑基前期的修为，他又有些泄气。众所周知，修仙界境界之间的沟壑相当巨大，一位筑基前期修士可以轻松单挑3名以上的炼气9重圆满修士，他信心再大，也要面对残酷现实才行。君莫笑看出他的心思，心中满意，这次总算是可以光明正大又合理合规的送东西了。呵呵，你也不必灰心，有老夫支持，只要你肯努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言罢，君莫笑一拍储物戒，从中飞出了3颗筑基丹。于若仙看到筑基丹的第一眼，马上就挪不开目光了。筑基丹3品丹药，是炼气9重圆满突破筑基，以及对筑基期进阶很重要的丹药。此丹价值极高，在方市上售价高达上千枚灵石，每一个外门弟子都需要至少攒3年的灵石才能换得一枚筑基丹，并且由于资质不同，底蕴不同，用筑基丹突破境界也不是100%成功的。一般的炼气9重修士至少要消耗3枚筑基丹才能成功。如今慈祥和蔼、德高望重的大长老竟然一口气给了他3枚筑基丹，这份恩情太大了。大长老，于若仙声音有些哽咽，此时恨不得抱住君莫笑的腿大哭一场。自从所有亲人全部离世之后，他还是头一次感受到这种温暖。扑通一声，于若仙再也控制不住，跪在地上给君莫笑磕了一下。大长老对我恩情如山，我愿此后常伴长老左右，一心一意地伺候您。君莫笑看人很准，知道这位气运之女属于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类型，人品不错，顿时心中又起了歪心思。自己表面上大限将至，收人家做道侣或者小妾肯定不行了，先不说会不会被出关的肌如雪打，就是传出去也不好听啊。若是将宗门女弟子收作奴婢之类的，肯定也会影响自己德高望重的名声。忽然他眼前一亮，心中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妨将她收作徒弟，既不妨碍未来合理的送东西，还能将这位未来女帝绑在自己身上。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于是看着跪地的于若仙，老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样也好，我看你也孤苦无依，不如就认我做师傅，照顾老头子，我一直到归天如何？啊！于若仙一愣，随后惊喜起来，砰砰砰又磕了几个响头。师傅在上，请受仙儿一拜。于若仙身为气运之女，聪明伶俐，又怎会不知道把握机会？她区区一个外门弟子，如今来了天大的运气，能够拜德高望重的大长老为师傅，这简直是3生有幸。随即他又想到师傅已经大限将至了，不由得有些黯然神伤起来。
不论如何，在师傅仙逝之前，他一定要尽到徒儿的孝心。君莫笑也是大笑起来。丁，气运之女于若仙和你的羁绊值提高到2，反馈奖励增加到1000倍。听到这个声音，君莫笑心中一动，随后心中明白羁绊值的作用了。看样子每一个气运之女都不能随便放弃，只要羁绊值够高，带来的回报会出乎意料的大。好好，仙儿，你也别走了，我要好好指点一下你的剑法和修行。多谢师傅。于若仙收下筑基丹，心中也在憧憬美好的未来。还有那个逼迫自己的青云门难修，他一定会听师傅的命令，狠狠踩他的脸。丁，宿主送给气运之女于若仙3品丹药筑基丹，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6品丹药万段铁骨丹。请注意，对同一目标给予相同物品，只有第一个才会生效。瞬间，一颗圆溜溜的丹药出现在了君莫笑的系统空间中。这是6品万段铁骨丹，炼化后可让全身骨骼蜕变得硬如万年金铁，乃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君莫笑见到只有1枚丹药后，神情一愣，原本还打算靠一个气运之女无限刷道具卡 bug 呢，没想到这个系统这么鸡贼。心中暗骂一句后，君莫笑靠在躺椅上，便开始教导这个徒儿修炼。别看他此时仅仅筑基初期的修为，但眼光和经验还在，往往能够一眼看出于若仙修炼中的不足之处。4个时辰后，于若仙已经将自己的精气神全部凝练到了巅峰，于是吞下了1枚筑基丹，开始潜心炼化。丁，宿主指导气运之女于若仙修炼，获得1000倍暴击，返还。修炼时间1年。君莫笑还没有来得及从震惊中恢复，只觉得自身虎躯一震，原本因伤停滞多年的修为居然上涨起来，直接冲破了筑基初期屏障，达到了筑基中期水准。我只是指导一下，自己修为就突破了。君莫笑有些不敢置信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此时他看向于若仙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亮。不愧是气运之女，开发奖励的方式太多了。趁着于若仙突破之际，他满意的点点头，也开始炼化万段铁骨丹。一股璀璨的白光从体内发出，药效已全部被吸收，他的全身骨骼经历了千锤百炼之后，如同万年寒铁一般坚不可摧。不错不错。2天之后，于若仙全身一震，身体的各个毛孔中流出了大量的黑色污秽。大境界的突破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洗精法髓，毫无疑问，于若仙的确天资非凡，只用了1枚筑基丹，修为便突破到了筑基前期。抬起头，他便看见大长老慈祥的目光，再看看自己浑身污浊，顿时羞涩起来。为师已在屋内准备好了洗澡水，你可以去沐浴更衣，为师替你把风。于若仙感激地看了一眼师傅，心中无比温暖，慌不迭地跑到了屋内，将全身黏糊糊的衣物去除，露出白净无瑕、鬼斧神工的玲珑娇躯。他扑通一声跃入大木桶中，开始洗涤自己的身体。靠在木桶旁，他的脸蛋微红，心中在想着师傅。唉，没想到师傅居然这么体贴，真是太暖心了。我看师傅的五官样貌，年轻时一定是帅炸天的存在。其实虽然老了，但也是仙风道骨，别有一番男人味的。哎呀，我在乱想什么？就在屋内人胡思乱想的沐浴，屋外人盘算怎么利益最大化时，一名外门长老找了过来。打开小院门后，这名外门只是恭敬问道：大长老，外门弟子于若仙前日来找您后，便一直不见踪迹，卑职职责所在，前来问询此女是否在您这里。这只是例行公事的询问，宗门也要对门中弟子负责，若真的无故失踪，会有专门长老负责调查。君莫笑微微点头，淡淡说道：仙儿已被我收做徒儿，以后在此照顾我起居。外门执事闻言，心中极为羡慕，能够常伴大长老左右，岂不是能够经常聆听对方指导，说不定还有很多好处拿。哦，大长老劳苦功高，身边也的确需要人来照顾，那我就不打扰了。外门执事走了，同时于若仙被大长老收为徒儿的事情也被传播出去。一瞬间，无数男弟子羡慕的捶胸顿足，也有一些女弟子此时咬着银牙，恨不得立刻扑到大长老面前去倒贴。这样的极品老头可真的不好找了。翌日，君莫笑又找到了于若仙，问道：仙儿，你对修炼上的事是否有不清楚的？为师可以为你答疑解惑。于若仙点头：那就多谢师傅了。4个时辰后，于若仙表示想要按照教导自己单独修炼一番。君莫笑无奈，只能放他离去。丁，宿主指导气运之女于若仙修炼，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修炼时间1年。瞬间，君莫笑的修为又精进了许多。他笑哈哈地回到自己的摇椅上，自顾自地摆动起来。又过1日，君莫笑再次询问对方是否有修炼上的问题时，于若仙想了半天，最后摇头否定。这位师傅简直太好了，哪怕是一般的师徒关系，
1个月能够指导弟子2、3次就已经是非常尽职尽责了，可师傅却每天都前来询问自己的修炼进展。有时候于若仙都在暗中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一听就会，一学就精，要是再愚笨一些，就可以每天享受师傅的悉心栽培了。君莫笑这边经过几次实验后，他发觉天天指导修行这条路走不通了，不过没关系，他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仙儿，师傅今天教你一套玄阶上品剑法幽影七杀剑，你且看好了。太岁峰小院内，君莫笑打算将自己掌握的一门威力极大的剑法传授给于若仙。更强一筹的地阶剑法他不是没有，但那种程度的剑法让一个筑基修士去学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了更加合理的获得奖励，他选择了这部玄阶上品剑法。于若仙也是学剑的，不然当初不可能出现在传功大殿。这时听闻君莫笑要传授他幽影七杀剑后，显得极为兴奋。这可是只有那些真传弟子才能学习的玄阶上品剑法，而真传弟子的修为最差都是金丹。仰仗着师傅的宠爱，他这次又占大便宜了。随着君莫笑的悉心教导，很快这套幽影七杀剑便被他掌握了雏形。一旦在战斗中使用，一柄剑可分化为7道剑影，虚虚实实，令人防不胜防，大大的增加了攻击力。与此同时，君莫笑心心念的系统奖励又出现了。恭喜宿主传授气运之女玄阶上品剑法，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天阶绝品剑法万剑归宗。刹那间，一部顶级剑法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万剑归宗，君莫笑心中大喜，没想到系统这么给力，竟然将万剑归宗这种传说级别的剑法返还出来了。天阶绝品武技的层次太高了，若是摆在寻常修士面前，修炼难度堪比天书。不过君莫笑如今有了逆天灵根，学习起来倒并不费劲。月亮挂上枝头，夜晚来临了。于若仙为其整理好床铺后，突然想到师傅好像很久都没有沐浴了。虽说修道之人身洁自清，但师傅如今年老体衰，难免会沾染凡间污尘，必须要时不时清洗身体才行。所以于若仙准备了一大桶清水，再用法力将水烧热，冒出蒸腾的水汽。屋子里，君莫笑有点不好意思，一张老脸罕见的红了。倒是于若仙落落大方的为其宽衣解带，用毛巾擦拭每一寸肌肤，显得极为有耐心。仙儿，其实我可以自己洗的。君莫笑有些窘迫，怕被对方看到不该看到的。西西，我是你的乖徒儿，你跟我还客气什么？这么大年龄了，还怕羞吗？于若仙不以为意，笑嘻嘻的上前帮忙。那一刹那，他的脸红了。不久之后，沐浴终于结束，君莫笑躺在床上一个劲的责怪自己：你真是为老不尊，明天把你割了。另一个屋子里，于若仙同样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哎，或者师傅真的快要死了，我听说临死之人都会回光返照，如同正常人一般。我一定要在师傅死前让他老人家开开心心的走。时间过得很快，又是2天。对于指导修炼和武技，只要不是重复指导内容，都可以触发暴击返还。这一点系统还是很人性化的。君莫笑每次指导完于若仙的剑法，都可以返还更加深奥的剑道奥义。仅仅2天的功夫，他的万剑归宗已经小成。别看他依旧是垂暮老者，一旦出手的话，那绝对是凌厉无比的顶级剑修。于若仙在他的指导下，修炼幽影七杀剑也已经小成，同阶之内罕有敌手，如今只差一把合适的兵器，便能大杀四方了。这样的好机会，君莫笑当然不会放过，已经提前花费了3万灵石，为其打造了一把上品法剑。仙儿，这把是为师替你挑选的上品法剑。上品法剑，于若仙美眸睁得老大，在震惊的同时，又感受到了浓浓的关怀。要知道，炼气期弟子能够拥有一把下品法器，就算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了。而筑基期弟子常用的法宝才是中品法器，只有那些步入金丹期的弟子才有资格使用上品法器，而他在前几天还只是碌碌无为的炼气期弟子而已。如今身份大变，不但得到筑基丹修为突破，还学习了高层次剑法，如今更有上品法剑可以拿。于若仙激动之下，一把抱住了头发花白的君莫笑，兴奋地亲了一口。谢谢师傅。哼，多大的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君莫笑擦掉脸上的口水，微笑开口道：丁，宿主给予气运之女于若仙上品法剑，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中品灵宝八卦紫寿仙衣。骤然听闻系统竟然奖励了中品灵宝，这让他很是高兴。要知道，上品法器后面还有绝品法器，之后是下品灵宝，最后才是中品灵宝。这些法宝每一样的价格都天差地远，灵宝级别的法宝甚至有灵石都不容易买到。据他所知，中品灵宝在整个落云宗都没有多少件，全部都在化神期以上的老怪物手中。他能用区区一件上品法器就换到了一件中品灵宝，这绝对是超爽的事情。来到无人角落，
他拿出八卦紫兽仙衣穿戴上，感觉有点怪，又说不出来哪里怪。有了这件中品灵宝护身，即便是化神期修士也很难伤害到他。这一天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那位男修名叫蓝牙星，是一名青云门的内门弟子，这次还特意叫来自己的师傅，一位金丹修士撑场面。一想到于若仙那美艳绝伦的面孔和妖娆身材，蓝牙星便激动得全身发抖。他早已打听了，对方只是一名外门弟子，手中有1800灵石已经是极限，但他的3品符箓可是价值2000灵石，短短10来天的功夫，他肯定拿不出来这么多灵石。落云宗山门外有一座城市，名字叫云城，这里修士和凡人混杂生活，都是依靠着落云宗过活。来到见面地点，蓝牙星一眼就看见了头戴面纱、身姿婀娜的于若仙，在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位头发花白、身姿笔挺的老者。而在蓝牙星看不见的位置，2位元婴期的长老坐在旁边的茶楼，神识时刻笼罩此地。堂堂落云宗大长老出行，元婴期强者随身保护是必备的。可以说宗门内没有任何人希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大长老出现意外。掌门姬如雪已经发下死命令，务必要让大长老在最后的岁月中过得开心，过得随心，最终寿终正寝。因此当听说大长老要带着徒弟下山时，2位战力最高的执法长老马上动身，绝不能让他老人家掉一根汗毛。身份的转变也带来气质上的转变。此时的于若仙较之先前气质大增，全身透露出一种出尘仙子的感觉，这让蓝牙星更加的垂涎。于若仙傲然而立，见到蓝牙星走过来后也不废话，直接扔出一枚3品符箓。这块符箓并不是师傅所赠，当初君莫笑几次想要相赠，再刷一波奖励，可惜于若仙很有主见，声称师傅恩情太大，他无法承受。后来是他用剩下的2枚筑基丹跟其他同门换了这枚3品符箓。蓝牙星看见对方真的拿出了一枚3品符箓，心中很是失望。此时看着站在于若仙身后的白发老者，他心中出现一个恶毒想法，忍不住开口嘲讽道：怪不得短短10日就搞到了这么多灵石，原来是去陪这个老头了。这样吧，这块3品符箓我不要了，你陪我1个月怎么样？总比伺候这样一个手软脚软的老不死要强。哈哈哈！他这话刚说完，一道凛冽的杀气便席卷而来。正前方的绝色仙子柳眉倒竖，抽出了手中宝剑。蓝牙星，你既然敢辱我师父，我要与你生死决斗！磅礴的气势散发而出，蓝牙星心头大震，忍不住说道：你也突破到筑基前期了。嗖！一道剑痕闪过，在蓝牙星身前地面上划出一道沟壑。蓝牙星吓得后退一步，慌忙摇头道：我不和你打，我走了。言罢，蓝牙星便打算拉着师父一起离开。可是他拉了好几下，自己的师父却纹丝不动，就像被人点了穴一般。师父，你怎么不动啊？此时从不远处走过来2道可怕的身影，一身元婴期的修为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你师父只是区金丹，此时被我们的气机压制住了，要是强行移动，立刻爆体而亡。蓝牙星吓了一跳，慌忙说道：在下青云门弟子，与2位前辈无冤无仇，你们为何要出手对付我等？无冤无仇？2位元婴长老越过蓝牙星，走到了君莫笑面前，恭恭敬敬行礼拜见大长老。请问该如何处置这个辱您之人？什么？这个老头就是落云宗的大长老？蓝牙星瞬间被吓得双腿直打哆嗦。落云宗的大长老前任太岁，曾经威名赫赫，那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虽说已经是迟暮老人，但这等人物也绝不能被人侮辱。自己随口一句老不死的，直接就将这种人物给得罪了。君莫笑此时背负着双手，身穿一袭白衣，身姿笔挺的站立。此时随意看了一眼蓝牙星，淡淡说道：让他与仙儿一战，若是能胜一招半式，便放他离去。那好吧，于仙子请了。这次蓝牙星明显是客气很多了，先前的嚣张气焰早就不见了踪影。于若仙手持上品法剑，剑尖划过空气，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7道黝黑的剑影已经到了蓝牙星面前，剑气虚虚实实，令人难以捉摸。蓝牙星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也无法判断出哪一剑才是真。仓促间他判断错误，剑光划过他的左臂，噗嗤，鲜血飞溅，蓝牙星的手臂被搅得粉碎。眼看着于若仙继续攻击而来，他慌忙喊道：于仙子住手，在下认输。哼！于若仙冷哼一声，手中攻击更加凌厉。认输？你辱骂我师父，必须死才行。蓝牙星大骇，急忙激活了刚刚入手的3品符箓。这是一张保命符箓，激活后能产生一个可以抵挡筑基中期攻击的护罩。然而于若仙银牙一咬，将全身的法力凝聚在手中上品法剑中，宝剑发出一道剑鸣之声，重重砍下。咔嚓！3品保命符箓形成的护罩竟然承受不住，
从中裂开，剑气于是不减，透体而过。蓝牙星摸了摸自己额头，手指上沾染了一滴鲜血，一道血痕从他的额头出现，一路向下，一直到胯下，最终哗啦一声，蓝牙星一分为二，2片尸体倒地。于若仙收剑而立，满心的愤怒这才消散，对着君莫笑恭敬道：“师傅，仙儿已经替您杀了这个小人。”“哼，干得不错，倒有我的几分往日风范。走了，咱们回去吧。”“是，师傅。”于若仙紧走2步，上前搀扶住对方的手臂，将他迎上了自己的飞剑。飞剑划过天空，转眼消失不见。远处围观的人这才敢靠近过来，看着地上的2片尸体，啧啧称奇：“你们听到了吗？刚刚这人居然不知死活的辱骂洛云宗大长老是老不死的，这不是嫌命长了吗？嘿嘿，方才那个用剑的仙子长得可真美，还管大长老叫师傅，你说2人会不会？”“住口！你不想要命了，别忘了刚刚那人的下场。”这时蓝牙星的师傅突然低吼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直到现在他才敢动弹。被2位元婴强者用气息压迫，简直太恐怖了，他差一点就爆体而亡了。看着被1分为2的弟子，他恨不得再去砍上几刀才解恨。你说你得罪谁不好？得罪千仞太岁他老人家，今天师傅差点被你这个逆徒害死，收你为徒真是倒8辈子血霉了。9天之上，罡风凛冽，于若仙脚踩飞剑，一袭白衣飘然若仙，身后的君莫笑被罡风吹拂的有些身形不稳，身体晃了晃。见状，于若仙急忙拉住对方的手，将其环抱在自己的柳腰之上。“师傅，抓紧我啊，别总是松手。”“没关系的，我能站得住。”君莫笑想要硬撑一下，奈何这妮子玩心大起，故意飞得极快，时不时的还在空中画着圈圈。好家伙，这简直和不系安全带坐云霄飞车一般刺激。几圈下来，君莫笑已经死死地抱住了于若仙的腰，口中直喊道：“慢点，慢点，你这丫头想要老夫的命啊！”感受到手臂不断被柔软刮蹭，他的心中也不由得一荡。唉，平静的日子过去了1个月，君莫笑将自己能教的适合筑基期修士学习的东西全部交了出去，把于若仙的小脑袋几乎塞满了。最终教无可教，再教下去系统也不给奖励了，这才无奈放弃。当然，这样薅完系统羊毛后，他的成就非常喜人，修为上直接来到了筑基期巅峰，只差1步就可以凝聚金丹，成为金丹7强者。而他的万剑归宗也练到了大成，距离挥手间操纵万剑的圆满程度亦是不远。炎炎夏日已经过去，秋风扫过树叶，哗啦啦的作响。洛云宗每隔3年的冬季都会举行一场宗门大比，外门弟子若是表现良好，可晋升内门弟子，内门弟子亦可晋升真传。如今的于若仙今非昔比，但身份依旧是外门弟子，完全可以凭借这次宗门大比晋升内门。尽管君莫笑对他说过，以他的身份，即便是最高级的真传弟子也不必在乎，但于若仙坚持要挑战对手，磨练自己的剑道，并且他内心中也有私心，自己的实力还是太低，怎么配得上大长老徒弟的身份？这样给师父丢人的事情他做不出，要做就做宗门大比第一，让师父也风风光光的。气运之女均非常人，都有过人之处的，所以为了2个月后的宗门大比能够有所成就，于若仙决定去外出历练。这种情况下，做师傅的自然要送上自己的礼物，以表心意。仙儿，既然你决定要走，为师也不拦你，不过这些丹药你必须留下。言罢，他从储物戒中拿出了6颗不同的丹药。既然系统说同一种东西只能返还1次，那他就每样丹药都送1颗，继续薅系统羊毛。这6颗丹药都是3品，分别是金乌丹、聚气丹、培元丹、化瘀丹、回春丹、大骸丹。方式上，3品丹药的价格很高昂，一般都在1000灵石左右，只有筑基期修士才买得起这6颗丹药，总价值就超过了6000灵石。于若仙拿着丹药的手都有点发抖了。师傅，你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突然他又想起那日沐浴时的场景，脸色有些羞红，在心中暗下决心。师傅您放心，我此次下山一定为你寻一美人来，不管如何也要让你幸福的过完最后岁月。若是实在找不到，那我……君莫笑是不知他心头所想，否则肯定会惊掉下巴。这个徒弟还真是天可明鉴的大孝女啊！丁，双方羁绊值提高，目前为3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1500倍。系统提示突然出现，让他似乎明白了羁绊值的提升方式。飞剑划破天际，于若仙离开了太岁峰，如同一头展翅飞翔的凤凰。老人靠在竹椅上，安心等待被薅了羊毛的系统发出提示。果然，一连串系统提示出现了。丁，宿主给予气运之女于若仙3品丹药金乌丹、聚气丹、培元丹、化瘀丹、
回春丹、大海丹。量变引起质变，触发万倍返还。奖励：佛光舍利子。佛光舍利子7品顶级丹药，来自佛门的一种传说级丹药，丹方早已失传，能使修复残破灵根，十分神奇。咦，还能这么玩？看到6颗3品丹药引起万倍返还后，君莫笑着实惊讶起来。心念一动，一颗龙眼大小、闪烁着阵阵佛光的珠子就出现在了手中。要知道，修士的灵根若是损坏，这个人基本上就废了，想要恢复极为困难。但这枚佛光舍利子就可以办到。若是灵根被毁坏的修士炼化了佛光舍利子，就等于重获新生一般。当初君莫笑的极品天灵根被人毁去，四处求医未果，几乎崩溃。要是能够获得佛光舍利子的话，就能重新温养灵根，恢复如初。论价值，这枚丹药即便在7品丹药中，也肯定是最顶级那一档了。甚至说，在灵根损坏的人眼中，要比8品丹药还要珍贵得多。打开面板查看一下，姓名：君莫笑，年龄502岁，剩余寿命301年，境界筑基圆满，灵根天赋纯阳之体，气运等级紫色5品，法宝下品灵宝明鸡血，中品灵宝八卦紫兽仙衣，功法天阶绝品万剑归宗，丹药7品佛光舍利子。看完面板，他发现自己的好东西基本都是系统返还的，短短10日已经超过了自己原有的家底了。看样子寻找气运之女，利用系统返还才是他该做的事情。系统能不能扫描附近的气运之女，总不能让我四处瞎跑，浪费时间吧。叮，检测到2日之后的神剑城收徒大典上会出现一位红色气运之女，宿主将其收服，下次返还必定触发万倍暴击。神剑城乃是10大仙门之一蜀山剑派的地盘，人家收徒，我去抢人吗？宿主不必多虑，您去了就知道了。那你说的收服指的是什么？无所谓，随宿主心意，只要能带回来，并且听你的话，是拐是抢是骗还是下药都行。呵呵，你这系统还真是不道德，不过我喜欢。君莫笑呵呵一笑，红色气运可不多见，已经是第2牛逼了。若是历经磨难后没有夭折，又会是一尊女帝。于情于理，他也要去神剑城看一看。拿出一块传讯玉符，他向其中注入法力，淡淡说道：梁大、梁二，你们来一下。梁大和梁二就是姬如雪特意安排过来保护大长老的执法长老，这2人都是元婴后期修为，联合在一起可战元婴巅峰。平日里出门的话，也是这2人负责安全工作。很快2人就走了过来，恭敬行礼。大长老，你有什么吩咐？带我去神剑城溜达一圈。大长老，是蜀山剑派的神剑城吗？没错。2人没有多问，不管大长老想去哪里，想干什么，他们都会无条件追随。空中一个法器飞舟缓缓展开，这种飞舟明显要比御剑飞行舒服很多，很适合长途航行。神剑城，这里隶属于10大仙门之一的蜀山剑派，每隔3年一次的收徒大典就在这里召开。最近神剑城的修士数量激增数十倍，街道上、酒楼中到处都是修士，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打算拜入山门的年轻人。飞舟缓缓降落下来，梁大梁二一左一右将一位头发花白的垂目老人搀扶出来。君莫笑左右扭了扭，双臂被抓得死死的。你们2个放手，我还没到老的走不动路的地步呢。大长老，您就不要逞能了，掌门特意叮嘱过我们兄弟俩，若是您真的有了闪失，掌门会把我们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的。见实在摆脱不开，君莫笑只能作罢。街道上无数的青年才俊汇聚，有些成群结队，有些独自一人，目光中都有着对未来的憧憬之色。蜀山剑派自称10大仙门最强，若是成为剑派中人，从此以后那真是走路带风，不同凡响。当然，蜀山收徒大典这样的大事，周围那些小一点的宗门也纷纷行动，时常能够看见一些修为精深的中年人或者老者出现，他们不时地穿梭于街巷深处，神出鬼没地拦住过往的少男少女。别怕，他们并非坏人，而是寻财的伯乐。少年，老夫观你面相非凡，气宇轩昂，骨骼精奇，潜力无限，何不加入我碧霞宗？一入宗门便是核心弟子。让开让开，什么碧霞宗？本公子可是立志要成为蜀山剑派的外门弟子。姑娘，老夫昨晚仰观星象，见紫气东来，推算之下，得知有绝世天才即将现世，故而我云游至此，寻觅到了姑娘。姑娘可愿加入我云隐门？老夫愿倾囊相授，收你为关门弟子。走开了，本小姐心向蜀山剑派的外门，你那云隐门我可没听说过。一个又一个的求财之人现身，来引诱那些年轻人，连说话的方式和条件都相差不大。
君莫笑见此情景，突然觉得自己贸然跑来找气运之女，有可能也会碰壁。毕竟人家就是为了加入蜀山剑派才来的，修仙之人内心坚定，轻易不会被别人三言两语打动，改投他处。大长老，咱们这次是为何而来？梁大憋不住了，终于问道。一个大限将至的人突然间来这里，的确是让人很费解。嗨，老夫这次前来是为了看看自称仙门第一的蜀山剑派底蕴如何，这次又会招收到什么样的天才，咱们落云宗与对方的差距又有多大？梁大梁二闻言肃然起敬，大长老都已经大限将至了，心里还如此挂念宗门未来，真应了那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走吧，去那边看看。君莫笑指着一个方向，向着被系统定位的位置而去。穿过几条柳巷，他的眼前豁然开朗，对面是一片繁华的街区，而在他目光注视之处，一个青裙少女如同一朵圣洁青莲傲然而立，而从她那东张西望的样子中，又可以看出她此时正在等人。青裙少女那双凤眼闪烁着璀璨光芒，灵动而睿智，肌肤白皙胜雪，细腻如玉，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身姿挺拔高挑，亭亭玉立，长发如丝垂至腰间，锁骨线条柔美，弧度恰到好处，尽显她的无尽魅力。颈项修长，洁白如雪，宛如天鹅般高贵，一袭青裙紧贴身形，将她那曼妙的身姿勾勒得淋漓尽致。气运之女江妙一一锁定，气运等级红色6品，灵根超级品水灵根，残破，天赋一梦千年。注意，该气运之女能够通过梦境预测未来1000年内有关自己的一些重要事件，预测能力会随着境界提高而增加准确性。修为炼气1层，身份散修，回馈率1500倍，羁绊值初始3点。提示：加深羁绊，回馈倍率将持续攀升。少女的信息浮现眼中，君莫笑心头猛震，这女孩竟然拥有这等神秘的力量，倒不能放过。随即他又注意到羁绊值这里竟然不是初始的1点，而是高达3点。自己收于若仙为徒弟，又一起亲密无间的生活了1个多月，双方的羁绊值才提高到了3点，但这个第一眼看见的少女居然起始羁绊值就达到了3点。脑袋快速思考，最终他想到了一点，自己与面前这个青裙少女在未来肯定是认识的，并且关系不一般。这倒是个好事。大街上人来人往，俊男靓女有很多，但像是青裙少女这样容貌的根本没有。他往那里一站，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让无数人注意到了他，投来惊艳的目光。此情此景，君莫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迈步而去。正当他接近江妙一之际，一名蜀山剑派弟子装扮的青年捷足先登，横亘在了少女的身前。周虎的目光中闪烁着狂热而狡黠的光芒，他肆无忌惮地在江妙一身上扫视。极品，真是极品！那身姿，那容颜，那肌肤，那细腰，定能让人爽翻天。此刻周虎的眼神中充满了欲望，他已许久未遇如此尤物，此番邂逅若不把握，怎对得起他蜀山剑派浪荡子的名头？这位姑娘是来参加蜀山剑派收徒大典的吧？在下蜀山弟子周虎，我爹是蜀山剑派的长老，我愿为姑娘带路引荐，只为以后和师妹多多亲近一番。周虎摆出一个自认为潇洒迷人的微笑，又亮出自己的背景，心中得意。既然是来参加收徒大典的，那么肯定抵挡不住这种走后门的诱惑。我对蜀山剑派没兴趣，你走开。青裙少女冷淡开口，单薄的身躯上却有着一股上位者的威势。周虎眉头一皱，好狂妄的姑娘啊，你可要想好了，若是拒绝我，或许你都出不了神剑城。引诱不成，马上开始威胁，这是他常做的一套手段，纯熟无比。我不想加入蜀山剑派，你也不要再骚扰我了。江妙一反应依旧平淡，似乎是为了避嫌，他还向后退了几步，拉开了双方距离。这种行为也彻底惹怒了周虎，他上前几步，筑基后期的威压出现，压迫在了青裙少女身上，让她不能动弹。既然来了神剑城，那你不加入也要加入，岂容的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青裙少女还只有炼气1重修为，顿时被这股威压困住，动弹不得。她此时内心也在问自己，是啊，我为何要来这里？为什么我会梦到前来此地，就会遇到一个特别亲切的模糊身影？对了，那个模糊身影是谁呢？青裙少女慌张抬头四下张望，不经意间看到了迈步而来的君莫笑。那一刻，一眼千年。青裙少女灼灼的目光盯着君莫笑，丝毫没有掩饰内心的激动，红润嘴唇微张，紧张到颤抖的声音条件反射地发出：师尊，救我！君莫笑被这一刻青裙少女饱含无尽深情的目光震慑住了，一股来自冥冥中的羁绊产生作用，
让他觉得青裙少女是自己的亲近之人，绝不能被他人欺负。住手！就在周虎打算强行将少女带走，逼迫其就范时，耳边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吼声。转过头，就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在2位中年人的陪同下走了过来。老头，这里没你什么事，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随后他又看了看君莫笑老态龙钟的身子，扑哧一笑，一大把年纪了，就不要学人家英雄救美，还是早点找块风水好些的墓地才是正事。周围那些围观之人听到这话，笑意涌现，也都跟着笑出声来。这个周虎说话太逗了，看老头的模样都可以做少女爷爷了，说不定是别人长辈呢。那可不一定，修仙界为老不尊，祸害少女的老色皮还少吗？周虎听着别人的议论，显得沾沾自喜，又继续道：没事就滚一边去，别扫本少爷的雅兴。梁大和梁二被这家伙气得火冒三丈，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竟然连我落云宗大长老都敢奚落。就在两人打算出手教训教训这个周虎时，一股凌厉的剑意突然从身边出现，那一刻的威势让2个元婴修士都感到了吃惊。是大长老的剑意。只见君莫笑虎目一凝，腰间的鸣击血剑鸣不断，嗖的一下主动飞出，一道璀璨剑光划破空气，亮如太阳，快如流星。扑哧一声，周虎的脑袋高高飞起，目光中还停留着不甘和难以置信。无头尸体的脖颈处鲜血狂喷，将四周看热闹的人群溅了满身。啊，是大长老出手了！没想到时隔多年，我还能看见这一刻。梁大一脸震惊之色，心中既是惶恐又是激动。没错，这就是大长老最喜欢用的一招光耀众生，好精妙的剑法。梁二也附和道。原本围观看热闹的人群见到这种情况，瞬间吓得双腿发软，摸了一把脸上的血迹，屁滚尿流的跑开了。他们发誓以后看见老头就躲远点。谁知这老头会不会变成一个杀神？君莫笑一招用完，明积雪飞回腰间，他收回全身气势，又重新恢复成那个老态龙钟的老者形象。曾经的千仞太岁是何等杀伐果断的人物，号称落云宗第一杀神，此时即便年老了，也不会是任人奚落而无动于衷的废物。缓步走到江妙一面前，他低声问道：孩子，你刚才叫我什么？江妙一听到他的声音，觉得是那样熟悉，简直和梦中那个朦胧身影一样。这时他明白，面前这个老者就是自己特意来此等待之人。扑通一声，江妙一跪在了君莫笑面前，用饱含期待的语气说道：我觉得您是我命中注定的师尊，只要在此地等待，就能遇到您。君莫笑心头一凛，难不成此女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徒儿？若真如此，他就要顺应天意了。哈哈，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收你这个徒儿了。师尊，徒儿江妙一给您磕头了。江妙一有些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在这大街上给君莫笑磕头拜师。乖徒儿，快起来吧，地上凉。君莫笑轻轻一抖手，一股力量将少女扶起。叮，宿主与江妙一的羁绊值提升，当前4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了2000倍。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下次返还必定触发10000倍暴击。听到系统提示，君莫笑不再迟疑，直接掏出了得自系统的7品佛光舍利子。妙一，这是为师送你的见面礼，我观你灵根残破，炼化此物后可以帮你恢复灵根。江妙一瞬间一愣，随后用更加崇拜的目光看向君莫笑。师尊竟然能一眼看出我的灵根受损，还能有办法恢复过来，这简直是神仙手段了。江妙一此时心神摇曳，只感觉君莫笑是他生命中遇到的最好之人，对迷茫的未来有了憧憬。啊，多谢师尊再造之恩。君莫笑摆了摆手，送出极为珍贵的佛光舍利子后，他反而比江妙一还要高兴。只因期待中的系统奖励又来了。叮，宿主送出7品佛光舍利子，触发10000倍极限暴击，返还特殊天赋悟性逆天。悟性逆天，拥有此天赋后，修炼任何功法都没了限制，稍一揣摩便能精通，能够轻易将功法进行融合改造，开创出新的功法。此天赋对于修炼速度也有极高加成，毫不逊色于修炼界的顶级超品灵根。君莫笑忍不住嘴角翘起，实在是有些压不住了。他原本就有着纯阳之体，堪称妖孽天才，又获得悟性逆天，这份天资直接翻倍。如今他脑海中对于修炼上以及见到一些不通透的地方瞬间明了，体内的灵气有些躁动，此地人多，等回去之后他马上就进行突破。师尊，你还好吧？江妙一看到嘴角翘起，显得比自己还高兴的师傅有些奇怪。哈哈，为师是高兴能够收到你这样的宝贝徒儿。妙一，咱们回宗门了。君莫笑招呼一声便打算离开，然而
一道道身影却急速而来，将这里包围起来。为首一人是位紫袍长老，一身的元婴前期修为显露无疑。就是你们杀了蜀山剑派弟子。见来人气势汹汹，身为君莫笑的贴身保镖，梁大与梁二立刻向前一步，挡住了对方视线。轰隆，两股强横的元婴后期力量爆发，反压对方。紫袍长老被这道威压震慑，直接从空中掉了下来。远处那些围观之人也是错愕无比。啊，那个老者到底是何身份？竟然有2个元婴后期修士护卫。元婴修士在修仙界虽说不上是顶级，但也是一方高手，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存在。那位紫袍长老见势不妙，连忙向上级求援。蜀山剑派的众多长老听闻后立刻警觉。不一会儿，蜀山剑派主持本次收徒大典的大长老便寻来了。此人名叫段长空，修为也是化神大圆满，当初与君莫笑有过交集，甚至因为2人都是用剑高手，还曾经多次切磋过。只不过千仞太岁绝不是浪得虚名，段长空每次与之交手均是败多赢少。当段长空看到人群中的白发垂目老人后，顿时吃了一惊。是千仞太岁来了，赶紧的叫宗门仪仗队过来，欢迎君长老到访。这一刻，他慌不迭地招呼一声手下，同为剑修，2人也算是惺惺相惜了。看到曾经还要压自己一头的君莫笑，如今垂垂老矣，大限将至，段长空只觉得感慨无限，同时他在内心中也有些洋洋得意。虽然比剑我斗不过你，但比活得长，我赢定了。大长老，一位满脸愤怒的长老不甘道：方才千仞太岁杀了我的儿子啊，您怎么能派出宗门仪仗队迎接呢？段长空冷冷看了他一眼，淡漠说道：你的儿子平日里欺男霸女，作恶多端，我早就想动手了，今天千仞太岁帮我除去，我感谢他还来不及。倒是你身为周虎的父亲，平日里管教无方，也有一半的罪责，我就罚你去思过崖面壁20年去吧。周虎父亲顿时被大长老的话吓得面无血色，心中后悔自己为逆子出头了。其实段长空还有事情没有说，那就是在曾经的仙魔大战中，君莫笑可是战场杀神，一人一剑图的魔修尸横遍野，因此闯出千仞太岁的名号。若论功劳和声望，即便是坐上落云宗掌教也并非不可能。这种已经成为传奇的人物，杀你一个宗门浪荡子，整个修仙界谁敢说一个错字？虽然君莫笑一再拒绝段长空的好意，但架不住盛情难却，只能勉强答应下来。很快的，蜀山剑派收徒大典上，一队隆重的仪仗队出现，将君莫笑迎了过去。高台上，君莫笑坐在了主座旁边，身后站着一脸好奇之色的弟子江妙一。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拜的这位老者到底是何等高贵身份。段长空对着下方无数参加选拔的青年才俊朗声开口道：今天的收徒大典，蜀山剑派很荣幸的请到了千仞太岁君长老前来，你们要好好表现，也让君长老能够见识到蜀山剑派的风采。台下数万的少男少女纷纷将好奇的目光投了过来。提到君莫笑，或许知道的人不多，但说起千仞太岁，那绝对是让无数人如雷贯耳的名号。无数人议论纷纷，显得场面有些喧闹。肃静！一道如洪钟大吕的声音从大长老段长空口中发出。所有弟子按照惯例依次上前检测灵根资质。很快的，收徒大典正式开始了。场中报名者已经超过了10万，此时化作10条长龙，规规矩矩地排好队等待测试。灵根检测很简单，只需要将体内灵气注入检测石中，就能轻松检测出适合灵根资质。5系灵根属于杂灵根，虽说有修仙资质，但终其一生也很难突破进入筑基期。4系灵根属于伪灵根，10大仙门中的外门弟子大多都是伪灵根。3系灵根和2系灵根被称作真灵根，就算是一位值得培养的弟子了。而单系灵根被称作天灵根，那就是妥妥的宗门天才，未来能成就化神或者更高。天灵根之上还有极品天灵根以及超极品天灵根，那都是罕见的天才，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至少也是合体期或者大成期。一旦出现，必定能引起宗门震动，甚至那些不世出的太上长老都会被惊动，前来收徒。收徒大典就像是彩票大典，不但是弟子，宗门也在等待着惊喜发生。随着不断的检测，有人欢喜，有人忧。这10数万报名者中，竟然有90以上都是没有灵根之人，连杂灵根都算不上，只能落寞回家。日落西山，此次收徒大典即将结束。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淘汰，最终有不足1000人脱颖而出，成为了外门弟子。其中有几位少年很幸运的是真灵根，被一些长老看中，直接收入内门。段长空有点失望，没想到这次收徒大典竟无一人拥有天灵根。君莫笑站起身来，对着段长空微微一笑，客气道：恭喜段长老又收获了这么多人才，
想必蜀山剑派有了这批新鲜血液加入，会变得更加强大。段长空摇头叹息，军长老说笑了，这一届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了，竟然连一个天灵根弟子都没有出现。君莫笑安慰道：你就知足吧，不是还有7、8名真灵根弟子吗？若是资源足够，中途不夭折的话，也是几位元婴长老。段长空无奈点头，走上高台，对着下方人群宣布：好了，本次收徒大典正式结束，请各位新弟子跟随执事长老回蜀山剑派，其余落选者可以回去了。段长空的话音落下，台下众人表情不一，有人欣喜，有人悲伤。且慢！恰在此时，一声突兀的呼喊划破长空，引得众人纷纷侧目。遥望远处，一名少年正竭力狂奔，在其身后赫然还有2位黑衣修士在紧紧追随，像是在追杀他。君莫笑抬头看向这里，觉得有点意思。突然，一道系统提示出现在脑海中：丁，检测到气运之子，萧火火，气运等级红色8品，经历少年天才突然成为废柴，遭未婚妻退婚，立下3年之约，意外捡到魔帝残魂，从此仙魔双修，资质绝顶。对应气运之女于若仙，气运之子。君莫笑眉头一皱，对应气运之女还是仙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若是按照事情正常发展下去，仙儿会被这小子泡到手？丁，回宿主，气运之子与对应的气运之女并不一定是一对，只因天地分阴阳，有多少位气运之女，就会有多少位气运之子产生。系统，气运之子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好是坏？坏。每一个气运之子都会寻找气运之女做道侣，将会大大影响本系统的运行。君莫笑眼神微眯，完全明白过来。拥有系统的他，已经与所有气运之子无意中走到了对立面。他也是杀伐果断之辈，影响他攀登大道高峰的人，那必然不能留下来。就在他心中起了杀心时，一道系统提示悄然响起：叮，发布任务，击杀气运之子萧火火，奖励大力神魔经仙品。大力神魔经仙品功法共分10层，10层圆满后能够增强100倍肉身与法力。仙品增强100倍。君莫笑愣住了。功法等级由低到高分别是黄阶、玄阶、地阶、天阶。天阶之上乃是凡间最神秘高深的地品，地品之上那才是只有仙人才配学习的仙品。没想到只要击杀了这个气运之子，系统就会赠送如此宝贝。君莫笑一对昏黄的眼睛中闪出杀意，这把他干了。萧火火还不知道即将大祸临头，心中想着只要通过测试，他就能加入蜀山剑派，摆脱掉那些追杀之人。根据戒指老爷爷的说法，以他如今的变态资质，肯定能够得到重视。将来他学会了蜀山剑派的绝学，再拿到戒指老爷爷留下的宝藏，从此仙魔双修，成为一位大帝至尊都很有可能。眼看着他马上就要跑到收徒大典的会场，君莫笑随手一挥，一道剑网出现，直接拦在了萧火火面前。哪里来的宵小之辈，前来扰乱会场？这里的收徒大典已经结束了，不要在这里捣乱。他这么一出手，四周那些长老都愣住了，心中觉得纳闷。此地又不是若云宗地盘，这位千仞太岁有些越界了。不过几位蜀山剑派的长老对望一眼后，感觉惹不起千仞太岁，又默默转过了头，全当没看见。萧火火前路被阻，差点撞到面前剑网之上，这么一耽误，后面2位黑衣修士已经追上，2柄宝剑闪着寒光砍了过来。萧火火咬着牙，也拿出自己的兵器，回身迎敌。他的修为是炼气7重，对方2人都是炼气8重。这场战斗本没有悬念，但萧火火身为气运之子，又有魔帝残魂教导，也能越阶战斗。一番惨烈厮杀，最终萧火火竟然反杀了2个黑衣修士。高台上那些没有离开的长老均是眼神一亮，此子不错啊，说不定还真是个极品好苗子。段长空同样有这个意思，就打算破例让此子测试一下灵根资质。君莫笑此时脸色不好看，低声骂了一句废物。他故意给2位黑衣修士机会，没想到2打1，境界还高1重，竟然还被反杀。哼哼，不愧是气运之子，果然不会被龙套角色杀死，呵呵，这小家伙很有趣。段长空微笑道，既然到了这里，那就让他测试一下吧。另外几位长老也点头同意。不行，此子绝不能留，必须杀了。一道蕴含杀机的声音传出，引得所有长老侧目不已。君莫笑拔出腰间的明积血，望着下方的萧火火说道，我观此子身上感染了魔道气息，肯定是魔门安排的棋子，意图不轨。言罢，他不由得分说，垂垂老朽的身体飞出，就是要亲自诛杀萧火火。君长老不可啊，您万金之躯怎么能与人动手呢？梁大与梁二慌忙说道，就想要进行拦截。
无妨，本座一生斩魔无数，即便年老体衰，也绝不会放任这个魔崽子为祸人间。君莫笑说的大义凛然，人剑合一，瞬间冲向了一脸茫然的萧火火。蜀山剑派的段长空手指微动，几次三番想要阻止。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不管那突然冒出来的少年是不是魔修，都轮不到洛云宗长老动手。但千仞太岁的名号太大，地位也太高，段长空若是出手阻拦，万一伤了这个大限将至的老人，反倒弄得一身腥。思来想去，他还是没有插手。要怪就怪那个无名小卒倒霉吧。璀璨剑光划破天际，目标直指萧火火而去。这一剑下去，别说萧火火只是一位炼气7重修士，就是筑基期也绝对抵挡不住。萧火火看见这夺命剑光，瞬间傻了眼。怎么回事？干嘛要杀我？就在这危机时刻，他右手中戴的戒指中传出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小子别傻愣着，赶紧祭出保命底牌。萧火火醒悟过来，连忙祭出自己的底牌，一件上品法器金刚镯。金刚镯启动后，直接形成了一块可以抵挡金丹7攻击的护罩。君莫笑也不意外，气运之子若是没有底牌的话，早就死翘翘了。哼，区区一个炼气蝼蚁，根本无法发挥出上品法器的全部威能，我看你能挡得了我几剑？君莫笑手中明积雪在空中一划，无数剑气就像雨点一样蜂拥而来。叮叮当当，金刚镯形成的防御灵力护罩瞬间压力倍增。萧火火全身灵力不断被法器抽取，眨眼间便消耗了大半，用不了几个呼吸便会彻底干涸。修士若使用超出自身承受极限的法宝，很有可能被抽干灵力，更严重一点的，甚至被抽干生命力，直接爆体而亡。所以说，法宝并不是越高级越好，合适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蜀山剑派的众多长老都是用剑高手，此时看见君莫笑出手，不禁频频点头。大长老段长空笑道：君长老真是宝刀未老，这招剑雨逍遥，还是那么犀利。是啊，听说君长老从未收徒，若是这一身惊天动地的剑术就此失传，那就可惜了。有人附和道：战场这里。君莫笑仅仅一招，漫天剑雨洒下，金刚镯形成的护罩便摇摇欲坠。噗！萧火火一口逆血喷出，眼中出现了恐惧之色，心中满是不甘。为什么？我从未招惹此人，他为什么要杀我？事到如今，他只能看向手中戒指，祈求道：师尊，救我！此时他右手上戴着的一枚黑色戒指并非凡物，那是用极品养魂玉打造而成的养魂戒，而在戒指之中存在着一个可怕魔影，他是万年前魔道第一高手黄泉魔帝的残魂。黄泉魔帝精彩绝艳，是统治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可惜在最终渡劫飞升时却失败了。在毁天灭地的雷劫之下，黄泉魔帝只剩下一缕残魂，寄托在养魂戒中苟延残喘。最终养魂戒被气运之子萧活活捡到，这个残魂就成了他最大的金手指和底牌。如今生死危机之下，他顾不得其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魔帝残魂身上。萧火火，我的力量只恢复了全盛时期的1/1000，与你融合后只能发挥出金丹中期的实力，记得不要恋战，一定要找机会逃跑。师父，我知道了，您快点吧。萧火火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脸色苍白一片，身体摇摇欲坠，眼看着就撑不住了。那好，萧火火，来接受我的力量吧。刹那间，一股不属于萧火火的力量涌入他的体内，让他的境界暴涨，一直到了金丹中期才停下。此时萧火火的双眸漆黑，闪烁着幽冷的光芒。君莫笑持剑而立，看着眼前之人，神色不变，依旧泰然自若。他什么身份？别说是区区金丹了，死在他手中的化神大修士都数不过来。明积雪在地面上划出一道剑痕，猛地爆发出万丈金光。小崽子，总算露出真面目了吗？在老夫大限将至前，能够再为世间再清除一个败类，很好。高台上的蜀山剑派众人也都吃惊地看着萧火火。原本的炼气期少年，不知怎的突然变成了金丹中期，而且他体内的力量似乎还带着魔气。段长空双目一凝，难道说方才君莫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神秘少年真的是魔修，是魔道派过来的潜伏者？几个长老也是这个意思。此时看着须发揭阳、持剑而立的白发老人，纷纷表露出了敬意。君长老真是大义，我等不如他。君长老真乃魔道一生之敌，可惜大限将至，真是我仙门的巨大损失。一位长老上前2步，打算去帮忙。若是让对方在蜀山剑派受伤，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没想到君莫笑早就洞悉了他们的意图，直接聚气成丝，将话语传递过来。你们莫要插手，难道是认为老夫已经老的连个魔崽子都杀不了吗？哈哈，不敢不敢。听到这话，几个原本打算插手的长老缩了缩脖子，又退了回去。君莫笑脚步连闪，从容淡定地躲过萧火火的攻击，脚步连踏，
他已经来到萧火火的上空，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位气运之子。他曾经是化神圆满的大修士，即便如今没有对方法力深厚，但神识还在，剑法还在，神兵武器也远胜对方。这种情况下，越几个境界对敌根本不是问题。鸣鸡雪上燃烧起炽烈火焰，化作一头巨大火凤，急冲而下，四散蒸腾的烈火将附近的建筑都点燃。萧火火被烧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他此时空有金丹中期修为，但论对敌经验和武技，那就是个蹒跚学步的孩童。段长空认出此招，又是惊讶道：“军长老的火凤翱翔还真是厉害，这威力绝不亚于金丹中期了。”两人一同切磋次数不少，所以这位蜀山剑派大长老对于君莫笑的招数均都清楚。此时看得颇为震惊，他没想到垂垂老矣的君莫笑竟然还能用出这样的猛招。难道说……突然段长空想到了什么，心中叹息一声：回光返照，这一定是回光返照。我的这位剑道好友真的要不久于人世了。江妙一站在一旁，看着大发神威的师尊，一脸的心驰神往。这就是他的师尊，依旧是那么的强大。只要能站在师尊身边，江妙一就有满满的安全感。轰隆，剧烈的爆炸出现，萧火火被一剑掀飞老远。住手！他从废墟中爬出，吐出一口鲜血，双眼冒着无比的愤怒说道：你为何一定要杀我？君莫笑看着有点委屈的萧火火，面无表情的淡淡开口道：愚蠢的人，你还是带着这个问题去下地狱吧。言罢，凌厉的剑法再次施展，绝不会给萧火火任何活命的机会。这时，一道极为苍老虚弱的声音突然出现在脑海中：你这小辈何必咄咄逼人呢？放他一条生路吧。说话之人正是黄泉魔帝的残魂，把仅存的力量借给萧火火后，他变得更加虚弱了。君莫笑冷笑一声：老家伙，终于忍不住了吗？实话告诉你，今天这小子必须死，谁的面子我都不给。戒指里的残魂态度也冷了下来：小辈，你知道老夫是什么人吗？竟然这么跟老夫说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老夫当年得道时，像你这样的蝼蚁啊！你要干什么？君莫笑懒得听这个残魂喋喋不休，直接动用杀招准备解决对方。但见他右手虚空一抓，朗声开口道：剑来！刹那间，无数蜀山剑派弟子以及神剑城中修士的佩剑开始嗡嗡嗡地震动起来。许多人一时不察，宝剑竟然主动出鞘，一飞冲天。从高空上看，只见到无数的宝剑如同天上的流星，在空中划过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剑痕。而召唤这些宝剑的人，赫然就是千仞太岁君莫笑。天空之上，君莫笑傲然而立，在其身后，万把飞剑如同朝拜神明般在空中排列整齐，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那些蜀山剑派的长老此时瞪大了眼睛，被君莫笑的万剑归宗震惊得目瞪口呆。啊，这是什么神通？我只感到无穷无尽的剑意涌来，盯得久了，眼睛都要被刺瞎。段长空忍不住后退两步，双眼茫然，口中的喃道：你还真是个变态，没想到大限将至时，竟然参悟出了这种级别的剑术。我不如你。黄泉魔帝感受到了这招的恐怖，暴怒地吼道：你若是敢对本帝继续动手，将来我一定要炼化你的三魂七魄，让你受尽折磨而死。君莫笑与残魂都是用的神念交流，速度快，其他人也听不到，所以段长空等人并不知道残魂的存在，只能听到萧火火不断的惨叫声。你敢威胁我？君莫笑看向萧火火手中的养魂戒，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那你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他双脚与肩同宽，左手握在右臂上，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对着萧火火一指，口中大声喊道：万剑归宗！嗖嗖嗖嗖嗖，万把飞剑凝聚在一起，形成一柄巨大的闪烁着五彩光芒的神剑，对着萧火火攻击而来。这一刻，别说他只是金丹中期修为了，即便是金丹圆满，也难以抵挡这道擎天巨剑。萧火火发出了最后的声音：为什么？我不甘心！砰！万把飞剑化作的巨大神剑一震，毁灭性的力量瞬间将萧火火的身体淹没。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击杀气运之子萧火火，获得奖励大力神魔经。萧火火身死道消，他原本的红色气运也开始消散，一小部分流入君莫笑身体内，大部分则是消散在天地之间。叮！宿主的气运等级提高，当前红色一品。突如其来的意外之喜让君莫笑很是愉悦，原来击杀气运之子还能增加自己的一部分气运。万里之外，山涧中一位姿容绝美的仙子一愣，没来由的出现了一种奇怪感觉。他双目猛地一缩，忍不住低声呢喃道：师父，您没事吧？神剑城。君莫笑挥手散去万剑归宗的神通，那万把飞剑嗖嗖的又飞了回去，去寻找自己原本的主人。
从空中降到地上，他一眼就看到了萧火火残破不堪的尸体。趁着这里尘土飞扬，他一把抓住萧火火右手的养魂剑，利落地撸了下来。大长老，师傅，几道声音出现，梁大、梁二以及江妙一的身影出现，在第一时间找了过来。江妙一一把搀扶住君莫笑年迈的身体，紧张地问道：师傅，你方才用了那种可怕的神通，现在有没有事？君莫笑眼睛一转，感觉到自己好像玩得有些过分，已经不好解释了。于是他用手捂了捂头，身体很配合地晃了晃，似乎马上就要跌倒，这演技那绝对是影帝级别的。江妙一吓了一跳，一把抱住摇摇欲坠的师傅，焦急说道：不好了，师傅好像晕倒了。蜀山剑派的长老们见到这种状况，均都松了一口气。这才对嘛，刚刚绝对是你回光返照，现在被打回原形，说不定连寿命都不足3个月了。这些长老此时看着君莫笑的模样，心中将这个样子默默记住，只因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项了。之后梁大展开法器飞舟，由江妙一抱着君莫笑乘坐上了飞舟，一路远去。飞舟上，君莫笑的脑袋被放到了小徒儿柔软有弹性的大腿上，鼻尖不时的被青丝划过，有些痒痒的。师傅还没有醒怎么办呀？此时的江妙一显得很焦急，激动之下紧紧搂住君莫笑的头，不留一点空隙。强大的压迫感出现在他的脸上，触感惊人。嗨嗨，妙一快松开，为师都喘不过气来了。君莫笑睁开了双眼，一眼就看见了徒儿关切的目光。啊，师傅，你醒了，刚才可吓死我了。一脸紧张的江妙一放松下来，此时满脸的惊讶。君莫笑站起来，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唉，我没事，就是年龄大了，有时候突然间就犯困了。在君莫笑等人离开后，此地发生的一切也迅速传播出去。听闻千仞太岁他老人家即便大限将至了，依旧是杀伐果断，眼中揉不进一粒沙子狠人，众多修士均为之动容。想到曾经的千仞太岁就是魔道大敌，之所以会变成如今的老人模样，就是遭遇了魔修围攻才造成的。所以君莫笑对任何修魔之人都是零容忍，这一点也符合他的人设，并没有怀疑他杀死萧火火的动机。黑空山这里有一个魔道门派，名叫黄泉门。在万年前黄泉大帝在世时，黄泉门是魔道第一宗门，威名赫赫，震荡八方，压迫的10大仙门台不起头来。然而随着黄泉大帝的陨落，黄泉门就此衰败下去，如今已沦落到了2流。那2位追杀萧火火的黑衣修士就是黄泉门的弟子。此时黄泉门掌教主修正在大发雷霆，万万没有想到被他派人追杀的萧火火竟然被千仞太岁君莫笑给杀了。如此一来，那个关乎魔地宝藏的黄泉令肯定是落到了这个老头子手中。如今想从这样一个深居简出的老头子身上获得此物，那是千难万难，只能另想他法。不一会，一位长老走了过来，拿出了一些资料。资料上清楚地记录了君莫笑的人际关系。这老家伙以前根本没有软肋，疑似的情人只有落云宗长叫姬如雪。他们黄泉门除非是活腻歪了，不然绝不敢把主意放在姬如雪身上。看着看着，楚修突然眼睛一亮，咦，没想到这位军长老老树逢春竟然在大限来临前收了一位漂亮徒弟，哈哈，真是天助我也，这软肋不就来了吗？旁边一位长老马上胸有成竹，拍着胸脯说道：宗主，我明白了，我一定将千仞太岁的徒弟给抓来。楚修眉毛一挑，一巴掌拍在那长老头上，大骂道：你明白个屁，是客客气气的请千仞太岁的徒弟过来配合，千万不能动粗，懂吗？那个长老捂了捂被打的头，有些疑惑道：宗主，您擒住那姑娘不就是为了要挟千仞太岁吗？楚修眉毛一挑，忍不住又打了一巴掌，才解释道：按照千仞太岁的暴脾气，肯定不能要挟的，不然这老头一怒之下气急攻心，直接挂了，黄泉令也就没了。咱们要的是一个对话的机会，只要对方答应还回黄泉令，条件可以任他开。宗主，长老依旧不理解，开口问道：那咱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直接上落云宗交易就行了。少他妈废话，魔门光明正大的去落云宗谈条件，你怕不是想让黄泉门就此消失吧？哦，宗主英明，我这就去办。飞舟飞了一天，众人才回到落云宗。各个山峰的弟子抬头仰望，发现大长老外出游玩回归，纷纷欢呼起来。其中也有眼尖的弟子注意到，一位姿容绝美的清群少女站在了大长老身边，顿时被震惊住了。美，太美了，这容貌足可以与万千男弟子的梦中女神落云宗掌门姬如雪相媲美了。瞬间所有弟子的思绪纷飞起来。1个多月前，听闻大长老就收一位绝色女弟子做了徒弟，小院大门紧闭，2人单独生活了1个多月。
若非大长老德高望重，否则早就到处是流言蜚语了。这次大长老游玩归来，竟然又带回来一名青裙绝色少女，一时之间，众人纷纷猜测，不知道这少女和大长老是什么关系。甚至有人提出，大长老单身一辈子，临到暮年，可能是想女人了，也想留下自己的香火。很快，这种传言便被神秘力量压下。然而，赌不如输，越是不让说的事情，人们越怀疑是真的。众人没有指责大长老，反而更加担心他的身体会吃不消。那青裙绝色少女一看就是尤物，大长老迟早会死在床上，这该如何是好？一些赤胆忠心的男弟子恨不得以身犯险，来帮助大长老实现留下香火的愿望。太岁峰小院中，君莫笑坐在蒲团之上，开始翻阅脑海中的大力神魔经。这是一部仙品功法，共分10层，每一层都能增加10倍的肉身和法力。毋庸置疑，这种仙品功法修炼的难度肯定是令人发指。若是普通修士获得，这一辈子也看不懂上面的第一句话。幸好君莫笑拥有悟性逆天的天赋，学习起来并没有难度。经过研究，想要修炼成大力神魔经，就需要大量的灵力，以及补充神魂的天才地宝。大量灵力就是要消耗海量灵石，这一点君莫笑心中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但第二点，补充神魂的天才地宝就不好找了。就在这时，养魂界中的残魂苏醒，马上开始叫嚷嚷起来：小辈，本尊乃是黄泉魔帝，我看你骨骼清奇，只要你将来助我恢复身躯，我就收你为徒，也让你成就大帝之位。君莫笑听着对方的话，忽然想到了什么，嘴角不禁咧开，开心地笑了出来。补充神魂之力的天才地宝，这里不就有现成的吗？一位大帝的残魂，那是多么大补的材料。君莫笑走出房门，看见江妙一正在整理自己的房间。太岁峰很大，他的这个小院更是可以耗费法力随意扩张。江妙一在君莫笑的房间隔壁又整理出一个房间，与师傅并排挨着。妙一过来，君莫笑喊了一声：是，师傅。江妙一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你今天刚来住，是不是还缺很多日用品？师傅给你点零食，你先拿去花吧。君莫笑说完，就从储物戒中摸出一个晶莹剔透的大块零食，递给了江妙一。谢谢师傅。江妙一接过零食，似乎发觉到了不妥，于是问道：师傅，这块零食好像不对劲啊。呵呵，这是上品零食，一枚便等于1万块普通零食。听到面前这个晶莹剔透的零食居然价值1万普通零食，江妙一顿时拿起来有点手抖。师傅，只是出去买点杂物，这会不会有点太多了？君莫笑意识到突然间给一块上品零食似乎要超出合理返还范围了，于是马上强行解释道：不多，一点都不多。你别忘了自己的灵根还没有修复，除了我给予你的佛光舍利子，还要买一些温养丹田的丹药才行，我还怕不够呢。江妙一听完也觉得很有道理，点了点头，秀美的脸上浮现笑容。谢谢师傅，师傅你对我最好了。丁，宿主给予气运之女江妙一上品零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上品零食2000枚。君莫笑一乐，零食这不就来了吗？2000枚上品零食也就等于2000万普通零食。君莫笑瞬间成为了千万富翁，有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掏出养魂戒，他对着戒指发出嘿嘿冷笑，让其中的魔帝残魂都全身发毛。小辈，你打算干什么？还不放了本帝？放你？好啊！君莫笑单手一抽，顿时将一具半透明的魂体抽了出来。黄泉魔帝的残魂力量经历了大战之后更加虚弱了，已经到了能被人轻易抽射出来的地步。这是一个全身漆黑的魂体，看不出什么特点。大手一挥，他直接按在了魂体头顶，心中开始运转大力神魔经的功法。这一刻，撕心裂肺的疼痛从残魂身体上出现了。你竟然在炼化我，不要啊！君莫笑不理会对方的求饶，一边消耗灵石，一边将炼化后的神魂力量补充自身。不一会儿的功夫，魔帝残魂就受不了，失去了以往的高傲，开口求饶道：我们黄泉魔宗有一部宝藏，只要你放我一马，我就将这处宝藏拱手相让。真是聒噪！你以为我会看上什么魔门宝藏吗？与你的宝藏相比，我在家里多刷几个系统奖励，不香吗？君莫笑觉得这个残魂真是太烦人了，双手发力，顷刻炼化。啊！不要！这是魔帝残魂最后的呐喊。同时，君莫笑身边100多枚上品灵石猛地一颤，其中的灵力也都被他吸收。他的体内瞬间鼓胀欲裂，境界再也压制不住。轰隆轰隆轰隆，他的体内传出雷鸣般的声音，一颗拳头大小的金丹出现在了他的丹田内。这就是用大力神魔经凝练出来的无敌金丹，已经拥有了同阶10倍力量。然而魔帝残魂的养料还有很多剩余，君莫笑继续消耗灵石和残魂，又相继凝练出了第2颗无敌金丹，
以及第3颗无敌金丹这才结束。也就是说，如今他的丹田内拥有3颗无敌金丹，也给他带来30倍的同阶肉身力量和雄厚法力。握紧拳头，君莫笑苍老的身体内传出嘎嘣嘎嘣的声响，他整个人的容貌都显得年轻了几分。虽然依旧是老人模样，但看起来已经不像是快要离世的感觉，倒是有一股仙风道骨的韵味。拿起养魂戒，因为萧火火和魔帝残魂已死，此戒已是无主之物。他将神念探入其中，在里面发现了不少东西。除了一些低阶杂物外，最让他注意的是2件物品。一件就是萧火火的底牌，上品法器金刚镯，这是件防御法宝，效果还不错，可以拿来送人用。另一件是块通体白色的玉牌，正面写着黄泉2字。略微一猜想，他就明白了，这个玉牌大概率是黄泉魔帝的信物，要么是代表身份，要么是一把钥匙。或许方才残魂所说的宝库的确存在，并不是临时来骗我。君莫笑微微摇头，心态平和，随手将玉牌收了起来。这东西对他当前用途不大。砰！房门被推开，江妙一购物回来。当他看到精神矍铄的君莫笑时，似乎察觉到了不妥，但又说不上来，好像是师傅变得更有精神了。此时的君莫笑满头银发，腰杆笔直，脸上的皱纹虽然不少，但却没有了以前死气沉沉的感觉。呵呵，是妙一回来了。江妙一小嘴微张，露出背齿。师傅呀，你好像变得比以前帅一点了。君莫笑看了看自己的剩余寿命，由于他只是恢复修为，所以这次突破金丹后得到的寿命并不太多，只有区区几年而已，聊胜于无。不过从精气神方面还是能发觉一点点改变的。为师暂时还能撑几年，妙一不用担心的。一会儿去把东西收拾好，今天就开始炼化佛光舍利子，早日恢复灵根，也好早日修炼。好的，师傅。听到要恢复灵根，江妙一又激动起来。不知怎的，他出生时得了一场大病，身体极为虚弱。经过高级医师诊断，确认为灵根残破，此生修仙无望。那一刻，江妙一感觉天都塌了。不过当他晚上做梦时，经常会梦到一个很亲切的人，让他站起来，不要灰心丧气，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后他顺着冥冥中的一丝感应，终于找到了这个人。看着面前的老人，江妙一非但没有任何不适，反而感觉特别的亲切，就像是2人之间有着无穷的师徒羁绊，所以他才会在那个时刻脱口而出地喊出了师尊2字。寝室内蒲团上，江妙一盘膝而坐，取出了一颗核桃大小、散发着迷蒙光芒的佛光舍利子，微弱的法力透入其中，他开始慢慢炼化。随着他的炼化，那原本残缺的灵根竟然开始急速生长起来。数个时辰之后，在他的体内，一根崭新的超频水灵根赫然再生出来。这一刻，天现异象，无尽的水灵气凝聚起来，聚集在了太岁峰上。从远处看，就像峰顶之上凝聚出了一片汪洋大海，氤氲的水灵气四散，使人精神一振。啊，这是什么？众多弟子长老发现这个情况，震惊地张大了嘴巴。这好像是超频水灵根散发出来的气息。一位德高望重的十全长老眼神凌厉，判断出了原因。那是大长老的山峰。难道说那里有一位超频水灵根的天才出世了？当落云宗的众多强横存在判断出这一点后，马上闲不住了。嗖，不一会儿的功夫，君莫笑的小院外面就出现了一大帮人，都是内门长老。在落云宗，长老分为几个层次，普通外门长老多是元婴修士担任，人数最多，掌管大大小小的琐事。普通长老之上便是十全内门长老，内门长老乃是化神修为。落云宗的内门长老人数不算多，只有30多位，而君莫笑便是内门长老中的第一人，所以被称作大长老。门外这些内门长老中，带头一位名叫柳如烟，长相妖娆妩媚，被称作落云宗第一美女长老。柳如烟上前几步，敲了敲门，客气地喊道：“君师兄，我能进来吗？”君莫笑听到来人声音，又看了一眼空中的异象，苦笑一声：“是如烟师妹啊，我的小院狭小，你进来吧，其他人就算了。”众长老互望一眼，不敢多说什么，纷纷后撤几步。柳如烟推开小院的门，迈步走了进来。她是一名紫裙娇媚女子，脸颊宛若初绽的花瓣，娇艳妩媚，肌肤洁白无瑕，宛如冬日初雪，柔滑细腻。高挑身姿搭配曼妙曲线，裙摆轻拂间，一双修长的美腿若隐若现，领口微敞，尽显其丰满迷人的身姿。重点是，此女其实是个寡妇，她早年丧夫，却因生得美貌妖娆，所以很得落云宗诸多长老们喜欢，甚至因争风吃醋而发生矛盾。只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柳如烟对那些长老并无感觉，反而被年轻时期的君莫笑迷得神魂颠倒。几次三番上前勾引，都被姬如雪逮住，吊起来毒打一顿。
后来君莫笑根基受损，超速衰老，失去了以往的帅逼风采，柳如烟才不再纠缠。君莫笑抬起头，便看到柳如烟走了进来，紫裙下丰满的腰肢一扭一扭，一对奶白的大雷若隐若现。对此女，他只能用尤物来形容。丁，气运之女柳如烟已锁定，气运等级：紫色3品，灵根，极品水灵根，修为化神后期，身份落云宗内门长老，回馈率100倍，羁绊值初始1点。提示：加深羁绊，回馈倍率将持续攀升。君莫笑苦笑一声，他原本不打算理会这个魅惑尤物，毕竟自己也不是人家喜欢的类型了。但对方既然也是气运之女，明摆着的好处不去拿，这也不是修仙之道。如烟师妹，不知你所来何事？柳如烟挽了挽额头青丝，一对美腿并拢起来，坐在了小院竹椅上，一对美眸闪烁，一眨不眨地盯着君莫笑。恭喜君师兄寻找到了突破之法，想必境界恢复一些后，你的寿命又能延续几年吧？君莫笑有些警觉起来，疑惑问道：如烟师妹，你看出了我的秘密？若是这位柳如烟师妹有这种眼光，那她以前还真是小看对方了。柳如烟美眸流转，用一种暧昧的眼光盯着君莫笑，看得对方全身发毛。哥哥，君师兄，那位被你带回来的少女，其实是一位超频水灵根的天才吧？没错，她是我寻来的一个天才，打算好好培养一下，将来为落云宗添一位妖孽。呵呵，师兄你那点心思就别骗师妹了。谁不知道水灵根女修乃是上好炉鼎，超频水灵根女修更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极品炉鼎。师兄打算日夜操劳的心思，师妹我可是一清二楚的。日夜操劳，君莫笑一愣，随后才明白过来是什么意思，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如烟师妹不要胡说，妙一是我新收的徒弟，我怎会做出那样的事呢？柳如烟翘起二郎腿，小腿轻轻踢打，不经意间触碰到君莫笑的大腿上，挑逗意味十足。师兄你不知道，现在非常流行冲师逆徒或冲徒逆师吗？君莫笑神情一滞，在前世他看过无数的网文，好像确实有那么回事。好了，如烟师妹，咱就不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说一说你这次前来到底所为何事？柳如烟习惯性的妩媚一笑，也就不再说笑，谈起了正事。那位拥有超频水灵根的天才，我想要收做弟子。君莫笑眉头一皱，刚想要说话，便被柳如烟阻止了。师兄也知道，像我们这种拥有水灵根的女弟子，最适合的功法就是宗门的地阶上品功法雾水神诀。若是比剑法，师妹拍马不及，但若论雾水神诀的修炼，肯定是师妹在行。我知你舍不得这个极品炉鼎，但我可以答应你，若是你有需求，且他不反对的话，不会阻止你们的事。听到柳如烟这么说，君莫笑摇了摇头。不管什么原因，江妙一这位气运之女，她都是不会放手的。自己的徒弟也不需要别人去教。微微一笑，不就是一部地阶上品功法吗？她拥有天赋悟性逆天，还不是信手拈来。如烟师妹，师兄虽老，但还并不糊涂。这样吧，你将雾水神诀的功法给我关上一关，若是师兄不能参悟出来，就算我输给你弟子，你可以带走。但若是我可以参悟，那此事就不必再提。柳如烟眼睛一亮，心中想到，君师兄莫不是老糊涂了？那可是地阶上品功法啊，当初就连他都参悟了3个月才学会了第1层的。哈，既然师兄这么有信心，那师妹恭敬不如从命了。柳如烟一拍储物戒，一块散发着氤氲水汽的功法玉简飞了出来。这就是雾水神诀的玉简，师兄可千万别逞能啊！君莫笑接过功法玉简，微微一笑，直接神念探入其中。几个呼吸之后，他抽回神念，已经胸有成竹，单手一抛，玉简又飞回柳如烟手中。哈哈，是不是看不懂，所以还了回来？柳如烟轻笑道。君莫笑摇头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已经学会了雾水神诀。哼，你骗鬼去吧！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就学会，打死柳如烟也不会相信他的话。雾水神诀共5层，君莫笑开始侃侃而谈。第1层，水之道，感悟水的柔韧与变化无常，主防御技巧。第2层，雾化万物，将水的变化发挥到极致，以雾为媒，幻化万物，迷惑敌人。第3层，水之冰。他一边说，一边操纵法力开始运作，竟然真的施展出了雾水神诀。柳如烟当场被震惊住，好久才反应过来。好厉害，你是怎么办到的？君莫笑微微一笑，不去理会这个问题。如烟师妹，你输了，看样子我的这个徒儿你是没办法带走了。柳如烟面露失望之色，无奈道：没想到师兄还藏着这一手绝活，师妹中了你的计了。好吧，既然师兄舍不得这个极品炉鼎，那师妹就成全你好了。
方才的画面太过匪夷所思，他宁愿相信是君莫笑提前准备好的计策，而不是他真的眨眼兼学惠帝接功法。既然徒弟收不到，他便准备离去了。师妹等一下，你我许久未见，我最近杀了一个魔修，得了一件小玩意，就送给师妹当做见面礼吧。言罢，他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个精致的金镯递了过去。许久未见的师兄妹送上一件上品法器，这很合理吧？柳如烟看见金刚镯，感受到其中散发的气息，竟然是一件上品法器，起码也值2-3万灵石。顿时她的一对美眸弯成了月牙。收礼物吗？我最喜欢的事了。双手接过金刚镯，柳如烟满脸笑容，还偷偷捏了一下君莫笑的手指。师兄还真是太客气了，可惜我最近勤于修炼，囊中羞涩，比不得师兄豪爽。无妨。君莫笑转头坐在摇椅上，对着柳如烟淡淡开口。唉，年纪大了，最近总感觉腰酸背痛，听闻师妹的水灵气极为滋补，若不嫌弃，来给师兄通通脉吧。通脉就是按摩，柳如烟自然知道这个意思。虽说面前之人不比以前帅得惊天动地，但依旧是个精神矍铄的帅老头，看起来并不让人讨厌。况且拿了人家的法器，自然要表示一下才行。于是乎，柳如烟浅笑一声，将双臂的衣服拉到了手肘位置，露出洁白细嫩的小臂以及一对玉手。香风扑面，那葱葱玉指已经捏在了君莫笑的肩头部位，忽轻忽重，分外舒服。师兄，这个力度可以吗？君莫笑点点头，嘴里露出满意的微笑。叮，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上品法器成功，触发100倍暴击返还。实践超品法器金匣葫芦。金匣葫芦超品法器，内含金匣神光，攻守兼备的法宝，实用性极强。刷刷刷，10件一模一样的超品法器出现在了君莫笑的系统空间中。嘿嘿，这个不错，又是一批可以送人的道具。君莫笑很满意。超品法器已经算是比较罕见的法宝了，商会售价至少也要30万灵石。一般只有元婴期修士才会使用这等层次的法宝，甚至底蕴差些的元婴修士都不一定买得起。君莫笑看得出来，柳如烟是个比较物质的气运之女，但她并不反感，越是这种性格的女人，她给予东西越更合理，收获也会越大。师兄，师妹按得怎么样？宛如黄鹂鸣叫的声音传入耳中，背后按摩的一对玉手水灵气浓郁，比前世最顶级的专业技师还要更胜一筹。君莫笑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眯起了眼睛，长舒了一口气。不错，不过别再往下面走了。哥哥。不久之后，柳如烟忽然注意到了一点，每当她的指尖靠近对方小腹处时，便会发觉到异样。此时在她的感受中，师兄的小腹内竟有一股股极为精纯的纯阳之力存在，透过她的指尖蔓延而上，融入自己的体内。咦，这股精纯的纯阳之力是怎么回事？女属阴，男属阳，水灵根女修身为炉鼎之体，最悲哀的是就是阴盛阳衰，很容易出现修为瓶颈。柳如烟用心去感受，那一股股细微的纯阳之力越发的明显起来。她大着胆子用神念探入君莫笑身体，刚一进入，便被对方体内暴涨浓厚的纯阳之力震惊住了。这太多了吧？君莫笑轻哼一声，隔断了对方神念探查。师兄，你的纯阳之力怎么如此庞大？难道这是你积攒了500年的童子纯阳？柳如烟馋地舔了舔红唇，若是能够得到这股纯阳之力，肯定能让她突破桎梏，冲刺新的境界。君莫笑用手推了推贴过来的柳如烟，阻止她吃自己豆腐。哼，少见多怪。师兄，我的纯阳积蓄还要留给掌门师妹，你就别乱打主意了。哎呀，师兄不要那么吝啬嘛。掌门虽然是个大美人，但我也没差多少，我都不嫌弃你老，你倒是先害臊了。言罢，柳如烟脑海中不自觉出现了一个画面，师兄。君莫笑被柳如烟的举动气得以手扶额，这个烧鸡以前也这么调戏过他，但每次都被姬如雪抓住狠狠暴揍一顿。这次姬如雪闭关不在，柳如烟没有了天敌，明显是更烧了。就在这时，房门嘎吱一声，一道倩丽的身影走了出来，看见几乎贴在一起的两人，忍不住叫道：啊，你们在干什么？君莫笑抬起头，顿觉眼前一亮，一身清群姿态若仙的江妙一走了出来。觉醒了超频水灵根后，她的颜值再添3分，此时宛如9天仙女。她在她身上动手动脚的柳如烟发现有弟子在场，面皮抖动一下，赶紧起身。之后她装出一副高冷的模样，对着江妙一点点头。你就是大长老新收的徒弟吧？果然才貌双全。妙一过来，这位是内门刘长老。君莫笑招了招手，介绍道。江妙一看了一眼全身发烧的柳如烟，有些不情愿地做了弟子礼。弟子江妙一拜见刘长老。妙一，刘长老是一位实权长老，
还掌管着丹药堂，都是自家人。以后修炼上若是有困难，也可以去找柳长老帮助。柳如烟白了一眼君莫笑，人家都这么说了，他这个做长辈的不表示一下也说不过去。慢吞吞地掏出一枚3品筑基丹，柳如烟微笑道：“妙医啊，咱们都是自家人，这是师叔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柳如烟向来小气，让他出点血，比被吃豆腐还难受。旁边的君莫笑看他那副表情，显得分外愉悦，将妙医收下这枚丹药，恭敬道：“多谢柳师叔。”柳如烟倒也识趣，知道君莫笑和这个新收的角色徒儿可能有事要办，于是便打算离开。君师兄，我今日还有事，就不多逗留了，改天再来与师兄叙旧。哪知道君莫笑又叫住了他：“如烟师妹莫着急，刚才你用水灵气为我通脉按摩，也耗费了许多法力吧？”君莫笑伸手一招，手中便多出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大葫芦，他微笑着说道：“这件法宝是我偶然所得，就送与师妹当作报酬吧。”柳如烟乃是识货之人，一眼便认出法宝品级，美眸瞪大，忍不住脱口而出道：“这是绝品法器。”抬头再看君莫笑时，双眼已经拉丝了。他突然发现君师兄依旧是那么的帅气，嘻嘻，师兄还真是豪爽，那师妹就受之不恭了。小院门关闭，君莫笑目送那窈窕魅惑身影消失，呵呵一笑。这女人很贪很物质，若是以往他只会避而远之，但如今有了万倍返还系统后，倒是观念大改，反而有了更多的想法。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绝品法器成功，触发100倍暴击返还。中品灵宝金砖，金砖中品灵宝，外形与板砖类似，功能也类似，通体金灿灿，尽显奢华之气。临阵对敌时，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一板砖下去，保管对方失去战斗力。君莫笑嘴角抽了抽，一想到未来和人交手，自己掏出一块金色板砖拍人，就觉得好没有面子。江妙一不知道他的心中所想，此时嘟着嘴，兴冲冲地说道：“师傅，徒儿已经成功凝聚了灵根，可以正式修炼了。为师这里有一部地阶上品功法，雾水神诀，非常适合你的体质，你且听好了。”对于教导气运之女，君莫笑是抱着极大的热情的。暴击返还系统有一点做得不错，那就是什么东西都能够返还。传授修炼之法会直接返还修为，传授武技神通也同样会返还更加强大的武技神通。江妙一拥有着超品水灵根，修炼资质一流，悟性也极高。半个月后，这天下午，君莫笑终于将雾水神诀的基本纲要传授完毕，全部塞进江妙一的脑海中。接下来就需要他在修炼中慢慢实践了。丁，宿主传授气运之女江妙一的阶上品功法雾水神诀，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大自在长生诀，地品。刹那间，一股玄妙莫测的信息被强行输入了君莫笑的脑海，让他忍不住打了一个激灵。好强的功法。他低声喃喃一句。修炼大自在长生诀，不但境界会突飞猛进，可以1日千里，还可以永葆青春，延年益寿，寿命变得无比悠长。最重要的是，当这门功法圆满后，即便肉身被杀死，也能够利用提前留下的长生种子复活过来，真正做到长生不死。用一部雾水神诀换一门大地功法，这真是超划算。于是君莫笑立刻改修这门大地级别的功法。大自在长生诀神妙莫测，砰砰砰，无数灵石被君莫笑吸光灵气而炸成粉末。他用了数天时间，境界再有精进，境界已经突破到了金丹中期。打开面板，姓名君莫笑，年龄502岁，剩余寿命305年，境界金丹中期，身份落云宗大长老，灵根天赋纯阳之体，悟性逆天，气运等级红色一品。这一日，小院门打开，江妙一从外面走了进来。最近一段时间，他的修为突飞猛进，已经从炼气1层来到了炼气6层，这份修炼天资一点也不弱于于若仙了。江妙一这次出门是去了一趟方氏，原因是附近云城的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批4品符箓引雷符和4品丹药运金丹，这2个都是不错的东西。君莫笑便打发江妙一去一趟房市，全当是外出锻炼一下。江妙一这一次共花费了8万灵石，拍回了2张引雷符以及2颗运金丹，兴冲冲地拿给师傅看。君莫笑随手拿起一张4品引雷符查看，这是一种威力很大的攻击符箓，激活后威力堪比金丹后期1级，是保命杀敌必备的佳品。不过这种符箓的制作难度不小，售价也不便宜，一张的价格就超过了3万灵石。另一样运金丹通体金黄，龙眼大小，散发着浓郁的药香。运金丹是金丹修士提高修为所用的丹药，价格至少1万灵石一枚。像引雷符和运金丹这种东西，
他需要准备一些以备送人之需。这时，君莫笑发现徒弟青春美丽的白皙面庞露出一份紧张，有些欲言又止。很明显，江妙一有事。妙一，出了什么事？听到师父问话，江妙一有些犹豫不决，半天才说道：师父，我方才离开太岁峰去外面方士，听到有些弟子说您老人家的坏话。哦，都是什么坏话啊？说来听听。江妙一阴唇微张，有些不好意思，俏脸变得羞红。他们说你大限将至了，为了延续寿命，所以要找炉鼎修炼。就在今天，江妙一离开了太岁峰外出时，无意中听到一群弟子聚在一起鬼鬼祟祟的聊天。好奇心驱使下，他升起了八卦之火，偷偷地藏在一旁偷听。绝不可能，我无法置信，大长老怎会如此不堪？同样难以置信，大长老德艺双馨，为人和善，怎可能为了修为将天才弟子视作炉鼎工具？我不信。各位师弟，这已是非信不信的范畴，男女共处一院多时，那女弟子又花容月貌，还是极品水灵根，你们细想，大长老真能坐怀不乱吗？别忘了，先前还有一位叫于若仙的绝美弟子，已经成了大长老乖徒儿了，嘿嘿。唉，其实我也挺能够理解大长老的，毕竟大限将至的人，只要能够找到办法延续生命，即便是使用双修采补之法，也可以理解。嘿，说到双修之术，那一定要数10大仙门之一的合欢宗了。听说合欢宗女弟子全都貌美如花，还个个精通双修之法。当江妙一对着师父讲出什么炉鼎了？双修啊，自己已经修得抬不起头了。哈哈，原来是这些事啊。君莫笑无所谓的说道，修仙一道的确有这种手段，3000大道每一条都能通向至高顶点。江妙一看着面前老者，眸光闪烁。可是师父，那些人说的水灵根炉鼎会对突破境界和延长寿命有好处，是真的吗？君莫笑以为他担心自己的安全，毕竟江妙一可不是普通的水灵根，而是超品水灵根。若是落在那些采阴补阳的魔修眼中，那简直就是世上最珍贵的一块美肉。妙一放心，要是有人敢打你的主意，师父一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江妙一听到师父这话，心中暖暖的，同时一种美滋滋的情绪也从脑海中产生。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办法存在。我记住了。入夜。咦，我这是在哪里？江妙一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太岁峰了，而是身处在一座极为豪华的宫殿中。此时的她穿着一身极为华丽的锦绣大红宫装，赤着玉足，步步生莲。这副模样没有少女的稚嫩，而是充满成熟诱惑的风情。江妙一想要停下说话，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只能像个旁观者一般注视着这一切。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他自己来到一座大殿中，在那里有一道身影正在背对着自己，那背影让他感觉很熟悉，很亲切。师尊，徒儿回来了。他微微欠身走到了背影身边，温顺地为其按摩肩膀。你的修为还差一点，从明天开始我便腾出一些时间专门指导一下你吧。那太好了，多谢师父。江妙一恍然大悟，那背影就是师父啊，怪不得这么熟悉。同时他也明白过来，原来自己是在做梦。呵呵，还真是奇怪的梦。作为旁观者，他此时什么都做不了。不一会儿，旁观者江妙一突然目瞪口呆起来，内心如同遭到了10000点暴击。呀，他们怎么会做这种事啊？天亮以后，江妙一猛地从床上清醒，全身香汗淋漓，几乎浸湿了被褥。他双手抱胸，面颊红晕，久久没有回过神来。我居然会做这样的梦，唉，真是丢死人了。肯定是昨天听那些人说什么双修和炉鼎的话，乱了我的道心。收拾好床榻后，江妙一离开寝室修炼。然而每当他看到师父时，小心脏便不受控制的砰砰乱跳，修炼起来总是心不在焉。妙一，你今天怎么回事？君莫笑眉头一皱，发觉这丫头的异常。我没事。江妙一当然不能说出原因，只能硬是逼着自己认真下来。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江妙一逃也似的回到自己的寝室，躺在床上，他用被子蒙住自己头，长长出了一口气。今天好丢人啊，我怎么能对自己的师父产生那种非分之想呢？宁心静气，睡觉。山峰挺拔入云，耳畔充盈着鸟鸣以及飞瀑穿越云雾时如玉碎般清脆的声响。少女凝视石壁间奔腾的溪水，白云缭绕间目光显出迷茫。我这是在哪里？妙一，今天我传你一套地品功法，名字叫做天地阴阳大悲赋。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眼前。地品功法，江妙一瞬间不淡定，感觉师尊简直太伟大了，竟然会将传说中的地品功法传授给他。没等他说话，一道宛如黄鹂鸣叫的动听声音已经从他口中发出。好啊，
徒儿早就期盼这天了。咱们开始吧。你且听好了。修行之路，深沉渐进，欲望虚结，以此为度，切莫违背。天地和谐，方能长久；阴阳无度，终难持久。接下来，在江妙一震惊的目光中，一场特别的修炼指导便开始了。次日早上，天光大亮，江妙一从梦中惊醒，同时这段记忆也被保留了下来。他一边换衣服，口中一边嘀咕：天地阴阳大背负，这部地品功法该不会是真的存在吧？他天资过人，再加上梦中已经熟悉了一遍，于是试探着修炼其入门法诀。不久后，江妙一的眼中冒出金光，居然真的可以修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稀里糊涂的又是一天。到了晚上，江妙一心脏忍不住激动起来。他此时有个猜想，但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还需要多实验几次才行。山风寂寥，冷月无声，毫不意外的，江妙一再次入梦了。这一次，他是与师傅在山涧大青石上一起修炼。环境虽然变了，但双方修炼的都很认真。天地阴阳大背负不愧是地品功法，其内玄妙无比。女子修炼者必须要是纯阴体质，亦或是极品水灵根体质才行，而男子要求更大，需要更加罕见的纯阳体质才能炼制大成。双方共同修炼，修炼速度直接提高数十倍以上。翌日清晨，江妙一从梦中脱离，全身就像是修炼了一个晚上，依旧是满头大汗。他换下睡衣，口中嘟囔道：唉，最近洗衣服的频率太勤了，会被人怀疑的。整理完毕后，他内视自己的身体，竟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突破到了炼气7重天。不用多说，这都是那部地品双修功法的功劳。虽然是在梦中修炼，但他多少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玄妙莫测，这导致他的修为没了瓶颈，只要灵气足够，很快就能够进阶。接下来的3天时间，江妙一几乎没有怎么认真的修炼，只靠着梦中的领悟和师傅给的一些灵石，他就又突破一个小境界，到了炼气8重天。对此，君莫笑都感到了吃惊，难道说自己看走眼了？这个徒儿真正的资质还要超过自己的判断。江妙一能够得到师傅的夸奖，自己是乐得飞起。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每当江妙一看见师傅的身影时，脑海中总是会出现梦中画面，那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根本挥之不去。长此以往，他的眼神总是拉丝状态，无比深情。终于在这一晚，江妙一梦游了，赤着玉足，他推开了师傅的房门。君莫笑最近日子过得还不错，自打开启系统后，那绝对是迎来了第2春。按照目前的修炼速度，用不了3年时间，他就能恢复全部修为，给掌门师妹一个大大的惊喜。想到那晚姬如雪对他说的话，做过的事，君莫笑就显得异常激动。就比如今晚他也梦到了姬如雪。不同于当初病殃殃的身体，拥有纯阳之体后，他终于有了底气，敢正面对抗霸道的姬如雪。一阵切磋后，谁也不能击败对方。次日醒来，天光大亮，君莫笑的胳膊有点麻，这是被重物压迫时间太久，血脉不通顺造成的。鼻尖微动，有青丝划过，感觉有点痒痒的。唰，他睁开了眼睛，感受到了不妥之处，低头一看，江妙一睡得香甜。我擦，这事居然是真的，造孽啊！转眼时间到了下午，君莫笑坐在小院摇椅上，江妙一则是跪在摇椅旁边。说吧，昨晚的事情你要怎么解释？师父，我错了。江妙一眼神躲闪，不敢抬头看自己师父一眼。君莫笑体内蕴含的磅礴纯阳之力被江妙一偷偷吸走不少，纯阳之体乃是世上纯阳之最，江妙一得到的好处巨大。利用地品功法，他的修为居然直接从炼气8重轻易突破到了炼气9重，之后高歌猛进，在没有使用筑基丹的情况下再次突破。如今的江妙一已经是位货真价实的筑基前期修士了。君莫笑看透这一切，心中有点郁闷。系统这个王八蛋，这次居然不算是主动赠予气运之女纯阳之力，而被动赠予根本不给予奖励。好在肥水不流外人田，徒弟也是自己人，纯阳之力给他，让其修为突破，进入筑基期也算是没有浪费。君莫笑一番说教，又给对方的小脑袋里面灌输很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妙一，咱们是师徒啊，那样做是不对的，只可一次，下不为例。最后君莫笑撂下了狠话。入夜，地品功法天地阴阳大背负异常精妙，足可以与大自在长生诀相媲美。当他全身散发着粉气摸进了房间时，事情结果便已注定。妙一，你这孽徒，为师都这么老了，你竟然还要？君莫笑一脸的无奈之色，不知对方学习的是和霸道功法，竟然能趁他放松警惕时强取豪夺。当然他也没有强烈反抗，怕伤了这丫头。师父，我也不是故意的。
次日，江妙一又前来道歉。自从做了那个怪梦之后，他对师尊就没有一点抵抗力了，根本控制不住。听到江妙一红着脸将所有事情解释一遍，君莫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这都是孽缘啊。如今江妙一的记忆不断回归，那些需要打马赛克的桥段就开始一股脑的跳出来了。我了个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种事情好说不好听，老夫身为落云宗大长老，那是应该要德高望重啊。妙一，这样做是不对的，知道吗？师父，对不起，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做出这种事了。这时，江妙一眼神坚定，信誓旦旦地发誓道。君莫笑见他言辞恳切，决定再给对方一个机会。当晚，他将门窗紧紧关闭，这才松了一口气，挪动身体倒在床上。半夜3更，屋外再次传来奇怪的声音，好像有人想要打开他的房门，咚咚咚的几声下去，房门没有打开。君莫笑轻哼了一声。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水流出现，顺着门缝流了进来。当地面上的积水越来越多后，便融合在一起，发生了诡异变化。水流凝聚成型，竟然化作一具熟悉的人影。那一刻，人影光彩照人，犹如天上的仙子下凡，来凡间送温暖。君莫笑见到这招水遁之术，在暗自赞赏的同时，心中也是无奈。翌日上午，江妙一从沉睡中清醒过来，红着脸，穿戴整齐，他一脸的紧张之色，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一般。屋子里静悄悄的，师傅已经离开了。院外老树下，君莫笑靠在躺椅上，任由清风吹过，显得非常潇洒。师傅，对不起，我昨晚又犯错了。江妙一走出房间，扑通一声跪在君莫笑的面前。看到江妙一出来后，君莫笑嘴角抽动一下，并没有责备对方，他同样没有克制住，有何脸面去责怪这徒儿。通过昨晚的表现，他发现自己与江妙一由一根特殊的丝线相连，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因为自己身上的吸引力才会导致徒弟失控的。此事也不能全怪对方，况且江妙一这段时间修炼的也很刻苦，对方这几天修为就和坐火箭一样，短短几天功夫又从筑基前期提升到了筑基中期。师徒俩解开心结，但君莫笑并不想与他继续保持这种不正常关系。待在太岁峰很久了，他想去外界溜达溜达，顺便让双方冷静一下。妙一，为师最近要出门几天散散心，太岁峰这里就由你照顾了。啊，什么？师傅你要走了？江妙一吓了一跳，一对美眸中涌现出不舍。随后他想到了什么，忍不住捂了捂樱桃小嘴，心中出现一个猜想。唉，师傅那么大年纪了，被我无意中吸走了那么多纯阳之力，肯定是吃不消了，所以才会外出的。唉，都怪我，我一定要改掉这个坏习惯，不然师傅还没有寿元耗尽，就可能因为这个死掉了，那样就太大逆不道了。君莫笑不知他心中所想，而是在准备利用一下返还系统。右手一拍储物戒，一张紫色符箓从中飞了出来。妙一，这是4品引雷符，用法力激活后可爆发金丹后期1级，你拿着留作保命之用。江妙一伸手接过，一张蕴含雷电威能的符箓成功送了出去。丁，宿主赠予气运之女4品攻击符箓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7品紫霄神雷符2张。紫霄神雷符7品攻击符箓，内含威力堪比炼虚后期的紫霄神雷，范围性攻击，破坏力极强。看到返还了2张紫霄神雷符，君莫笑心中越开了花。7品符箓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高级宝贝，在修仙界化神修为那就是一方高手了，若是炼虚境界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甚至有资格担任一些一流宗门的掌教。一直了一张紫霄神雷符箓的威力就比肩一流宗门掌教，崩山裂的灭万人都不在话下。当前只有合体期大能前辈才有能力制造7品符箓，而合体期大能在修仙界那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所以7品符箓也同样变得极为罕见，平日里有零食都买不到。收摄心神，君莫笑不慌不忙，又拿出一个冒着金匣的金色大葫芦。妙一，这是绝品法器金匣葫芦，虽说筑基中期催动起来还有些难度，但勉强用1-2招作为底牌还是可以的。听到是绝品法器，江妙一的手有些颤抖起来。一想到即将与师父分别一段时间，他也想要一件师父送的法宝寄托相思之情。多谢师父。最终他双手捧住金匣葫芦，一脸的幸福之色。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绝品法器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上品灵宝琉璃玉净瓶。琉璃玉净瓶内含芥子空间，主动吸摄天地能量，凝聚出天地灵液，是辅助修炼的顶级天才地宝，一天一滴可无限累计。砰砰，一件不得了的法宝落到了君莫笑的系统空间中。哈哈，竟然是上品灵宝，这次发财了。君莫笑心中无比快慰。
上品灵宝要比7品符箓还要罕见得多，一般的宗门长老根本不配拥有，都在一些真正的大人物手里。据他所知，整个落云宗内也不超过5件上品灵宝，其中掌门师妹姬如雪仅才拥有1件上品灵宝。符箓和法宝之后，君莫笑又拿出了5个丹瓶，郑重其事地说道：“这里有1瓶筑基丹，帮助你突破筑基期的瓶颈；1瓶聚气丹，用于提高修为；1瓶大还丹，可以治疗伤势。这些都是常见3品丹药。”江妙一接收起来非常顺利。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3品丹药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6品碧落化清丹10枚。碧落化清丹，一种极为珍贵的丹药，服用后可以增加神念强度，增加神魂力量，配方已经失传。君莫笑眼睛一亮，他的大力神魔经才刚刚修炼到第3层，只是增加30倍的力量与法力，灵石他还有1000多万，足够修炼到。但增加神魂力量的宝物，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只能看个人运气了。狠狠地薅了一波系统羊毛。君莫笑嘱咐好江妙一，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后，不再犹豫，直接动身离开。在其身后是徒儿惆怅的目光。落云宗山峰挺拔，直插云霄，耳畔充盈着鸟鸣声声，以及飞瀑溪流如碎玉数雪般穿透云雾的潺潺之音。老者凝视石壁间奔腾的溪水，白云过隙，顺流而下。不久之后，他已经离开了落云宗，来到了附近的云城中。这一次外出，他除了江妙一，连贴身保镖梁大梁二也没有通知无人跟随，再加之收敛了金丹气息，他此时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老头，脸上笑眯眯的，乐得清闲。入夜，他找了一间上房，打上隔绝阵法，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大觉。哈哈，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不用担心被漂亮徒儿钻被窝了。此后的数天时间，君莫笑拿出10枚6品碧落化清丹，继续修炼大力神魔经。碧落化清丹的药效非常强大，远超他的想象。原本他还以为只能提升1层，没想到当他将这些丹药全部炼化后，大力神魔经已经从第3层练到了第5层，也就是说他的力量和法力已经等于同阶50倍水准了。当然根基雄厚后，他修炼需要消耗的资源也同样会增加，可这不是问题，拥有10000倍返还系统，要多少资源还不是轻轻松松。想到资源，他就需要气运之女才行。不知道仙儿怎么样了，这段时间他的物资也该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了，差点忘了，我还有这个，不知道效果如何。君莫笑突然想起一物，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翠绿色玉瓶，这是上品灵宝琉璃玉净瓶，会自动吸摄天地能量，产生一种叫做天地灵液的天才地宝。晃了晃瓶子，5滴晶莹剔透的绿色液体不断在瓶底滚动，心念一动，1滴天地灵液飞了出来，舌头一卷，直接吞入口中。刹那间，磅礴而又纯净的能量涌入他的体内，轻易地被吸收炼化。爽！君莫笑忍不住低吼一声。这种天地灵液不但比灵石更精纯磅礴，还非常容易吸收炼化，没有任何副作用。嗖！君莫笑一口气将5滴天地灵液全部炼化掉。他此时已经是金丹中期巅峰，那磅礴的能量狠狠冲击在了金丹后期的壁垒，效果极好。轰隆隆，1个时辰后，君莫笑站起身来，身上的气势陡然一变，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水准。这升级速度还真是如同坐火箭一般，要是考虑真正实力的话，那就更可怕了。按照修仙境界战力差距的常规经验，同境界每个小层次实力差距2倍，跨越大境界时实力差距4倍。他拥有50倍的同阶力量与法力，至少能让他跨越一个大境界战斗了。再加上法宝和武技的优势，即便是元婴巅峰修士，君莫笑也不会畏惧。离开待了数天的云城，他开始南下，顺便注意于若仙的消息。一路上他还真的听到一些江湖消息，听闻1个多月前，轩辕皇朝境内出了一位剑道仙子，美艳绝伦，杀伐果断，渐渐闯出了名号。据说仙子为父母报仇，前后杀了不少为非作歹的恶人，还将曾经拐走自己的人贩子砍成人棍，生死不能。君莫笑知道那个剑道仙子就是于若仙。看起来这段时间内他在世俗中的历练很不错，不管是心境还是修为都将有很大提高。然而没等他高兴2天，于若仙有了麻烦。听闻在乾元山附近有人看到一群魔修在4处打听于若仙的踪迹，这还得了？君莫笑马上就怒了，心中起了杀念。他本已大限将至，但系统到来后，气运之女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每一个气运之女对他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更别说双方的密切关系，更是不能出现意外。明积雪飞出，他一跃而上，背负双手，目光锐利地奔向远方。乾元山，群山连绵，一岭接一岭，有的青翠挺拔，有的灰黑陡峭，
有的孤峰耸立，疏密有致的延展成海。深入腹地，山峦愈发荒凉，直至一处地形复杂的山谷。两侧的上古密林间，一条淡黄河流曲折深入，愈近愈暗，最终化作一道混沌不清的潜流。于若仙跟在一群黑衣修士身后，警惕的目光中又带着几分激动之色。我再问一遍，是不是只要我去见你们的宗主一面，你们就愿意送我一枚6品寿元丹？于若仙突然站立不动，朱唇轻启，淡淡开口。她乌黑发丝如瀑布般随风轻舞，映衬着皎洁肌肤与明亮双眸，犹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美得令人心醉。微风轻拂，白色薄裙紧贴其身，勾勒出她曼妙身姿，诱人至极。那些黑衣修士正是黄泉门之人。经过多方打探，他们终于在乾元山脉找到了千仞太岁的徒弟。几人不敢动粗，为了让对方主动跟随，只能想尽办法忽悠。这位于仙子曾经多次在大周皇朝的拍卖会中询问寿元丹的问题，想必是打算寻得一枚寿元丹为千仞太岁君莫笑续命，这份孝心可嘉。不过寿元丹极为稀有，最差的寿元丹也是6品丹药，可以增加10年寿命，曾经拍出过128万灵石的天价。于若仙望着这个恐怖数字，只能摇头不已。他的举动被一群盯梢之人注意到，于是便用一枚6品寿元丹引诱对方。此事带着古怪，尽管于若仙觉得很不对劲，但为了获得一枚寿元丹来让师傅多活10年，这个危险他还是要冒的。黄泉门是鬼修门派，擅长招魂引魄，炼魂御鬼。全盛时期曾经称霸天下，莫敢不从。但如今已经不比以前，没落衰败至极，苟延残喘，只能算是10大仙门以下的2流势力。前方黄泉门这次行动的首领叫李鬼，是一位元婴中期的鬼修高手。这次他能够接到这个好差事，除了自身修为外，还因为他是掌门楚修的亲传弟子。听到于若仙的问话，李鬼打个哈哈，哼，于仙子，我们楚宗主一言九鼎，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6品寿元丹必定拱手相让。于若仙听到李鬼这么说，眼珠转了转，突然拿出一枚传讯玉符，便准备给别人传讯。你干什么？李鬼大惊道，咱们不是说过这是涉及到你师父的名声，不能告诉别人吗？于若仙后退一步，冷声道，我不告诉别人，通知师父一声还不行吗？当然不行。李鬼眼中闪过寒光。虽说宗主楚修曾经说过别伤害到千仞太岁的徒弟，以免造成不可控的局面，但李鬼身为魔修，又怎是那么听话温顺的人？这一路上看着姿态若仙、身姿诱人的于仙子，早就要按耐不住了。一挥手，一头头厉鬼飞出，向着于若仙包围过去。仙子，你我有缘，不如等这次的大事办完后，你就嫁给我做道侣，让黄泉门和洛云宗亲上加亲吧。哼，师父曾经说过，魔道之人话不能信，果然如此。于若仙毫不迟疑，果断出手，雪亮的剑光直接斩碎一道鬼影，将包围圈打开一个破绽。此时他的手中捏着一张4品御剑符，这是他外出历练时意外获得的宝贝。御剑符启动，他人剑合一，速度极快，远遁而去。李鬼看着倩影急速远去，气得脸色涨红，看着几个跟班，大怒道，还愣着干什么？这女人只是筑基中期，根本飞不出乾元山范围，给我去追啊！几个金丹修士马上点头，各自御空追去。100里外，剑光消失，倩丽身影出现。幸好有这枚4品御剑符，不然我根本逃不出去。于若仙自言自语一声，不过这里依旧还是乾元山范围，我必须尽快离开才行。找准一个方向，他一路向前疾驰。突然他似乎穿越了一片迷蒙的屏障，眼前豁然开朗。于若仙抬起头，开始打量起四周的景致。此处竟是一座极为残破且古老的城市，透露出一股沧桑之感。地面上布满了皲裂的痕迹，落叶层层叠叠地铺满了这些裂痕，建筑物上挂满了蜘蛛网，蛛丝随风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今日的衰败。街道上异常寂静，空无一人，连鬼魅的身影都未曾显现，唯有风声与落叶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回响在这片沉寂的小城之中。啊，这是什么地方？于若先感到了茫然一片。他方才明明在乾元山，怎么突然间就来到这里？他在空无一人的古城中四处寻找出路，然而此地似乎有一种奇特规则之力，无论他怎么走也找不到出口。我被困住了。他来到古城中心的一座石碑面前，看着上面的古老文字，怔怔出神。无泪之城，昔日欢颜，城中居住着欢笑天使，因喜悦迎新，从无泪滴。然天使一折，陨落凡尘，天空遂降下湛蓝之泪，淹没城池。人迹罕至，城见荒芜，欢笑不在，泪意无存，位于哀伤之城，静默矗立。那这里到底是无泪之城，还是哀伤之城？于若仙摇头苦笑一声，亦或是叫做寂灭之城？此时外界的乾元山
黄泉门的李鬼带着7、8名金丹修士已经快将乾元山翻了一遍，然而于若仙踪迹全无，连根衣角都没有看见。空中，君莫笑悠悠遇见，来为徒弟撑腰。对于于若仙的安危问题，他倒是心中有底。身为红色6品的大气运之女，一辈子都会伴随着危险和机遇的。若是全部度过，未来大地可期。不久后，他便发现一个黑衣修士正在下方鬼鬼祟祟地看着他。黄泉门的人。君莫笑一眼认出对方服饰。那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只是人影一闪，面前就出现一个白发老头，一柄雪亮宝剑抵住了他的胸口。这人同样是金丹修士，但面对君莫笑时，就像是蝼蚁一样弱小。在下黄泉门刘二龙，拜见前辈，前辈请饶命。君莫笑眼睛微眯，剑尖向前送了1寸，刺入对方血肉之中，鲜血一滴滴流下。说：“被你们抓到的落云宗仙子呢？”刘二龙忍着痛，连忙开口解释：“前辈误会了，于仙子并没有被我们抓住，她御剑逃了。”人都是怕死的，刘二龙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了出来。君莫笑听到徒弟为了一枚6品寿元丹，甘愿以身犯险时，心中颇为感动。又听到那李鬼见色起意，竟然打算对仙儿动手时，眼中出现了浓烈杀机。敢动我的人，找死！小子，你说的都是真话，小的句句属实，绝不敢欺瞒前辈。刘二龙跪在地上，连忙磕头，一丁点金丹修士的骨气都没有。啪！一只大手直接按在他的头上，强大的精神力冲破他的抵抗。搜魂！刘二龙眼神中出现了惊恐之色。对，君莫笑不会完全相信这些魔修。问话结束后，直接搜魂确认一下。无穷无尽的痛苦涌入，刘二龙瞬间双眼翻白，口角流涎。随着搜魂结束，君莫笑一剑砍掉对方脑袋，松了一口气。仙儿并没有被他们抓住，已经逃走了。只是乾元山就这么大，怎么会失去踪影呢？他拿出传讯玉符，发现因不知名原因无法联系到。先不去管他，把这些招惹自己的黄泉门崽子杀了再说。强大的化神期神念散发而出，他很快就找到了一群黄泉门之人的位置。冷哼一声，他提剑而走。很快，2位黑衣修士被他找到，拦住了去路。老头，滚一边去！黄泉门正在办事。黑衣修士凶神恶煞，一身的金丹中期修为显露无疑。他们都是黄泉门的骨干成员，平时里嚣张跋扈惯了，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老头是什么危险人物。看什么看？我很不喜欢你的眼神。嘿嘿，你看这个半只脚踏进棺材里的老头，似乎生气了。一个黑衣修士觉得好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老不死的，眼神那么凶，难不成还想要杀我不成？”噗嗤，白光一闪而逝。那人眼睛突出，头颅飞起，看到了自己的无头身体，另一人吓了一跳，眼前平平无奇的老头怎么还真的杀人了？他飞身而来，一对铁拳轰出，打算将这个年迈的老人锤死。君莫笑面色一沉，明积雪发出铮铮剑吟声，闪电般划过空气。对方胸口一痛，明积雪已经穿透了他的心脏。老头，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黄泉门弟子捂着胸口，艰难地开口问道。看来老夫衰老后，千仞太岁已经无人认识了。当年我仗剑3000里，杀得无数魔修闻风而逃，那时候的你们看到我，立马会夹着尾巴做人的。你就是千仞太岁？黄泉门弟子听到面前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千仞太岁后，满眼惊骇之色。太岁一怒，伏尸千里。所有魔修对此人都闻风丧胆，如避蛇蝎猛兽。他何德何能，今天能够死在对方手里，也该含笑九泉了。来不及多想一会儿，君莫笑看他还挺着不死，意念一动，明积雪瞬间将这人扎成了刺猬。这边动静不小，又有5名黄泉门弟子顺着战斗波动找了过来。在看见好整以暇的君莫笑以及地面上残破的尸体后，均是一愣。这老头看起来都快要入土为安了，是怎么杀的2个金丹期同门？5人中带头的金丹后期之人一脸的横肉，死死盯着君莫笑。老头，敢杀我们的人，我看你是找死了。君莫笑不置可否，手指微抬，明积雪剑身上闪烁出雷霆之力，对着5人抹杀而去。电闪雷轰，他是多么嚣张之人，怎容得这几个小瘪三在面前蹦跶？觉得碍眼，那就杀了。毫不废话，轰隆隆的雷鸣声鼓荡，这几人根本抵挡不住丝毫，在电闪雷轰的摧残下，成为了一堆焦尸。尸体的嘴巴大张，似乎还想问问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何连句狠话都不放，直接就杀人。明积雪飞回，落入剑鞘。君莫笑眼神淡漠，看都不看这些垃圾一眼。住手！一声暴喝突然从远处响起，来人身影极快，转瞬便来到了君莫笑面前。可惜他还是来晚一步。金丹弟子对于10大仙门或许不算什么，
但对于沦为二流的黄泉门来说，那可都是宗门未来啊！没想到眨眼间全死在了这里。你真是大胆！李鬼愤怒地大吼起来，一股强大可怕的元婴气息迸发而出，汹涌的如同海浪咆哮。竟敢杀害我黄泉门弟子，难道就没想过严重后果吗？凶厉的眼神如同刺刀一般切割君莫笑，元婴中气的威压席卷而出，这方区域都被笼罩在这股凶悍的气息当中。一股股黑气从他的体内散发而出，在周身形成了一个类似替身使者一般的鬼将。这是黄泉魔门的绝学炼鬼诀，通过不断凝练鬼物，最后形成一个身外化身，增强自己战力。这头鬼将被他凝练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有了堪比元婴前期的实力，鬼将在空中盘旋一圈，直接化作一张狰狞巨脸，对着君莫笑飞下。今天不管你是谁，敢杀我黄泉门弟子，必死无疑！李鬼胸有成竹，厉喝一声，发动了攻击。他已经看出来，这个老头是金丹后期修为，这种实力虽说不错，但若想要对抗黄泉门，那简直是白日做梦。至于对方是不是10大仙门的大人物，李鬼也心中有所判断，并不是盲目出击。观对方外貌和修为，肯定不会是10大仙门的长老，而仙门弟子到了这种快入土的年龄，也多半不会受到重视了。杀就杀了，荒郊野岭，只要做得干净点，料想也不会有什么麻烦。这家伙能成为黄泉门宗主的弟子，头脑还是够用的。可惜这一次他判断错了一切。君莫笑看着飞速而来的巨大鬼将，手中明积雪不慌不忙的一扫，刹那间狂暴的剑气如同海浪一般席卷而去，其中还伴随着浩荡灼热的九阳之力。那鬼将就像是冰雪消融一般，被剑气分成了千百块，又被九阳焚心的烈焰烧光。仅仅一个呼吸的时间，这尊堪比元婴前期的鬼将就彻底消失在天地间。好弱！君莫笑喃喃自语开口。前方的李鬼眼神瞬间冷彻下来，他发觉好像低估了这个老头，对方居然拥有越级战斗的能力，这在一般的修士当中可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李鬼盯着君莫笑，最终将目光放在了对方的兵器上面，竟然是下品灵宝。他的眼睛一亮，满是贪婪。别看他已经是元婴中期修士，还是黄泉门宗主的弟子，但也只拥有2件绝品法器，灵宝那是万万不敢奢求的。老头，你的灵宝我要了，你的命我也要了。言罢，李鬼祭出一杆极品法器黑帆，不断挥动间，此地立刻阴风阵阵，无数恶鬼双眼冒着鬼火咆哮而出。君莫笑面无表情，剑尖轻点，用出了一招剑雨逍遥，无数剑气如同海浪一般席卷而去。那些狰狞的恶鬼遇到这些剑气，瞬间被撕得粉碎。海浪剑气继续蔓延，直奔李鬼杀来。该死的，这老家伙怎么这么强？李鬼又吃了一惊，连忙祭出另一件极品法器玄光盾。砰砰砰砰砰，他将元婴中期的法力催到了极限，全部灌入到玄光盾之中。一面玄光组成的金色墙壁出现，矗立在了自己面前。他相信，即便是元婴后期的全力一击，也不可能击破自己的防御。剑雨逐渐消散，虽然李鬼被强横的剑气推出了数百丈远，但的确是挡住了这道攻击。李鬼探出头来，心道：这么猛烈的招数用出，老家伙肯定已经力竭了，我要狠狠地折磨死这人。然而当他看清眼前情况时，又是一愣，一块金色的板砖状法宝被老头祭了出来。阴风剑掌瞬间变得大如房屋，笼罩在了李鬼头顶上方。君莫笑伸出右手的2根手指，猛地向下一按，给我砸！巨大的金砖法宝砸下，撞击在了玄光盾形成的金色墙壁上，发出了震天巨响。轰隆！大地颤抖，地面均裂出巨大裂缝，金色墙壁支撑不住，大量的裂缝从中出现。李鬼眼神变得惊恐无比，眼睁睁看着金色墙壁破碎，巨大金砖碾压而下。砰！地面被砸出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其中的李鬼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君莫笑收回法宝，走到深坑近前，李鬼的尸体已经4分5裂，惨不忍睹。不过他的储物戒道还保存完整，还有那2件绝品法器也没有损坏。有灵性的法宝才被称作灵宝，并不是完全的死物，能够懂得主人心意，知道什么东西该砸碎，什么东西不必砸碎。李鬼的储物戒里没啥好东西，都是低级物品，但这2件绝品法器还不错。一件是招鬼幡，可以收摄鬼魂，饲养鬼魂；另一件是玄光盾，标准的防御型法宝。将东西都收起来后，君莫笑再次腾空飞起，继续扫荡乾元山。因为还没有找到于若仙，老头子的心情不好，沿途只要看见黄泉门弟子，二话不说上去就是干。1天之后，整座乾元山已经被他搜寻了一遍，依旧没有找到于若仙，倒是黄泉门的人都被他杀个干净。君莫笑坐在官道旁的大石头上，陷入了沉思。怎么回事？仙儿到底是跑哪里去了？根据他从蛛丝马迹中推断，
于若仙确实没有离开乾元山范围，就那样神奇地消失在了某处。忽然，他想到了什么？难道说这里有一个类似秘境一样的地方，希儿一不小心闯入其中，所以才失联的？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极小，但放在气运之女身上，那就会变成大概率事件。就比如一般人坠崖会被摔死，但拥有大气运之人坠崖后不但无事，反而还会找到前辈高人遗留下的宝藏，从而脱胎换骨。这时他的耳朵一动，目光看向官道的另外一个方向，从那边竟然传来了哒哒哒的马蹄声。仔细看去，竟然有一个上百人的队伍正在行进。队伍中间有一座奢华的大轿子，轿帘拉下，看不清其内之人。轿子由8位筑基期的壮汉抬着，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走如飞，如履平地。上百位穿着甲胄的卫兵纪律森严，守护着轿中人的安全。丁，发现气运之女苏婉清，气运等级紫色5品，灵根，极品冰灵根，修为筑基后期，身份轩辕皇朝太子妃，轩辕皇朝第一美人，回馈率100倍，羁绊值初始1点。提示：加深羁绊，回馈倍率将持续攀升。哟，还有意外收获啊！君莫笑看着系统提示，感到一点意外。轩辕皇朝国运鼎盛，人口数百亿，和众多仙门都有着密切联系。落云宗所在的山门位置就处于轩辕皇朝统治境内，因此落云宗也成为了轩辕皇朝的后台保护伞。眼前教中的太子妃苏婉清艳名远播，连身为落云宗大长老的他都有所耳闻。灵机一动，既然自己找不到于若仙，而这些人又突然从这里经过，那不妨跟着他们看看能否有什么发现。他收敛自己的气息，装作普通人一样，继续坐在石头上。苏婉清的队伍速度很快，很快就从他的身边经过。为首一位将军模样的人多打量的几眼君莫笑，看不出什么异常，便不再理会。这人虽然在轩辕皇朝内担任一方将领，但毕竟只是元婴初期，看不透君莫笑也属正常。队伍走后，君莫笑起身，默默跟随。不久之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正在官道上行走的100人队伍竟然突然消失不见。在那一刻，君莫笑分明是感应到了空间波动，在这些人消失的位置处有一个空间转移节点。嗖，他身形一动，已经飞掠而去，穿过一层薄薄的水雾结界，眼前景色变幻，豁然开朗起来。嘿嘿，成了。君莫笑心中有底，便开始打量起四周来。这里是一座古老的城，似乎有空间转换的能力。虽然都是从一处位置进来的，但太子妃苏婉清那批人已经不知去向，大概率是被随机传送到了某个位置。君莫笑认准古城中心方向走了过去。不久后，他便看见了许多分散的士兵都在四处找人。来到古城中心处的石碑旁，他眸光闪烁起来。哀伤之城倒也有趣，这片空间仿佛被人用大法力剥离出来，只能按照规则行事，否则出不去。他知道古城中有个地方一定是关键所在，但他的神念在这里受到阵法压制严重，要是想靠人力在成千上万的巫舍内寻找，那根本不切实际。所以他来到了古城中心位置，盘膝而坐，静等事态发展。他知道这座古城应该有自己的灵智，不会一直这么平静下去的，肯定会出事。果不其然，1个多时辰后，荒凉的古城中忽然传出低低的哀鸣声，使此地充满了哀伤的氛围。这股悲哀的力量极为强大，就连君莫笑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城市的一角，苏婉清身旁跟着2个侍奉婢女，正一脸茫然地寻找出路。娘娘，不知怎么回事，听到这些声音，我好想哭啊。一位婢女表情哀怨，低声啜泣道。另一位婢女感受到了哀伤的情绪，也同样如此。苏婉清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似乎耳边的声音能够勾起心中的哀怨，让人想要大哭的发泄出来。很快的，一滴滴晶莹的泪珠就从红了的眼眶中落下，啪嗒，泪水落地。这一刻，气氛陡然一凝，一股可怕的危机感出现在3女心头。被泪水打湿，地面上涌入黑雾，3道黑色身影从中飘了出来，黑影们长相一模一样，看不清五官容貌，手持一柄宝剑，杀气腾腾地望着3位流泪之人。无泪之城，流泪者死！刷刷刷，3把宝剑挽起朵朵剑花，带着可怕威势夺命，各自寻找自己的目标。苏婉清慌忙拔出自己的兵器抵挡，然而他虽是筑基后期修为，但多年来缺乏实战，养尊处优，战斗力奇差。很快他就被打得口唇溢血，节节败退。而那2位倩丽婢女更是不堪，此时已经人头落地，2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这种情况下，苏婉清更加紧张，眼看着夺命剑光出现，只能闭眼等死。就在这紧要关头，一柄雪白长剑飞射而来，截住了黑影的夺命一剑。苏婉清抬头，阳光下
一位穿着经文剑衣的女子正英姿飒爽地站在自己面前。此女正是君莫笑的弟子于若仙。姑娘，你别哭了，只要撑过一段时间后，这些黑影就会自动消失的。苏婉清闻言，赶紧擦干眼泪，收摄心神。于若仙此时境界已经到了筑基后期，一身的实际战斗力不知要比养尊处优的太子妃强多少。而他面对的黑影修为是按照流泪之人的修为生成，只是筑基巅峰，双方差距并不算大。砰砰砰砰，一道道剑气纵横交错，于若仙眼神坚定，不断抵挡黑影攻击。终于在一炷香后，这个黑影身体逐渐淡化，彻底消失。于若仙松了一口气，走到苏婉清面前，自我介绍道：“在下落云宗弟子于若仙，请问姑娘是？”苏婉清脸上露出和善微笑，淡淡道：“原来是最近在皇朝内声名鹊起的于仙子啊。”小女子是轩辕皇朝太子轩辕问天的妻子苏婉清。听闻对方就是艳名远播的太子妃苏婉清，于若仙不禁多看了对方几眼。女子身着一袭华美宫装，勾勒出令人心动的曼妙曲线，黑发如瀑布般倾泻，散发着淡淡幽香，腰肢纤细如柳，肌肤白皙无瑕，宛若最精致的瓷器。她的面容绝美无双，犹如玫瑰女王般娇艳，薄裙轻眼下的双腿修长，肌肤娇嫩如雪，闪烁着春日光泽。不愧是未来要当国母皇后的女人，果然是个绝顶大美人。于若仙心中暗想，美眸闪烁。可惜这人已经名花有主，若是单身的话，倒可以试探一下能否给师父做道侣。与苏婉清这边类似，因为突如其来的哀伤意境出现，道心不坚者马上陷入悲哀的情绪当中。即便是跟随太子妃的卫兵都是精挑细选，但也无法抵挡。每当有人流泪，就会突然冒出来一个黑影，仗剑杀人。这些黑影都比召唤者实力要强，所以古城中很快出现了大量死伤。在普通人看不见的视角中，那些死亡的冤魂并没有魂归地府，而是被吸入一座残破的铁匠铺中。铁匠铺中有一柱剑池，此时烈火熊熊，池中有一柄散发着恐怖力量的3尺清风，那些饱含不甘的怨魂直接被宝剑吸收其中，剑身上不断颤抖起来，似乎要苏醒一般。君莫笑也看见了那些黑影，摸清楚此地的一些规则，只要流泪就会触发古城禁制，遭人追杀。这还真是奇怪的设定，杀了这些人对这里的东西有何好处吗？这种古怪的引诱人流泪的哀伤意境，每隔数个时辰就会出现一次。就在他思考间，极远处的铁匠铺中突然火光大起，冲天的能量击破了铁匠铺的隐匿阵法，显露出来。咦，原来是在那里，似乎有什么可怕东西出事了。身影一闪，他御剑直奔那个方向而去。经过这段时间的黑影洗礼，跟随苏婉清而来的卫兵基本上全军覆没了。唯一还活着的就是那位元婴期将军，他叫宇文杰，是太子轩辕问天为了保护太子妃专门挑选出来的。此时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宇文杰走到了铁匠铺，来此地寻找心心念的太子妃。进门后的第一眼，他就看见了直插在铸剑池中的那柄神剑。剑身到运天成，隐有大道之音浮现，任谁看了都能猜出此物非同凡响。啊，这是什么层次的灵宝？这一刻，宇文杰眼睛都看直了。按捺不住心中的贪婪，他上前一把抓住了神剑的剑柄。顿时，一股股狂躁的意念从剑身中散发而出，开始侵占宇文杰的思想。逐渐的，他的瞳孔变得一片漆黑，整个人气息暴涨，一路逆袭，破元婴，破化神，最终达到了可怕的炼虚中期才停下。老子唐三号终于活过来了。神玉阶，你还想把老子困在一柄剑里，做梦去吧。等老子未来修炼到了大地，一定要把你们银月圣城所有女人玩残废，然后再卖到窑子里去。轰隆隆，随着他实力的施展，整个铁匠铺顿时化作了火海。唐三号全身沐浴着火焰，此时神念一扫，顿时发现了不远处居然躲着2个女人。竟然是2个大美人。嗖，眨眼之间，他便来到了于若仙和苏婉清面前。二女被突然出现的宇文杰吓了一跳，不过苏婉清认出了来人是宇文杰，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表情放松下来，还对着于若仙笑了笑。于仙子，这位是我的护卫统领，不必担心。于若仙吃惊于对方的雄厚气息，自己竟然感受不到具体修为。他小心翼翼地退后一步，感觉对面这人很邪恶。嘿嘿，唐三号阴笑一声，首先将目光看向了前面的太子妃。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宇文杰可一直对太子妃心怀不轨之心，所以当他看到苏婉清的面孔后，这种不轨之心被邪恶力量放大了100倍，全身激动起来，拳头被握得硬如石头。哈哈，运气真好。他目光贪婪地望着苏婉清，舔了舔舌头，而后他又看向冰清玉洁的于若仙，又舔了一下。宇文杰，你要干什么？苏婉清已经察觉到了不妥之处，马上出声呵斥。然而
唐三浩只是随意的招了招手，苏婉清便立刻动弹不得，主动飞到了对方手里。啊！你放开我！救命啊！苏婉清努力的挣扎扭动，但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嘿嘿，我劝你还是留点力气，留着一会儿享受吧。唐三浩淫笑一声，运转邪功，双指挥动，隔着衣服在苏婉清小腹位置上画出了一个复杂的纹印。苏婉清不明就里，抬起美眸，死死地盯着唐三浩。别紧张，这是我的秘传魔纹，一旦烙印下，你终生会受我摆布。将来我还要夺舍掉你们轩辕皇帝，成为一国之君，而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一条狗。旁边目睹一切的于若仙见势不妙，祭出飞剑，撒腿就跑。对面这人一定是被某个大魔头夺舍了，他已经自身难保，也没时间去管别人了。然而唐三浩还不想放另一个绝色美人离去，他将种下魔纹的太子妃一抛，脚步猛踏地面，直追于若仙而去。两人境界差距巨大，于若仙根本逃脱不掉。一想到被对方抓住后，等待自己的将会是日夜羞辱，他便被吓得全身冒汗。眼看着对方越来越近，即便他拼尽全力，也只是多坚持1-2秒而已。于若仙凄苦一笑，就打算引燃丹田，自尽守节。师父，请原谅仙儿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了，我就先走一步，等您老人家死后，说不定下辈子我还有可能做你姐姐。突然间想到这一点，于若仙嘴角翘起一丝完美的弧度，竟然不觉得自杀是多么痛苦的事。就在他要引燃丹田内所有灵气进行自爆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中气十足的怒吼：哪里来的老贼，想伤我乖徒儿，找死！于若仙一愣，这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好像是师父的声音。转过头来，入目所及是一片刺眼的剑光，以及身后那个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啊，真的是师父来了！太好了，师父来救我了！这一刻，于若仙原本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整个人落回了地面，目光痴痴地望向君莫笑。无论何时何地，师父都能给他带来无比的安全感。即便是那个可怕魔头修为通天，但师父依旧像是顶天巨柱，能够为他抵挡苍穹。唐三浩被人喝止，顿觉不爽。他如今已经恢复到了炼虚中期修为，强大的实力带给人的是无比的霸道。他眼含不屑，慢慢转头看向来人。君莫笑足踏飞剑，翱翔于空，一袭白衣随风轻扬，银丝银然映日闪耀，携着那份苍老脱俗之韵，宛若仙人降世，神奇临凡。这份气质以及从容，就能让人看出老人的不凡。唐三浩被这份风采震慑了一下，随后脸上出现暴虐之色，哪里来的死老狗，竟敢在我这里装神弄鬼！君莫笑看向对方，脑海中的系统也适时出现提示：丁，检测到气运之子唐三浩，气运等级红色5品，主要经历3万年前的绝世天才，高傲自大双标狗，打算强取天下第一美人神玉姬，被对方封印起来，对应气运之女苏婉清。我擦，又是一个气运之子。那个叫苏婉清的太子妃居然是与他对应之人，怪不得会出现在此地。系统，杀了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好处？情况紧急，君莫笑连忙询问系统，争取在动手前套出系统任务来。丁，发布任务，击杀气运之子唐三浩，奖励御仙印。御仙印，仙品秘术，顾名思义，一旦被打上御仙印，便永世受你操控，掌握生死，即便是仙人也不例外。哈哈，系统果然给力。君莫笑爽朗一笑，再看唐三浩的眼神已经充满了欣喜之色。唐三浩被看得有些不适，感觉修为更高的自己反而是猎物一般。老狗，你在笑什么？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了吗？君莫笑随手从储物戒中拿出一张紫色的符箓，眼中带着戏谑道：我笑你真是倒霉，被人困了3万年，好不容易解脱出来，却遇到了我。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一个区区金丹修士，竟敢在我这样的炼虚大修面前口出狂言。嘿嘿，是不是口出狂言？你马上就要知道了。君莫笑站在飞剑之上，老脸上微微一笑，激活了手中的大杀器，7品符箓紫霄神雷符。明亮的天穹瞬时被乌云吞噬，日光匿迹，天地间回荡着隆隆的雷鸣，云层间闪耀着威压惊人的紫色电弧，化作粗壮的雷芒，划破苍穹。啊，这是什么？唐三浩有些惊恐地看着天空，一股足以把他毁灭的力量已经将他锁定。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强度，唐三浩有些后背发凉。这是等同于炼虚后期的神雷啊，他说什么也抵挡不住的。来不及细想，他念动法咒，想要先将君莫笑击毙。然而轰隆巨响，震撼天地，一条紫龙般的雷霆猛然间自苍穹砸落，其势之猛，犹如神奇震怒，不可一世。那雷霆携带着毁天灭地之力，瞬间将唐三浩笼罩其中，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紧接着，狂风暴雨般的紫霄神雷如潮水般猛击而下，
每一道雷电都蕴含着无尽的威能，让人心生敬畏，无法直视。啊！我不甘心！唐三号心中冰凉一片，只能用手中的不知名神剑勉强抵挡。在这种灭世雷光的洗礼下，唐三号耗尽一切潜能和气运，只为寻找活下去的一线曙光。他不想死，被囚禁了3万年都熬过来了，如今又为绝色美女打上了魔纹，任其采撷玩弄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他绝对是不甘心的。烟尘滚滚，这方地界被紫霄神雷打得千疮百孔，若非有阵法保护，哀伤之城恐怕早已被轰成了粉末。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君莫笑站在深坑边缘，低头看着下方。哈，我挺过来了，没有死，隐约间从深坑里传出了唐三号断断续续的激动之声。他眉毛一挑，心道：这家伙不愧是气运之子，竟然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捡回了一条命。不知名的神剑飞了起来，唐三号用手抓着剑柄，也跟着从深坑内飞出。他衣衫残破，半截手臂已经不翼而飞，全身上下鲜血淋漓，凄惨无比。然而他的神情是异常兴奋的。死老狗，既然你没有用底牌杀死我，那么接下来我要将你抽筋扒皮，方能解我心头之恨，是吗？君莫笑一翻手，又拿出了一张同样的紫色符箓。你……唐三号瞬间被吓傻了，怎么可能？这种层次的符箓，你为何还有？刚才只是一张紫霄神雷符，就要了唐三号大半条命，如今又冒出来一张，他乃还有命在。此刻，这位刚刚脱困意气风发的气运之子感受到了深深的惧意。逃！赶紧逃！他不再犹豫，体内十不存一的法力凝聚，开始迅速逃向远处。然而身后的君莫笑一点机会都不给他留，紫霄神雷符再次启动，粗大无比的紫色雷电携带着天地之威狂轰而下，接触到的建筑物瞬间被轰成了齑粉，连一根木头、一块石头、一根草都不剩。唐三号被这致命一击打中，这一次没有出现意外，几个呼吸之后，他已经成为了灰烬，被风一吹，消失不见。地面上只留下了一把不知名的神剑，还在闪烁着隐隐微光。一股浓烈的气运之力开始扩散，其中一部分融入他的身体，又让他的气运等级增加2个层次，达到了红色3品。君莫笑上前2步，打算捡起这把不知名神剑，谁知神剑有灵，竟然主动飞起，直奔远处的于若仙而去。神剑洒下氤氲宝光，落在了于若仙的身旁。于若仙没工夫理会他，快速来到师傅面前。谁知那神剑竟然紧紧跟随，似乎将他当做了主人。师傅，我是不是在做梦？竟然能在这里遇见您。于若仙也不管神剑了，直接扑到君莫笑怀里。丁，气运之女于若仙与你的羁绊值提高到了4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为2000倍。君莫笑搂着她的腰，鼻尖闻着对方的发香，感到很满足。少请。2人分开。君莫笑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了一遍，包括在乾元山将所有黄泉门弟子全部斩杀，为他出气的事。于若仙听完后十分感动，师父听到自己可能有危险，竟然不远万里前来寻找自己，这份恩情他会永远铭记在心弦儿。君莫笑突然间严肃起来，于若仙心中一惊，情不自禁地用小手搓着衣角。为师最近有所突破，还能再活一些年头，你切不可为了我的寿元再次以身犯险，若是出了什么岔子，让我将来如何面对？于若仙知他说的是黄泉门用寿元丹做诱饵之事，此时也是后怕不已，只能默默点头。师父，仙儿以后不敢了。2人又是一番畅聊，君莫笑将新收的弟子将妙医之事也说了一遍。当然晚上被采捕的事没有提，太丢人。师父，这柄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老跟着我？于若仙看了一眼悬在自己身旁的不知名神剑，非常疑惑。君莫笑见多识广，对着他解释一些常识。修仙界最常见的法宝乃是法器，共分4个品阶，法器之上便是灵宝，灵宝同样有4个品阶，非常珍贵，只有那些顶级高手才拥有这种层次的法宝。而在灵宝之上，还有一种更加罕见、更加强大且更加神秘的法宝。修仙界管这种法宝叫先天灵宝。先天灵宝不是人为打造而成，是秉承着天地气运而生，它们的灵性极强，会主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主人，并且先天灵宝的威能并不固定，是可以跟随主人一起成长的。所以如果先天灵宝看一个炼气修士顺眼，也完全可以任由对方炼化使用。于若仙听完师傅的话，再看那柄不知名神剑时恍然大悟。师傅，您是说这把神剑选择了我当他的主人？君莫笑点点头。难怪于若仙会突然来到此地，原来是与这把神剑有缘，所以才会突然闯入。想必方才若是没有自己插手，恐怕唐三号会与这柄神剑出现分歧，仙儿未必会有生死危险。于若仙天降福缘，高高兴兴地跑到一旁去炼化先天灵宝。
而君莫笑坐在一旁，耐心等候自己的系统奖励。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击杀气运之子唐3号，获得奖励御仙印。御仙印是一种层次极高的秘术，并不像功法那样复杂。君莫笑有着悟性逆天天赋，寻常功法只需看上一眼便能学会，但这套仙品秘术他还是用了2个时辰才完全领悟。御仙印非常狠毒，平日用不到，但若是对付魔修或是敌人时，那就可以大显神威了。旁边的于若仙此时正在炼化先天灵宝，额头上浸出了缕缕香汗。君莫笑没有打扰对方，他神念扫动，想要看看附近还有没有人活着。咦，那边还有一个活人。君莫笑脚步轻踏地面，顺着气息找了过去。少顷之后，他找到了目标，一对老眼差点瞪了出来。只见太子妃苏婉清此时正赤条条地在地上打滚，柔软曼妙的身姿尽皆展现，在其小腹位置的魔纹不断闪烁红光，显得无比妖艳。君莫笑靠近过去，想要询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忙啥的近距离下。对方原本清冷美艳的脸庞上满是红霞，更添几分神韵，连君莫笑都不禁呆了呆。这就是太子妃未来的国母吗？还真是便宜了太子那个王八蛋了。此时的苏婉清体内澎湃的阴气无法宣泄出来，犹如被万虫噬咬一般，痛苦无比。此时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决痛苦，若是一直这样下去，他肯定会爆体而亡。这时须发皆白的君莫笑走了过来，一脸关切地盯着他。这位姑娘需要帮忙吗？苏婉清倔强地摇了摇头，她的理智还在，知道自己一定要坚持守住本心。然而人的理智在魔纹面前不值一提。就在君莫笑靠近过来时，纯阳之体带来的醇厚纯阳气味已经能让人发狂了，所以君莫笑直接被扑倒了。坚硬冰冷的地面也掩盖不住女人身上的热量。不知过了多久，于若仙终于祭炼完毕，她睁开了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的神剑。我好开心，终于遇到心仪的主人了。咿咿呀呀的孩童声传入了于若仙脑海中，让她无比震惊。祭炼成功之后，双方被一道丝线联系到了一起，可以通过意念进行简单交流。我也很高兴，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神剑漂浮在虚空，仔细想了想，说道：主人，你可以叫我清玄。清玄，真是好名字。于若仙手捧神剑，笑得很开心。一人一剑玩耍一番后，于若仙才想起了自己的师父以及那个中了魔纹的太子妃，于是他赶紧去四下寻找。不久后，一阵阵妙语仙音传入他的耳中，那声音是无比的动听，如同世界上最好的演唱者。于若仙愣了1秒后，这才反应过来，脸颊浮现一丝红晕。放轻身形，他蹑手蹑脚地悄悄靠近过去，穿过一栋栋破损的建筑，最终找到了元凶。只看了一眼，于若仙就认出了自己的师父以及那个女人苏婉清。此刻他的心脏剧烈的跳动，几乎要从口腔中跳出来，这让他忍不住捂住胸口。他的口中呢喃细语，听得不是很真切。师父居然！1个时辰之后，君莫笑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件袍子，盖在了苏婉清身上。对方呆呆地看着他，目光复杂无比，千算万算也没想到，自己堂堂轩辕皇朝第一美人，竟然和别人发生了关系。可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又无可奈何。此事不能怪他，要怪只能怪造化弄人吧。君莫笑看了一眼对方的魔纹，较之先前已经浅了一些。他神态自若，淡淡说道：这种魔纹非常霸道，一旦发作便会失去理智，满脑子里都是双修。苏婉清被他的话吓了一跳，想到未来的可怕情景，顿时吓得脸色苍白，柔软的娇躯不住颤抖。若是那样的话，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变成那种贱人。君莫笑倒是对这个女人的骨气多了一点赞赏，这次你幸好遇到了我，我的体质非常克制这种阴邪功法，这才让你恢复了理智。苏婉清闻言面皮抖动一下，仔细看看老头模样，虽然年迈，但却能从眉眼中看出年轻时必然是个美男子。前辈，有没有办法根治？我不想这样一辈子下去。君莫笑看着他那委屈的神色，觉得有点可怜。人家堂堂太子妃，未来的一国之母，若真因为这个魔纹导致出现什么惊天丑闻，那他也于心不忍。其实吧，想要根治这种魔纹，老夫确实有办法，但可能要委屈你一下了。什么办法，前辈就说吧。我已经是这副模样，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你被中的魔纹层次很高，已经是天阶上品，正常情况下根本是无药可解，但老夫拥有至阳至刚的纯阳之体，可以一点点用阳刚之力消磨掉你的魔纹。苏婉清也是过来人，这其中的意思他自然明白。低头看看自己小腹位置的魔纹，就像是一个恶魔在发出微笑，叹息一声，只要能摆脱掉这个该死的魔纹，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那就劳烦前辈了，就是不知需要多久才能清楚。最多10天。苏婉清脸色逐渐变得平静，
原本的清冷也出现了，他点点头：“前辈，能否找一僻静之所，让奴家洗漱一番？”君莫笑点头，而后看了一眼东北方的墙壁处，方才似乎感受到那边有人。墙壁之后正是于若仙，他死死地闭住气息，怕被师傅发现。君莫笑摇摇头，还手一抱搂住苏婉清，几个起落后来到了一处无人的客栈。对方找了一些清水洗漱一遍，重新恢复了风采照人的轩辕第一美女形象。前辈，开始吧。7日之后，君莫笑与苏婉清一同走出了客栈。经过这些日子的驱魔，对方也经历了数次生死之危，总算是都撑过去了。此时苏婉清的表情如同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看向君莫笑的眼神充满了浓浓感激与情谊。魔纹虽解，但他的心再也回不去了。毕竟他的夫君轩辕问天修炼真龙天宫，需要戒婚戒色，他们夫妻已经10多年没有恩爱过了。此时遇到君莫笑，还发生了那种关系，他的心都快融化在他身上了。好了，你恢复一下原本的表情，要高傲清冷一点，听到了吗？君莫笑将自己的手臂从对方怀里拿出。奴家知道了。苏婉清表情一变，又恢复成了原本高傲清冷的样子。看到这样，君莫笑才松了一口气。怎么说，自己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成功人士，若是这些破事儿被仙儿看见了，那会影响自己高大的形象。丁，气运之女苏婉清与你的羁绊值已经提高到了3点，暴击返还倍率增加到300倍。听到这段系统提示，君莫笑一愣，在这段时间的默契配合下，竟然直接将羁绊值提高到了3点，还真是意外之喜。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苏婉清纯阳之力成功，触发300倍暴击返还，寿命100年。倒也没有白费我的辛苦。君临翻了翻自己的储物戒，随手抓出一大把丹药，递给了苏婉清。婉清，这段日子你也辛苦了，这些都是一些营养丹药，你拿去补补身子。这些都是一些3品丹药，有常见的3品化瘀丹、培元丹、大还丹、金乌丹、玄元丹等等。既然所有道具只能生效返还一次，那他就每样送一枚，一股脑的刷一遍系统奖励再说。苏婉清睁大美眸，一脸的幸福之色。前辈居然送他东西了，尽管他不是特别需要，但前辈送的东西那是必须要收起来的。君莫笑看着苏婉清高高兴兴地收起所有3品丹药，满意的点点头。这样赤裸裸的薅羊毛行为并没有惹怒系统，只要是合理赠送都会触发返还。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苏婉清3品丹药化瘀丹、金乌丹共12种，触发300倍暴击返还。5品丹药元婴丹36克。5品元婴丹是适合元婴修士的修炼丹药，价格非常昂贵。平日里只有遇到实在无法突破的瓶颈时，元婴修士才会舍得炼化一颗元婴丹。君莫笑看到这么多元婴丹进入系统空间，老脸上笑开了花。这系统依旧是如此给力啊！婉清，我这里还有2枚4品丹药，你也拿好了。君莫笑面容和蔼，翻手间又拿出2颗丹药。第一枚是4品运金丹，以苏婉清的资质和境界，修炼到金丹也用不了多久，运金丹可以收了。第2枚是4品美颜丹，这是一种非常热门的丹药，服用后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些，甚得女修们喜欢，经常卖断货。谢前辈。苏婉清接过丹药看了看，毫不犹豫地将美颜丹吞了下去。她本就是绝色，在服用美颜丹后，容颜又亮丽了一分，更加诱人。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苏婉清4品丹药运金丹、美颜丹，合并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7品丹药阴阳万寿丹。阴阳万寿丹，高级丹药，拥有夺天地之造化的能力，服用后可以让普通人长出伪灵根进行修炼，并且还能增加1甲子寿命。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君莫笑看到系统对于阴阳万寿丹的介绍，感到很开心。若是一个普通人服用阴阳万寿丹，就会立刻生长出4系伪灵根，若是正常修炼，起码也能达到筑基期。筑基修士放在世俗中，那是妥妥的一方高手，能够在朝廷军队里面混个不错的官职，荣华富贵一辈子。若是一个强者服用此丹药，虽然灵根不会再增加，但寿命直接增加60年，更是千金难买的好事。众所周知，增加寿命类的丹药均价值非凡，最差的也是100万灵石起步。像阴阳万寿丹这种级别的，那价值就更恐怖了，可能要1000万灵石以上。君莫笑没有想到7品丹药就有这种神奇的效果，要是8品、9品丹药那还得了。接下来他照旧拿出了绝品法器金匣葫芦送了出去。苏婉清手捧着大葫芦，显得非常高兴，前辈前辈的叫个不停。而君莫笑更是高兴，因为系统返还奖励又来了。丁，恭喜宿主送出绝品法器，触发300倍暴击返还。中品灵宝斩仙飞剑3。斩仙飞剑，中品灵宝，组成斩仙剑阵的一部分。斩仙剑阵，传自远古的一种威力极大的剑阵，
具体威能取决于组成剑阵的飞剑数量。咦，居然出现剑阵了，这个可是个好东西。君莫笑一愣，随即欣喜起来。用中品灵宝飞剑组成的剑阵，这威力肯定强的一批。号称仙门最强的蜀山剑派，就是因为拥有一套日月剑阵而打出的无敌威名。听说那日月剑阵传自上古，是蜀山前辈大能遗留之物，由108件灵宝飞剑组成，鬼神莫测。自己这个斩仙剑阵是由中品灵宝飞剑组成，等以后系统再奖励一些飞剑，说不定也能媲美日月剑阵。想到这，君莫笑不由得赞叹，这系统还真是无时无刻不送来惊喜啊。摸了摸储物戒，君莫笑从中找到了3张3品符箓，一张攻击型符箓，一张防御型符箓，还有一张是困阵符箓。这些都是筑基修士常用的东西，算不得特别珍贵。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3品符箓3张，触发300倍暴击返还。5品狂雷符3张，5品金光符3张，5品困阵符3张。刷刷刷刷刷，一连9张5品符箓出现在了系统空间。狂雷符是5品攻击型符箓，激活后的威力堪比元婴后期全力一击。金光符是5品防御型符箓，激活后可以抵挡元婴后期全力一击。5品困阵符箓是辅助型，激活后可以形成一次性困阵，元婴修士短时间内很难逃出。这些对君莫笑用途不大，可以拿来送气运之女，刷新更加高级道具符箓。最后他随手抓出一把上品灵石赠送出去，又获得系统返还300枚上品灵石。狠狠薅了系统一波羊毛后，君莫笑感应到了远处有一道人影赶来。来人风姿绰约，姿态若仙，绝不逊色苏婉清，正是于若仙。于若仙靠近过来，看看走路脚步虚浮的苏婉清，又看看精神矍铄的师傅，感到十分震惊。师傅还真是厉害，一连7日解毒，竟然还生龙活虎。仙儿过来。君莫笑招了招手，朗声道：怎么样，你炼化神剑后有没有获得离开此地的办法？于若先点点头。清玄剑灵说，想要离开这里，只能等月圆之夜那一刻，此城中会出现一轮满月，击碎后就会出现离开通道了。这么复杂，还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君莫笑看了看天色，距离月圆之夜还有10来天，这几天还要在此地度过。3人在入夜前又寻找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客栈，吃了一些干粮。君莫笑闲来无事，于是将阴阳万寿丹直接给吞了。7品丹药他还是第一次吃，果然神奇无比。虽然没有提高他的资质，但却硬生生将他的寿命提高了1甲子60年。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指导于若仙和苏婉清修炼，来提高自己的修为。于若仙前段时间进步神速，如今已经是筑基后期，且境界稳固，站立在同阶内堪称无敌。相比之下，苏婉清虽然也是筑基后期，但3个他家在一起也不是仙儿的对手，根基差太多。君莫笑掏出10滴天地灵液，交给了于若仙。这是什么？于若仙看着手中一滴滴散发着精纯灵气的液体，有些好奇。这是一种天才地宝，炼化后可以快速提高修为，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这10滴应该足够你突破到筑基圆满了。这么厉害，那我不要，留给师傅修炼吧。于若仙有些吃惊，摇头拒绝了这些宝贝。傻丫头，你拿着吧，师傅这里还有呢。君莫笑怕对方拒绝，板起了脸。哦，那我就先收起来了，若是师傅需要，我再还给师傅。看到师傅似乎要生气，于若仙连忙收了起来，心中美滋滋的，看向师傅的目光更加柔和。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天地灵液，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天地灵液2000滴，刷刷刷，系统空间内大量的天地灵液出现，足足有2000滴。哈哈，这么多的灵液，够我重回巅峰的所需了。君莫笑忍不住心中大笑。天地灵液蕴含能量无比磅礴，即便是他修炼了大力神魔经，消耗资源堪称海量，但这么多灵液也足够支撑他未来一段时间的修炼了。旁边的苏婉清嘴唇微动，似乎也想要点天地灵液，但却不好意思说出口。2人的关系终究只是阴差阳错，当离开这里后，恐怕他与这个强悍的老人再难见面。想到此，苏婉清不禁有些惆怅。婉清姑娘，这是给你的。君莫笑注意到了他的神情，于是也拿出了10滴天地灵液递了过去。啊，也有我的份吗？苏婉清美眸流转，盯着君莫笑。当然了，你的根基一般，这种天地灵液可以凝练你的根基，让你实力有所进步。谢前辈。由于若仙在场，苏婉清显得有点拘谨。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苏婉清天地灵液，触发300倍暴击返还天地灵液300。苏婉清收好天地灵液，看向面前这个白发白须一派仙风道骨的老人，眼神中出现了一丝深情。大家只是萍水相逢，但老人对他太好了，
不仅耗费大量纯阳之力为自己清除魔纹，还送了好多东西给他。一时间，苏婉清甚至感受到了久违的心动，看着老人的面孔，心中不自觉地幻想对方年轻时的英俊模样。唉，可惜了，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入夜，一间被于若仙特意收拾整洁的屋子里，君莫笑和伊儿眠。这时，房门嘎吱一声轻响，被人推开。君莫笑瞬间睁开了眼，看向来人。苏婉清一身半透明的纱衣，缓步走到他的面前。她容颜温婉，绝美非凡，一举一动皆如诗如画，肌肤洁白如玉，晶莹剔透，宛若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细腻无瑕。腰身柔韧，轻盈曼妙，宛如水蛇游动，握之盈盈一握，青丝如瀑，随风轻扬，几丝发缕轻拂脸颊，宛若仙子轻灵凡尘。呼吸间，兰香袅袅，如花香四溢，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的独特韵味，举手投足间尽显万种风情，引人不由自主的想要一清芳泽。婉清，你来干什么？前辈，我感觉魔纹好像没有清除干净。接下来的几天，在君莫笑的精心教导以及天地灵液的辅助下，于若仙突破到了筑基大圆满。同时，先天灵宝清玄剑已经可以融入他的肉身中，随着时间推移，清玄剑会将他的一身骨骼转变为剑骨。拥有剑骨后，于若仙的剑道资质会更强，为成就一代剑帝打好基础。至于苏婉清，除了继续清理余毒外，修为不再虚浮，得到了很强的巩固。而君莫笑也没有闲着，靠着系统返还和天地灵液辅助，他从金丹后期顺利突破，如今已经是一名金丹大圆满的修士了。姓名：君莫笑，年龄502岁，剩余寿命465年，境界金丹大圆满，灵根天赋九阳之体，悟性逆天，气运等级红色3品，身份落云宗大长老，法宝明极雪，下品灵宝八卦紫兽仙衣，中品灵宝金砖，中品灵宝琉璃玉净瓶，上品灵宝斩仙剑阵3，中品灵宝功法大力神魔经，仙品玉仙印，仙品大自在长生诀，地品万剑归宗，天阶绝品。丹药天才地宝天地灵液2246滴，元婴丹36，5品。这天晚上，天现异象，一轮火红色的满月挂在夜空，将这座古城照射得血红一片。君莫笑知道，这就是离开这里的契机。屈指连弹，3把散发着毁灭之气的宝剑飞出，成品字形在空中旋转。这是组成斩仙剑阵的斩仙飞剑，目前只有3把，但联合在一起的威力也可以媲美他的绝招万剑归宗。去吧！君莫笑意念操控飞剑，直奔空中的红色满月而去。轰隆隆的声音传来，整座古城微微一震，空中的那轮红月从中裂开，出现了一条空间隧道。君莫笑见状，毫不迟疑的一手拉住一个，飞掠而去。3人穿过一片空间波纹，不久后便出现在了乾元山中的一座山峰上。月光如水一般洒下，寂静的夜里时而传出鸟虫鸣叫声。哈，师傅，咱们出来了。于若先看着外界的场景，有些欣喜。的确，这里应该还是乾元山范围。君莫笑看看四周环境，点了点头，脸上同样挂着微笑。只有苏婉清有一点失落，这半个多月来的日子宛如黄粱一梦，如今来到了外界，那以他的身份就必须要回归轩辕皇朝了。想到夫君轩辕问天，自己失踪这段时间，他一定会很着急吧。苏婉清又看了看身旁老人，娇颜上浮现了一丝不舍，随后又被强行压了下去。前辈，我要走了。苏婉清表情变得清冷平静，淡淡说道：去吧，若是以后需要老夫的帮助，你可以来落云宗找我。您是？这一刻，苏婉清终于问起了老人身份。原本此事结束后，他并不想再与老人有任何联系。他知道，一旦得知老人身份，那自己未来很可能会控制不住，再来寻他。但事到临头，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老夫曾经的名号不提也罢，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归隐，你只需记住我名唤君莫笑即可。君莫笑没有隐瞒，做好事不留名，不是他的风格。君莫笑，奴家记住了。君前辈，再见。苏婉清忍着内心莫名的酸楚与难受，祭出法宝，御空而去。满天繁星下，一道绝美出尘的身影渐渐消失。君莫笑仰望天空，目送家人离去，脑海中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这半个多月内发生的糊涂事。不久后，于若仙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君莫笑。师傅，苏娘娘走了。嗨，我知道了，咱们也该回去，算算日子，宗门大比也快到时间了。君莫笑收回思绪，淡淡说道。几天后，失踪多日的大长老回归，
整个宗门顿时炸锅了。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都松了一口气，随后变得激动起来。大长老突然间不告而别，直接消失了接近1个月。这样的惊天大事，差点惊动隐居数百年的落云宗太上长老。18位化神期长老不断的动员弟子，开始摸查大长老的去向。最终获得消息，大长老与黄泉门弟子在乾元山附近发生过矛盾。于是乎，浩浩荡荡数百位元婴期和化神期的长老齐齐出动，在2位炼虚期的宗门护法带领下，直接杀向黄泉门。黄泉门掌教楚修也才是化神大圆满而已。当看见这数百位高手降临黑空山，要替大长老兴师问罪时，当场就吓尿了。修仙界刚刚平静了不到100年，这难道是要掀起新的一轮仙魔大战吗？尽管楚修一再声称自己绝不敢谋害千仞太岁他老人家，但落云宗之人依旧不信。无奈之下，楚修只得发下天道誓言，以证清白。不过这也没什么卵用。2位护宗护法心想，来都来了，不如就借这个理由将黄泉门除去，以绝后患。不过这场灭门大战并没有打起来。在关键时刻，修仙界10大魔门之一的大天魔宗有强者降临。大天魔宗实力极强，毫不逊色于落云宗。黄泉门目前就是大天魔宗的附属宗门。为了自保，楚修将黄泉魔地的宝库消息透露给了大天魔宗，而宝库钥匙此时就落在千仞太岁身上。于是乎，关于魔地宝库的秘密也就被仙魔双方全部得知。这场仗打不起来了，2大宗门反而对宝库的归属问题互相扯皮。魔门一方知道宝库的隐秘位置，仙门一方有着宝库钥匙，谁也不服气。最终因为怕事态扩大，引来其他宗门垂涎，只能互相妥协。等君莫笑回归后，2大宗门共同探索魔地宝库，其中机缘各凭手段。这件事中最倒霉的就属黄泉门了。原本属于黄泉门的宝库不但拱手相让，掌门楚修还被强行搜了魂，查探是否说谎。好在黄泉门的基业总算是保住了，没有因此事而烟消云散。师父刚刚走进太岁峰小院，一个绝色少女就扑入了他的怀中。师父，您终于回来了，这段时间可想死妙一了。君莫笑看着怀中眼圈泛红的娇俏小徒，用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脸上露出了微笑。好徒儿哭什么？师父这不是回来了吗？这次都怪我，害您走了这么久，下次我一定不会再采补。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君莫笑用咳嗽声打断，同时眼神看向了默默站在一旁的于若仙。江妙一自觉失言，捂了捂小嘴，而后兴冲冲跑到于若仙面前。师姐你好，我叫江妙一。2大绝色美女的见面必然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于若仙看着姿色不亚于自己且古灵精怪的师妹，也感到了一种亲切。这时君莫笑的传讯令牌闪了一下，他看了一眼后对着2女开口道，以后你俩就是我的大弟子与2弟子，你俩先互相熟悉一下，我去一趟议事大殿。等君莫笑走后，江妙一开始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于若仙来。漆黑如瀑布的长发在风中轻舞，映衬着她如雪般纯净的肌肤与明亮如星的眼眸。微风轻拂，金线绣制的剑衣随风摇曳，尽显她曼妙的身姿。裙摆飞扬间，偶尔露出羊脂白玉般的小腿，令人眼前一亮。她早就听闻师父的大弟子是个绝顶大美人，如今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嘻嘻，师姐你好漂亮。江妙一主动贴了上去示好。哪里的话，妙一师妹才好看呢，师姐自愧不如。于若仙爱屋及乌，既然这个女孩是自己的师妹，那她当然也要打好关系。其实2女都是气韵之女，均都天姿国色，颜值满分。于若仙身材修长，气质清冷，穿着打扮上刻意模仿义父君莫笑，越来越往剑道上钻研，有一种女剑仙的风采。而江妙一身材火辣，性格大胆豪放，又带着一种少女的纯真，极具反差萌。2女平分秋色，各有千秋。不久后，在双方刻意为之下，2女很快就熟了起来。于若仙想起方才的事，忽然问道，师妹，刚刚你说踩了什么东西？好像是惹了师父不高兴。江妙一听到师姐问话，小脸唰的一下红了，连忙支支吾吾的摇头，没什么，那是你听错了。于若仙心思缜密，看见对方这副表情，暗想其中必定有事，但对方不想说，那他便不问了。对了，师姐，我刚刚看师父的气色很好，身体也硬朗了很多。师父最近有所突破，身子骨好了许多，都能做。于若仙止住了话头，清冷的脸颊上闪过一丝红晕，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某些事情。啊，那太好了，我还以为师父因我的原因而元气大损呢。江妙一脸蛋红扑扑的，高兴地欢呼起来。幽静的小院之中，清风袅袅，2女并肩而坐，面带笑容，
然其心中各怀鬼胎，都有着各自心事。落云宗议事大殿，这里乃是宗门的核心权力之地。以往掌门姬如雪在时，都是他负责主持宗门大事。如今姬如雪闭关，冲刺合体大能之境，落云宗的大权就交给了一位出关透风的太上长老。这位太上长老名叫陆玄，活了3000多岁，境界已经是合体期大能。当前的修仙界，渡劫期的大帝已经万年未出，而大成期恐怖存在，大多都在闭关或沉睡。明面上最强的，也就是合体期大能。这位太上长老陆玄是宗主姬如雪和君莫笑的师叔，也是气运之女柳如烟的师傅。而两人的师尊不知道什么原因早已失踪无数年，至今生死不知。师侄，你总算是平安归来了，今番魔帝宝库之事可能还要麻烦你。陆玄微笑着开口。中年人模样的人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师侄，看起来滑稽，但这种事情在修仙界却极为常见。在临来的路上，君莫笑已经将事情的大概情况了解了一番。宝库之事全凭师叔吩咐，我必定全力配合。君莫笑拱了拱手。魔帝宝库说起来好听，但其中的好东西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经过了解，当年黄泉魔帝为了渡天劫飞升，将自己90%的财富都变现成可以提高渡劫几率的宝物。也就是说，魔帝宝库中遗留下来的东西只有大帝强者1成的财富，但仅仅是1成也足以让两大门派激动起来。通过对黄泉门主楚修的搜魂，大天魔宗和落云宗知晓了宝库中的很多内容，其中最珍贵的东西有3件。第一件是一件绝品灵宝，名叫牵引镜，可以制造无数幻影干扰敌人，威力极大。对于现如今的仙门和魔门来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高品质法宝。第二件是一座洗金法水池，泡在里面可洗涤自身，提高修炼资质，突破瓶颈。第3件宝贝是一枚神树种子，听闻是传说中的悟道树。悟道树种子成长条件苛刻，发育速度极为缓慢。黄泉魔帝在得到这枚种子不久后便陨落，所以这枚种子如今发育到什么状态，还无人知晓。悟道树的功能无比奇异，在此树下修炼会事半功倍。而此树的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悟道茶叶，是有钱都买不到的珍品。所以说，虽然只是一枚种子，但在3件宝物中，其价值也堪称最高。面对这样巨大的诱惑，两大宗门恨不得请老祖亲自出手，前去争夺。然而魔帝宝库的位置竟然在一个秘境之内，此秘境秉承天地规则产生，元婴期之上的修士不能够进入其中，否则将会被那里的规则之力抹杀。商讨到这里时，太上长老陆玄忍不住轻哼一声，这黄泉魔帝真是太狡猾了，他已经掌握了一些规则之力，可以与秘境规则相互抵消，所以才有恃无恐。但其他人若想进入那个秘境寻找宝库，要么是化神期以下修为，要么同是大帝才行。想必那个秘境之中肯定危险重重，这一次咱们去的人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才行。陆玄看了看君莫笑，通过神念扫荡，他发现对方似乎修炼了什么遮蔽气息的方法，不强行查看的话，只能将修为看个大概。暗中点了点头，倒没有在意此事。他不知道，这其实是君莫笑最近半个月功法上有所突破，大自在长生诀开始主动屏蔽自身修为，阻止气息外泄。师侄，此番秘境之行，不知你有什么看法？君莫笑身为落云宗大长老，修为虽然不如陆玄，但声望还是要超过这个太上长老不少的，所以有些事情上，太上长老也需要考虑他的意思。君莫笑略微一思考，便缓缓开口：宝物争夺需要靠实力不假，但有时虚无缥缈的气运也非常重要。气运，台上台下众多长老纷纷侧目。修仙之人讲究的是谁拳头大谁就有道理，他们没有看过前世的网文，并不知晓气运之人一说，最多与幸运2字挂钩。不错，天地间的有些人是秉承着气运降生的，这些人就属于那种运气特别好的天才。他们跳崖不死，反会误闯仙人洞府，会有桀骜不驯的先天灵宝主动倒贴认主，甚至做梦都会领悟地品功法，从而一飞冲天。这些话说完，所有长老都沉默了，同时他们心中也升腾起了艳羡心理。所以这次的探宝行动，人贵精而不在多，除了一些元婴巅峰的强者参与外，还可以将宗门内的一些有气运之人带上，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众人听完君莫笑的说法，均都点头认可。大长老，你如此说法，难道是有方法判断谁是气运之人？有长老疑惑问道。本长老不敢妄言全正确，但也能看出个七七八八来。君莫笑淡然开口。这里的人都是宗门骨干，也不是外人，适当透露一些消息也无伤大雅。众多长老听到此言，面色各异，心中开始暗自盘算。相信之人都在猜想自己是不是那个幸运儿，不信之人也不敢当场否定。好了，既然师侄如此胸有成竹，那这次气运之人的人选就由你来决定好了。
太上长老陆玄也相信君莫笑的观点，他依稀还记得当年自己的师祖兵解作画前就曾提过气运不足的话。会议结束，众多长老纷纷离场。君莫笑在与众多长老打完招呼后，正打算御剑飞走，这时一阵香风忽然靠近过来，他不用回头，光凭气味就能判断出对方身份来。来人肯定是落云宗第一美女长老柳如烟。转过头，果然就见到柳如烟扭腰扭臀的走了过来。柳如烟的姿色或许比仙儿差半筹，但其成熟性感如葫芦一样的身材却是青涩的仙儿不曾拥有的。或许只有轩辕皇朝第一美人太子妃苏婉清的身材才能与之一较高下。如烟师妹，你找我有事？哥，我是来恭喜君师兄境界突破的。柳如烟仔细打量如今的君莫笑，时不时用手掩嘴轻笑。没想到1月未见，君师兄修为竟然已经到了金丹大圆满，想必这段时间内肯定有奇遇吧？哦，你能一眼看透我的修为境界？君莫笑略微有些吃惊，他修炼的可是地品功法，层次很高，即便是太上长老陆玄若不用神念全力扫描，也不可能判断出他的准确修为。柳如烟倒是没有隐瞒，见四下无人注意，悄悄将柔软的身子贴了过来，伏在他的耳边，呵气如兰。师妹告诉你个秘密，你可不要外传哟。君莫笑耳朵被吹得痒痒的，忍不住掏了掏。你说吧，我绝不外传。柳如烟一脸的神秘之色，悄悄地说，我上次外出意外获得了一件法宝小镜子，可以勘破别人的伪装和真实修为，怎么样，是不是很羡慕？哦，看你这么小心翼翼的，那件法宝品质一定很高吧？柳如烟脸上泛起骄傲之色，根本掩盖不住。嘻嘻，品质不错，是一件罕见的下品灵宝。君莫笑望着一心想要炫耀的柳如烟，很想说一句就这，不过为了照顾对方面子，只得很配合道，柳师妹好运气，好生让师兄羡慕啊。对了，师兄前几天杀了一个魔修，意外获得一件绝品法器，就送给师妹，当做师兄归来后送的见面礼吧。言罢，他拿出一面黑色的小幡，在柳如烟面前晃了晃。绝品法器？柳如烟一愣，有点不敢置信。上次对方就送了他一件金匣葫芦，这次又是一件。柳如烟很想说无功不受禄，但却实在张不开嘴。几次张口欲言，一双手抖了抖，想接又不好意思。君莫笑见状，淡淡说道，柳师妹不必推辞，你上次的通脉手法很好，若是过意不去，可以再来为师兄服务一次。哥，原来君师兄是这个意思，师妹懂了。柳如烟妩媚一笑，素手一扬，收走了黑色小幡。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绝品法器，触发100倍暴击返还。中品灵宝斩仙飞剑1，斩仙飞剑中品灵宝，可融入斩仙剑阵中，增强剑阵威力。斩仙剑阵当前飞剑数量4件。刷，又一把斩仙飞剑进入了系统空间中。用一件无用的法器换一件中品灵宝，这笔买卖简直太划算了。不过这样故意刷系统奖励，算是在违规边缘疯狂试探了。若是换个人，系统不一定算是正常给予道具，只能被认作交易。但柳如烟的贪财又成功让君莫笑小赚了一波。这一次两人没有去往太岁峰，而是去的柳如烟的乡居。沿途时不时的会遇到一些长老弟子，纷纷投过来异样的眼光。砰，大门关闭，几位长老喝退了其他凑过来的弟子，互望一眼后均露出了警惕之心。他们都是柳如烟的爱慕者，平素都是亦敌亦友的关系。此番突然看见柳如烟带着大长老回自己的乡居，在好奇心驱使下不愿就此离开。其中有人拿出一个黑色甲虫和一个喇叭，口中念念有词。黑色甲虫收到命令，直接钻地进入柳如烟的乡居中。不一会儿，喇叭中就传来了声音。另外几个长老纷纷凑了过来，想要听听里面的动静。君师兄，这样舒服吗？不错。师兄，你闭眼享受就行了。几个柳如烟的爱慕者此时面色涨得通红，只能发出无声的狂怒。有人一把捏碎了小喇叭，气得拂袖而走；也有人心神摇曳，有种白月光离他而去的感觉。屋内，君莫笑脸朝下的趴在床上，柳如烟玉手上浮现滋养肉身的水灵气，正不断拍击对方后背。他心中美滋滋，不由得想起其他舔狗长老。哼哼，都说对我怎么好，可送我的东西还比不上君师兄1/10，谁会稀罕你们？君师兄手里一定还有不少好东西，我若是好好表现，说不准还能再弄来一些好东西。想到此处，他不由得更加努力，双手凝聚出更多的水灵气，分外卖力起来。傍晚时分，于若仙与江妙一正在切磋斗法，剑光纵横，彩裙飘飞。于若仙以筑基大圆满的修为，竟然只是压制江妙一，而不是轻易击败。仔细看去，原来江妙一竟然也突破到了筑基大圆满。他可以在梦中修炼高深莫测的武学，修炼进境也是极快的。一炷香后，
江妙一举手投降，于若先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这还是他拥有清玄剑占便宜的情况，不然结果可能会逆转。于若先回想起方才的战斗，自己的攻击力很强，但却在雄厚程度上弱上不少，有些疑惑不解。妙一师妹，你学的到底是何功法？为何有这么雄厚的法力？师姐，你问这个啊？我学的叫做天地阴阳大背负。江妙一很老实的回答。这部功法是师傅传给你的吗？感觉很怪呀。江妙一察觉到失言，情不自禁地捂了捂嘴，当初师傅可是明确告诉过他，不能将这部功法的事情说出去。随后他又想到，这门地品功法其实是有2种修炼方式，第一种是吸收纯阳之力修炼，第二种则是叫做新世界108式，是女子单独修炼方法。他最近时间就是独自一人练习新世界108式，所以才进神速的。不过这个新世界108式中有些姿势很不雅观，并不能公之于众。妙一师妹，于若仙美眸盯着他，开口问道，这部功法该不会来历有问题，是部邪功吧？江妙一脸色一红，赶紧摇头否定，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哪能啊，这可是一部正经功法。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不信的话我可以教你。于若仙听到他这么说，心头不禁发痒。那好，身为你的师姐，有义务监督你的修炼，你就将这部功法也传授给我看看。江妙一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但事到临头还是只能答应下来。此时他还在心中安慰，没事的，反正我只要传授师姐108式就行了，师傅应该不会怪罪的。入夜，江妙一的寝室内，于若仙身披薄纱，性感白皙的皮肤暴露无遗。师妹，练功还需要穿这种衣服呀？江妙一点点头，心道，这还是为了照顾你的面子，不然我都懒得穿。这个功法很容易练，就是108个动作，你熟记之后再运行我教的心法口诀即可。来，咱们开始吧。翌日清晨，君莫笑鬼鬼祟祟地回到自己的太岁峰小院。昨天柳如烟暗的实在是太舒服，他一不留神的就睡着了。今天一早醒来，发现自己衣服都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看样子柳如烟昨晚并没有对他出手，虽然他看起来为人放荡一些，但还没有饥渴到对自己这个老头子下手的程度。走进小院后，发现院中无人，仙儿和妙一应该还没有起床，于是他懒洋洋地躺在自己的摇椅上，摆出一副德高望重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妙一的房间门打开，于若仙整理好了衣服，脸蛋红红的走了出来。哼，什么狗屁功法，也太羞人了吧，我再也不练了。仙儿，你怎么从妙一房间里出来？忽然听到师傅的问话，这让于若仙吃了一惊，连忙回头，就看见君莫笑靠在躺椅之上，神情悠闲，似乎只是随口一问。他整理了一下思绪，才恭敬地说，师傅，是仙儿与妙一师妹昨晚探讨修行太晚，所以一起睡下的。听到讨论修行问题，君莫笑马上来了兴趣，坐直了身体。妙一那丫头脑袋笨笨的，你问她没用，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来找师傅，师傅必然能够帮助到你。于若仙脸颊上泛起红晕，心脏忍不住砰砰乱跳。就不劳师傅费心了，仙儿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哦，是这样啊。君莫笑脸上出现了失望之色，他不禁感慨，为啥这些气运之女的天资都这么好，自己一教就会，就不能来几个蠢一点的，好让自己多薅几次系统羊毛。想到薅羊毛，君莫笑想起一事，于是从系统空间拿出2件绝品法器，一件是金匣葫芦，另一件是玄光盾。明日就是落云宗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了。仙儿你虽然有了清玄剑，攻击方面无懈可击，但防御力还差了点，为师送你2件法宝，可以助你拿下外门弟子冠军。于若仙看着2件闪烁凶猛威能的绝品法器，不禁呆了呆。他的清玄剑虽是先天灵宝，但却是可成长型法宝，如今的威能还比不上绝品法器，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么厉害的法器，眼睛里顿时冒光起来。思量了许久，于若仙下定决心，伸手只拿走了金匣葫芦。师傅，仙儿修为还低，法力有限，1件绝品法器便是我的极限了，所以另一件法宝您还是收回去吧。君莫笑原本就是想要试探一下，果然这种送宝行为有些不合理，气运之女只拿了1件而已。那另一件为师就为你先留着，等日后你修炼有成再送你。多谢师傅。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绝品法器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中品灵宝斩仙飞剑20件，斩仙飞剑中品灵宝，可融入斩仙剑阵中，增强剑阵威力。斩仙剑阵当前飞剑数量24件，剑阵已达小成。君莫笑内室系统空间，在那里一共24把阴云流光的斩仙飞剑正在悬浮。很难想象，如果他的法力足够施展的话，小成的斩仙剑阵发动，
24件中品灵宝飞剑斩杀而去，将会拥有多么恐怖的威力。余若先走后，江妙一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看见只有师傅独自一人后，如同乳燕投灵一般，直接扑入对方怀中，使劲地乱蹭。师傅，您昨晚干嘛去着？妙一好想你。君莫笑被他柔软的娇躯一拱一拱的，面色起了一点变化。他一把拎起对方，呵斥道：我的纯阳之力不会再给了，你想都别想。江妙一嘟起了小嘴，粉嫩的红唇微张，吐出丁香小舌。可是师傅，我已经困在筑基大圆满好几天了，只要再获得一次纯阳之力，马上就可以突破进入金丹期。啊，这么快？君莫笑闻言倒是吃了一惊。他记得上次离开时对方才筑基中期，如今不足1个月的时间，竟然已经筑基大圆满，并且已经到了突破边缘。江妙一脸蛋红红的点点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的这样了。不过徒儿有种感觉，若是没有纯阳之力炼化，我可能会卡在这个瓶颈很久的。君莫笑看着漂亮徒儿羞答答的祈求眼神，硬着头皮摇摇头。那也不行，我是你的师傅，绝不会再那样了。江妙一小脸苍白一瞬，神情变得有些落寞。君莫笑见他这副表情，也有点心疼，摸了摸对方的小脑袋，他掏出了一个丹瓶递了过去。这是4品丹药破境丹，可以增加筑基修士破进入金丹的几率，你拿去炼化试试，看能不能突破瓶颈。随后他又拿出10滴天地灵液，此物是一种天才地宝，蕴含庞大精纯的能量，吸收起来比灵石效果要好得多。江妙一用玉手接过归元丹和天地灵液，嘟了嘟小嘴，嘀咕一句，转身离开。师傅真吝啬。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江妙一4品丹药破境丹，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6品丹药金胎玉骨丹20克，金胎玉骨丹6品丹药，效果非凡，不但能够迅速修复修士因修炼或战斗所受的重创，更能在根本上重塑体质，将凡胎肉体推向极致。服丹者犹如凤凰涅槃，不仅体质得到质的飞跃，还能增加一定的修炼速度，激发人体潜能，让服用者的感知力、反应力乃至精神力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江妙一天地灵液，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天地灵液2000滴，刷刷刷，系统空间内又是一大批天地灵液以及6品金胎玉骨丹到账。金胎玉骨丹是增强肉身的丹药，而天地灵液是加强版的纯净灵石。君莫笑将所有的天地灵液装到一个玉瓶中，整整装了1瓶子。如今他的修为已经是金丹大圆满，距离恢复到元婴期只差一步。原本以他的资质，这一步非常简单，连瓶颈都算不上。然而他在修炼了仙品功法大力神魔经后，自身根基强横了50倍，那原本不存在的瓶颈也随之出现了。好在天地灵液的出现给了他突破的契机，他打算在进入魔地宝库前，先将修为提高到元婴前期。量变引起质变，这么多的天地灵液，就是投珠也能堆成一方高手。随着一滴滴的天地灵液不断消化，君莫笑也开始了闭关突破。这一日，宗门内人声鼎沸，人山人海，喧闹一片。无数弟子摩拳擦掌，脸上满是兴奋和热情，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原因无他，只因今天是洛云宗3年一度的宗门大比之日。这里汇聚了无数修士的热切目光，他们从五湖四海蜂拥而至，只为亲眼见证宗门后辈中顶尖高手之间的巅峰对决。宗门广场中央，巍峨的比武台已处理完毕，观礼高台上坐满了宗门内的显赫长老，他们低声交头接耳，眼神炽热地紧盯着比武台，静候那即将爆发的激战。柳如烟端坐于观战台上，其绝美之姿在阳光照耀下更显璀璨夺目。身为洛云宗首席美女长老，她的每个细微动作皆引得万众瞩目。而在贵宾席中，数名其他仙门修士正闲适地品茗，悠然自得。这些人都是洛云宗为了彰显自家弟子强大而邀请过来的使者。洛云宗的宗门大比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炼气大比、筑基大比、金丹大比。至于最高级的元婴期核心弟子，一共只有那么多弟子，大家都知根知底，所以元婴期核心弟子不会参与宗门内的比斗，只会与其他宗门进行切磋。3大比赛区域并不接壤，各自有各自的受众。此时的筑基比赛擂台共有10座，擂台之下，洛云宗上万筑基弟子全部汇聚于此，好不热闹。喂，张三，你听说了吗？这次的筑基大比奖励非凡，冠军竟然赐予一件上品法器。什么？上品法器？你不会是听错了吧？那可是至少价值3万灵石的宝贝啊！当然没有听错了，这次宗门奖励真的太棒了，听闻金丹弟子冠军更是能够得到一件传闻中的绝品法器。绝品？哇呀呀，好心动啊！我这辈子能够摸摸绝品法器，死都值得了。琛哥，这次的筑基大比怎么样？
兄弟我可是把法宝当了，换了3000灵石，就指望这次能够连本带利的赚回来。嘿嘿，肯定是压热门人选了，东泰山、南江玄、西白灵、北沧海这4位夺冠热门，赔率都是1赔6，只要全压上，总有一个会得冠军的，绝对的稳赚不赔。琛哥高见，不知你准备压多少灵石？不多，我把所有法宝都当出去，又借了2万灵石的高息，一共搞到手2万8，这次至少能大赚1万多灵石。哇，琛哥你玩的这么大，要是赌输了，下半辈子恐怕做押还债了。呸呸呸，说点好听的，本次大比除了有修为限制，那些7老8十的弟子基本上潜力耗尽，也是没有资格上场的。其中表现良好的弟子可以直接升入内门，或者被长老看中收为亲传弟子，所以参赛者的热情极为高涨。很快的，大比正式开始。筑基期弟子大比，那场面简直是如火如荼，热浪滔天。擂台上五彩斑斓的斗法特效交织在一起，如同梦幻般的画卷，让场下观众目不暇接，血脉喷张。咔！那是谁？有观众大声喊道。众人齐刷刷地转过头。此时，一位惊艳四座的美女跃上了擂台。于若仙，她身着一袭经文点缀的白袍剑衣，容颜绝美，气质超凡脱俗，手持清玄神剑，宛如从画中走出的绝世女神，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而站在她对面的，竟是本次大比夺冠呼声最高的热门选手之一北沧海。此人修为已达筑基大圆满之境，法力深不可测，战斗经验更是丰富无比，堪称筑基弟子中的第一人。台下的观众们对于那些初次见到于若仙的人来说，纷纷为这位美女弟子加油助威。那些将所有希望与财富都寄托在沧海身上的弟子们也同样高声呼喊。双方人马激动的几乎要跃上擂台，与自己的支持者并肩作战。当然，在绝大多数人心里，于若仙肯定是会败的，只能希望北沧海手下留情一些，不要上来就动用杀招，让美女体面一点下场。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对决中，于若仙却展现出了她那令人叹为观止的剑术，每一剑都如同天外飞仙，灵动而致命。最终在数十回合的激烈交锋后，她以1剑之差成功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北沧海，夺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哇哦，竟然赢了！我的女神竟然赢了！哈哈！有人目光痴迷地盯着于若仙高挑的身材，大声笑道：“刘老二，请你不要用那么猥琐的目光盯着我的女神，不然我马上就揍你。”有人抓起那人衣领，显得愤愤不平：“王麻子，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咱们可以公平竞争的。快看快看，那边围过去了很多人，似乎又有好戏看了。”有人招呼一声，大批弟子又奔向另外一处擂台。这次擂台附近聚集的弟子竟然比刚才那里还多，且绝大多数都是男弟子。现场啧啧声四起，口水横流，所有人目光都死死地盯着擂台上。原因无他，此时擂台上面竟然有一青裙一白裙，2位绝色女弟子正在斗法切磋。今天的江妙一穿着一身雪浪青裙，一条黑色束腰带衬托的身材更加傲人。她的手中托着一个金色大葫芦，无数金色霞光从葫芦口喷射而出，既能伤人又能防守，威力极大。她的对手是一个娇小的萝莉，同样是本次筑基弟子中的夺冠热门白灵儿。白灵儿长相出众，虽比江妙一差上一筹，但胜在体型娇小，口音清脆，是个只有1米4的萝莉，喜欢这一口的男弟子也很多。她出自修仙家族白家，不但自身资质很高，财富底蕴也很强。同样是筑基大圆满的她，此时祭出一柄上品法器弯刀，对着被金霞包裹的江妙一不断攻击。经过一番缠斗，江妙一虽然战斗经验不足，但依旧轻松碾压了对方。我投降。白灵儿十分无奈，主动跳下了擂台。打了半天，竟然连对方一片衣角都没有伤到，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嘻嘻，我赢了，好容易啊！江妙一跑到于若仙身旁，情不自禁地搂住了她的腰。妙一师妹，你不应该过早地动用绝品法器的，那样起不到磨练的效果。于若仙谆谆教导地说。好啦，我听师姐的。江妙一拱了拱娇躯，笑眯眯地回答道。又是几轮擂台战，于若仙和江妙一均都轻松取胜，进入了4强赛。而4强中的另外2人，不出意外的就是热门人选中的东泰山与南江玄。这2人都是筑基弟子中的顶流人物，也都是老相识。对于白灵儿与沧海未进入4强感到非常意外，也对这2个貌美如花的师妹感到很满意。2人互望一眼，各自有了分配。泰山对着清冷的于若仙点点头，不错，我就喜欢这种冷冰冰性格的，攻克起来才会有成就感。江玄看着身材火辣却一脸纯真的江妙一，双眼冒光，这个才好，反差萌，我最喜欢了。不一会儿，4强赛匹配结果出来了，让泰山和江玄都很满意。第一场，于若仙对手是泰山，
泰山练了一种横练的肉身功法，传闻同阶之内没人能够破得了他的防御。看着高挑清冷的女剑修，泰山故意扯掉上身衣服，露出精壮的古铜色肌肉。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肌肉还一股一股的跳动，看起来很猥琐。哇呀，好帅啊！好想被他疯狂输出。台下有花痴女弟子看着那鼓胀的肌肉，不禁流下了垂涎的口水。哼，这位师妹，在下泰山，人送外号铁骨蛮牛。这场比斗，只要你能伤我一根头发，那我就认输。瓮声瓮气的声音从泰山口中发出，看得出来，他的确对自己的肉身防御非常有自信。于若仙没有废话，将手中的清玄插在旁边石头上，双手开始凝聚剑气。既然对方想用肉身硬抗，那他再用清玄就有些过分了。一道道炽烈的火焰出现，在手心中凝聚出一把由烈焰组成的飞剑，双掌合十，猛地一拍，烈焰飞剑幻化成一头吞噬万物的火凤，直奔泰山而去。这是君莫笑传给他的一招高级剑法火凤翱翔。这位师兄，承让了。轰隆，泰山瞬间不淡定了，整个人被烈焰环绕，全身传来刺骨的疼痛，那铜皮铁骨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攻击。噗，一口鲜血飞出，泰山整个人抛飞出去，落到了擂台之下。于若仙俏丽的脸庞上露出一丝笑容，轻踏地面，落到了场外。台下一片寂静，谁也没想到，原本冠军热门之一的泰山，竟然被人一招击败。哦耶，师姐好棒啊！剑道不愧是杀伤力最强的大道了。江妙一上前迎接，妙一你也不差啊，还没有人能够让你发挥真正实力吧？于若先谦虚道，没有啦。第二场是江玄与江妙一之间的对决，江玄也是原本的4大热门中的最后一位，无数人将赌注压在了4大热门身上，如今其中3大热门已经败北，江玄是最后的希望了。琛哥，你看江玄能赢吗？能赢的，他一定能赢的。琛哥手中紧握着票据，眼神坚定的开口，毕竟那个可怕的后果他不敢去想。我看有点悬啊，毕竟江玄就算是赢了这场，下场还要面对那个更强的剑修琛哥，你还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吧。啊，你小子再说风凉话，别说朋友没得做，我现在就要宰了你。战斗拉开序幕，江玄身材笔挺，模样帅气，他上前几步，对着江妙一一笑，淡淡开口，你好江师妹，希望这场比赛之后咱们能加个传讯玉符，以后常常联系。言罢，他很绅士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还打算与对方握握手。可惜江妙一的玉手他没有握住，迎接他的反而是势大力沉的一脚。砰！江玄被一脚踢飞10几米，差点吐血。江妙一叉着小蛮腰，瞪着大眼睛，显得非常不满。比赛都开始了，你还在这里唧唧歪歪，这一脚就当是给你个教训，让你知道浪费时间是可耻的。面对数万观众投来的目光，江玄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忍着疼痛摆出了一副毫发无伤的样子。哼，师妹说的对，那么咱们就开始吧。江玄祭出自己的法宝，那竟然是一柄闪烁着幽光的黑色大锤，大锤上的灵力波动很强，明显是一件上品法器。师妹小心了。江玄礼貌开口。哼哼哼。江妙一哼哼唧唧几声，身后葫芦中飞出金匣，化作无数刀枪剑戟直飞而去。轰隆轰隆，战场上的声音络绎不绝，黑色与金色法宝光芒闪烁，斗得不亦乐乎。这江玄绝对是落云宗筑基弟子中最强的一位，还要胜过北沧海半筹。然而江妙一修炼的是地品功法，法力雄浑，是同阶数倍，即便是绝品法器也能轻松驾驭，这一点足以弥补战斗经验的不足。不久之后，在琛哥有些绝望的目光中，江玄被江妙一用葫芦砸飞，倒地后昏迷不醒。江妙一收起法宝金匣葫芦，脸蛋红彤彤的跳下了擂台。清冷动人的于若仙早已在下方等待他，拉住了他的小手。妙一师妹，好样的，连号称筑基第一的江玄都被你打败了。师姐，这多亏了师傅的培养，不然咱们都走不到今天的。于若仙狠狠点了一下头。的确，若是他没有认识师傅，那也不会有自己这一天。想到师傅，他不禁眼神有些黯淡。师傅大限将至，即便境界有所突破，但终究只是恢复修为增加的寿命有限，或许1年，或许5年，或许10年，但师傅终究是要走的。突然他想到了上次为师傅洗澡时看到的，还有在无泪之城看到的少儿不宜，脸颊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唉，师傅都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还这么精力充沛？要是师傅能够老实一点，少流失一些纯阳之力，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咚咚咚，一阵激烈的钟声响起，本届筑基大比的决赛来临了。这次争夺冠军的2位选手都是首次出现的绝色佳人，2人往擂台上一站，一个风姿绰约，
一个妖娆灵动，让台下的观众都不知道该支持谁好了。最终，很多弟子前面一句“于仙子加油”，后面又跟一句“江师妹小心”，非常矛盾。师姐，这一次我可不会再留手了。江妙一有些跃跃欲试起来，体内雄厚的法力进阶爆发，已经堪比金丹初期了。来吧。于若仙手握清玄，自己的金匣葫芦首次浮现，散发着道道金芒。随着五彩缤纷的斗法，台下无数人的心弦也被狠狠地揪动。有眼尖之人判断，这二人的实际战斗力已经堪比金丹初期修士了。轰隆轰隆的声音络绎不绝，最终还是于若仙技高一筹，靠着纯熟的剑法赢下了半招。江妙一小嘴一撇，有些不高兴。随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马上又变得开心起来，情不自禁地吐出香粉，小舌舔了舔，眼睛变得明亮起来。嘻嘻，打不过师姐，我就有理由让师傅为我补课了。太岁风进室内，砰！君莫笑忽然全身气息暴涨起来，雄厚的法力直接将全身衣物震得粉碎，一口气耗费了100滴天地灵液，他终于依靠这股强大力量强行冲破了金丹与元婴之间的屏障。原本体内的5颗金丹瞬间凝聚为一，成为一个巨大的卵。扑通扑通扑通，一阵震心跳声从卵中发出，越来越强烈，似乎一个极为可怕的东西就要降临。君莫笑的全身长得难受，皮肤开始一点点开裂，鲜血从体表渗了出来，似乎他的身体都无法承受这个可怕原因，这不禁让他感到有些后怕。没想到大力神魔经只修炼一半，突破境界时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住了。若是大力神魔经圆满后，100倍的力量加成下，他的肉身会不会直接爆开？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这部功法品级太高，乃是超脱于这方天地的仙品。凡人的身体想要修行，肯定是千难万难。眼看着这次突破将要出现意外，君莫笑把心一横，翻手间拿出一个玉瓶，这里面装着20枚6品丹药金胎玉骨丹，是一种可以修复肉身、提高体质的极品丹药。张嘴一吸，20枚丹药被他一口吞下，强行炼化。顿时，他身上被喂出噬元婴撕裂的伤口开始逐渐修复，药效发作，他的肉身体质开始快速提升起来。拿出天地灵液，君莫笑一口吞下100滴天地灵液，将强大的能量送入金丹卵中。撕裂般的疼痛再次出现，此时他的身体一会儿被力量撕裂的鲜血淋漓，一会儿又被丹药快速修复。君莫笑的感觉就像是冰火两重天，哪边都不好受。不知过了多久，散发可怕气息的卵终于成型，一道裂缝扩散，越来越大。嗷呜！伴随着一声可怕的吼声，体内丹田中一个长着2副面孔的巨大身影破茧而出。君莫笑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将这个元婴给孵化出来了。仔细打量这个元婴的2副面孔，一张慈祥微笑，另一张凶厉残暴，这就是大力神魔经中记载的神魔元婴。同时，这个元婴也承载了50倍的元婴前期力量。哗啦啦！忽然，无数漆黑粘稠的杂质从君莫笑的皮肤毛孔中流出，显得恶臭难闻。这就是突破大境界伴随而来的洗精法水的效果。召唤出一面水镜，君莫笑走到镜子旁边，看看自己的面孔，顿时觉得双眼一亮。原本的他模样老态龙钟，如同凡人八旬老人，但修为踏入元婴之后，伴随着洗精法水的再次出现，他的模样又年轻了很多。虽还是白发老者形象，但却拥有一张成熟帅气的脸，皱纹已不多，皮肤紧致，肤色健康，一身白袍之下，气质仙风道骨，飘渺出尘。因为服用了大量的金胎玉骨丹，他如今的肉身素质早已完全恢复巅峰，甚至更胜往昔。内视体内，全身骨骼银白如玉，坚不可摧，体内经脉粗大通畅，血脉流动如同磅礴大河，奔腾汹涌。丹田内更是磅礴如星辰大海，神魔元婴闭眼端坐其中。哈哈，不错不错。突破元婴后，虽还是老人模样，但起码自己看起来不是那么难受了。唉，真难为婉清姑娘了，当初居然肯和自己。君莫笑想起那段时间的事，不禁感到佩服对方。随后他又想起漂亮徒弟江妙一，想起对方强行索要纯阳之力，那就更加佩服了。看得出来，君莫笑对于境界突破最大的动力不是修为增加，而是会变得更加年轻一些。查看一下面板，姓名君莫笑，年龄502岁，剩余寿命480年，境界元婴前期，灵根天赋，纯阳之体，悟性逆天，气运等级红色3品，身份落云宗大长老。这次修为恢复到元婴前期，让他原本的剩余寿命又增加了10几年，现如今已经有了480年。虽然不算太多，但寿命是无价之宝，即便只有1年，那也不能放过。满意的关闭面板，君莫笑打开进室大门，他悠闲地走出，
迎着阳光做出了一个拥抱的姿势，任由那金色的阳光照射在自己的身上。很舒服。他如今的身体非常强大，就像是这轮太阳，勃勃的生机开始散发出来，散发着无尽的光和热。咣当，大门被人从外猛地推开。哈哈，师傅，我和师姐回来了，我们得了冠亚军耶！君莫笑眼睛一瞪，脚底抹油，嗖的一下消失不见。江妙一和于若仙同时愣了一秒，只看见一道白花花的人影一闪而过，并未看清具体情况。不好，有小偷！江妙一胸大无脑，看见人影直奔师傅的房间去，马上喊了出来。声音未落，他已经冲了进去。于若仙要比他冷静一些，虽然方才对方速度极快，但恍惚间能看出是个光溜溜的老者形象。难道是？他的美眸猛地一缩，对着江妙一喊道：师妹快回来！那是师。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江妙一已经冲入了君莫笑的卧室。啊！滚！果不其然，两道不同的吼声几乎同时传出。傍晚时分，江妙一头上顶了一个大包，坐在餐桌旁吃饭，一脸的傻笑之色，好像占了莫大的便宜。餐桌另一旁，于若仙闷头吃饭，一言不发。师傅突破了是好事，但为啥被师妹看光后，他心里却有些酸酸的，就好像是自己的东西被别人给抢了去一样。君莫笑心态平和，早已恢复正常，微笑看着自己的两个徒儿。二女能够在万千筑基弟子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中最强，这一点让他很满意。右手一翻，他拿出了2个玉瓶，玉瓶里装的分别是50滴天地灵液。天地灵液每一滴价值都要超过1万灵石，是最好的修炼资源。你们两个今天的表现很好，但切莫骄傲自满，要记得强中自有强中手，这是我给你俩的奖励。好耶！还有奖励拿！江妙一欢呼一声，悄悄给师傅抛了一个媚眼。于若仙也没有客气，伸手接了过来，眼神中有着莫名的神采存在。此后的几天，洛云宗小动作不断，因为魔帝宝库之事不能张扬，所以只有一些高层人物或弟子才知晓。经过一番暗中观察，君莫笑发现秉承天地气运之人的确不多，整个宗门内气运超过白色的竟然不足10人。气运值最高的是闭关中的姬如雪，等级金色5品，大老婆与他感情羁绊500年，返还奖励几乎可以直接封顶。其次是自己的大弟子于若仙，红色8品，二弟子江妙一，红色6品，二女是他一手培养的天才，感情那也是没得说，目前是他最主要的奖励来源。接下来才是自己的红色3品，又不能给自己送东西，没啥卵用。号称洛云宗第一美女长老的柳如烟，气运等级达到了紫色3品，此女也不错，爱占小便宜，修为已经是化神中期巅峰，返还奖励等级高。由于某些方面放得开，暂时与君莫笑保持着有些暧昧的关系。除了柳如烟，他又在人群中发现一个气运等级达到蓝色5品的小萝莉，返还倍数20倍。此女名叫白灵儿，今年已经18岁了，但由于不知名原因，身高还不足1.4米。剩下气运等级为绿色的女修，是3位金丹期真传弟子，可惜返还奖励只有5倍。这么垃圾的奖励，君莫笑有些看不上，连3位女修的名字都懒得记，只用小 A、小 B、大 D 来称呼。忽然，君莫笑发现一个问题，似乎自己只能看见女性的气运等级，而男修的气运等级他根本看不出来，只能被动依靠系统提示。莫不是这个系统也搞性别歧视？他相信宗门男弟子中肯定也有气运值不错的，不过那些人对他构不成威胁，也不会提供奖励，所以系统自动将那些无用之人抛出在外了。想到自己的工作，他不能挑选的全是漂亮女弟子吧，那样成何体统？于是他又将这次金丹大比中的前4名征召进队伍，加上于若仙、江妙一、白灵儿、小 A、小 B、大 D， 正好凑了个10人队伍。哈，人员搞定，轻轻松松。当他将名单上报，不久后太上长老陆玄也传来了消息。10天之后，洛云宗与大天魔宗一起共同派出弟子探索魔帝宝库和秘境。时间飞逝，一晃9天过去了。不出意外，于若仙轻松破境，踏入金丹前期。听闻那个小萝莉白灵儿也破境成功，同样踏入金丹前期。这样一来，所有参与者中，江妙一的修为境界成为最差的了，这让少女变得闷闷不乐起来。月夜渐微凉，从君莫笑紧闭的房门门缝处流进来汩汩的水流，水流凝聚成形。一个少女出现在床头。你来干什么？深沉的声音响起，回荡在房间中。扑通一声，少女跪下。师尊，我卡在瓶颈好几天了，数次突破未果，实在没有办法，才来寻求师尊帮助的。君莫笑有些无奈，作为一个宠徒弟的好师傅，面对徒儿的要求，他真的很难拒绝。翌日上午，哥，师姐，我也突破了，我成就金丹了。江妙一一脸嘚瑟的在
在于若仙面前炫耀。突破就突破呗，区区金丹而已，你咋高兴成这样？于若仙有些好奇。嘿嘿，江妙一突然间笑得有些猥琐起来。我不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你神经病啊！翌日，后山禁地，太上长老陆玄身穿一身儒雅青袍，坐在蒲团上，在其面前摆放着2杯冒着幽香四溢的灵茶。君莫笑坐在陆玄对面，端起了一杯灵茶，一饮而尽。陆玄摇摇头，直叹道：“这可是师叔珍藏多年的几片悟道茶叶，你这么喝太浪费了。”他也拿起灵茶，轻轻浅斟一口，还闭眼回味一下。悟道茶果然不同凡响。君莫笑知道对方的意思，微笑道：“师叔放心吧，这次的魔地宝库之行，不管那个悟道树种子发育到啥样了，我一定会刨回来。”陆玄睁开眼，从储物戒中拿出6张符箓，放在石桌上。那就好，这10张6品符箓你拿好，必要时候就将那些魔门之人全部留下，以绝后患。君莫笑看了一眼这些符箓，6品符箓能够爆发出化神后期修士的全力一击，一般的内门长老也不过是化神修为而已，非常不错。他将其全部收入储物袋中后，又搓了搓手，眼睛瞄向了对方的储物戒。师叔，有没有7品符箓啊？也拿几张玩玩啊？陆玄捂了捂自己的储物戒，连忙摇头。6品符箓的攻击已经相当于化神后期强者，炼制起来造价昂贵，这些已经足够你们这次挥霍了。师叔，您是没有，还是舍不得给？君莫笑仍然不放弃，死死盯着他的储物戒。陆玄不吭声，脑海中正做着思想斗争。最终他妥协了，有些依依不舍地拿出2张7品符箓。师侄，我就2张，你可省着点用，这东西的价值快比得上一件中品灵宝了。嘿嘿，您放心吧。君莫笑一把拿过这2张珍贵的7品符箓，笑眯眯地站了起来。当初他炸死气运之子唐三浩，用的就是2枚7品符箓，这种东西绝对是底牌大杀器。师叔，那我就先走了，您可以躺回棺材里，等着我的好消息了。人影逐渐远去，只留下陆玄一脸的懵逼。臭小子，老了，性格也不收敛一点，还跟以前一样。陆玄笑着摇摇头，端起茶杯，又细品起了悟道茶。飞熊山脉高耸入云，山顶处白雪皑皑，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5颜6色的瑰丽光芒。一艘巨大的飞舟自远方急速而来，飞舟的一侧上烙印着3个巨大的自落云宗。人群中带头的除了君莫笑，还有2位实力恐怖的护宗长老负责保驾护航。目的地到了，咱们下去吧。君莫笑望着下方群山开口道。这2位护宗长老中，一位老叟叫苗峰，另一位老妪叫丁芳，都是炼虚修为的强者。呵呵，那群魔门的人来得还挺快，没有钥匙来得早有个屁用。苗长老瞥了一眼下方，不屑一笑。在非洲下方，大天魔宗的魔修们早已等待多时，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魔气将飞熊山脉都笼罩在内，声势惊人。丁芳冷哼一声，炼虚大修的恐怕威压出现，整座山脉一阵晃动，那滔天的魔气顿时被冲得无影无踪。山峦之巅，仙门与魔门分裂2旁，气氛凝重，空气中的雪花受到气机感应，自动飞到了远处。仙道魔道本就势不两立，这次能够见面没有打起来，还是因为利益够大。呵呵，多年不见，曾经的千仞太岁也是个老头子了，改天等你死了，我一定大摆宴席庆祝。对面人群中，居中身披黑袍的中年人懒散开口：“寂灭侯，少给老子阴阳怪气的，不记得当初被老子千里追杀，又是装死，又是扮女人，像狗一样撵着跑了吗？”君莫笑抚了抚自己花白的胡须，并不理会对方讨论自己外貌，而是开口直接爆猛料。大天魔宗的一些弟子闻言，纷纷看向寂灭后，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原来堂堂魔宗4后之一的寂灭侯，还有这种丢人事啊！寂灭后被揭了伤疤，气得脸色难堪，一身强大的法力涌动出来，震得四周山峰嗡嗡作响。好汉不提当年勇，我如今已经踏入炼虚修为，而你最多才能活几年，整天活在过去荣耀里的人，没资格跟我相提并论。啧，那你是承认被我像狗一样追的事了？那件事是寂灭侯有生以来最大的耻辱之事，从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但面前这个该死的君莫笑，竟然屡次3番提起，让他非常的颜面无光。寂灭后莫要生气了，听说千仞太岁也会进入秘境之中，我一定割了此人脑袋，送给寂灭后当做礼物。这时，一个满脸邪气的青年站了出来，此人身份非同小可，乃是大天魔宗宗主之子魔天，修为元婴大圆满。君莫笑看了对方一眼，系统没有出现提示，不是气运之子的话，他对这些小辈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时，又有一道苏媚的声音传出：“魔天，你不能杀这老头。”魔天身后走来一妖媚女子，一袭紧身黑衣勾勒出曼妙身姿，魅惑面容下
景象如此，玉臂似藕，酥胸挺拔，臀线诱人，一双修长美腿，白皙耀眼。丁，气运之女颜若薰已锁定。气运等级：红色3品，灵根，9阴之体，未激活，修为元婴大圆满，身份大天魔宗圣女，回馈率300倍，羁绊值初始1点。提示：加深羁绊，回馈倍率将持续攀升。咦，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魔女颜若薰，竟然是红色3品的气运之女。君莫笑有些意外，为什么不能杀这老东西？摩天转头看向颜若薰，邪异的目光中有着一丝火热。颜若薰身份特殊，背后有魔门合体七太上长老撑腰，所以即便是摩天以及他老子魔门掌教都对此女有想法，但却不敢用强。颜若薰赤着一双玉足，2只光洁的小脚上还系着一对精巧可爱的铃铛，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引人侧目。莹润的脚踝上面各自绑着一对小铃铛，走起路来叮叮作响。他上前几步，直接来到了君莫笑面前，一对凤眼之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哥，不能杀就是不能杀，我要抓活的，有大用。寂灭后与摩天君都无语起来。这2人身份很高，一个贵为魔门4侯之一，另一个乃是掌门之子。但面对背后有合体期太上长老撑腰的颜若薰，也只能任他胡闹。君莫笑还未说什么，于若仙已经忍不了了，冷冰冰的怒斥道：你这魔女休要猖狂，我师父德高望重，岂是你这样的魔门妖女能够随意侮辱的？江妙一也同样跳了出来，一对大眼睛死死地瞪着颜若薰。妖女，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这个狐狸精？呵呵，2个小妹妹，你们还太嫩了点。颜若薰妖媚一笑，此时她看向君莫笑的眼神贪婪，心头火热。我的感应不会错，那老头竟然是罕见的纯阳之体。只要与这老头深度合作，那就能够激活我的特殊体质，到时我必定会一飞冲天。没错，当君莫笑刚出现时，颜若薰未激活的体质就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知道对方这个老头一定身怀纯阳之体，这次机会千载难逢，若是没有抓住机会放老头离开，等对方大限到来，一命呜呼，自己身怀的特殊体质就再也无法激活了。因此颜若薰才会一定要抓住君莫笑，狠狠地利用他来激活自己的特殊体质。若是1次不行，那就10次、100次、1000次，只要老头不死，那就狠狠地榨取他的价值，直到成功那一刻为止。此时魔女的眼神极为火热，其中带着一种丝毫不掩饰的野性。君莫笑有些纳闷地摸了摸鼻子，场中的英俊男修有不少，他却偏偏用这种挑逗与疯狂的目光盯着自己。你这女娃虽然又美又妖，但是癖好有些特殊啊，老夫早已心有所属，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其他人也都看出了不对劲，似乎这位被万千魔宗弟子视作梦中情人的圣女看上了面前的老头子。摩天气的面部肌肉抖动，心中忍不住怒骂：真是贱人，当初拒绝我时装得那么高傲圣洁，没想到竟然喜欢老头子，卧日。还有身后一些魔门弟子全部表情变得哀怨，看向君莫笑的目光中充满了杀意。这个老头不知道有何魔力，竟然直接夺走了他们梦中情人的心。若有机会，一定不能放过这个老头，将他碎尸万段才行。察觉到那些不善的目光，洛云宗众人均都上前一步，将大长老护在身后。不由自主的，双方弟子开始互喷起来。你瞅啥？瞅你咋地？你家的魔女长得不错，一会儿抓回来给大长老做个洗脚丫鬟。你他妈找死是不？信不信我现在把你切碎喂狗？气氛剑拔弩张，若非还有大事要办，这里早就已经打破脑袋了。都住口！君莫笑冷哼一声，这道声音中蕴含着大道之威，轰隆隆响彻云霄，震得人双耳嗡鸣一片。少说废话，咱们开始吧。进入秘境之后，没有任何规矩可言，胜负生死全凭本事。好！寂灭侯爷冷哼一声，飞熊山脉某处不起眼的位置，君莫笑拿出黄泉魔帝留下的宝库钥匙，来到对方指出的位置，用法力激活宝库钥匙，插入山壁中，顿时一阵山摇地动出现。在旁边看似平凡的山峰上，一道空间裂缝徐徐展开。这里是一座秘境，同时也是黄泉魔帝宝库。想要获得黄泉魔帝的宝贝，就要在危险重重的秘境中寻找。根据得到的情报，此处裂缝入口处有规则之力限制，只有化神以下的修士才能进入其中，不然会遭到规则之力抹杀。但进入其中后，却可以使用超过元婴层次的力量。君莫笑带领着10位元婴后期或圆满弟子，以及10位金丹期气运旺盛的弟子，直接进入其中。大天魔宗的少主摩天看见对方宗门指进入20余人，不屑一笑。他挥了挥手，100多人鱼贯而入。不管怎样，人多肯定占优势。眼前一花，
君莫笑等人已经出现在了一处巨大的奇特世界中。这里花草茂盛，树木巨大，空气中弥漫着醇厚的灵气。此地的环境非常适合妖族繁衍，你们给我小心点，别被妖族一口吞了。是，大长老。众弟子纷纷回道。小姑娘，你叫白灵儿是吧？此地危险，老夫就送你一件绝品法器金霞葫芦防身吧。这里危机重重，还有这么多气运之女在场，她作为大长老，自然是要做一回散财童子了。泼天的富贵突然出现，白灵儿感觉有点猛，一对小手不自觉地接过金霞葫芦，脆生生地喊道：谢谢大长老爷爷。君莫笑嘴角抽了抽，忍住了打孩子屁股的冲动。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白灵儿绝品法器，触发20倍暴击，返还绝品法器金霞葫芦20件。好弱的奖励！君莫笑内心无语。白灵儿双眼冒着亮晶晶的光芒，崇拜地看了一眼君莫笑，然后兴冲冲地抱着葫芦跑开了。丁，气运之女白灵儿与你的羁绊值增加到了2点，暴击返还倍率增加为40倍。还有意外收获，这小萝莉挺容易被收买的啊。其他弟子也纷纷看向德高望重的大长老，目光中的热切和期盼不言而喻。哈哈，你们都是我落云宗未来的栋梁之才，别急，都有份的。君莫笑哈哈一笑，一挥手间，无数个散发金芒的大葫芦出现，赐予每人一个，其中自然也包括小 A、小 B、大 D 3位绿色气运之女。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小 A、小 B、大 D 绝品法器成功，合并触发15倍暴击，返还金霞葫芦15个。还好有几个气运之女在，不会让我亏本。君莫笑摸了摸下巴。丁，气运之女小 A、小 B、大 D 与你的羁绊值增加为2点，暴击返还倍数增加到10倍。众多弟子眼冒金光，没想到大长老竟然真的给他们每人一件绝品法器。要知道，即便是他们的长老师傅，也不曾给过这等级别的法宝。那一刻，这些弟子幸福的简直要晕过去了，对大长老崇拜到了极点。此时若有人敢说大长老一句坏话，他们立刻就会与这人玩命，不死不休那种。君莫笑将目光投向2个徒弟，这2人的法宝够用了，于是他拿出了一大把5品符箓。这里危机重重，为师精心准备了一些5品引雷符，交给你2人防身。5品符箓就等于是元婴后期修士的攻击，只需要耗费少许法力就能催动，在这里使用正好。谢师尊2女接过，行礼答谢。君莫笑见状知道有戏，心中罕见的紧张起来了。这是他首次送5品层次的符箓，很想知道系统会返还给他什么样的好东西。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江妙一5品引雷符成功，触发合并暴击4000倍，合计返还7品紫霄神雷符40张。紫霄神雷符7品符箓，激活后可召唤紫霄神雷进行毁灭性打击，威力等同于炼虚后期全力一击。哈哈，发达了，还是乖坨给力，不愧是我的心头肉。君莫笑心头大喜，这么多7品符箓简直可以横行无忌，见谁不爽就砸死谁。这一次有了大杀器在身，君莫笑底气十足，马上开始带队行动。若是看见大天魔宗之人，立马杀无赦。嗖，落云宗弟子全部驾驭飞剑升空，头顶上悬浮着20个金光灿灿的绝品法器大葫芦，声势极为浩荡。不同于落云宗的集体行动，大天魔宗由于人数众多，所以提前分成了多个小队伍进行探索。一片森林中，10几位魔门弟子正在逃命，在其后方，无数青木妖正在追杀这些外来者。领头的元婴魔修一脸的见鬼表情，他也没有想到此地的妖兽数量竟然如此之多。就在他们探索这片森林时，竟然涌出了数百头身上长着青色花纹的木妖，而这些木妖中实力最差的也是金丹修为，其中有4、5个木妖头目竟然也是元婴圆满修为。见鬼，早知道不走这条路了。带头魔修心中悔恨。就在这时，一道道强横气息从前方出现，杀机弥漫，明显来者不善。一位打头的魔修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被从天而降的剑气穿成了刺猬。君莫笑背负着双手缓缓落下，看着这些逃命之人，淡淡说道：此路不通，滚。在其身后的落云宗弟子神情凶厉，头上还都悬浮着一个金灿灿的大葫芦，那葫芦口喷出无穷无尽的金色霞光，弥漫成一片光幕，挡住了这些魔宗弟子出路。绝品法器，都是绝品法器。带头的魔修一脸的震惊之色。要知道，他身为大天魔宗核心弟子，修为已经到了元婴大圆满，才配拥有一件绝品法器。可想而知，绝品法器是多么珍贵的法宝了。然而，对面这些落云宗弟子居然人手一个绝品法器，简直太豪横了吧！在这样悬殊的差距面前，他只能够掉头而走。此时，在这些魔修身后，
数百头嗜血残暴的青木妖已经追了过来，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他们。完了，这是要逼死我们啊！洛云宗之人也太狠毒了。哎，我今天死定了，可怜我修炼128年，至今还是童子之身啊！呸！身为魔门弟子，我真为你感到羞耻。一场惨烈的厮杀出现在了这方森林中。君莫笑冷漠注视。他之所以没有亲自动手杀人，其一是为了保存法力，其二是为了观察那些青木妖的实力。这是一种他从未见到过的妖族，他们长相怪异，没有固定的形态，有些长着触须，有些三眼八臂，有些体型庞大。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青木妖都是植物精怪所化，特点是恢复能力极强，即便被砍断了四肢，也能在极短时间内重新生长出来。惨叫声不断响起，一头体型如大象的青木妖张开血盆大口，猛地一吸，直接吞了一名魔修。他的肚子鼓胀了几下，随后便恢复了原状。有一头长满触须的青木妖将对手牢牢捆绑住，触须刺入皮肤，开始疯狂吸射血液。转眼间，那人变成了干尸。哎呀，这些妖族好残忍啊！一直在观战的江妙一不禁捂了捂小嘴。君莫笑抚了抚山阳虚，对着这些弟子教育道：“你们给我记住，战斗绝非儿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旦确认对方是敌人，那就要全力出手，千万不能身怀仁慈之心。”弟子谨遵大长老教诲。众弟子点头称是。那边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毫无疑问，魔宗弟子全军覆没，就连那位拥有绝品法器护身的小队首领也被砍了脑袋。让君莫笑有些意外的是，砍掉那人脑袋的青木妖竟然达到了半步化神的修为，而他的外表也是半人半妖，就像是一个青色皮肤的苍白少年。苍白少年这时将对方的储物戒收走，又拿出自己的战利品不断把玩。那是一件绝品法器宝杵，苍白少年滴入鲜血，很轻易就炼化认主了。君莫笑看向于若仙，示意他上前看看双方能否进行交流。白衣若雪，姿态如仙的于若仙点头，上前2步，如黄鹂般清脆动听的声音发出：“你好，请问你们是什么人？”这本是一次普通的试探，然而对方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呀，女人。当苍白少年注意到于若仙的面孔时，双眼瞬间爆发出满是色欲的红光。好漂亮的女人，哈哈，你这个女人是我的了，我要让你为我诞下最优质的后代。苍白少年就像是一个见到美女就疯狂的色狼，一挥手大喊道：“小的们给我上，男人吃掉，女人给我留下。”对方说动手便动手，毫不拖泥带水。眨眼间，无数藤蔓飞射而出，想要将于若仙捆绑住。哼，找死！君莫笑一直在提防对方，此时冷哼一声，单手一挥，明积雪瞬间飞出，在空气中划出一道剑气，将那些藤蔓斩碎。死老头，居然敢阻挠本少爷的好事，我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苍白少年一声暴喝，半步化神的庞大威压施展开来，压迫的所有洛云宗弟子齐齐后退一步。大长老此子修为恐怖，咱们还是一起上吧。有弟子建议道：“无妨，这样的小崽子我还没放在眼里。”君莫笑摇头拒绝：“那您是要动用底牌了吗？”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仙门和魔门必定会赐予一些底牌符箓护身，这一点稍微有些头脑的弟子便能想到。体内的神魔元婴睁开了双眼，超出同阶50倍的庞大法力涌出。君莫笑淡淡说道：“不用那么麻烦，区区小妖，杀了便是。”嗖嗖嗖，10把斩仙飞剑出现在君莫笑的头顶，散发着一股可以毁灭世间一切生命的力量。斩仙剑阵。君莫笑低吟一声，云开秋月欲行天，剑去流星狂坠地。10道剑气冲天而起，割裂云泥，晨曦破雾，白衣胜雪，光影流转于衣襟，随风轻舞。君莫笑周身仿佛被神光沐浴，散发出超凡脱俗的仙气。10把斩仙飞剑直接锁定了苍白少年以及在他身后的众多青木妖手下。这难道是中品灵宝？洛云宗众弟子感受到了斩仙飞剑中磅礴的力量，惊骇不已。中品灵宝何其罕见，就连那些化神期的内门长老都不曾拥有。然而大长老一出手就是10把中品灵宝，并且还能操纵自如，这份庞大的财力以及身后的法力，那绝对是吓死人。不可能！苍白少年原本苍白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攻击还未临身，他的衣服便全部爆碎，全身皮肤开裂，如同遭到了千刀万剐，死亡即将来临。苍白少年激发全身所有法力，祭出了刚得到的绝品法器宝杵，想要抵挡斩仙飞剑，然而那都是徒劳的。宝杵还未碰触到斩仙飞剑，就被散发出的力量震成了破铜烂铁。中品灵宝与绝品法器之间的差距犹如云泥，苍白少年的身体在斩仙飞剑面前不断湮灭，最终化成了一滩劫灰。巨大的力量散发而去，轻易秒杀了苍白少年之后，
威力只削弱了皮毛，继续向后攻击。那些青木妖已经忘记了逃跑，傻傻地看着这惊世骇俗的攻击来临。轰隆轰隆，惊天巨响之后，这片森林的一角已经被夷为平地，而方才还在这里的数百青木妖已经全部化作了飞灰，地面如同纵横交错的棋盘，花草树木全部湮灭，连石头都化成了粉末，随风飘散。震惊、惶恐、难以置信，这一击的威力，即便是始作俑者君莫笑都感到了诧异，更遑论其他目击者了。好厉害！于若仙美目中光彩流转，那是极端的崇拜之色。哦耶！师尊好牛逼，看以后谁还敢欺负我。江妙一化身成小迷妹，双眼冒着小星星。大长老爷爷真厉害。小萝莉白灵儿此刻的嘴巴已经张成了 O 型。众多落云宗弟子纷纷傻眼，一些弟子甚至揉了揉眼睛，生怕这一切都是幻境。死了！在大长老的一招之下，所有敌人全死了。哈哈！大长老威武，有大长老在此，我们无所畏惧。一座由青色藤蔓缠绕编织的古城中，火光映照在一位老者的脸上，干瘦苍老的面庞上长满了青色纹理，整个人就如同一块干枯的木头。他用干枯的手指敲击着桌面，发出咚咚咚的声音。身下的椅子与桌子一样，都是从墙壁上直接生长出来的。已经安静了万年之久的石木域，怎么会突然出现人类修士呢？难道说他们是为了去禁地抢夺那些宝物？应是如此。从墙壁上伸出一张灰色面孔，你别忘了，根据记载，石木域万年前的主人就是一个叫黄泉魔帝的人类。干瘦枯木老者冷哼一声，我青木妖族在此地已经称霸无数万年，什么狗屁人类，拳头大才是硬道理。墙壁上的灰色面孔收敛起笑容，听说你们少主被闯进来的人类修士杀了。哼，你没听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吗？青木妖一族只要留下自己的种子，到了第2年还可以再重新复活的。复活又如何？修为尽失，还需要重新修炼，以往的一切都化作泡影了，还不如直接死了干脆。枯瘦老人猛地一抬手，一股劲气散发，打得灰色面孔一阵扭曲。青木王，莫要动怒，别将本王事做出气筒。枯瘦老人淡淡道，那些闯入者既然如此无礼，总要付出残酷代价才行的。老朋友，需不需要我石妖一族帮忙？灰色面孔语气变得慎重起来。不需要。枯瘦老人发出低沉声音，快速散播出去。传我命令，所有青木一族的成员见到人类修士后全部击杀，若是遇到难缠的，就引诱到青藤城来由我解决，全部屠杀。听说那里面有人类中的绝色女修，是诞下优秀后代的上好工具，全杀了岂不是浪费？人类乃是万物之灵，与之混血的确能够增加后代资质，但老夫已经过了见女人就想上的岁数，如今只想要守住这份基业，那就可惜了。我们石妖一族也不喜欢人类女子，又瘦又小，不经对。这处秘境面积极为巨大，甚至不弱于整个轩辕皇朝国土面积。若是大帝级别的强者，几个呼吸间便可以到达任何一处位置，但对于进入此地的普通修士来说，就需要花费数周甚至数月时间来探索了。一路上，君莫笑让于若仙凭着感觉带路，其他人在身后跟随。她是气运之女，运气总会要比其他人好一点。天空越来越暗，不久后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空中还时而伴随着电闪雷鸣，震得大地嗡嗡作响。一行人虽然不惧雨水，但雷霆之威却不能忽视，只能落回地面。从这时起，青木妖种族的烦人程度又提高一个台阶，只因在雨中的青木妖一族不但战力大增，其恢复力也是暴增数倍。一路上，君莫笑没有再出手，而是利用这些青木妖来磨练落云宗弟子。于若仙步入金丹期后，君莫笑也拿出了自己以前最得意的剑道绝学，找了一个机会倾囊相授。那是一部地阶绝品剑法，名字叫做天星剑诀，其内共有10式，分别对应了金、木、水、火、土、冰、风、雷、日、月，共10种属性。于若仙拥有混沌灵根，这套剑法修炼起来更简单，威力也会更大。丁，宿主教导气运之女于若仙地阶绝品剑法成功，返还。地品剑法大混沌雷剑。混沌乃世界之初，天地未分之态，在这混沌之中，电闪雷鸣，风卷残云，烈火熊熊，光芒万丈，五行阴阳，天地星辰皆由此而生。雷电之力亦是混沌所赐，大混沌雷剑便是大地强者融合混沌的浩渺无垠与雷电的狂烈不羁所创造出的绝世剑招。大混沌雷剑已经是修仙界最强神通，别说是元婴修士，即便是炼虚期、合体期大能也不可能参悟得透。好在君莫笑拥有天赋悟性逆天，这才能够理解一二。过了数日，他们遇到的青木妖数量越来越多，经常会有成百上千的青木妖虎视眈眈暗中跟随。
君莫笑也时常拿他们来练手，来修炼大混沌雷剑。雷剑一出，天地间满是雷霆凝聚成的球状闪电，犹如天劫一样狂轰而下，非常壮观。那些青木妖遇到球状闪电，会如同冰雪一般消融，完全没有抵抗之力。即便是族群中元婴级别的青木妖，同样也不能幸免。这种强横的人类也引起了青木王的注意。哼，既然如此，那就让老夫亲自出手吧。他挥了挥手，吩咐手下诱导那些人类主动来青藤城。仙儿，停下！这一日，君莫笑突然对着于若仙开口，目光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怎么了，师傅？正在前方带路的于若仙止住了身形，有些疑惑地回头看向他。你有没有发觉自己是被对方故意引导向某一处位置？于若仙极为聪明，立刻意识到了不妥。人都有定向思维，当发现某一位置敌人数量较少时，就会下意识向那边行进。再加上青木妖可以在森林内控制植物，故意制造一些较为平坦的道路来诱骗敌人。靠着这种诡计，洛云宗众人的行走路线，其实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受到了影响，慢慢步入对方的陷阱。师傅，那咱们该怎么办？于若仙有些紧张，要不咱们换个方向走？不必了。君莫笑摆摆手，眼神中出现了杀机。这个秘境这么大，黄泉魔帝随便将东西藏在某处，咱们都难以找到。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问一问这里的土著。既然对方想要请君入瓮，那咱们就来一招将计就计好了。青藤城，身材枯瘦的青木王站在城头，遥望远处，一身可怕的化神大圆满修为显露无遗。地面之上，上万头奇形怪状的青木妖好整以暇，等待着人类修士的到来。不久后，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行身影，个个潇洒俊逸，乃是人中龙凤。为首一人白须白髯，仙风道骨，宛如仙人降世。来了，这些人类还真是胆大包天，看破了我的计划，竟然还敢来送死。一座庞大的青灰古城赫然矗立，无可回避地映入眼帘，古老而庄严。青木妖大军如林而立，绵延不绝。古城深处，一个苍老之声回荡：黄泉相伴，知己已足，死而无憾，为人类贵客，铺设归途。霎时，天地间仿佛共鸣，震颤不已。化神大圆满。几位见识非凡的弟子通过声音判断出了对方修为境界，顿时心慌起来。城头那个枯瘦老者是一位绝不亚于大长老全盛时期的顶级强者，这种人物即便在外界也是名声赫赫之辈，如今身为秘境内，那更是无敌般的存在。再看青木妖大军，其中修为达到元婴层次和金丹层次也不在少数，这种实力已经不弱于修仙界的三流宗门了。让他们这些弟子对抗一个三流宗门，这难度堪比登天。师尊，咱们怎么办？江妙一见到对方的阵势，吓得有些六神无主。刷刷刷，无数大葫芦飞出，洒下万道金霞，护在众人身前。师傅，这里是个陷阱，您先走吧。仙儿替您殿后。是啊，大长老，您万金之体，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一众弟子也纷纷说道。君莫笑神色淡然，并不慌张，而是上前一步，锋利如鹰隼的目光盯着对面古城。我一生征战无数，剑下亡魂数以百万计，这种小场面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你们这些娃娃，别忘了我的外号是什么？太岁一怒，伏尸千里，可不是随便说说的。此时的君莫笑就像是太阳一般耀眼，只要有他在，就能给人带来无穷的信心。众多弟子此时心情激荡，热血澎湃，原本的胆怯一扫而光。地面开始发生震动，青木妖身影不断浮现，眨眼间便里三层外三层的将这些人全部包围住。师傅，于若仙手握清玄剑柄，一点点将剑抬起，剑尖直指面前无数青木妖，一股勇往直前的气势出现，仿佛无论前方站着什么人，他都可以打破。去吧，木妖怕雷火，用我教你的剑法去屠杀掉他们。于若仙点头，手中清玄剑上燃烧起了熊熊烈焰，最后竟化作了一条巨大的火焰凤凰。人剑合一，火凤翱翔。呼啦啦，无数的青木妖被火凤翱翔命中，木质的身躯烧得噼啪作响。混战瞬间爆发，漫天金色霞光护住自己的主人，一柄柄利剑在战场中穿梭。青木妖绿色的鲜血飞洒而出，溅得到处都是。哎呀呀呀！江妙一突然间交持不断，玲珑柔软的身段中爆发出惊人力量。由于修炼了天地阴阳交欢大背负，他的肉身力量与法力极为雄浑，至少是同阶的5倍以上。一双要命的白皙玉手变得不再柔软光滑，反而如同大铁锤一般，杀伤力惊人。那些青木妖在其面前就像积木一样，轻易被他撕成碎片。这时，一个身材消瘦的青木妖出现在了江妙一面前，木质纹理的脸上带着邪异的笑容。姐姐，是人类美女啊，正好抢回去为我木妖一族繁衍后代。此妖已经是元婴中期，
手中甩出无数藤蔓，想将江妙一捆绑住。然而江妙一并不慌张，直接摸出了一张无品引雷符，狠狠地拍了过去。霎时间，一道粗大雷霆从符箓中爆射而出。引雷符的威力堪比元婴后期全力一击，即便是元婴后期修士遇到也很难抵挡。那个身材消瘦的青木妖脸上的猥琐笑容瞬间变为了惊恐。轰隆一声，他被炸成了一堆烂木头。哼哼，想欺负本姑娘，门也没有。江妙一拍拍鼓鼓的胸脯，不屑一笑。君莫笑的神念一直关注着四周的战斗，剑气纵横八方，法宝采光四散，声势极为惊人。看着洛云宗弟子们的表现，他不禁点了点头。这一届弟子不错，除了仙儿和妙一，其他人也有希望晋升为化神修士，成为宗门中流砥柱。不过人终有力尽时，面对着无穷无尽如同潮水一般的青木妖大军，这些人的法力在快速消耗，即便吃丹药都无法补充回来。而越来越多的青木妖聚集过来，黑压压一片，铺天盖地。站在城头的青木王同样用神念注视着这一场大战，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位老人的意识又延展到了于若仙和江妙一身上，也被其动人的娇躯所吸引。他心中啧啧称奇，真是不错的人类女娃子，若是我再年轻100年，一定会不择手段的弄上床。青木王不敢过多观察二女娇躯，收回了神念，怕自己一时心软，由爱到心，影响突破。这里大局已定，那群修士中最强者不过元婴圆满而已，即便有什么底牌，也不可能抵挡上万青木妖大军。青木王回到自己的城主大殿，坐在王座椅子上，他百般聊赖的自言自语，声音中充满着对人类的不屑。都说人类乃是万物之灵，众生之长，道法通神，可斩尽世间一切邪祟妖物，尤其是剑修高手，更狂妄到可一剑斩灭100万敌。哼，真是大言不惭，人类在我眼里只是蝼蚁而已，别说是一剑100万敌，即便是1万敌也是胡说八道。世人总好夸大其词，吹嘘人族修士多么厉害，殊不知我木妖一族才是真正的天地宠儿。就在此时，天地间忽然传来惊人的巨报，好似有什么大事发生了。随即一个木妖屁滚尿流的跑了过来，满脸的惊惧之色，哭泣道：大王，不好了，出大事了。青木王皱起了眉头，厉喝道：到底是何事，让你如此慌慌张张？大王，刚刚您走后不久，那个白发老人突然间祭出24把飞剑，形成了一个绝杀剑阵，一击之下，咱们的所有青木妖大军全军覆没了。什么？青木王不敢置信，直接冲到了城墙处。城外浓烟滚滚，已成废墟。青藤城与森林间横亘着一道深渊，宛如陨石轰击所致，裂纹如蛛网般肆虐，化作巨河向四周肆意蔓延，长达数里。地表、石柱、废墟间，青木妖的残躯遍布，焦黑扭曲，在烈焰的舔舐下发出噼啪的哀鸣。师尊，你没事吧？江妙一紧握君莫笑的手，将自己的法力渡过去。在他身后，于若仙同样将手掌放在君莫笑后背，传送自己的法力。我没事。君莫笑苦笑一声，刚才情况紧急下，他竟然直接透支身体，催动24把斩仙飞剑，形成斩仙剑阵攻杀敌人，一击之下，万敌皆灭。不过他也不好受，一口老血呛出，吓坏了徒弟。即便拥有大力神魔经赐予的50倍法力，以他如今的实力，想要催动24把中品灵宝飞剑，也是极为勉强。那一击的威力极为恐怖，君莫笑都无法判断出具体有多强了。他的境界还是太弱，若是恢复到化神修为，再催动斩仙剑阵，想必会轻松许多了。你们真是该死！远处城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暴喝，无穷无尽的杀意和愤怒席卷而来。青木王此时都快疯了，虽说木妖一族数以亿万，但能够加入青木妖大军的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1万青木妖几乎占了他手下兵力的一半，这怎能让他不发狂啊！随着青木王的不断怒吼，他的枯瘦老者形态改变，眨眼间变成了一个高大的青色树怪。树怪踩着大步向着他们急速冲来，声势惊人。君莫笑此时没有力气再战，但他的表情却没有慌张。一拍储物戒，一张散发着磅礴雷霆之威的紫色符箓飘出，这是堪比炼虚后期全力一击的极品紫霄神雷符，也是当前修仙界能够见到的最强符箓。到了这种危机时刻，君莫笑只能消耗一张再说了。符箓被激活，空中出现无数带有毁灭之力的紫霄神雷，毫不迟疑地奔向目标。巨大的雷霆呼啸而过，直接命中青木王所化的树妖。这是什么？不，青木王还来不及反应，便被这毁灭性雷霆击中。对方太果断了，如此珍贵的七品符箓竟然说扔就扔。洛云宗弟子感受到了紫霄神雷符的恐怖威力，震惊的呆立当场。幸好方才大长老没有使用这张符箓攻击青木妖大军，不然他们焉有命在。恐怖雷霆之威不断摧残着青木王的身体，青木王身上的那些法器战利品
全部被轰击得粉碎，根本不能抵抗丝毫。砰砰砰砰的声音不断响起，那是青木王巨大树王被神雷洞穿身体发出的声音。此时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之色，谁特么能想到这些人类修士手里竟然还有这种大杀器。他后悔了，早知人类如此狡猾，他就安心躲起来了，不去参与此事。一个呼吸之后，此地除了一片狼藉之外，只剩下青木妖破碎的尸体。君莫笑满意的点点头，七品符箓果然厉害，只要手里捏着几张七品符箓，他谁都不用怕了。走上前，他用脚踢踢青木王的尸体，原本是看看对方有没有储物戒之类的东西，虽说希望也不大，没想到竟还有意外发现。你这老家伙竟然还没死！君莫笑感应到了一股微弱的气隐藏在尸骸之中，他弯下腰，在尸体残骸中一阵摸索，最终抓出了一根大腿粗的枯枝。能在堪比炼虚后期的符箓下活命，这个青木王的确有两下子。毫不起眼的枯枝扭了扭，在其顶端渐渐浮现出了一个青色面孔。大人，老朽知道错了，只要能饶我一命，让我做什么都行。就在刚刚紫霄神雷摧毁他的身体时，青木王见势不妙，连忙将自己的核心转移到了这根枯枝之上，靠着这招金蝉脱壳，他才勉强捡回一条命。不过此时的青木王已经非常虚弱，实力已经倒退回了元婴后期，需要补充很多能量才能恢复过来。君莫笑灵机一动，突然间想到了自己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神通，还一直未曾用过，正好可以拿青木王来做实验。呵呵，想让我放你一马也可以，但你需要做我的仆人才行。青木王心中暗骂，嘴上则是诚恳道：只要主人不杀我，老朽愿意做您的仆人。那好，你变回人形吧。得到命令后，枯枝不断扭动，最后变成了一个枯瘦的老人形象。当然，他与君莫笑仙风道骨的模样根本没有可比性，一眼就能分清主次。君莫笑用强横的法力封住对方身体，使之不能活动丝毫，一把拎起对方，他脚踏虚空，几步便来到青藤城内的一间房间。众多落云宗弟子刚回过神来，想要追过去，便听到了君莫笑的声音：你们在此处等待即可，我去就来。大长老的命令就是圣旨，无人敢违背。房间内，青木王背对君莫笑，还不能移动丝毫，心里忍不住有些发毛。这个人类到底想要耍什么阴谋手段？老夫这次难不成真的要栽在这里？君莫笑没有管他，双手快速结印，很快一个散发着金光的印诀出现，直接印在了青木王身上。顿时青木王神情一阵恍惚，之后便恢复了正常。君莫笑挥手解开青木王的控制，淡淡说道：跪下。青木王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没有丝毫的迟疑。不过你似乎忽略了一点，人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昔日我沈浪或许曾被你压制，但如今你已垂垂老矣，而我尚拥有1000年的寿元，未来突破炼虚之境乃至更强的合体境都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今日你的人伤了我的人，那我便不得不显露些真本事，以免日后被人讥讽，说我沈浪竟会惧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言罢，沈浪缓缓抽出一柄宝剑，剑尖直指那石王，法力汹涌澎湃，融入气门之中。他朗声开口，声音如同惊雷炸响，向四周滚滚扩散。今日我沈浪前来，只为替我的徒弟讨回公道，你这看门狗，速速给我滚开！这声音如同天雷滚滚，震撼人心。落云宗内的无数长老和弟子听闻此言，纷纷竖起耳朵，心中暗自揣测，似乎有热闹可看了。嗖嗖嗖嗖，空中五彩斑斓的法器光芒闪烁，那是御空飞行的修士留下的轨迹。太岁峰下很快便汇聚起了一大群人，他们纷纷交头接耳，想要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究竟是何起因。喂，有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啥二长老会跑到太岁峰来找大长老的麻烦？有人好奇地问道。这事啊，我略知一二。人群中一位知晓内情者开始娓娓道来，讲述起此事的来龙去脉。众人脸上都浮现出八卦的神色，仰起头紧盯着太岁峰顶，做好了吃瓜群众的准备。听说大长老大限将至，而最近他又搞到了不少法宝和修炼资源，二长老此番前来，莫非是想要勒索大长老一番？有人小声猜测道。嘿嘿，还真有这个可能。如今二长老风头正劲，大长老恐怕得花点钱财来消灾了。另一人附和道。不可能吧，你们可别忘了，大长老可是在仙魔大战中杀得七进七出的狠人，手中沾染了无数亡魂，他岂会轻易妥协？有人反驳道。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山顶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巨大的法力波动。你们都别吵了，快看快看，上面已经打起来了。咦，二长老这是在和什么怪物战斗吗？我听说大长老收服了2位妖族强者，其中一个应该就是那怪物了。轰隆隆的声音远远传来，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神。沈浪一心想要强行冲进小院之中，
但石王并未收到君莫笑的命令，自然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双方皆是化神大圆满的修为，一言不合当场便大打出手。还好落云宗内遍布强大阵法，能够消解战斗的余波，否则整个宗门恐怕都要被这恐怖的战斗所摧毁。砰！又是一记重拳砸下，那巨大的力量仿佛一颗陨石从天而降，逼迫的沈浪身形踉跄，险些失去平衡。他身形还未站稳，大地便猛然一震，脚下的地面瞬间化作一片沼泽，沈浪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石王见状，趁机挥动起巨大的手掌，无数狂暴的力量在其掌心凝聚，去死吧！地狱阵！伴随着石王的一声怒吼，那凝聚了无尽力量的巨掌带着毁天灭地之势，向着沈浪狠狠砸去。修士之强在于法力之浩瀚，而非肉身之坚韧。若以肉身硬抗此等攻击，恐怕不死也要落得个重伤的下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浪单手一挥，一柄闪烁着幽暗黑光的弯刀便凭空出现在他的掌中。他毫不犹豫，对着石王那看似无坚不摧的手掌自下而上，猛地挥刀斩去。噗嗤！令人震惊的是，石王那坚不可摧的手掌竟被这一刀生生砍去了一角。沈浪手握黑刀，气势如虹，对着脚下的沼泽地狱又是一记凌厉的斩击。沼泽地狱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瞬间崩溃瓦解。他的身体如同离弦之箭，又如蛟龙脱困，径直飞向石王的头顶位置。该死，竟然逼得我不得不使用中品灵宝底牌。沈浪咬牙切齿，语气中透露出愤怒。不得不承认，你这个怪物确实有几分实力。他继续说道，但语气中满是不屑。然而和我相比，你依旧不是对手，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中品灵宝黑玉刀的厉害吧。沈浪高声怒吼，将黑玉刀高高举起。化神大圆满的法力如同潮水般涌入刀身，刀气四溢，瞬间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黑玉刀虚影。这虚影的威力强大至极，仿佛能够劈山断岳，所向披靡。门外这番巨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君莫笑，得知是沈浪前来挑衅，他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紧张，反而觉得有些手痒难耐。对于沈浪这个人，君莫笑向来没有什么好感。此人平日里自视甚高，常常自吹自擂，声称自己是若云宗除了姬如雪之外的最强天才。他仗着执法堂首席长老的身份，对君莫笑这个大长老的管束不屑一顾，行事极为嚣张。而且他的私生活也极为混乱，与宗门内多名女弟子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数量至少超过了10人。然而这些行为君莫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会。但沈浪千不该万不该，竟对掌门姬如雪产生了非分之想。20年前，就在沈浪鼓起勇气向姬如雪表白后的第2天，君莫笑便直接找上了门。那一次他一共出了3剑，第1剑摧毁了沈浪的宅邸，第2剑斩落了沈浪的发冠，第3剑更是斩断了沈浪左手的3根手指。整个洛云宗上下，谁不知道姬如雪与君莫笑之间那不同寻常的关系？沈浪这种挖墙脚的行为，无疑是对君莫笑的极大挑衅，也是对他的极度不仗义。因此即便沈浪遭到了如此羞辱，那也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呵呵，以为我修为暴跌，你就终于能扬眉吐气，坐上老大的位置了吗？君莫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与不屑。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沈浪永远都是老2。此时小院门外，沈浪在祭出中品灵宝黑玉剑后，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渐渐地将同为化神大圆满境界的石王压制在下风。然而尽管沈浪占据了上风，但想要彻底击败石王也并非易事。尼玛，君莫笑这个老家伙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个妖族强者，实力竟然如此强悍。沈浪心中暗骂，脸上满是凝重之色。真该死，我沈浪绝不会惧怕你一个将死之人。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准备动用杀手锏彻底击败石王。然而就在他准备全力一搏之际，小院的大门突然打开，君莫笑身姿笔挺地走出，目光如炬，直视着沈浪。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废话，右手一拍储物戒，一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板砖状法宝便飞了出来。给我砸！君莫笑一声令下，那板砖便如同流星般划破空间，眨眼间便飞到了沈浪的身后，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砸下。砰的一声巨响，沈浪被金砖砸了个正着。你卑鄙！他的脑袋瞬间嗡鸣不断，双眼猛然瞪大，仿佛要突出眼眶一般。最终他硬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知觉。沈浪竟然被一块板砖一击砸晕，此时他的后脑勺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鲜血汩汩流出。若不是他法力精深，恐怕这一板砖下去，他的脑袋就要开花了。真是无趣的家伙。君莫笑摇了摇头，语气中充满了失望与不屑。他吩咐了一声，便转身走回了小院。青木王，将这个人送回执法堂去吧。
他吩咐道：“是，主人。”一声低沉的回应响起。小院门口的一棵歪脖老树突然抖动了起来，紧接着便变化成了青木王的模样。他中了御仙印，如今已经成为了君莫笑的傀儡打手。一把提起昏迷不醒的沈浪，他正打算御空而去，身后又传来了君莫笑的声音：“不用飞，直接扛着下山。记得在山下多绕几圈再去执法堂，再替我转告几句话。”君莫笑低声吩咐道。青木王感应到山下聚集了不少人，瞬间明白了君莫笑的意思，这是要让二长老沈浪在宗门弟子面前狠狠地丢一次脸啊！山下一群吃瓜群众听到斗法的动静，便知道这场争斗已经分出了胜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结果如何，到底是二长老沈浪碰壁而归，无奈离去，还是大长老君莫笑妥协退让，献出珍贵的修炼物资来平息此事。众人纷纷猜测着，议论着，期待着后续的消息。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君莫笑，此时却已经回到了小院躺椅上。对于他来说，沈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根本不足以让他放在心上。就在这时，山下吃瓜群众中一位眼观六路的弟子一愣，敏锐地捕捉到了迅速下山的人影。快看，有人正朝山下赶来！他激动地喊道：“咦，那人肩上似乎还扛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另一人惊讶地补充道。青木王并未理会这些围观的弟子，他的身形如同幽灵般飘忽，一闪即逝，迅速绕了太岁峰数圈，然后径直朝执法堂疾驰而去。哇塞，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位弟子震惊地喊道。没错，方才那个人脑袋上肿着一个大包，口唇间溢出血丝，双眼翻白，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就是我们执法堂的首席二长老沈浪。另一位弟子证实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护宗长老没有出手的情况下，二长老的实力在落云宗绝对是顶尖的，怎么会被人打成这样？众人纷纷猜测。嘿嘿，我猜测是大长老手中握有某种强大的秘宝，直接击败了二长老。一个大胆的猜测响起。走，咱们快去执法堂看看，说不定能挖到什么大新闻呢。众人一拍即合，纷纷朝执法峰赶去。刷刷刷，一群闲来无事的弟子如同潮水般涌向了执法堂。刚踏入执法堂的大门，他们就目睹了惊人的一幕。执法堂的数十名长老将青木王团团围住，每个人的脸色都阴沉如水。青木王随手将沈浪扔在地上，他那青绿色的脸庞上无悲无喜，一身化神大圆满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众多执法堂长老只觉得自己仿佛面对着一头太古凶兽，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撕成碎片，不由得连连后退数步。方才二长老不自量力，前去太岁峰挑衅大长老，幸亏大长老手下留情，他才得以捡回一条命。青木王冷冷地开口，目光中透露出强者对弱者的深深蔑视。大长老有令，让你们转告沈浪。青木王的声音如同寒冰般刺骨。只要大长老还在落云宗一天，你沈浪就永远只能是老二，别想着搞什么小动作，否则杀你没商量。那一刻，无论是执法堂的人还是外面的围观弟子，都感受到了曾经那个杀伐果断、凶威滔天的千仞太岁又回到了他们的视线中。一众围观弟子心中凛然，但随后脸上又浮现出兴奋之色。大长老真是牛逼啊！有人忍不住赞叹道。的确，大长老即便是年事已高，但说出来的话依然那么霸气侧漏。另一人附和道。二长老毕竟只是老二，只要大长老还在世，他就别想翻身。又有人补充道。你们说大长老还能活多久啊？我前阵子还听说他一个弟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旁的一位长老打断。休要胡说，大长老的寿元多寡那是宗门秘密，谁要是乱嚼舌根出了事情，可别怪老夫没有警告过你们。是，大长老肯定长命万岁，越活越年轻。那弟子缩了缩脖子，连忙改口。傍晚日落西斜，太岁峰上，于若仙悠悠转醒，睁开美眸后，他猛地坐了起来，发现身上只盖着锦被，其内空空如也。昏迷前的记忆涌现，发生的那些事情全部历历在目，顿时脸红心跳起来。完蛋了，我居然做出了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样一来，师父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认为我是个意志不坚定、满脑子坏思想的徒弟？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师父啊？于若仙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开始运用自己聪明的小脑瓜冥思苦想。最终他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嘴角翘起一个迷人的弧度。既然无法面对，那我就假装失忆，只要我不承认，师父也拿我没办法。咯，调整好状态，他拉开了门，来到了小院里。在夕阳的余晖下，君莫笑正在悟道树下悠然地品着茶。师父，我不是在洗净法水池内修炼吗？怎么突然间回到自己的卧室了？先下手为强，这也是他提前想好的，不能让师父主动发问。果然，
君莫笑听到他的话后微微一愣，开口问道：“你不记得方才发生的事了吗？”于若仙心脏砰砰乱跳，努力让表情变得自然一些，俏脸上露出了一副天真的模样。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他又偷偷看了一眼君莫笑的表情，脸上爬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霞。师傅，难道是仙儿失忆了吗？您快告诉仙儿，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君莫笑犹豫了，难不成实话实说，告诉他你赤条条的跑来勾引老头子，差一点就擦枪走火了？不，绝对不能说，就让这事烂到肚子里吧。哈，方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我就在小院里午睡，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从洗净法水池里离开的。君莫笑不知道自己的演技到底如何，但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很尴尬的，因为他发现于若仙同样表情很尴尬。难道说，他突然灵机一动，心中有了一个猜测，仙儿不会是怕我生气惩罚他，所以故意装失忆的吧？这事还真有可能，这丫头还真是个小可爱。转念又一想，既然对方想要装作无事发生，自己又何必去拆穿徒增烦恼呢？还是顺其自然吧。就这样，二人用拙劣的演技也埋住了事实的真相，将那份悸动埋藏在了心里。君莫笑伸手一指前方的小座，淡淡说道：“仙儿，来陪师父品茶。”于若仙放松下来，坐到了对面，端起了桌上的一杯热气腾腾的灵茶。茶水清亮，每一片茶叶都仿佛经过了大自然的精心雕琢，蕴含大道韵味，闪烁着淡淡的光泽。灵茶中释放出淡淡的清香，整个空间仿佛都被一股清新脱俗的氛围所包围，让人瞬间忘却尘嚣，心归宁静。师父，这是什么茶？好神奇啊！于若仙惊讶地问道。君莫笑用手一指头顶上的悟道树，淡淡说道：“这就是悟道茶。悟道茶极其珍贵，并不是每一片悟道树叶都可以制作成悟道茶叶，必须是由刚刚钻出的充满道韵的嫩芽才能炼制而成。听闻这就是价值非凡且罕见的悟道茶，于若仙非常高兴，捧着茶杯的小手都有点紧张了。喝吧，这东西以后咱们多的是。”君莫笑淡淡说道。于若仙答应一声，张开红润的双唇，一口饮下，顿时一股极为舒爽而甘甜的味道充斥于口腔之中，同时他的脑海变得更加清灵，一股大道韵味在内心中回荡不断。于若仙有种感觉，若是经常能够喝到这种悟道茶，那他的修炼将会没有瓶颈，快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呵呵，怎么样，好喝吗？君莫笑微笑问道。嘻嘻，好喝。师父还要？来吧，师父这里多得很。翌日，经过一夜的发酵，二长老上门去找大长老麻烦，结果被打成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宗门内的巨大轰动。其中最被人关注的有2点，其一，大长老竟收服了2头化神大圆满的妖族来充当自己的护卫；其二，大长老手里的财富太多了，听闻只是用了其中一件宝物便击败了二长老。这种爆炸式的新闻迅速在宗门内传播，一些弟子聚在一起闷头议论：化神期大妖啊，一来就是2头，大长老真是牛逼，还有那么多的高级资源，他老人家也用不完，真不知道以后会留给谁。留给谁？反正不会是留给你我，人家有2个徒弟，你就少操那份闲心吧。咦，师兄，你说要是和于若仙或者将妙一成为道侣，是不是就能间接继承了大长老的遗产了？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以后出门别说认识我，我怕受你连累。师兄，此言怎讲？哼，我就问你，自己养的水灵灵油嫩嫩的好白菜，若是有一头猪想来拱，你会怎么做？当然是打死那头猪，拿来吃肉了。太岁峰小院中，君莫笑再次问道：仙儿，你确定不跟为我去星河灵脉矿吗？今天是他准备去往星河灵脉矿的日子，原本他计划带着于若仙一起前往，可能是由于昨天发生的事情，于若仙依旧有些不敢面对他，眼神飘忽，有些躲闪。师父，我刚刚突破到金丹后期，修为还不甚稳固，所以不打算跟您前往了。于若仙腼腆地说道。好吧，一切随你。君莫笑也不好勉强，毕竟在他脑海中那一抹雪白诱人也挥之不去，需要一定时间去淡忘，分开几天也好。我会让石王时刻警戒，保护你的安全。君莫笑呼唤来石王，命令他时刻保护仙儿的安全，若是被伤了一根头发，就要了他的小命。言罢，还扔出去几件法宝给石王使用。石王连忙跪地，发誓一定会保护好小主人的安全。于若仙被师父的关切举动感动得眼圈微红。君莫笑又摸了摸储物戒，从中拿出了一小袋悟道茶叶，一瓶4品丹药破镜丹，还有一瓶200滴天地灵液。你刚刚突破，这是为师送你的礼物。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记住修炼上切忌切躁，更不能胡思乱想。悟道茶你也多喝一些，免得你再走火入魔。
于若仙接过这些东西，泪水盈盈，恭敬说道：“谢谢师傅。”君莫笑点点头，迈步推开了小院大门，向外面走去。青木王戴着面具，披着一件黑袍，打扮成随从的模样，紧随其后离开。师傅。于若仙看着师傅远去的背影，美眸一眨不眨，一直到对方的身影彻底消失。哎，师傅对我真是太好了，我感觉快要把持不住了。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君莫笑这边，他并不知于若仙所想，而是正在欣喜地接收系统奖励。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4品丹药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化神丹6品20颗。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悟道茶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悟道茶20斤。哗啦啦，又是一大批奖励进入了系统空间。化神丹自不必多说，那是化神修士修炼所需要的丹药，一枚就能省去正常1年的苦修，极为珍贵。最让君莫笑意外的是，系统竟然直接返还了他20斤的悟道茶叶。悟道茶叶这种天地奇珍，在系统这里居然按斤返还，这还真是让人震惊。这下好了，以后他再也不用心疼悟道茶了。青山绿水，竹影摇动，落云宗的风景非常秀丽。几百年前，他和姬如雪刚刚拜进山门时，二人经常四处寻找地方打卡。偌大的落云宗被二人全部打卡了一遍，每一个地方都有二人留下的欢声笑语。君莫笑慢悠悠地走，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崖峭壁旁。这里远离落云宗核心区域，云雾缭绕，四周有仙鹤腾飞，景色非常美妙。他走到一块大青石旁边，在那里还镌刻着2行小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300年前二人在此地留下的痕迹。那一夜也是二人距离最接近的时候，只差最后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其他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在之后，姬如雪身怀的通玉凤随体突然激活，从此他一飞冲天，深受宗门掌权者与太上长老们器重，早早作为掌门人培养。而君莫笑与姬如雪之间便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机会，只是保持着一种极度微妙的关系。就在君莫笑在此地缅怀过去时，忽然感应到附近有2个人正在靠近过来，疑此地颇为隐蔽，到底是何人来此？心念一动，青木王立刻化身成了一棵歪脖老树，将他的身形与气息遮盖住。很快2道娇小的身影就出现了，这是2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小萝莉，虽然不足1.4米的身高，但身材却一点也不差，全身洋溢着青春无限活力。是他，君莫笑认出来这副面孔，正是上次魔帝宝库之行认识的白灵儿。丁，发现气运之女白烟儿，白灵儿，气运等级蓝色5品，灵根极品木灵根，特殊体质并地精连体，未激活，年龄刚满18岁，修为金丹中期，身份落云宗真传弟子，回馈率40倍，羁绊值2点。提示：二女首次合体后即可激活并地精连体，气运值等级暴增，同时属于金莲女帝的记忆将会复苏。并地精连体，金莲女帝。君莫笑看着逐渐走过来的2个女孩，陷入了沉思之中。难道说这2个只是蓝色气运的女孩，竟有着另外一种身份金莲女帝的转世之身？想到这里，他顿时有些兴奋起来。金莲女帝，那肯定是拥有大气运的气运之女了。没想到这次无意间又捡到宝了。白灵儿，白烟儿，金莲女帝，嘿嘿，全都跑不了。姐姐，你说咱们这次能成功吗？白烟儿眨着调皮的眼睛问向身旁的白灵儿。我也不知道呀，但按照咱们脑海中那种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吧？白灵儿嘟着可爱的嘴巴说道。可是姐姐，咱们好像神魂力量不够，每次都失败啊。那就多试几次，只要咱们姐妹同心，一定会成功的。白灵儿鼓励起妹妹来。二女来到大青石上，轻车熟路的开始左右四望，感受附近是否有窥视气息。白烟儿见此地没有异常，脸颊微红的说道：姐姐，咱们开始吧。好，那就开始吧。白灵儿同样双颊微红道。大青石上，2女孩宛若2朵纯洁的白莲花，她们十指反扣，背靠背站在一起，犹如一朵盛开的并蒂金莲，璀璨夺目。躲在幻化大树后面的君莫笑倒是好奇起来，老夫只是在这里歇歇脚，没想到就看见了人家的小秘密。这2个娃娃似乎不简单啊。大青石上，白灵儿与白烟儿将自己身上的气息调整一致，异口同声的开口：姐妹同心。女孩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四周，然而场面静悄悄，没有任何变化。君莫笑有些尴尬的用脚抠了抠地面，心道：这姐俩还真会玩。姐妹同心，姐妹同心。二女也不放弃，就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口中不断的喊着：
姐妹同心，姐妹同心。1个时辰之后，二女喊得有些口干舌燥，然而现场却依旧没有变化。唉，又失败了。白烟儿不禁流露出几分沮丧。我们确实是按照记忆中的方法行事啊，为何始终无法合体呢？白灵儿此刻仿佛捕捉到了什么灵感，忽然开口问道：你还记得口诀的最后一句吗？当然记得。白烟儿迅速回应道：心对心，神对神，审视眉间，逆行征兆，静守礼数，合于大道。就在这一刹那，白烟儿也仿佛被点亮了灵感的火花，他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自己和姐姐始终无法合体激活并地精连体的原因所在。终究还是因为心境上没有彻底融合，所以总是棋差一着。可一旦心境融合，二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小秘密了，一切内心的想法都会被对方知道。只是真的必须那样做吗？感觉好难为情啊。白烟儿有些羞涩地说道。白灵儿同样感到有些羞涩，但作为姐姐，她必须展现出更多的勇气与坚定。没关系的，我们姐妹本就心灵相通，一体同源，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白烟儿轻轻晃了晃小脑袋，突然问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那姐姐，如果你将来嫁人了，我该怎么办呢？白灵儿亲昵地搂住了妹妹纤细的腰肢，大方地笑道：若是我先嫁人，你便作为陪嫁；若是你先嫁人，我便随你一同陪嫁。我们姐妹要永远在一起。呀！白烟儿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她惊叫一声：别说了，我觉得这样很变态啊。嘻嘻，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开始吧。白灵儿眼中闪烁着几分激动与期待。姐妹同心。2道整齐而清脆的声音突然间同时响起，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道耀眼夺目的白光骤然出现，引得原本闭目养神的君莫笑也忍不住睁开了眼睛，好奇地望去。那一刻，眼前的景象美得令人窒息，连君莫笑都忍不住为之动容。只见在七彩光芒的映衬下，2个娇小玲珑的身影竟然真的融合在了一起，光芒愈发璀璨夺目，一道身材高挑修长的倩影逐渐清晰起来，宛如仙子降临凡尘。那张容颜拥有倾国倾城之貌，眼眸宛若秋水荡漾，闪烁着智慧与柔情，又宛如月宫中的仙子，清冷脱俗，不染尘埃。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透露着无尽的魅力，肤如凝脂，细腻滑润，仿佛轻轻一触就会融化，使人忍不住想要触摸。玉足轻放，轻盈优雅，纤巧绝美，如同最精致的工艺品，看上一眼便无法忘却那完美的形状。这样的容颜，这样的气质，无疑拥有着无可抗拒的魅力，让人一见倾心，再难相忘。她便是那金莲女帝吗？君莫笑心中猛地一颤，身体竟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久违的激动。此女之妖娆，堪称绝世。与之相较，颜若薰不过是个小妖女，江妙依更是清纯至极，未曾料到2个纯真无邪的小萝莉合体之后，竟化作如此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丁，发现气运之女金莲女帝，气运等级金色3品，体质并地精连体，年龄保密，修为化神中期，经历从仙界中遗落的一株混沌金莲，历经千百劫难修炼成帝，陨落在飞升雷劫中，仅于一魂一魄轮回转世，回馈率1000倍，羁绊值初11点，金3品。君莫笑有些惊讶，这气运等级差点就追上姬如雪了。此时他看向金莲女帝的目光也有了火热，何人胆敢窥视？金莲女帝的目光蓦地转向君莫笑所在的位置，眼眸中闪烁着威严的光芒。他素手轻轻一扬，瞬间一股磅礴至极的力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如同怒涛狂澜，势不可挡。那由青木王幻化而成的歪脖老树，在他的力量之下，如同脆弱的瓷器，轰然间爆碎成无数木屑。而青木王自身更是口吐鲜血，身形倒飞，晕死过去。仅仅只是一招，一位化神大圆满境界的妖王便在他的手下遭受重创。这份实力已然远远超出了他自身境界所能展现的范畴，令人瞠目结舌。由此可见，能够成为大帝的人，不管是功法还是自身灵根体质，都是修仙界最顶级的，必定都有着轻松越级杀人的实力。青木王被重创，幻化的歪脖老树自然消失，露出站在后面的君莫笑来。金莲女帝跨前一步，目光如炬，紧紧锁定着君莫笑，眼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厌恶。本座乃金莲女帝，阁下便是那偷窥本帝之人吗？她的声音清冷淡漠，无悲无喜。君莫笑一声坦荡，如今却被人无端指责为偷窥之辈，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忿。偷窥？哼，明明是有人不知羞耻，赤身裸体闯入我的视线，我尚未责备你伤风败俗，你反倒恶人先告状了。金莲女帝闻言，微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躯，她的肌肤洁白如玉，曲线玲珑有致，宛如最完美的艺术品。原来自己是光着的，但她并不羞涩，
就像是高高在上的9天玄女，哪里会因凡人的眼光而产生别样情绪。她单手一招，体内法力涌动，化作一件散发着七彩霞光的地袍，将她那曼妙的身姿紧紧包裹。地袍之上，前面绣着百鸟朝凤的图案，栩栩如生，后面则绣着混沌金莲，寓意着女帝的尊贵与威严。这份气势让人心生敬畏，仿佛要臣服于她的脚下。而这手法力划一的手法，也足以看出她对法力的运用是多么精湛。再次将目光转向君莫笑，金莲女帝眼神中透着一丝淡漠与冷意。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欲望，你竟想上本帝，真是胆大包天！噗！君莫笑忍不住笑出声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本就是人之常情，又有何见不得人之处？他向前迈出一步，毫不畏惧地望着面前这位修为仅剩化神中期的女帝，目光中透着一丝冷冽。金莲女帝，你有些太过狂妄了。此地乃是我落云宗的地盘，而你如今的修为已大不如前，如今只剩下化神中期，又有何资格威胁于我？见君莫笑并未因自己的身份而心生畏惧，金莲女帝不禁微微摇头，感叹自己如今竟落魄至此。她堂堂一代女帝，竟要与一位元婴圆满境界的蝼蚁如此费唇舌。尽管她如今修为仅剩化神中期，但她的真正实力却仍足以媲美炼虚大修士。面前这个老头，在她眼中不过是一只随手可捏死的蝼蚁罢了。她凤眸微眯，看向君莫笑的目光依旧高高在上，仿佛对方的言语对她来说只是无关痛痒的微风拂过。本帝今日重获新生，本不想开杀戒，但你如此大胆，竟产生顶撞本帝的想法，那本帝便让你见识一下，有些人有些事，那是你一辈子想都不能想的。言罢，他身后骤然浮现出惊天异象：苦海种金莲，一念风阴曹，云阶12重，托莲覆9霄。海天之间，一株株金莲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升腾而起，莲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绚烂夺目。当清风拂过，朵朵金莲竞相绽放，生机盎然，竟有混沌气息在其中弥漫开来。君莫笑猛然间感应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吸力出现，自身的寿元竟如同脱缰野马，不受控制的被混沌金莲无情的吞噬。好个霸道神通！君莫笑心中暗惊，一股怒意也随之汹涌澎湃。他曾亲身经历过寿元即将枯竭的痛苦记忆，如今金莲女帝竟妄图剥夺他的寿元，他岂能容忍？危机感笼罩心头，君莫笑体内潜藏的神魔元婴骤然间双目圆睁，一尊威严而神秘的神魔法身瞬间显化而出，高坐于9天之上，周身环绕着玄黄之气，宛如神魔降世，俯视着芸芸众生。与此同时，大力神魔经内的一处古老封印被悄然解开，一部古老而强大的神通涌入君莫笑的脑海，这便是神魔同体诀，一门蕴含着善恶俱、正邪会、神魔合、3式无敌拳法的仙品神通。这种级别的神通施展出来，能让他的实际战力再添数倍，非常可怕。小贱人女帝，竟敢与老夫争锋，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狂妄。君莫笑神魔附体，原本平和慈祥的老者形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与无畏。面对金莲女帝的神通，他毫无惧色，直接施展出第一式善恶俱。右拳凝聚着慈悲与善良的力量，左拳则汇聚着邪恶与毁灭的意志，双拳猛然合并，爆发出足以震撼整个寰宇、霸绝苍穹的惊天威能。金莲女帝身后的异象在善恶俱的恐怖力量下瞬间崩溃，海水蒸发成雾，大片金莲化为灰烬，混沌气流也在这股力量面前颤抖退缩。扑哧一声，金莲女帝口吐鲜血，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惊骇。不可能，她怎会如此强大？仅仅一拳便破了我的神通。金莲女帝成道已有3000载，从未遇到过能一拳将她击败的对手。她抬头仰望君莫笑身后那尊神魔虚影，嘴唇微微颤抖，心中升起一个令她感到恐惧的想法。难道说她所修炼的功法源自仙剑？否则不可能有这种恐怖的威力和气势。一时间她思绪万千，但唯有这个猜测才最符合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战局。君莫笑只用了第一招便击溃了金莲女帝的神通，然而他并未流露出丝毫的怜悯之情，紧接着又一记更为猛烈的神通呼啸而至。正邪会，这一招的威力较之先前的善恶俱犹有过之。拳头尚未及身，那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拳风便已撕破了金莲女帝以法力幻化出的地袍，露出了她洁白无瑕却柔弱无助的娇躯。金莲女帝已无暇顾及这些，她只能咬紧牙关，倾尽全力，试图抵挡这致命的一击。轰隆！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座山峰仿佛都在颤抖，山石滚落，尘土遮天蔽日。待尘埃落定，只见金莲女帝狼狈地趴在地上，臀部翘起，胸腹间凹陷，气息奄奄，已经重伤。君莫笑缓步上前，
俯视着这位曾不可一世的金莲女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话语带着讥讽：“女帝大人，被一个蝼蚁击败的滋味如何？啧，你现在的姿势可真是难堪至极，难道就不怕我这个蝼蚁的顶撞吗？”金莲女帝被气得面色潮红，她颤抖着身躯，艰难地从地上爬起，努力催动法力，再次幻化出一件地袍穿上。尽管她已尽力维持尊严，但那破碎的妆容、嘴角的血丝却让她显出一股破碎的美感。凡人，大帝不可辱，你莫要太过嚣张。金莲女帝强作镇定，仍试图以言语震慑君莫笑。然而君莫笑却只是淡淡一笑，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危险的光芒。大帝不可辱吗？那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还是你的嘴硬。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决绝与霸气。神魔同体诀第3式神魔合。随着他的话语落下，君莫笑的左右身后突然浮现出2个巨大的虚影，那2双可怕的眼眸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此刻正凝视着金莲女帝。一念成神，一念堕魔，神魔合一，唯我独尊。这最后一拳还未完全成型，仅仅是其散发出的气势便已让金莲女帝连连后退。她刚刚幻化出的地袍再次被这股强大的气势撕得粉碎。金莲女帝的面色变得苍白如纸，她知道这一拳若真的落下，自己必将彻底泯灭于世，再无任何生机可言。怎么办？她在心中呐喊，是要命还是要尊严？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金莲女帝只是稍作思考，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扑通一声，金莲女帝跪在了地上，她对着君莫笑大声喊道：“求前辈饶命，莲儿知道错了。”君莫笑见状，攻击的节奏微微一顿，他淡笑着问道：“哦，你知道错了？那你说说，你错在哪里了？”金莲女帝跪在地上，任由自己雪白的长腿暴露在空气中，她全身瑟瑟发抖，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是莲儿有眼不识泰山，不该对前辈不敬，更不该仗着自己这点微末的修为就与前辈动手。”嘴巴倒是挺甜。君莫笑听到金莲女帝这番诚恳的道歉，心中倒是颇为满意。那你说说，我能不能顶撞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女帝大人呢？金莲女帝闻言一愣，脸颊上罕见地升起了一团红晕。对于蝼蚁的挑衅，她或许可以一笑置之，但对于强者的威胁，她却无法再保持冷静。尤其是当这个强者有能力随时取走她性命的时候，她更是需要极力奉承与配合。身为一个妖修，金莲女帝深知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她选择了屈服，选择了向君莫笑低头。她尽力绽放出迷人的微笑，走到了君莫笑面前，莲步款款，顾盼生姿，分外迷人。前辈若想让莲儿效劳，无论何事，但凭吩咐，只求前辈能收留莲儿。哦，君莫笑面上闪过一丝讶异，这位方才还端坐9天、高高在上的女帝，怎地瞬间便换了副面孔？你身为女帝，神通广大，4海之内何处不可去，又怎会沦落到需依附他人？金莲女帝无奈地笑了笑，坦诚相告：前辈有所不知，我的本体早已在天劫中灰飞烟灭，如今这模样，乃是并蒂双莲合体后的形态，难以持久。也就是说，白莲儿与白烟儿并未真正消逝，他们还会归来。君莫笑心中涌起一丝宽慰，那2个纯真无邪的小萝莉，若真就此消失，他还真有些不舍。前辈所言极是，待我消散之后，我的一魂一魄将重新出现，他们不是你的魂魄。君莫笑忽然打断道：白莲儿与白烟儿皆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并非你的附属品，这一点你必须明了。是，前辈教训的是。金莲女帝恭敬地回答：这2个女孩乃是我存在之根本，因此我恳请前辈能多加照应，莲儿必将铭记大恩，涌泉相报。君莫笑望着她这副楚楚可怜的诱人模样，不禁摸了摸下巴。那你打算如何报答老夫呢？金莲女帝早有定夺，此刻已抛却一切顾忌，衣衫也不再幻化身姿曼妙，宛如出水芙蓉。她羞涩地低下头，轻声说道：莲儿任凭前辈处置。君莫笑哪里经受得住这番诱惑，心绪再次翻腾起来。唉，九阳仙体便是这般麻烦，稍有挑逗就要爆炸了。他长叹一声，用略显粗糙的大手轻轻抱起金莲女帝的娇躯，将她放在了冰凉的大青石上。这位妖族女帝的魅力实在太过惊人，她承认自己确实抵挡不住对方绝世风情。青石上，金莲女帝缓缓闭上了眼睛，静静等待着狂风暴雨的到来。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对方却始终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他不禁有些好奇，难道对方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吗？悄悄地睁开眼睛，只见君莫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青石的一角。他挪动身子，低头望去，只见那里刻着2行小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谁刻的？他为何看得如此入神？
金莲女帝心中充满了好奇。突然，君莫笑从她身上站了起来，开始整理自己的衣衫。她身上的那股欲望之火已经熄灭，变得平静如水。她可以风流，但在雨姬如雪定情的大青石上，却提不起精神来，感觉特别的别扭。你这是做什么？不打算做了吗？金莲女帝好奇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满。不做了。君莫笑表情平静地回答。为什么？是我不够美丽，还是我的身份不够尊贵？金莲女帝有些生气，这是她第一次愿意放下身段去尝试，结果却遭到了拒绝。这种打击无异于在她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君莫笑望着她，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缓缓开口：非你不够美丽，也不是你的身份不够尊贵，是我的问题，无法再做下去。金莲女帝听闻此言，心中莫名地涌起一股淡淡的失落，但随即她似乎想到了什么，目光紧紧锁定在那2行小字之上，脱口而出道：这是你与别的女人一同刻下的吗？君莫笑闻言并未急于否认。金莲女帝一生要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力求做到极致，即便是那方面亦是如此。前辈，我斗胆一问，我与那位女子相比，究竟谁更美？她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不甘。自然是她。君莫笑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金莲女帝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晴不定，心中很是不服。在这天下间，论及姿色，她自信能排第2，便无人敢称第1，如今却被人比了下去，甚至自愿献身人家都不要，这让她一时之间难以接受，甚至感到了一丝委屈。君莫笑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坦白道：她与我结识数百年，感情羁绊极深，我与你初次见面，你与她自己不能比较。老头子，我可是女帝啊！金莲女帝在心中暗暗怒骂道。同时她也感到十分好奇，究竟是哪个女子竟然能将君莫笑迷得如此神魂颠倒，石头上的一句情话竟能让她放弃任君采撷的女帝。等到那位女子现身，她一定要与她好好较量一番，看看究竟谁更胜一筹。而现在她决定给这个可恶的男人一个恶作剧，作为他拒绝自己的惩罚。哎呀，我的头好晕啊！金莲女帝突然做出了极为拙劣的演技，直接扑进了君莫笑的怀中。你干什么？别乱摸了，信不信我一拳打死你？君莫笑立刻警告道。金莲女帝抬起俏脸，美眸中闪烁着得意的神色。你想装德高望重是吧？那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君莫笑看着对方眼神中的狡黠，立刻预感到了大事不妙。然而还未等他有所反应，怀中的娇躯突然砰的一声消散，取而代之的是2个光洁可爱的小萝莉。场面瞬间凝固住了。啊啊啊！3道不同的惊叫声同时响起。一阵鸡飞狗跳之后，白灵儿和白烟儿才穿戴整齐，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他们的小脸已经红得发烫，仿佛熟透了的苹果。大长老爷爷，您怎么会在这里？刚刚为什么会那样抱着？白灵儿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这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果回答得不好，此事一旦传扬出去，君莫笑德高望重的名声将会毁于一旦。金莲女帝虽然是妖族，但终究是个女人，女人的心思总是那么难以捉摸，一旦并交起来，真是太歹毒了。丁，检测到气运之女白灵儿、白烟儿，气运等级提高，当前红色3品，羁绊值2点，返还倍数600倍。忽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君莫笑不禁微微一愣，紧接着他便注意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白灵儿与白烟儿那独特的体质并蒂双连体已然被激活，这一体质的觉醒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修炼资质提升，更是让他们的气运等级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原本的蓝色5品一跃成为了红色3品，返还倍数更是惊人的攀升至了600倍。大长老，您倒是说句话！白灵儿焦急地呼唤着，声音中已带着一丝哭腔。在他心中，大长老无疑是一个极其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人。然而方才自己和妹妹被大长老抱住一幕，却又让他感到无比的困惑。君莫笑轻轻咳了2声，以掩饰自己的尴尬，随后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们2个丫头还不快跪下认错！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加上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声望和气势，顿时让2个小萝莉吓得双腿发软。不管对错，先跪再说。君莫笑缓缓站起身来，一指这座山崖，淡淡开口：这里乃是我的秘密修炼之地，今日无意间至此，却发现你2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老夫通过探查得知，你2人身怀一种罕见的特殊体质，却因修炼方法不当而陷入了走火入魔的险境，情况极为危急。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在情况紧急之下，老夫不得不耗费所剩不多的寿元，助你2人脱离危险。说话间，他摸了摸额头上那并不存在的汗水，身形微微晃动，似乎是在为刚才所消耗的寿元而感到疲惫。然而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好在你们吉人自有天相，在我的帮助下，不但捡回了一条命，还成功激活了自身的特殊体质，这真可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经过大长老的这一番解释，两个小萝莉的嘴巴不禁都张成了 O 型。大长老为了救两人，竟然不惜耗费仅剩不多的寿元，这份恩情太大了。虽然她们姐妹俩被看了身子，但对于德高望重的大长老来说，眼中显然只有对他们的关心和救助，绝对没有丝毫的邪念的。就算双方有更亲密的举动，大长老肯定也是没有恶意的。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责怪大长老，反而还要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不起，是我们错怪大长老爷爷了。双胞胎姐妹异口同声地说道。白灵儿率先行动起来，她直接坐到君莫笑的腿上，搂着他的脖子，对着他的脸颊吧嗒亲了一口，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感谢。白燕见状也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姐妹同心，她自然知道该如何去做。于是吧嗒一声，她也在君莫笑的另一边脸颊上留下了一个香吻。君莫笑心无杂念，但也被这两个小萝莉的举动搞得有些目瞪口呆。她晃了晃脑袋，开口说道：既然你们姐妹俩都已经拥有了特殊体质，那么就需要一个好师傅来教导。老夫有意收你们为亲传弟子，不知你们是否愿意？白灵儿和白燕儿闻言大喜，他们慌忙跪下磕头。师傅在上，灵儿、燕儿拜见师傅。白灵儿对君莫笑早已仰慕已久，上次在魔帝宝库时，他的羁绊值就已经提高到了2点，而受姐姐的影响，与他同姓的妹妹白燕儿的羁绊值也自动提升到了2点。这一次，君莫笑不仅救了他们的命，还成为了他们的师傅，这让他们的羁绊值再次得到了提升。丁，检测到气运之女白灵儿、白燕儿，对你的羁绊值提升到了3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了900倍。这一次，君莫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他几乎要忍不住吹起口哨来。他知道，这两个小徒弟也成为了他未来道路上的一大助力。来，这是为师给你们的见面礼，以后你俩的修炼资源为师包了。君莫笑发出爽朗的大笑，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不少好东西，每人分别得到1件上品法器，1件绝品法器，3张5品符箓，1瓶4品运金丹，1瓶4品破镜丹，100滴天地灵液，1包悟道茶叶，还有10块晶莹剔透的上品灵石。白灵儿和白燕儿都看傻了，以他们的弟子身份，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此时被震惊的嘴巴大张，半天没有收回来。这次他们总算是领略到了大长老的财力有多惊人，就这么一份见面礼，总价值就超过了200万灵石。平日里他们为了1-2万灵石的资源，就要出去打生打死，如今师傅直接100倍赠与，啥叫财大气粗？这就叫……一时间，两个小萝莉的眼睛都弯成了月牙，满眼都是崇拜的小星星。碰到这样的师尊，谁能不迷糊？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白灵儿、白燕儿，所有物品成功合并触发1800倍暴击，返还奖励：紫电青霜剑，下品灵宝18件；斩仙飞剑，中品灵宝18件；紫霄神雷符7品符箓18张；碧落化清丹6品丹药18枚；化神丹6品丹药18枚；天地灵液1800滴；悟道茶叶18斤；上品灵石1800枚。刹那间，君莫笑的眼睛也弯了起来，翘起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住，再看向两个小萝莉的目光带着一种火热。好好好，从今天起，我又多了2个宝藏女孩。数日后，星河灵脉矿坐落于北极山脉外围，算是处于轩辕皇朝与大秦皇朝交界处。此地是落云宗的重要灵石来源处之一，最近却时常遭到大天魔宗的偷袭，损失惨重。君莫笑带着新收的2个徒弟，脚踩飞剑，正在急速御空接近。青木王这个废物被金莲女帝一击打成重伤，暂时就留在了落云宗。君莫笑今番前来，就是为了解决那些魔崽子们，顺便再来看望一下老朋友柳如烟。听闻最近1年轮到了此女负责镇守星河灵脉矿，君莫笑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气运之女的，尤其是柳如烟这种什么都懂且有些物质的女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返还对象。也因此，万一柳如烟在灵脉矿这边出了意外，君莫笑的损失反而是最大的。很快的，遥远方向隐约看见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巍峨城市凯岩城，这是落云宗在此地建立的要塞，平日里有上万名采矿工在此地居住。修仙界有大批的修士会专门从事采矿工的职业，下矿挖灵石虽然辛苦，也不能一夜暴富，但胜在安全，不会有性命之危。只是最近几个月，由于大天魔宗经常偷袭灵石矿，采矿变得极不安全，原本的1万多名矿工走掉了很多，如今只剩下8000多人了。这也导致落云宗正在高薪聘请宗门弟子以及散修人士前来增加挖矿进度。此时，凯岩城门口有很多护卫正在检查，
门前队伍排出了一条长龙。君莫笑三人落下飞剑，他不急不缓，并没有插队，只是耐心的慢慢跟随，有他做榜样。白灵儿与白烟儿自然也是乖乖排队。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法术波动，君莫笑眉头一皱，很明显，这是魔宗又来捣乱了。你们两个先进城，我去那边看看情况。君莫笑对着二女叮嘱一番，随后腰间明积雪飞出，他轻轻一跃，脚踏飞剑，化作一道流光，直奔远方而去。白灵儿与白烟儿对望一眼，乖乖的听话等着。进城的人员组成复杂，大部分都是散修，还有不少二三流宗门的弟子，真正落云宗的弟子反而不太多。毕竟身为10大仙门弟子，平日里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此处的人95%以上都是糙汉子，人群中突然出现2个娇俏可爱的小萝莉，那是相当的扎眼。可能是看2个小姑娘好欺负，有些汉子们悄悄议论，话语粗俗不堪，听得人面红耳赤。也有人用侵略性的目光不断在少女身上游荡，幻想着衣服下面是何美妙风景。白家姐妹这样的极品双胞胎萝莉也很快引起了筑城守卫的注意。一个刀疤脸守卫眼珠子转了转，悄悄地拿出了通讯令符。严大少，城门口来了2个极品，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凯岩城一间最好的行馆内，严宽听说有极品货色出现，立刻来了精神。他爹是凯岩城内专门负责安全的一位化神长老，仗着这层关系，严宽在城内混得风生水。那些三流门派亦或是散修中的女修，一旦出现貌美之人，立刻会成为他的猎物。严宽穿戴好一身盔甲，一路小跑着来到城门口，第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那2个极品双胞胎。这一刻，他的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不争气的口水顺着嘴角悄然滑落。极品，这绝对是极品！首次目睹如此非凡的佳人，严宽显得异常亢奋。他环顾四周，确认这2位女子并无同伴相随。他在心中暗自揣测，这对双胞胎姐妹定是因为缺乏灵石，听闻落云宗已高薪聘请采矿人，才特意赶来的。哈哈，缺钱的女子正合我意。本少爷向来偏爱那些囊中羞涩的美人。他迫不及待地迈出大步，3步并作2步，径直拦住了2位女子的去路。2位姑娘，在下严宽，现任护城守卫小队长一职，不知可否告知姑娘芳名？我们与你素昧平生，请你走开。白烟警惕地回应道。哈哈，从前不相识，现在不就相识了吗？本少爷想与2位姑娘交个朋友。抱歉，我们不想和你交朋友。白灵儿言辞坚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严宽在此地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此刻却被这对双胞胎姐妹当众拒绝，脸上有些挂不住。无奈之下，他只得祭出杀手锏。哼哼，我早就知道，你们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灵石。他缓缓伸出了一根手指，语气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豪爽。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本少爷，我每月给你们1万灵石。你这是要包养我们吗？白灵儿与白烟儿反应过来，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那清脆悦耳的萝莉音更是让严宽心驰神往，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种种幻想。不错，本少爷就是要包养你们，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每月1万灵石可以买很多修炼资源了。严宽觉得胸有成竹，循循善诱道：姐姐，这家伙怕是脑子有问题吧？咱们别理他。白烟儿拉着姐姐的手，用一种看待傻子的眼神看着严宽。白灵儿同样投去嫌弃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被2女当众拒绝后，严宽的脸色霎时变得阴沉，身上元阴中气的威压不住地扩散开来。白灵儿和白烟儿被这股威压迫得连连后退数步，异口同声地大声嚷道：坏人，被拒绝你就要动手吗？这里的动静迅速吸引了四周人群的注意，他们纷纷投来好奇且看热闹的目光。杨宽捕捉到那些目光中隐藏的嘲讽之意，他的表情也随之不断变换。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他不敢在此地公然闹事，只能愤怒地甩袖离去，心中却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怨毒之情。哼，2个小贱人竟敢如此不识抬举，拒绝本少爷的好意，你们给我等着瞧！严宽咬牙切齿地低语着。待他离开后，那长长的排队队伍依旧缓缓向前移动，每一个进出之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细致的检查与登记。当轮到白家姐妹时，负责检查的守卫脸上竟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异常诡异的表情。就在这时，严宽大咧咧地走了出来，他对着白家姐妹大声喊道：近日我发现有人暗中藏匿灵石，企图非法占有，你们2人行踪诡秘，定是那偷取灵石之人，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你在胡言乱语什么？白灵儿眉头紧锁，不悦地说道：我们刚刚才来到这里，怎会偷取矿脉的灵石呢？白烟儿连忙解释道。四周的众人目睹了这一切，表情各异，大部分人都对双胞胎姐妹花投去了同情的目光。完了，听闻严宽是凯岩城第一花花公子，被他盯上的美女很少有能逃掉的，这么一对水嫩嫩的姐妹花被严宽看中，肯定是没跑了。唉，他们家没有长辈吗？
不知道修仙界险恶，居然放心让这姐俩跑出来。这一次，严宽无中生有，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是非对错，本少爷自有论断。你们两人现在就跟我过去那边，咱们好好商量一下。严宽的语气带着一股胸有成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白莲后退一步，亮出底牌道：“我们是大长老的弟子，你敢动我们？”严宽一愣，随即问道：“哪个大长老？”“当然是洛云宗千仞太岁他老人家了。”姐妹异口同声道。严宽被吓了一跳，随后眉头皱了起来。他只听说大长老只有一个弟子江妙一，从未听说大长老还收了2个姐妹花做弟子。难道说是这2个小贱人在骗自己？想到此处，严宽的脸色更加阴沉。哼，你们2个骗子竟然还想用大长老的名头来压我！他将全身的威压爆发出来，一股股强横的力量作用在姐妹身上，让她们呼吸困难。你想要干什么？白莲问道。严宽脸上带着一股阴笑，缓缓开口道：“我要对你们的身体好好检查一番，看看你们把灵石到底藏在哪里了。”提到检查身体，四周很多糙汉子们眼睛顿时亮了。难不成这次严宽大少准备发下福利，也让大伙儿长长眼？这时，另一位小队长实在忍不住了，硬着头皮说道：“严队长，你这样做不合规矩吧？再说，即便检查，也应该是带到净室内，由我来做。”严宽抬起高傲的下巴，看着这位女护卫，眼中露出一丝不屑。“规矩？我爹化神后期修为，是守护灵脉矿的内门长老，你和我谈规矩？”他又看了看这位身材高挑、有容乃大的女队长，冷笑道：“曲有容，我不对你下手，是看在你是刘长老的弟子份上。但你若敢打扰本少爷的好事，就休怪我翻脸无情了。或者说，你打算自己代替他俩？”“啧，那也不是不可以。”严宽看着曲有容的一对先天大雷，脸上表情无比的邪恶。曲有容只是元婴前期修为，论实力远远不敌元婴中期的严宽。论背景，他虽然是柳如烟的弟子，但对方的老爹贵为洛云宗第5长老，权势要比柳如烟更胜一筹。看着2个娇俏可爱的小萝莉，曲有容嘴唇抽动，直接站到了白莲儿与白烟身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严宽炽热的视线。“这里是洛云宗的灵脉矿，不是你严家地盘，轮不到你放肆。你这是要公开和我作对了。”严宽目光灼灼地盯着曲有容，语气中有着威胁之意。曲有容回头看了一眼萝莉姐妹，想起了早已死去的亲妹妹，都是那么乖巧灵动可爱，她绝不会让这姐妹受到欺负。她拿出随身宝剑，剑尖指向对方，厉声喝道：“作对又如何？我曲有容绝不会见死不救。”严宽被他气得嘴角抽搐。这曲有容与他那师尊一样，都是一个俏寡妇。100年前，此女未修仙时，曾经有过一个短命鬼相公。后来洛云宗招收弟子，曲有容身负灵根，被内门长老看中，收为亲传。这女人虽是人妻，但洁身自好。来到凯岩城后，她曾多次表达出约炮的意思，但都被拒绝了。这让她一直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没想到今天曲有容为了2个初次相识的小萝莉，再次挑衅自己，这让她非常不爽。联想到对方的成熟热火的身材，她不禁咽了咽唾沫。再看向双胞胎小萝莉，目光中的炽热依旧不减，心中早已有了盘算。姐姐，这是你逼我的，趁着刘长老不在城中，老子先把曲有容吃掉，回头再慢慢收拾2个小丫头。冷不防的，严宽突然间大声喝道：“各队长听令！”曲队长玩忽职守，有勾结盗贼嫌疑，给我拿下他！几个一直与严宽狼狈为奸的队长早已准备就绪，众人一拥而上。啪嗒，宝剑脱手，曲有容根本抵抗不了，被轻易抓住。他急忙对着白莲儿与白烟大喊道：“你们2个快跑，去找我师尊柳如烟！”白莲儿与白烟并不傻，方才眼看着曲有容被坏人抓住，也立刻抹除几张符箓，噼里啪啦一阵乱扔，炸得此地一阵鸡飞狗跳。严宽的人被这些符箓炸得抱头鼠窜，当尘埃散尽，2个娇俏萝莉已经跑出了城外，不见踪影。严宽额头上青筋直冒，到手的2个小萝莉跑了，心中可惜。不过事到如今，他必须要抓紧时间，先把曲有容这道美味大餐给吃掉才行。临走前，他传音给旁边的2个亲信刀疤队长和秃顶队长：“少爷先去潇洒，你们去追跑掉的双胞胎，务必不能让他们跑了。”刀疤队长和秃顶队长作为严宽的狗腿子，当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2人留恋地看了几眼曲有容那丰满的背影，脑海中自动厨艺一般，差点鼻血横流。歪歪了一会儿，这2人才开始去搜索萝莉姐妹的下落。白莲儿与白烟儿都是金丹中期修为，但2个队长都是元婴初期，以他们的实力还是不能来硬的，只能利用师尊给的法宝符箓，慢慢与对方周旋。这时天空之上，一男一女身影急速飞来，直接落在了城门驿站这里。为首男人被插宝剑，是位精神矍铄、身躯笔挺的老者模样。君师兄，这次真是多谢你了。
若不是你出手，师妹方才就被那些魔人伤了。女子正是柳如烟，她以复杂的眼神凝视着君莫笑，一袭紧身长裙勾勒出她曼妙成熟的身姿，白皙的脸庞透着少女的清纯，头上的红木发钗仿佛蕴含着微光，每一个动作尽显少女与熟女的双重魅力。哼，柳师妹对我很重要，我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你受到伤害。君莫笑抚了抚自己的山羊胡，一语双关地说道。柳如烟抿了抿红唇，似乎有些想歪了，俏脸上飞起了一丝红霞，内心想法不断。君师兄说我对他很重要，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想睡我？柳如烟看着君莫笑的面容，一时之间竟愣住了。此时的君莫笑看起来如同一位保养得体的六旬老人，身材硬朗，满面红光，从面孔上还能判断出年轻时那英俊绝伦的样子。他的心脏砰砰乱跳，一丝红晕爬上胸口，心中忍不住想到，其实君师兄这副模样最多等于六旬老者，也不算难看，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师兄，语气一变，柳如烟嗲嗲的开口，闻言者酥麻一片。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我早就说过，季如雪虽然比我漂亮，但性格太冷，不适合你。他舒展一下自己葫芦一样的身材，抿了抿娇艳欲滴的红唇，水蜜桃轻轻撞了一下君莫笑。师兄，我卡在化神中期修为很久了，不如你今晚来我房间给我补补课吧。君莫笑看着全身发骚的柳如烟，嘴角不禁抽了抽。原本他还打算赠送一件下品灵宝给柳如烟，换点系统奖励拿，但这个烧鸡若是拿了他的下品灵宝，极有可能冲动之下将他逆推。唉，还是长得太帅了。君莫笑心中无奈一笑，似乎回忆起了当初叱咤风云时的情景。自从在100年前的镇魔大战中出尽风头，再加上一张帅死人的容貌，君莫笑这些年来没少经历过女修倒贴的事情。若不是他心有克制，估计道侣没有100也有80了。面前这个烧鸡就是他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员，也是被姬如雪重点关照的对象。柳师妹，灵脉矿这里危险，我又分身乏术，就送你一些礼物，留作保命之用吧。思来想去，君莫笑心中有了决定，为了获得系统奖励，牺牲掉一些色相也是在所难免的。他忍了，摸了摸储物戒，一柄散发着紫青光芒的宝剑以及3张幽光闪闪的符箓出现在手中。下品灵宝，紫电青霜剑，6品攻击符箓，寒冰剑羽符。这种级别的宝物对于君莫笑来说没啥大用，但对别人来说那绝对是无价之宝。柳如烟小手颤抖地接过这些，美眸瞬间就拉丝了，一双小手忍不住摸上他的胸口。嗨嗨，师妹请自重。柳如烟尴尬一笑，哈，不好意思，有些激动了。丁，气运之女柳如烟与你的羁绊值提高到了2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200倍。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下品灵宝成功，触发200倍暴击返还。斩仙飞剑，中品灵宝，20件。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6品符箓成功，触发200倍暴击返还。紫霄神雷符，7品符箓，20张。一叠价值非凡的7品符箓，以及20把散发毁灭之意的斩仙飞剑进账。斩仙飞剑可以组成斩仙剑阵，数量越多威力越大，算上以前的积累，他已经拥有了88把。剑阵全部施展开来，威力强的难以想象。7品符箓更多，如今都快破100张了。这么多的符箓砸下去，别说是炼虚大修士了，就是合体大能来了也要抱头鼠窜。师兄大恩，师妹无以为报。碰巧最近学了一套柔水18拍，正好让师兄体验一下。柳如烟虽然物质，但并不傻，知道这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自己也需要用心去表示才行。君莫笑本想拒绝，奈何回忆起了柳如烟那精妙的手法，不禁有些异动。好，那就劳烦师妹了。二人说说笑笑，一路靠近了边防驿站。就在这时，2道清脆悦耳的萝莉音同时响起。师傅，您终于来了，快去救容姐姐吧。白莲与白烟小跑着过来，乳燕投灵一般直接扑入了君莫笑怀里。方才受到的委屈瞬间转化为了泪珠，大颗大颗的从红着的眼眶中滴落。怎么回事？君莫笑立刻察觉到了不妥，难道说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人竟胆大包天的欺负自己的徒弟？师傅，刚才有个坏人说我们偷东西，还要当众检查我们的身子。白莲委屈巴巴地说道。后来走出来一位叫曲有容的师姐，她为了救我们，被坏人抓走了。白烟面颊嫣红，但依旧勇敢地说出来。轰隆，一阵可怕的杀机从君莫笑身上爆发而出，连我的徒弟都敢惦记，真是好大的胆子。旁边的柳如烟听到曲有容的名字，面色也变了变，急切地问道：你们说的那个坏人是不是严宽？没错，他提过自己的名字，就叫严宽。白莲回忆一下说道。君莫笑疑惑问道：你认识那个叫曲有容的人？
柳如烟点点头，心中有些纠结。实不相瞒，有容是我的弟子，时常受到严宽的骚扰。不过严宽的父亲就是五长老严赤烈，只要不是严宽对有容动强，我也不便插手小辈之间的事。不过今天严宽有些过分了，竟然真的对有容动了手，我也不能坐视不理。看得出来，柳如烟虽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也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师傅。原本曲有容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是被人玷污，也与自己无关。但今天是曲有容为了救自己的徒弟，才有可能面临危险的。君莫笑深明大义，绝不会让自己徒弟的恩人受到伤害。目光一扫，他便发现了一直躲在远处瑟瑟发抖的刀疤队长与秃顶队长。大手一抓，强横的法力化作2道虚幻巨爪，一把将2人擒到面前。你们2个快说，严宽将曲有容带到哪里去了？刀疤队长与秃顶队长此刻全身僵硬，动弹不得，同时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柳如烟身为落云宗公认的第一美女长老，他们自然是认识的。然而对于那位仙风道骨的老者，由于他们常年蜗居在凯岩城，并没有见过，只能揣测他或许来自某个不起眼的二流宗派，是其中的元婴长老。当看到那对活泼可爱的萝莉姐妹花出现，欢快地扑入老者怀中时，2个队长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对方的家长找上门来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心中也并未生出多少惧意，毕竟严少爷的背景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化神后期境界的内门长老撑腰，即便是柳如烟这样的美女长老也不敢轻易撕破脸皮，更何况是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老头子呢？老头，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开我们兄弟俩，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呵呵，谁的地盘？君莫笑冷笑一声，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寒意。刀疤队长的意道，当然是我们严爷的地盘了。你若想寿终正寝的话，就少管闲事，乖乖滚蛋。君莫笑闻言，不禁回忆往昔，想当年自己未受伤时，严赤烈在自己面前温顺的如同小狗一般，唯命是从。然而自从自己因受伤而不再参与宗门内的大小事务后，严赤烈便与自己断了来往。没想到这小子如今在星河灵脉矿这里竟混得风生水起，都成土霸王了。君莫笑懒得理会这2个小喽啰，左手轻轻一挥，一道锋利的剑气瞬间划过秃顶队长的脖颈，只听扑哧一声，秃顶队长的脑袋便飞了起来，稳稳地落在了刀疤队长的脚下。少废话，你若是不带我去找严宽，这就是你的下场。君莫笑的声音冰冷。啊！刀疤队长被吓得惊叫一声，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老者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敢在这里杀人。要知道，这可是连严宽大少爷都不敢做的事情啊！柳如烟见状，心脏猛地一颤，他感受到了来自君莫笑身上的致命吸引力。那个曾经一剑绝尘、迷倒万千少女的男人，似乎又回来了。你还不快带路？知道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吗？柳如烟走上前去，狠狠地踹了刀疤队长一脚。他就是咱们落云宗的大长老，声名赫赫的千仞太岁君莫笑。什么？刀疤队长闻言，眼睛瞪得滚圆，忍不住脱口而出问道：大长老不是大限将至，躲在宗门里等死了吗？柳如烟听不下去了，他素手一挥，将刀疤队长扇飞了出去。休得胡言，见到大长老还不跪下谢罪？这边的动静不小，周围很多修士都在偷偷观望。此时听闻传说中快要死去的宗门大长老竟然现身了，瞬间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不会吧，大长老看起来很精神啊，一点也不像要挂的样子。对啊，你看大长老现在顶多像60出头的模样，再活几十年我也能信。到底是谁在乱传谣言，说大长老大限将至了？这不是找死吗？听到大长老现身的消息，驿站这边的一群修士都纷纷跑了过来，恭恭敬敬的行礼道：拜见大长老。都起来吧！君莫笑脸色木然，此时他只想抓紧时间找到严宽，以免取有容受到侵害。刀疤队长这次不敢再迟疑，他拖着疼痛的身体赶紧爬起来，为君莫笑带路，同时他也在心中为严宽默哀了3秒钟。严少对不起了，你死之后可不要怪小弟啊。左拐右拐，他们来到了一座颇为雅致的庭院前。这座庭院是严宽花费重金购买的宅子，为了寻求刺激，里面还摆放了诸多花样百出的工具。此刻房间内，严宽嘴角微翘，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刚刚他已经封了曲有容的丹田，使对方无法催动法力，已经与凡人无二。之后为了增加情趣，他又拿出一枚4品和合丹为曲有容吃下。此丹出自10大仙门中的合欢宗，效果不言而喻。曲有容服下丹药后，立刻全身燥热，开始拼命地撕扯衣服。严宽眼见着对方衣衫一件件滑落，心中窃喜不已，又偷偷给自己吃了几颗龙虎大力丸，保证自己一会儿的超常发挥。曲有容还有一些神智，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撕扯衣服的动手，脸颊绯红的同时却满脸的泪水。
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旁观者差点兴奋死。曲有容自从100年前道侣去世后，她一直恪守妇道，这副身子再也没有被其他男人碰过。她是个正常的女人，找道侣的事也不是没有想过，但严宽为人轻浮放纵，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类型。没想到自己瘦了100年的身子，今天就要被此人给祸害了。唉，这难道就是天意吗？随着双手不受控制的动作，曲有容那傲人的身材也随之越来越明显，眼看着就要完全暴露了。旁边的严宽眼睛瞪得老大，盼望许久的场景终于要实现了。哈哈，快脱啊！乖乖的，严宽发出放肆的大笑。然而就在这时，乐极生悲，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了房间中，一柄雪亮的长剑在灯光下泛起了寒光。小子，就是你打我乖徒儿的主意，还逼迫女修玉做那苟且之事。君莫笑的声音冰冷而决绝。严宽一愣，随即便感受到了来人强大的修为和冰冷的杀意，他急忙大喊道：前辈误会了，我是洛云宗五长老严炽烈之子。误会？君莫笑看了一眼中毒极深几乎失去神智的曲有容，狠狠一剑斩下。剑光一闪，只听扑哧一声，严宽身体一抖，已被一剑砍掉了脑袋。头颅落地后，鲜血四溅，染红了整个房间。提示一下，本书的气运之女也分3、6、9等，其中差别巨大，返还倍数天差地远，读者老爷们不需要过分纠结。严宽的眼眸艰难地转动着，因为没有看到曲有容那妙曼的身姿，显得无比不甘心。随后目光最终定格在了那个夺走他生命的人身上，脑海中闪过最后一个念头：你是谁？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杀我？随着瞳孔的逐渐扩散，严宽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那具无头尸体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宛如一尊冰冷的雕塑，纹丝不动。君莫笑对着尸体不屑一笑，正想要说几句话，突然就被一个火热娇躯扑倒了身上。低头一下，和合丹的药效已经让曲有容失去控制，此时犹如一头发疯的雌豹，死死抓住了自己的猎物。君莫笑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得心神不宁，好在他经验丰富，瞬间判断出了对方的不寻常状态，打开储物戒，从中拿出一颗5品清神丹，强行喂给了发疯的曲有容。丹药入口即化，曲有容也很快恢复了正常。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身上凉飕飕的，竟然被喂着片吕在抱着一个老头，顿时羞得满面通红。君莫笑扭头转过身去，语气中带着一丝淡然：老夫乃灵儿与嫣儿的师傅，此番特来此地救你。曲有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慌忙之中开始穿戴衣物。随着窸窸窣窣的穿衣声逐渐平息，君莫笑也缓缓转过身来。丁，发现气运之女曲有容，气运等级蓝阶7品，境界金丹巅峰，身份柳如烟弟子，回馈倍数25倍，羁绊值1点。哟，居然还是个气运之女，虽然只是蓝7品，但也有25倍的返还，可以多关照一下。对于这个意外收获，君莫笑很满意，心中升起了好好报答此女的心思。曲小友，老夫已从灵儿与嫣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对于你今日的牺牲，老夫心中满是感激。他轻轻一拍储物袋，只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葫芦以及2瓶丹药蓦然飞出，悬浮于半空之中。小友，这是一件绝品法器，另有1瓶4品运金丹以及1瓶4品聚气丹，便作为老夫对你今日付出的补偿吧。曲有容望着眼前这一幕，瞬间被君莫笑的大手笔所震撼了。尽管他今日牺牲颇大，险些被迫委身于他人，然而对方出手之阔绰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2瓶4品丹药，其价值起码在20万灵石之上，而那件绝品法器市场价更是高达30万灵石，这一送便是价值50万灵石之物。要知道曲有容在这里1年的收入顶多也不会超过5万灵石，也就是说对方这随手一送便让他至少奋斗了10年。曲有容自认为并非一个物质的女人，然而当他首次见到如此众多的资源时，还是忍不住挺直了胸口，试图给对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不出所料，他身姿的晃动确实让君莫笑愣了1秒，但随即他便恢复了常态。多谢前辈。尽管曲有容脸颊微微泛红，但他还是毅然接过了丹药与金匣葫芦。此刻他看向君莫笑的眼神中充满了异彩，不知这位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竟如此的帅。丁，气运之女曲有容与你的羁绊值提升至2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至50倍。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曲有容4品丹药与极品法器成功。奖励：元婴丹5品10颗，天蚕宝1，下品灵宝5件。君莫笑暗自点头，看向曲有容的目光中更添了几分慈祥。嘎吱一声，门扉轻响，2人一同走出屋外。只见屋外站着2人，一人是满脸刀疤的队长，另一人则是柳如烟。
君莫笑知道严宽作恶多端，祸害了无数女修，而他的狗腿子刀疤护队长与秃顶队长肯定也没少助纣为虐，杀了他们也算是为民除害。他屈指一弹，一道凌厉的剑气瞬间射出，直接洞穿了刀疤队长的胸口。对于这种人，君莫笑自然是毫不留情，一个不留。师尊，曲有容表情略显委屈，走过去向柳如烟行了一礼。起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咱们落云宗的大长老。曲有容心中微微一惊，他原本以为宗门隐居的那位大长老已是行将就木之人，却没想到事实与传言大相径庭。想到大长老方才毫不犹豫地一剑砍下严宽的脑袋，充满了阴伟之气，而且他方才目光看向自己的身子时，没有丝毫的淫邪之感，一身正气凛然。有容拜见大长老。曲有容瞬间被大长老的气质所折服，恭敬地行了一礼，脸上满是真诚之色，同时他的内心也在叹息，有些沮丧。唉，我师尊太表太差了，连大长老的1/10都比不上。不久后，几人来到了柳如烟的别院，分宾主落座。柳如烟说道：师兄，你这次杀了严炽烈的儿子，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来找你的麻烦。从柳如烟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他的胆子还是有些小。呵呵，想找我麻烦？那正好，还省得我麻烦。出乎意料的是，君莫笑反而显得十分淡定。发生了这种事情，想必严炽烈已经知道自己儿子的事了。有其子必有其父，这家伙在灵脉矿这里混了这么多年，坏事肯定没少干。他也正准备找个理由为落云宗除去这一祸患。果然，不出他所料，严炽烈已经得知了大长老突然来到此地，并将他那个好色的儿子宰了的消息。此时，他面部肌肉剧烈抖动，胸膛中积攒着满腔的怒火。啪！一张价值连城的万年沉香木桌子被他一掌拍成了齑粉。君莫笑，你个老匹夫，竟然丝毫不给我面子，直接就把宽儿给杀了。虽然宽儿犯了错，但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重新悔过的机会？这一刻，他很想冲到君莫笑面前，将这个该死的老家伙送入棺材里。然而他不敢，也不能。别人或许不清楚君莫笑的恐怖，但身为落云宗的内门长老，他还是知道一些的。听说君莫笑曾经在魔帝宝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甚至连堪比炼虚后期全力一击的七品符箓，他都拥有不少张。严炽烈自认为，论法力修为，他能够挥手间打爆君莫笑，但对方的底牌，他却不得不防。思来想去，这件事还是要借刀杀人才行。于是，严炽烈来到一处密室，拿出了一件特殊的传讯水镜，开始联系自己的盟友。不久之后，水镜之上浮现出一个身披黑袍、面容英质的中年人。若是君莫笑在此，定能认出此人。他便是当初在飞熊山脉逃跑的魔宗四侯之一梦魇侯。没错，这几年严炽烈利用自己在此地的权力，暗中与大天魔宗的人勾结在了一起。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都是他提前布局，使得魔宗之人总能轻而易举地偷袭得手，掠夺走大批的灵石。随后，双方便按照3:7的比例进行分账。凭借这种手段，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积攒起了价值高达数百万灵石的庞大财富。原本星河灵脉矿这里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斗，根本不值得魔宗四侯这等身份尊贵之人亲自前来。对方熟知君莫笑的性格，料到他有可能前来此地，因此派遣了炼虚期的大修士前来应对。梦魇侯大人，君莫笑那个老家伙已经出现了。提及君莫笑，梦魇侯不禁咬牙，回想当初他被七品符箓狂轰滥炸，自己只能借助血遁之术仓皇逃窜，险些丧命的往事，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一片。宗主所料果然不错，这家伙还真来了。严长老，你先设法拖住他3日，切莫让他有机会逃脱。严炽烈小心翼翼地问道。梦魇侯大人，那老家伙杀害了我的儿子，我恨不得立刻将他生吞活剥，为何还要等上3日之久？梦魇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一道如刀般锐利的目光透过水镜，仿佛要直刺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实力极为强大。严炽烈透过水镜受到精神攻击，只觉脚下猛然一空，整个人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拽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他的气血瞬间逆流，全身法力更是如同脱缰的野马般肆意暴走，完全不受控制。啊！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严炽烈的双眼在短暂的失神后逐渐恢复了神采。他满头大汗，全身湿透，脸色苍白如纸，显得异常难受。不该你问的事情别问，3日之后我自会通知你该如何行事。梦魇侯的声音冰冷刺骨，仿佛是从九幽地狱中传来的一般。随着水镜的缓缓关闭，严炽烈终于得以摆脱那股压抑的气息。在炼虚期大修士面前，严炽烈感到自己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随时都可能被对方轻易捏死。哈哈，君莫笑，你这个狂妄之徒，
这次你得罪了大天魔宗，我看你怎么死。严赤烈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心中已经开始想象着君莫笑将会死得如何凄惨。离开密室，严赤烈强忍着心头的憋屈，精心准备了一份厚礼，然后驾着车辇浩浩荡荡地前往柳如烟的府邸，准备去赔罪道歉。对于洛云宗第一美女长老柳如烟，严赤烈早已垂涎3尺。这次柳如烟被调来星河灵脉矿镇守数年，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这些年来的暗中调查，严赤烈对柳如烟的喜好已经了如指掌。他知道柳如烟是个比较物质的女人，喜欢奢华的生活和珍贵的法宝。以前的严赤烈手中灵石有限，连自己的修炼都顾不过来，哪有闲心去追求这种极品美人。然而自从调到此地后，严赤烈长期接触大批的灵石，渐渐地起了贪念。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灵石和法宝，短短时间内便积累了一笔巨额财富。如今他的储物界中各种各样的法宝、丹药、灵石无数，靠着这些东西，他对搞定柳如烟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只等搞死君莫笑后，他就会对柳如烟下手，实现他长久以来的梦想。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庭院。白灵儿、白烟儿和曲有容3女正围坐在一起，热烈地攀谈着。白家姐妹性格单纯可爱，曲有容则直爽正直。加之白天的经历，使得3女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她们的笑声清脆悦耳，为这宁静的傍晚增添了几分生机。这时白烟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柳如烟的香闺方向。咦，师傅他们在干什么呢？已经进屋1个时辰了，怎么还没出来？白烟儿好奇地问道。曲有容闻言一愣，也反应了过来。他想到自己的烧鸡师傅和大长老一起待在房间里这么久，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疑虑。难道说他们2个在？曲有容的话音未落，脸上已经泛起了一抹红晕。白灵儿倒是没想那么多，她站起身来，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西西，我去看看师傅。白灵儿的声音清脆悦耳，如同银铃般动听。曲有容见状，连忙劝阻道：要不你别去了，他们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在做呢。白灵儿小眼珠一转，嘻嘻笑道：那我去听听是什么重要事情。说罢，他便蹑手蹑脚地凑到了房门前，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少顷之后，白灵儿皱着眉头走了回来，脸上满是困惑之色。她似乎对听到的声音不甚了解，完全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姐姐，你都听到了什么？白烟儿好奇地问道。我也说不清楚，都是一些的动静，似乎在切磋。白灵儿挠了挠头，有些不确定地说道：在寝室切磋吗？这倒是很奇怪的修炼方式，改天我也要和师傅学。白烟儿闻言一愣，随即兴奋地跳了起来。旁边的曲有容听着2个单纯的小萝莉在讨论这些话题，无语地捂了捂额头。他不忍心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只能任由对方乱猜。此时他脑海中不由得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自己那时的模样全被大长老看见了。一想到当时的场景，他就觉得很羞涩。唉，好难为情啊。就在这时，庭院内走进了一个身披红袍、龙行虎步的男子，正是刚刚丧子的严赤烈。他一进院子就瞧见了曲有容，眼中不禁闪过一抹惊艳之色，尤其是那对饱满，更是让他的视线停留了2秒，才依依不舍地移开。紧接着，他的目光又被2个娇俏可爱的小萝莉吸引住了，一对眼睛在2女身上来回扫视着，足足停留了3秒，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哼，就是这3个女人害死了我儿，将来我一定要完成我儿未完成的梦想，利用她们为我严家延续香火。严赤烈在心中暗暗发誓，拜见严长老，不知您前来何事？曲有容虽然对严赤烈目光感到十分厌恶，但对方身份高贵，乃是洛云宗内门长老，他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适，对其行礼道。反倒是萝莉姐妹得知对方是严宽的老爹后，纷纷撇起了嘴，假装没看见他，继续自娱自乐。严赤烈见状，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他本想呵斥2女几句，但想到对方的身份，便只能冷冷一笑，不再理会，努力让自己露出和蔼的神色。严赤烈对曲有容开口问道：曲小友，我是来向大长老请罪的。由于我对逆子严宽疏于管教，导致他性格顽劣，品行不端。今天承蒙大长老出手，替我解决了这个逆子，我不胜感激。曲有容阅历丰富，心智非凡。此刻他目睹着严赤烈明明死了儿子，却仍仿佛要负荆请罪的男子，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从头顶直贯至脚尖的寒意。他知道，若非出手之人是德高望重的大长老，此刻定已命丧黄泉，下场凄惨无比。这便是权势与力量所能带来的天壤之别的2种命运。稍作调整，曲有容以略显生硬的口吻说道：大长老与我师尊正忙于处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此刻实在无法出来见你，究竟是何等重要之事？严赤烈满心疑惑地问道。就在这时，
白灵这个小机灵鬼突然跳了出来，一本正经的回答：“他们正在床上进行切磋，还会发出啊的声音呢。”闻听此言，严炽烈只觉脑袋嗡的一声，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他苦练多年的柳如烟，竟然与他的杀子仇人在那床子之间做着如此不堪之事。他紧握双拳，极力压制着内心的翻腾与愤怒，一遍遍告诫自己：没关系，君莫笑已时日无多，柳如烟迟早还会回到我身边。他只是个下水道维修工，最终的使用权仍是我，只能是我。白灵儿看着严炽烈那咬牙切齿的模样，心中极为不满，眼珠一转，又补充了一句：我师父今晚很忙，肯定不会出来了。你若是要赔礼道歉的话，东西留下，人就可以走了。啊，难道要折腾一整夜？严炽烈一想到自己暗恋多年的女神即将遭受如此待遇，内心便感到异常痛苦与煎熬。他脸色憋得通红，心中却仍在努力安慰自己：没事的，说不定他激动之下还会得了马上风，从此一命呜呼。毕竟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如烟那一座呢？沉默了几秒钟，他终于回过神来，对着面前的三女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回去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等大长老忙完之后再交给他。言罢，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枚储物戒，轻轻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随后转身步履匆匆地离开了。不知为何，白灵儿与白烟儿都察觉到他走路时有些踉跄，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曲有容明白的更多，心中暗自偷笑。柳如烟的闺房内轻纱漫舞，透出一股淡淡的幽香。君莫笑缓缓从柔软的床铺上坐起，轻轻活动了一下肩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师妹啊，你这松骨通脉的手法真是愈发精湛了，经你这么一摆弄，我只觉浑身舒畅，仿佛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柳如烟亭亭玉立于他身旁，一袭霓裳裹身，内里肌肤如雪般洁白，若隐若现，更添了几分朦胧之美。尤其是那雄伟傲人之处，更是勾勒出一抹夸张的曲线，其规模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徒弟。他那双美眸流转，闪烁着勾魂摄魄的魅力，身姿婀娜多姿，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无尽的优雅与风情。杨柳细腰轻轻摆动，勾勒出一条世间少有的曼妙曲线，而那修长的双腿更是柔美动人，让人一眼望去便难以移开目光。柳如烟向君莫笑抛去一个媚眼，娇嗔道：师兄是我平生遇到最慷慨之人。平日里那些师兄师弟嘴上说着甜言蜜语，实际上吝啬得很，满脑子都是白嫖思想，哪像师兄这么正人君子。师妹我再三挑逗，依旧坐怀不乱。君莫笑看出来了，不过你似乎忽略了一点，人总是在不断进步的。昔日我沈浪或许曾被你压制，但如今你已垂垂老矣，而我尚拥有千年的寿元，未来突破炼虚之境乃至更强的合体境都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今日你的人伤了我的人，那我便不得不显露些真本事，以免日后被人讥讽，说我沈浪竟会惧怕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言罢，沈浪缓缓抽出一柄宝剑，剑尖直指那石王，法力汹涌澎湃，融入气门之中。他朗声开口，声音如同惊雷炸响，向四周滚滚扩散。今日我沈浪前来，只为替我的徒弟讨回公道，你这看门狗，速速给我滚开！这声音如同天雷滚滚，震撼人心。落云宗内的无数长老和弟子听闻此言，纷纷竖起耳朵，心中暗自揣测，似乎有热闹可看了。嗖嗖嗖嗖，空中五彩斑斓的法器光芒闪烁，那是御空飞行的修士留下的轨迹。太岁峰下很快便汇聚起了一大群人，他们纷纷交头接耳，想要弄清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究竟是何起因。喂，有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啥二长老会跑到太岁峰来找大长老的麻烦？有人好奇地问道。这事啊，我略知一二。人群中一位知晓内情者开始娓娓道来，讲述起此事的来龙去脉。众人脸上都浮现出八卦的神色，仰起头紧盯着太岁峰顶，做好了吃瓜群众的准备。听说大长老大限将至，而最近他又搞到了不少法宝和修炼资源，二长老此番前来，莫非是想要勒索大长老一番？有人小声猜测道。嘿嘿，还真有这个可能。如今二长老风头正紧，大长老恐怕得花点钱财来消灾了。另一人附和道。不可能吧，你们可别忘了，大长老可是在仙魔大战中杀得七进七出的狠人，手中沾染了无数亡魂，他岂会轻易妥协？有人反驳道。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际，山顶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巨大的法力波动。你们都别吵了，快看快看，上面已经打起来了。咦，二长老这是在和什么怪物战斗吗？我听说大长老收服了2位妖族强者，其中一个应该就是那怪物了。轰隆隆的声音远远传来，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神。沈浪一心想要强行冲进小院之中，但石王并未收到君莫笑的命令，自然是不会轻易放他过去。双方皆是化神大圆满的修为，一言不合当场便大打出手。
还好洛云宗内遍布强大阵法，能够消解战斗的余波，否则整个宗门恐怕都要被这恐怖的战斗所摧毁。砰！又是一记重拳砸下，那巨大的力量仿佛一颗陨石从天而降，逼迫的沈浪身形踉跄，险些失去平衡。他身形还未站稳，大地便猛然一震，脚下的地面瞬间化作一片沼泽，沈浪的双腿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石王见状，趁机挥动起巨大的手掌，无数狂暴的力量在其掌心凝聚，去死吧！地狱阵！伴随着石王的一声怒吼，那凝聚了无尽力量的巨掌带着毁天灭地之势，向着沈浪狠狠砸去。修士之强在于法力之浩瀚，而非肉身之坚韧。若以肉身硬抗此等攻击，恐怕不死也要落得个重伤的下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浪单手一挥，一柄闪烁着幽暗黑光的弯刀便凭空出现在他的掌中。他毫不犹豫，对着石王那看似无坚不摧的手掌自下而上，猛地挥刀斩去。噗嗤！令人震惊的是，石王那坚不可摧的手掌竟被这一刀生生砍去了一角。沈浪手握黑刀，气势如虹，对着脚下的沼泽地狱又是一记凌厉的斩击。沼泽地狱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瞬间崩溃瓦解。他的身体如同离弦之箭，又如蛟龙脱困，径直飞向石王的头顶位置。该死，竟然逼得我不得不使用中品灵宝底牌。沈浪咬牙切齿，语气中透露出愤怒。不得不承认，你这个怪物确实有几分实力。他继续说道，但语气中满是不屑。然而和我相比，你依旧不是对手，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中品灵宝黑玉刀的厉害吧。沈浪高声怒吼，将黑玉刀高高举起，化神大圆满的法力如同潮水般涌入刀身，刀气四溢，瞬间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黑玉刀虚影。这虚影的威力强大至极，仿佛能够劈山断岳，所向披靡。门外这番巨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君莫笑，得知是沈浪前来挑衅，他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紧张，反而觉得有些手痒难耐。对于沈浪这个人，君莫笑向来没有什么好感。此人平日里自视甚高，常常自吹自擂，声称自己是洛云宗除了姬如雪之外的最强天才。他仗着执法堂首席长老的身份，对君莫笑这个大长老的管束不屑一顾，行事极为嚣张。而且他的私生活也极为混乱，与宗门内多名女弟子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数量至少超过了10人。然而这些行为君莫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会。但沈浪千不该万不该，竟对掌门姬如雪产生了非分之想。20年前，就在沈浪鼓起勇气向姬如雪表白后的第2天，君莫笑便直接找上了门。那一次他一共出了3剑，第1剑摧毁了沈浪的宅邸，第2剑斩落了沈浪的发冠，第3剑更是斩断了沈浪左手的3根手指。整个洛云宗上下，谁不知道姬如雪与君莫笑之间那不同寻常的关系？沈浪这种挖墙脚的行为，无疑是对君莫笑的极大挑衅，也是对他的极度不仗义。因此即便沈浪遭到了如此羞辱，那也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呵呵，以为我修为暴跌，你就终于能扬眉吐气，坐上老大的位置了吗？君莫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与不屑。那你可真是想多了，只要有我在的一天，你沈浪永远都是老2。此时小院门外，沈浪在祭出中品灵宝黑玉剑后，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渐渐地将同为化神大圆满境界的石王压制在下风。然而尽管沈浪占据了上风，但想要彻底击败石王也并非易事。尼玛，君莫笑这个老家伙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个妖族强者，实力竟然如此强悍？沈浪心中暗骂，脸上满是凝重之色。真该死，我沈浪绝不会惧怕你一个将死之人。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准备动用杀手锏彻底击败石王。然而就在他准备全力一搏之际，小院的大门突然打开，君莫笑身姿笔挺地走出，目光如炬，直视着沈浪。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废话，右手一拍储物戒，一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板砖状法宝便飞了出来。给我砸！君莫笑一声令下，那板砖便如同流星般划破空间，眨眼间便飞到了沈浪的身后，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砸下。砰的一声巨响，沈浪被金砖砸了个正着。你卑鄙！他的脑袋瞬间嗡鸣不断，双眼猛然瞪大，仿佛要突出眼眶一般。最终他硬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失去了知觉。沈浪竟然被一块板砖一击砸晕。此时他的后脑勺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鲜血汩汩流出。若不是他法力精深，恐怕这一板砖下去，他的脑袋就要开花了。真是无趣的家伙。君莫笑摇了摇头，语气中充满了失望与不屑。他吩咐了一声，便转身走回了小院。青木王，将这个人送回执法堂去吧。他吩咐道。是，主人。一声低沉的回应响起。小院门口的一棵歪脖老树突然抖动了起来，
紧接着便变化成了青木王的模样。他中了御仙印，如今已经成为了君莫笑的傀儡打手。一把提起昏迷不醒的沈浪，他正打算御空而去，身后又传来了君莫笑的声音：“不用飞，直接扛着下山，记得在山下多绕几圈再去执法堂，再替我转告几句话。”君莫笑低声吩咐道。青木王感应到山下聚集了不少人，瞬间明白了君莫笑的意思，这是要让二长老沈浪在宗门弟子面前狠狠地丢一次脸啊！山下一群吃瓜群众听到斗法的动静，便知道这场争斗已经分出了胜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结果如何，到底是二长老沈浪碰壁而归，无奈离去，还是大长老君莫笑妥协退让，献出珍贵的修炼物资来平息此事。众人纷纷猜测着，议论着，期待着后续的消息。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君莫笑，此时却已经回到了小院躺椅上。对于他来说，沈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根本不足以让他放在心上。就在这时，山下吃瓜群众中一位眼观六路的弟子一愣，敏锐地捕捉到了迅速下山的人影。快看，有人正朝山下赶来！他激动地喊道：“咦，那人肩上似乎还扛着一个昏迷不醒的人。”另一人惊讶地补充道。青木王并未理会这些围观的弟子，他的身形如同幽灵般飘忽，一闪即逝，迅速绕了太岁峰数圈，然后径直朝执法堂疾驰而去。哇塞，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位弟子震惊地喊道。没错，方才那个人脑袋上肿着一个大包，口唇间溢出血丝，双眼翻白，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就是我们执法堂的首席二长老沈浪。另一位弟子证实了这一惊人的消息。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护宗长老没有出手的情况下，二长老的实力在洛云宗诀队是顶尖的，怎么会被人打成这样？众人纷纷猜测。嘿嘿，我猜测是大长老手中握有某种强大的秘宝，直接击败了二长老。一个大胆的猜测响起。走，咱们快去执法堂看看，说不定能挖到什么大新闻呢。众人一拍即合，纷纷朝执法峰赶去。刷刷刷，一群闲来无事的弟子如同潮水般涌向了执法堂。刚踏入执法堂的大门，他们就目睹了惊人的一幕。执法堂的数十名长老将青木王团团围住，每个人的脸色都阴沉如水。青木王随手将沈浪扔在地上，他那青绿色的脸庞上无悲无喜，一身化神大圆满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众多执法堂长老只觉得自己仿佛面对着一头太古凶兽，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撕成碎片，不由得连连后退数步。方才二长老不自量力，前去太岁峰挑衅大长老，幸亏大长老手下留情，他才得以捡回一条命。青木王冷冷地开口，目光中透露出强者对弱者的深深蔑视。大长老有令，让你们转告沈浪。青木王的声音如同寒冰般刺骨。只要大长老还在洛云宗一天，你沈浪就永远只能是老二，别想着搞什么小动作，否则杀你没商量。那一刻，无论是执法堂的人还是外面的围观弟子，都感受到了曾经那个杀伐果断、凶威滔天的千仞太岁又回到了他们的视线中。一众围观弟子心中凛然，但随后脸上又浮现出兴奋之色。大长老真是牛逼啊！有人忍不住赞叹道。的确，大长老即便是年事已高，但说出来的话依然那么霸气侧漏。另一人附和道。二长老毕竟只是老二，只要大长老还在世，他就别想翻身。又有人补充道。你们说大长老还能活多久啊？我前阵子还听说他一个弟子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旁的一位长老打断。休要胡说，大长老的寿元多寡那是宗门秘密，谁要是乱嚼舌根出了事情，可别怪老夫没有警告过你们。是，大长老肯定长命万岁，越活越年轻。那弟子缩了缩脖子，连忙改口。傍晚日落西斜，太岁峰上，于若仙悠悠转醒，睁开美眸后，他猛地坐了起来，发现身上只盖着锦被，其内空空如也。昏迷前的记忆涌现，发生的那些事情全部历历在目，顿时脸红心跳起来。完蛋了，我居然做出了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这样一来，师父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认为我是个意志不坚定、满脑子坏思想的徒弟？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师父啊？于若仙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开始运用自己聪明的小脑瓜冥思苦想。最终他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嘴角翘起一个迷人的弧度。既然无法面对，那我就假装失忆，只要我不承认，师父也拿我没办法。咯，调整好状态，他拉开了门，来到了小院里。在夕阳的余晖下，君莫笑正在悟道树下悠然地品着茶。师父，我不是在洗净法水池内修炼吗？怎么突然间回到自己的卧室了？先下手为强，这也是他提前想好的，不能让师父主动发问。果然，君莫笑听到他的话后微微一愣，开口问道：你不记得方才发生的事了吗？于若仙心脏砰砰乱跳，
努力让表情变得自然一些，俏脸上露出了一副天真的模样。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他又偷偷看了一眼君莫笑的表情，脸上爬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霞。师傅，难道是仙儿失忆了吗？您快告诉仙儿，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君莫笑犹豫了，难不成实话实说，告诉他，你赤条条的跑来勾引老头子，差一点就擦枪走火了？不，绝对不能说，就让这事烂到肚子里吧。哈，方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我就在小院里午睡，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从洗金法水池里离开的。君莫笑不知道自己的演技到底如何，但脸上的表情一定是很尴尬的，因为他发现于若仙同样表情很尴尬。难道说，他突然灵机一动，心中有了一个猜测，仙儿不会是怕我生气惩罚他，所以故意装失忆的吧？这事还真有可能，这丫头还真是个小可爱。转念又一想，既然对方想要装作无事发生，自己又何必去拆穿徒增烦恼呢？还是顺其自然吧。就这样，二人用拙劣的演技掩埋住了事实的真相，将那份悸动埋藏在了心里。君莫笑伸手一指前方的小座，淡淡说道：仙儿，来陪师父品茶。于若仙放松下来，坐到了对面，端起了桌上的一杯热气腾腾的灵茶。茶水清亮，每一片茶叶都仿佛经过了大自然的精心雕琢，蕴含大道韵味，闪烁着淡淡的光泽。灵茶中释放出淡淡的清香，整个空间仿佛都被一股清新脱俗的氛围所包围，让人瞬间忘却尘嚣，心归宁静。师父，这是什么茶？好神奇啊！于若仙惊讶地问道。君莫笑用手一指头顶上的悟道树，淡淡说道：这就是悟道茶。悟道茶极其珍贵，并不是每一片悟道树叶都可以制作成悟道茶叶，必须是由刚刚钻出的充满道韵的嫩芽才能炼制而成。听闻这就是价值非凡且罕见的悟道茶，于若仙非常高兴，捧着茶杯的小手都有点紧张了。喝吧，这东西以后咱们多的是。君莫笑淡淡说道。于若仙答应一声，张开红润的双唇，一口饮下，顿时一股极为舒爽而甘甜的味道充斥于口腔之中，同时她的脑海变得更加清灵，一股大道韵味在内心中回荡不断。于若仙有种感觉，若是经常能够喝到这种悟道茶，那她的修炼将会没有瓶颈，快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呵呵，怎么样，好喝吗？君莫笑微笑问道。嘻嘻，好喝。师父我还要。来吧，师父这里多得很。翌日，经过一夜的发酵，二长老上门去找大长老麻烦，结果被打成重伤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宗门内的巨大轰动。其中最被人关注的有2点，其一，大长老竟收服了2头化神大圆满的妖族来充当自己的护卫；其二，大长老手里的财富太多了，听闻只是用了其中一件宝物便击败了二长老。这种爆炸式的新闻迅速在宗门内传播，一些弟子聚在一起闷头议论：化神期大妖啊，一来就是2头，大长老真是牛逼，还有那么多的高级资源，他老人家也用不完，真不知道以后会留给谁。留给谁？反正不会是留给你我，人家有2个徒弟，你就少操那份闲心吧。咦，师兄，你说要是和于若仙或者将妙一成为道侣，是不是就能间接继承了大长老的遗产了？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以后出门别说认识我，我怕受你连累。师兄，此言怎讲？哼，我就问你，自己养的水灵灵油嫩嫩的好白菜，若是有一头猪想来拱，你会怎么做？当然是打死那头猪，拿来吃肉了。太岁峰小院中，君莫笑再次问道：仙儿，你确定不跟为我去星河灵脉矿吗？今天是他准备去往星河灵脉矿的日子，原本他计划带着于若仙一起前往，可能是由于昨天发生的事情，于若仙依旧有些不敢面对他，眼神飘忽，有些躲闪。师父，我刚刚突破到金丹后期，修为还不甚稳固，所以不打算跟您前往了。于若仙腼腆地说道。好吧，一切随你。君莫笑也不好勉强，毕竟在他脑海中那一抹雪白诱人也挥之不去，需要一定时间去淡忘，分开几天也好。我会让石王时刻警戒，保护你的安全。君莫笑呼唤来石王，命令他时刻保护仙儿的安全，若是被伤了一根头发，就要了他的小命。言罢，还扔出去几件法宝给石王使用。石王连忙跪地，发誓一定会保护好小主人的安全。于若仙被师父的关切举动感动得眼圈微红。君莫笑又摸了摸储物戒，从中拿出了一小袋悟道茶叶，一瓶4品丹药破镜丹，还有一瓶200滴天地灵液。你刚刚突破，这是为师送你的礼物。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记住修炼上切忌切躁，更不能胡思乱想。悟道茶你也多喝一些，免得你再走火入魔。于若仙接过这些东西，泪水盈盈，恭敬说道：谢谢师父。君莫笑点点头，迈步推开了小院大门，向外面走去。
青木王戴着面具，披着一件黑袍，打扮成随从的模样，紧随其后离开。师傅，于若仙看着师傅远去的背影，美眸一眨不眨，一直到对方的身影彻底消失。哎，师傅对我真是太好了，我感觉快要把持不住了，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君莫笑这边，他并不知于若仙所想，而是正在欣喜地接收系统奖励。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4品丹药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化神丹6品20克。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于若仙悟道茶成功，触发2000倍暴击返还。悟道茶20斤。哗啦啦，又是一大批奖励进入了系统空间。化神丹自不必多说，那是化神修士修炼所需要的丹药，一枚就能省去正常1年的苦修，极为珍贵。最让君莫笑意外的是，系统竟然直接返还了他20斤的悟道茶叶。悟道茶叶这种天地奇珍，在系统这里居然按斤返还，这还真是让人震惊。这下好了，以后他再也不用心疼悟道茶了。青山绿水，竹影摇动，落云宗的风景非常秀丽。几百年前，他和姬如雪刚刚拜进山门时，二人经常四处寻找地方打卡。偌大的落云宗被二人全部打卡了一遍，每一个地方都有二人留下的欢声笑语。君莫笑慢悠悠地走，不知不觉来到了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崖峭壁旁。这里远离落云宗核心区域，云雾缭绕，四周有仙鹤腾飞，景色非常美妙。他走到一块大青石旁边，在那里还镌刻着2行小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300年前二人在此地留下的痕迹。那一夜也是二人距离最接近的时候，只差最后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其他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在之后，姬如雪身怀的通玉凤髓体突然激活，从此他一飞冲天，深受宗门掌权者与太上长老们器重，早早作为掌门人培养。而君莫笑与姬如雪之间便再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机会，只是保持着一种极度微妙的关系。就在君莫笑在此地缅怀过去时，忽然感应到附近有2个人正在靠近过来。咦，此地颇为隐蔽，到底是何人来此？心念一动，青木王立刻化身成了一棵歪脖老树，将他的身形与气息遮盖住。很快2道娇小的身影就出现了。这是2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小萝莉，虽然不足1.4米的身高，但身材却一点也不差，全身洋溢着青春无限活力。是他，君莫笑认出来这副面孔，正是上次魔帝宝库之行认识的白灵儿。丁，发现气运之女白烟儿，白灵儿，气运等级蓝色5品，灵根极品木灵根，特殊体质，并地精连体，未激活，年龄刚满18岁，修为金丹中期，身份落云宗真传弟子，回馈率40倍，羁绊值2点。提示：二女首次合体后即可激活并地精连体，气运值等级暴增，同时属于金莲女帝的记忆将会复苏。并地精连体，金莲女帝。君莫笑看着逐渐走过来的2个女孩，陷入了沉思之中。难道说这2个只是蓝色气运的女孩，竟有着另外一种身份金莲女帝的转世之身？想到这里，他顿时有些兴奋起来。金莲女帝，那肯定是拥有大气运的气运之女了。没想到这次无意间又捡到宝了。白灵儿，白烟儿，金莲女帝，嘿嘿，全都跑不了。姐姐，你说咱们这次能成功吗？白烟儿眨着调皮的眼睛问向身旁的白灵儿。我也不知道呀，但按照咱们脑海中那种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吧。白灵儿嘟着可爱的嘴巴说道。可是姐姐，咱们好像神魂力量不够，每次都失败啊。那就多试几次，只要咱们姐妹同心，一定会成功的。白灵儿鼓励起妹妹来。二女来到大青石上，轻车熟路的开始左右四望，感受附近是否有窥视气息。白烟儿见此地没有异常，脸颊微红的说道：姐姐，咱们开始吧。好，那就开始吧。白灵儿同样双颊微红道。大青石上，2女孩宛若2朵纯洁的白莲花，她们十指反扣，背靠背站在一起，犹如一朵盛开的并蒂金莲，璀璨夺目。躲在幻化大树后面的君莫笑倒是好奇起来，老夫只是在这里歇歇脚，没想到就看见了人家的小秘密。这2个娃娃似乎不简单啊。大青石上，白灵儿与白烟儿将自己身上的气息调整一致，异口同声的开口：姐妹同心。女孩清脆的声音回荡在四周，然而场面静悄悄，没有任何变化。君莫笑有些尴尬的用脚抠了抠地面，心道：这姐俩还真会玩。姐妹同心，姐妹同心。二女也不放弃，就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口中不断的喊着：姐妹同心，姐妹同心。1个时辰之后，二女喊得有些口干舌燥，然而现场却依旧没有变化。
又失败了。白烟儿不禁流露出几分沮丧。我们确实是按照记忆中的方法行事啊，为何始终无法合体呢？白灵儿此刻仿佛捕捉到了什么灵感，忽然开口问道：你还记得口诀的最后一句吗？当然记得。白烟儿迅速回应道：心对心，神对神，审视眉间，逆行征兆，静守礼数，合于大道。就在这一刹那，白烟儿也仿佛被点亮了灵感的火花，他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自己和姐姐始终无法合体激活并地精连体的原因所在。终究还是因为心境上没有彻底融合，所以总是棋差一着。可一旦心境融合，二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小秘密了，一切内心的想法都会被对方知道。只是真的必须那样做吗？感觉好难为情啊。白烟儿有些羞涩地说道。白灵儿同样感到有些羞涩，但作为姐姐，她必须展现出更多的勇气与坚定。没关系的，我们姐妹本就心灵相通，一体同源，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白烟儿轻轻晃了晃小脑袋，突然问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那姐姐，如果你将来嫁人了，我该怎么办呢？白灵儿亲昵地搂住了妹妹纤细的腰肢，大方地笑道：若是我先嫁人，你便作为陪嫁；若是你先嫁人，我便随你一同陪嫁。我们姐妹要永远在一起。呀！白烟儿的脸颊瞬间变得通红，她惊叫一声：别说了，我觉得这样很变态啊。嘻嘻，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开始吧。白灵儿眼中闪烁着几分激动与期待。姐妹同心。两道整齐而清脆的声音突然间同时响起，这一次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道耀眼夺目的白光骤然出现，引得原本闭目养神的君莫笑也忍不住睁开了眼睛，好奇地望去。那一刻，眼前的景象美得令人窒息，连君莫笑都忍不住为之动容。只见在七彩光芒的映衬下，两个娇小玲珑的身影竟然真的融合在了一起，光芒愈发璀璨夺目，一道身材高挑修长的倩影逐渐清晰起来，宛如仙子降临凡尘。那张容颜拥有倾国倾城之貌，眼眸宛若秋水荡漾，闪烁着智慧与柔情，又宛如月宫中的仙子，清冷脱俗，不染尘埃。身体的每个部位都透露着无尽的魅力，肤如凝脂，细腻滑润，仿佛轻轻一触就会融化，使人忍不住想要触摸。玉足轻放，轻盈优雅，纤巧绝美，如同最精致的工艺品，看上一眼便无法忘却那完美的形状。这样的容颜，这样的气质，无疑拥有着无可抗拒的魅力，让人一见倾心，再难相忘。她便是那金莲女帝吗？君莫笑心中猛地一颤，身体竟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久违的激动。此女之妖娆，堪称绝世。与之相较，颜若薰不过是个小妖女，江妙一更是清纯至极，未曾料到两个纯真无邪的小萝莉合体之后，竟化作如此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的大美人。丁，发现气运之女金莲女帝，气运等级金色3品，体质并地精连体，年龄保密，修为化神中期，经历从仙界中遗落的一株混沌金莲，历经千百劫难修炼成帝，陨落在飞升雷劫中，仅于一魂一魄轮回转世，回馈率1000倍，羁绊值初始1点，金3品。君莫笑有些惊讶，这气运等级差点就追上姬如雪了。此时他看向金莲女帝的目光也有了火热，何人胆敢窥视？金莲女帝的目光蓦地转向君莫笑所在的位置，眼眸中闪烁着威严的光芒。他素手轻轻一扬，瞬间一股磅礴至极的力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如同怒涛狂澜，势不可挡。那由青木王幻化而成的歪脖老树，在他的力量之下，如同脆弱的瓷器，轰然间爆碎成无数木屑。而青木王自身更是口吐鲜血，身形倒飞，晕死过去。仅仅只是一招，一位化神大圆满境界的妖王便在他的手下遭受重创。这份实力已然远远超出了他自身境界所能展现的范畴，令人瞠目结舌。由此可见，能够成为大帝的人，不管是功法还是自身灵根体质，都是修仙界最顶级的，必定都有着轻松越级杀人的实力。青木王被重创，幻化的歪脖老树自然消失，露出站在后面的君莫笑来。金莲女帝跨前一步，目光如炬，紧紧锁定着君莫笑，眼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厌恶。本座乃金莲女帝，阁下便是那偷窥本帝之人吗？她的声音清冷淡漠，无悲无喜。君莫笑一声坦荡，如今却被人无端指责为偷窥之辈，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忿。偷窥？哼，明明是有人不知羞耻，赤身裸体闯入我的视线，我尚未责备你伤风败俗，你反倒恶人先告状了。金莲女帝闻言，微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躯，她的肌肤洁白如玉，曲线玲珑有致，宛如最完美的艺术品。原来自己是光着的，但她并不羞涩，就像是高高在上的九天玄女，哪里会因凡人的眼光而产生别样情绪。她单手一招，体内法力涌动，
化作一件散发着七彩霞光的地袍，将她那曼妙的身姿紧紧包裹。地袍之上，前面绣着百鸟朝凤的图案，栩栩如生；后面则绣着混沌金莲，寓意着女帝的尊贵与威严。这份气势让人心生敬畏，仿佛要臣服于她的脚下。而这手法力画一的手法，也足以看出她对法力的运用是多么精湛。再次将目光转向君莫笑，金莲女帝眼神中透着一丝淡漠与冷意。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欲望，你竟想上本帝，真是胆大包天！噗！君莫笑忍不住笑出声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本就是人之常情，又有何见不得人之处？他向前迈出一步，毫不畏惧地望着面前这位修为仅剩化神中期的女帝，目光中透着一丝冷冽。金莲女帝，你有些太过狂妄了。此地乃是我落云宗的地盘，而你如今的修为已大不如前，如今只剩下化神中期，又有何资格威胁于我？见君莫笑并未因自己的身份而心生畏惧，金莲女帝不禁微微摇头，感叹自己如今竟落魄至此。她堂堂一代女帝，竟要与一位元婴圆满境界的蝼蚁如此费唇舌。尽管她如今修为仅剩化神中期，但她的真正实力却仍足以媲美炼虚大修士。面前这个老头，在她眼中不过是一只随手可捏死的蝼蚁罢了。她凤眸微眯，看向君莫笑的目光依旧高高在上，仿佛对方的言语对她来说只是无关痛痒的微风拂过。本帝今日重获新生，本不想开杀戒，但你如此大胆，竟产生顶撞本帝的想法，那本帝便让你见识一下，有些人有些事，那是你一辈子想都不能想的。言罢，他身后骤然浮现出惊天异象：苦海种金莲，一念风樱草，云阶12重，托莲赋9霄。海天之间，一株株金莲从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升腾而起，莲叶上晶莹剔透的露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绚烂夺目。当清风拂过，朵朵金莲竞相绽放，生机盎然，竟有混沌气息在其中弥漫开来。君莫笑猛然间感应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吸力出现，自身的寿元竟如同脱缰野马，不受控制的被混沌金莲无情的吞噬。好个霸道神通！君莫笑心中暗惊，一股怒意也随之汹涌澎湃。他曾亲身经历过寿元即将枯竭的痛苦记忆，如今金莲女帝竟妄图剥夺他的寿元，他岂能容忍？危机感笼罩心头，君莫笑体内潜藏的神魔元婴骤然间双目圆睁，一尊威严而神秘的神魔法身瞬间显化而出，高坐于9天之上，周身环绕着玄黄之气，宛如神魔降世，俯视着芸芸众生。与此同时，大力神魔经内的一处古老封印被悄然解开，一部古老而强大的神通涌入君莫笑的脑海，这便是神魔同体诀，一门蕴含着善恶俱、正邪会、神魔合、3式无敌拳法的仙品神通。这种级别的神通施展出来，能让他的实际战力再添数倍，非常可怕。小贱人女帝，竟敢与老夫争锋，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狂妄。君莫笑神魔附体，原本平和慈祥的老者形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睥睨天下的霸气与无畏。面对金莲女帝的神通，他毫无惧色，直接施展出第1式善恶俱。右拳凝聚着慈悲与善良的力量，左拳则汇聚着邪恶与毁灭的意志，双拳猛然合并，爆发出足以震撼整个寰宇。霸绝苍穹的惊天威能金莲女帝身后的异象，在善恶俱的恐怖力量下瞬间崩溃，海水蒸发成雾，大片金莲化为灰烬，混沌气流也在这股力量面前颤抖退缩。扑哧一声，金莲女帝口吐鲜血，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惊骇。不可能，她怎会如此强大？仅仅一拳便破了我的神通。金莲女帝成道已有3000载，从未遇到过能一拳将她击败的对手。她抬头仰望君莫笑身后那尊神魔虚影，嘴唇微微颤抖，心中升起一个令他感到恐惧的想法。难道说他所修炼的功法源自仙剑？否则不可能有这种恐怖的威力和气势。一时间他思绪万千，但唯有这个猜测才最符合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战局。君莫笑只用了第1招便击溃了金莲女帝的神通，然而他并未流露出丝毫的怜悯之情，紧接着又一记更为猛烈的神通呼啸而至。正邪会，这一招的威力较之先前的善恶俱犹有过之。拳头尚未及身，那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拳风便已撕破了金莲女帝以法力幻化出的地袍，露出了她洁白无瑕却柔弱无助的娇躯。金莲女帝已无暇顾及这些，她只能咬紧牙关，倾尽全力，试图抵挡这致命的一击。轰隆！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座山峰仿佛都在颤抖，山石滚落，尘土遮天蔽日。待尘埃落定，只见金莲女帝狼狈地趴在地上，臀部翘起，胸腹间凹陷，气息奄奄，已经重伤。君莫笑缓步上前，俯视着这位曾不可一世的金莲女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话语带着讥讽：女帝大人被一个蝼蚁击败的滋味如何？
啧，你现在的姿势可真是难堪至极，难道就不怕我这个蝼蚁的顶撞吗？金莲女帝被气得面色潮红，她颤抖着身躯，艰难地从地上爬起，努力催动法力，再次幻化出一件地袍穿上。尽管她已尽力维持尊严，但那破碎的妆容、嘴角的血丝却让她显出一股破碎的美感。凡人，大帝不可辱，你莫要太过嚣张。金莲女帝强作镇定，仍试图以言语震慑君莫笑。然而君莫笑却只是淡淡一笑，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目光中透露出一丝危险的光芒。大帝不可辱吗？那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命硬，还是你的嘴硬。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决绝与霸气。神魔同体诀第3式神魔合。随着他的话语落下，君莫笑的左右身后突然浮现出2个巨大的虚影，那2双可怕的眼眸仿佛能洞察世间一切，此刻正凝视着金莲女帝。一念成神，一念堕魔，神魔合一，唯我独尊。这最后一拳还未完全成型，仅仅是其散发出的气势便已让金莲女帝连连后退。她刚刚幻化出的地袍再次被这股强大的气势撕得粉碎。金莲女帝的面色变得苍白如纸，她知道这一拳若真的落下，自己必将彻底泯灭于世，再无任何生机可言。怎么办？她在心中呐喊，是要命还是要尊严？在这生死存亡之际，金莲女帝只是稍作思考，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扑通一声，金莲女帝跪在了地上，她对着君莫笑大声喊道：求前辈饶命，莲儿知道错了。君莫笑见状，攻击的节奏微微一顿，他淡笑着问道：哦，你知道错了，那你说说你错在哪里了？金莲女帝跪在地上，任由自己雪白的长腿暴露在空气中，她全身瑟瑟发抖，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是莲儿有眼不识泰山，不该对前辈不敬，更不该仗着自己这点微末的修为就与前辈动手。嘴巴倒是挺甜。君莫笑听到金莲女帝这番诚恳的道歉，心中倒是颇为满意。那你说说，我能不能顶撞你这位高高在上的女帝大人呢？金莲女帝闻言一愣，脸颊上罕见地升起了一团红晕。对于蝼蚁的挑衅，她或许可以一笑置之，但对于强者的威胁，她却无法再保持冷静。尤其是当这个强者有能力随时取走她性命的时候，她更是需要极力奉承与配合。身为一个妖修，金莲女帝深知在这个强者为尊的世界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她选择了屈服，选择了向君莫笑低头。她尽力绽放出迷人的微笑，走到了君莫笑面前，莲步款款，顾盼生姿，分外迷人。前辈若想让莲儿效劳，无论何事但凭吩咐，只求前辈能收留莲儿。哦，君莫笑面上闪过一丝讶异，这位方才还端坐9天高高在上的女帝，怎地瞬间便换了副面孔？你身为女帝，神通广大，四海之内何处不可去，又怎会沦落到需依附他人？金莲女帝无奈地笑了笑，坦诚相告：前辈有所不知，我的本体早已在天劫中灰飞烟灭，如今这模样乃是并蒂双莲合体后的形态，难以持久。也就是说，白莲儿与白烟儿并未真正消逝，他们还会归来。君莫笑心中涌起一丝宽慰，那2个纯真无邪的小萝莉，若真就此消失，他还真有些不舍。前辈所言极是，待我消散之后，我的一魂一魄将重新出现，他们不是你的魂魄。君莫笑忽然打断道：白莲儿与白烟儿皆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并非你的附属品，这一点你必须明了。是，前辈教训的是。金莲女帝恭敬地回答：这2个女孩乃是我存在之根本，因此我恳请前辈能多加照应，莲儿必将铭记大恩，涌泉相报。君莫笑望着她这副楚楚可怜的诱人模样，不禁摸了摸下巴。那你打算如何报答老夫呢？金莲女帝早有定夺，此刻已抛却一切顾忌，衣衫也不再幻化身姿曼妙，宛如出水芙蓉。她羞涩地低下头，轻声说道：莲儿任凭前辈处置。君莫笑哪里经受得住这番诱惑，心绪再次翻腾起来。唉，九阳仙体便是这般麻烦，稍有挑逗就要爆炸了。他长叹一声，用略显粗糙的大手轻轻抱起金莲女帝的娇躯，将她放在了冰凉的大青石上。这位妖族女帝的魅力实在太过惊人，她承认自己确实抵挡不住对方绝世风情。青石上，金莲女帝缓缓闭上了眼睛，静静等待着狂风暴雨的到来。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对方却始终没有进一步的举动。她不禁有些好奇，难道对方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吗？悄悄地睁开眼睛，只见君莫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青石的一角。他挪动身子，低头望去，只见那里刻着2行小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谁刻的？他为何看得如此入神？金莲女帝心中充满了好奇。突然，君莫笑从他身上站了起来，开始整理自己的衣衫。他身上的那股欲望之火已经熄灭，
变得平静如水。他可以风流，但在与姬如雪定情的大青石上却提不起精神来，感觉特别的别扭。你这是做什么？不打算做了吗？金莲女帝好奇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满。不做了。君莫笑表情平静地回答。为什么？是我不够美丽，还是我的身份不够尊贵？金莲女帝有些生气，这是她第一次愿意放下身段去尝试，结果却遭到了拒绝。这种打击无异于在她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君莫笑望着她，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缓缓开口：非你不够美丽，也不是你的身份不够尊贵，是我的问题，无法再做下去。金莲女帝听闻此言，心中莫名地涌起一股淡淡的失落，但随即她似乎想到了什么，目光紧紧锁定在那2行小字之上，脱口而出道：这是你与别的女人一同刻下的吗？君莫笑闻言并未急于否认。金莲女帝一生要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力求做到极致，即便是那方面亦是如此。前辈，我斗胆一问，我与那位女子相比，究竟谁更美？她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不甘。自然是她。君莫笑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金莲女帝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晴不定，心中很是不服。在这天下间，论及姿色，她自信能排第2，便无人敢称第1，如今却被人比了下去，甚至自愿献身人家都不要，这让她一时之间难以接受，甚至感到了一丝委屈。君莫笑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坦白道：她与我结识数百年，感情羁绊极深，我与你初次见面，你与她自己不能比较。老头子，我可是女帝啊！金莲女帝在心中暗暗怒骂道。同时她也感到十分好奇，究竟是哪个女子竟然能将君莫笑迷得如此神魂颠倒，石头上的一句情话竟能让她放弃任君采撷的女帝。等到那位女子现身，她一定要与她好好较量一番，看看究竟谁更胜一筹。而现在她决定给这个可恶的男人一个恶作剧，作为她拒绝自己的惩罚。哎呀，我的头好晕啊！金莲女帝突然做出了极为拙劣的演技，直接扑进了君莫笑的怀中。你干什么？别乱摸了，信不信我一拳打死你？君莫笑立刻警告道。金莲女帝抬起俏脸，美眸中闪烁着得意的神色。你想装德高望重是吧？那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君莫笑看着对方眼神中的狡黠，立刻预感到了大事不妙。然而还未等他有所反应，怀中的娇躯突然砰的一声消散，取而代之的是2个光洁可爱的小萝莉。场面瞬间凝固住了。啊啊啊！3道不同的惊叫声同时响起。一阵鸡飞狗跳之后，白灵儿和白烟儿才穿戴整齐，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他们的小脸已经红得发烫，仿佛熟透了的苹果。大长老爷爷，您怎么会在这里？刚刚为什么会那样抱着？白灵儿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心中的疑惑。这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果回答得不好，此事一旦传扬出去，君莫笑德高望重的名声将会毁于一旦。金莲女帝虽然是妖族，但终究是个女人，女人的心思总是那么难以捉摸，一旦并交起来，真是太歹毒了。丁，检测到气运之女白灵儿、白烟儿，气运等级提高，当前红色3品，羁绊值2点，返还倍数600倍。忽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君莫笑不禁微微一愣，紧接着他便注意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白灵儿与白烟儿那独特的体质并蒂双连体已然被激活，这一体质的觉醒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修炼资质提升，更是让他们的气运等级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原本的蓝色5品一跃成为了红色3品，返还倍数更是惊人的攀升至了600倍。大长老，您倒是说句话！白灵儿焦急地呼唤着，声音中已带着一丝哭腔。在他心中，大长老无疑是一个极其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人。然而方才自己和妹妹被大长老抱住一幕，却又让他感到无比的困惑。君莫笑轻轻咳了2声，以掩饰自己的尴尬，随后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你们2个丫头，还不快跪下认错！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加上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声望和气势，顿时让2个小萝莉吓得双腿发软。不管对错，先跪再说。君莫笑缓缓站起身来，一指这座山崖，淡淡开口：这里乃是我的秘密修炼之地，今日无意间至此，却发现你2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老夫通过探查得知，你2人身怀一种罕见的特殊体质，却因修炼方法不当而陷入了走火入魔的险境，情况极为危急。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在情况紧急之下，老夫不得不耗费所剩不多的寿元，助你2人脱离危险。说话间，他摸了摸额头上那并不存在的汗水，身形微微晃动，似乎是在为刚才所消耗的寿元而感到疲惫。然而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好在你们吉人自有天相，在我的帮助下，不但捡回了一条命，还成功激活了自身的特殊体质，这真可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经过大长老的这一番解释，两个小萝莉的嘴巴不禁都张成了 O 型。大长老为了救两人，竟然不惜耗费仅剩不多的寿元，这份恩情太大了。虽然她们姐妹俩被看了身子，但对于德高望重的大长老来说，眼中显然只有对他们的关心和救助，绝对没有丝毫的邪念的。就算双方有更亲密的举动，大长老肯定也是没有恶意的。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责怪大长老，反而还要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不起，是我们错怪大长老爷爷了。双胞胎姐妹异口同声地说道。白灵儿率先行动起来，她直接坐到君莫笑的腿上，搂着他的脖子，对着他的脸颊吧嗒亲了一口，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感谢。白灵儿见状也明白了姐姐的意思，姐妹同心，她自然知道该如何去做。于是吧嗒一声，她也在君莫笑的另一边脸颊上留下了一个香吻。君莫笑心无杂念，但也被这两个小萝莉的举动搞得有些目瞪口呆。他晃了晃脑袋，开口说道：既然你们姐妹俩都已经拥有了特殊体质，那么就需要一个好师傅来教导。老夫有意收你们为亲传弟子，不知你们是否愿意？白灵儿和白烟儿闻言大喜，他们慌忙跪下磕头。师傅在上，灵儿、烟儿拜见师傅。白灵儿对君莫笑早已仰慕已久，上次在魔帝宝库时，他的羁绊值就已经提高到了2点，而受姐姐的影响，与他同心的妹妹白烟儿的羁绊值也自动提升到了2点。这一次君莫笑不仅救了他们的命，还成为了他们的师傅，这让他们的羁绊值再次得到了提升。丁，检测到气运之女白灵儿、白烟儿，对你的羁绊值提升到了3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了900倍。这一次君莫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他几乎要忍不住吹起口哨来。他知道这两个小徒弟也成为了他未来道路上的一大助力。来，这是为师给你们的见面礼，以后你俩的修炼资源为师包了。君莫笑发出爽朗的大笑，从储物戒中拿出了不少好东西，每人分别得到1件上品法器、1件绝品法器、3张5品符箓、1瓶4品运金丹、1瓶4品破镜丹、100滴天地灵液、1包悟道茶叶，还有10块晶莹剔透的上品灵石。白灵儿和白烟儿都看傻了，以他们的弟子身份，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此时被震惊的嘴巴大张，半天没有收回来。这次他们总算是领略到了大长老的财力有多惊人。就这么一份见面礼，总价值就超过了200万灵石。平日里他们为了1-2万灵石的资源，就要出去打生打死，如今师傅直接100倍赠与，啥叫财大气粗？这就叫……一时间两个小萝莉的眼睛都弯成了月牙，满眼都是崇拜的小星星。碰到这样的师尊，谁能不迷糊？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白灵儿、白烟儿，所有物品成功合并触发1800倍暴击，返还奖励：紫电轻双剑，下品灵宝18件；斩仙飞剑，中品灵宝18件；紫霄神雷符7品符箓18张；碧落化清丹6品丹药18枚；化神丹6品丹药18枚；天地灵液1800滴；悟道茶叶18斤；上品灵石1800枚。刹那间，君莫笑的眼睛也弯了起来，翘起的嘴角怎么都压不住。再看向两个小萝莉的目光带着一种火热。好，从今天起，我又多了2个宝藏女孩。数日后，星河灵脉矿坐落于北极山脉外围，算是处于轩辕皇朝与大秦皇朝交界处。此地是落云宗的重要灵石来源处之一，最近却时常遭到大天魔宗的偷袭，损失惨重。君莫笑带着新收的2个徒弟，脚踩飞剑，正在急速御空接近。青木王这个废物被金莲女帝一击打成重伤，暂时就留在了落云宗。君莫笑今番前来，就是为了解决那些魔崽子们，顺便再来看望一下老朋友柳如烟。听闻最近1年轮到了此女负责镇守星河灵脉矿，君莫笑是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气运之女的。尤其是柳如烟这种什么都懂且有些物质的女人，其实是非常优秀的返还对象。也因此，万一柳如烟在灵脉矿这边出了意外，君莫笑的损失反而是最大的。很快的，遥远方向隐约看见了一座戒备森严的巍峨城市凯岩城，这是落云宗在此地建立的要塞，平日里有上万名采矿工在此地居住。修仙界有大批的修士会专门从事采矿工的职业，下矿挖灵石虽然辛苦，也不能一夜暴富，但胜在安全，不会有性命之危。只是最近几个月，由于大天魔宗经常偷袭灵石矿，采矿变得极不安全，原本的1万多名矿工走掉了很多，如今只剩下8000多人了。这也导致落云宗正在高薪聘请宗门弟子以及散修人士前来增加挖矿进度。此时凯岩城门口有很多护卫正在检查，门前队伍排出了一条长龙。君莫笑3人落下飞剑，他不急不缓，并没有插队，只是耐心的慢慢跟随，有他做榜样，
白灵儿与白烟儿自然也是乖乖排队。这时，远处突然传来激烈的法术波动，君莫笑眉头一皱，很明显，这是魔宗又来捣乱了。你们两个先进城，我去那边看看情况。君莫笑对着二女叮嘱一番，随后腰间明积雪飞出，他轻轻一跃，脚踏飞剑，化作一道流光，直奔远方而去。白灵儿与白烟儿对望一眼，乖乖的听话等着。进城的人员组成复杂，大部分都是散修，还有不少二三流宗门的弟子，真正落云宗的弟子反而不太多。毕竟身为10大仙门弟子，平日里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此处的人9成5以上都是糙汉子，人群中突然出现2个娇俏可爱的小萝莉，那是相当的扎眼。可能是看2个小姑娘好欺负，有些汉子们悄悄议论，话语粗俗不堪，听得人面红耳赤。也有人用侵略性的目光不断在少女身上游荡，幻想着衣服下面是何美妙风景。白家姐妹这样的极品双胞胎萝莉也很快引起了筑城守卫的注意。一个刀疤脸守卫眼珠子转了转，悄悄地拿出了通讯令符。严大少，城门口来了2个极品，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凯岩城一间最好的行馆内，严宽听说有极品货色出现，立刻来了精神。他爹是凯岩城内专门负责安全的一位化神长老，仗着这层关系，严宽在城内混得风生水。那些三流门派亦或是散修中的女修，一旦出现貌美之人，立刻会成为他的猎物。严宽穿戴好一身盔甲，一路小跑着来到城门口，第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那2个极品双胞胎。这一刻，他的眼珠子几乎要瞪出眼眶，不争气的口水顺着嘴角悄然滑落。极品，这绝对是极品。首次目睹如此非凡的佳人，严宽显得异常亢奋。他环顾四周，确认这2位女子并无同伴相随。他在心中暗自揣测，这对双胞胎姐妹定是因为缺乏灵石，听闻落云宗已高薪聘请采矿人，才特意赶来的。哈哈，缺钱的女子正合我意。本少爷向来偏爱那些囊中羞涩的美人。他迫不及待地迈出大步，3步并作2步，径直拦住了2位女子的去路。2位姑娘，在下严宽，现任护城守卫小队长一职，不知可否告知姑娘芳名？我们与你素昧平生，请你走开。白烟警惕地回应道。哈哈，从前不相识，现在不就相识了吗？本少爷想与2位姑娘交个朋友。抱歉，我们不想和你交朋友。白灵儿言辞坚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严宽在此地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此刻却被这对双胞胎姐妹当众拒绝，脸上有些挂不住。无奈之下，他只得祭出杀手锏。哼哼，我早就知道，你们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灵石。他缓缓伸出了一根手指，语气中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豪爽。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本少爷，我每月给你们1万灵石。你这是要包养我们吗？白灵儿与白烟儿反应过来，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那清脆悦耳的萝莉音更是让严宽心驰神往，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种种幻想。不错，本少爷就是要包养你们，你们好好考虑一下，每月1万灵石可以买很多修炼资源了。严宽觉得胸有成竹，循循善诱道：姐姐，这家伙怕是脑子有问题吧？咱们别理他。白烟儿拉着姐姐的手，用一种看待傻子的眼神看着严宽。白灵儿同样投去嫌弃的目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被2女当众拒绝后，严宽的脸色霎时变得阴沉，身上元阴中气的威压不住地扩散开来。白灵儿和白烟儿被这股威压迫得连连后退数步，异口同声地大声嚷道：坏人，被拒绝你就要动手吗？这里的动静迅速吸引了四周人群的注意，他们纷纷投来好奇且看热闹的目光。杨宽捕捉到那些目光中隐藏的嘲讽之意，他的表情也随之不断变换。最终理智战胜了冲动，他不敢在此地公然闹事，只能愤怒地甩袖离去，心中却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怨毒之情。哼，2个小贱人竟敢如此不识抬举，拒绝本少爷的好意，你们给我等着瞧！严宽咬牙切齿地低语着。待他离开后，那长长的排队队伍依旧缓缓向前移动，每一个进出之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细致的检查与登记。当轮到白家姐妹时，负责检查的守卫脸上竟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异常诡异的表情。就在这时，严宽大咧咧地走了出来，他对着白家姐妹大声喊道：近日我发现有人暗中藏匿灵石，企图非法占有，你们2人行踪诡秘，定是那偷取灵石之人，还不快快束手就擒！你在胡言乱语什么？白灵儿眉头紧锁，不悦地说道：我们刚刚才来到这里，怎会偷取矿脉的灵石呢？白烟儿连忙解释道。四周的众人目睹了这一切，表情各异，大部分人都对双胞胎姐妹花投去了同情的目光。完了，听闻严宽是凯岩城第1花花公子，被他盯上的美女很少有能逃掉的，这么一对水嫩嫩的姐妹花被严宽看中，肯定是没跑了。唉，他们家没有长辈吗？不知道修仙界险恶，居然放心让这姐俩跑出来。这一次严宽无中生有，打算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是非对错，本少爷自有论断。你们两人现在就跟我过去那边，咱们好好商量一下。严宽的语气带着一股胸有成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白莲后退一步，亮出底牌道：我们是大长老的弟子，你敢动我们？严宽一愣，随即问道：哪个大长老？当然是洛云宗千仞太岁他老人家了。姐妹异口同声道。严宽被吓了一跳，随后眉头皱了起来。他只听说大长老只有一个弟子江妙一，从未听说大长老还收了2个姐妹花做弟子。难道说是这2个小贱人在骗自己？想到此处，严宽的脸色更加阴沉。哼，你们2个骗子竟然还想用大长老的名头来压我！他将全身的威压爆发出来，一股股强横的力量作用在姐妹身上，让她们呼吸困难。你想要干什么？白莲问道。严宽脸上带着一股阴笑，缓缓开口道：我要对你们的身体好好检查一番，看看你们把灵石到底藏在哪里了。提到检查身体，四周很多糙汉子们眼睛顿时亮了。难不成这次严宽大少准备发下福利，也让大伙儿长长眼？这时另一位小队长实在忍不住了，硬着头皮说道：严队长，你这样做不合规矩吧？再说即便检查，也应该是带到禁室内，由我来做。严宽抬起高傲的下巴，看着这位女护卫，眼中露出一丝不屑。规矩？我爹化神后期修为，是守护灵脉矿的内门长老，你和我谈规矩？他又看了看这位身材高挑、有容乃大的女队长，冷笑道：曲有容，我不对你下手，是看在你是刘长老的弟子份上，但你若敢打扰本少爷的好事，就休怪我翻脸无情了。或者说，你打算自己代替他俩？啧，那也不是不可以。严宽看着曲有容的一对先天大雷，脸上表情无比的邪恶。曲有容只是元婴前期修为，论实力远远不敌元婴中期的严宽。论背景，他虽然是柳如烟的弟子，但对方的老爹贵为洛云宗第5长老，权势要比柳如烟更胜一筹。看着2个娇俏可爱的小萝莉，曲有容嘴唇抽动，直接站到了白莲与白烟身前，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严宽炽热的视线。这里是洛云宗的灵脉矿，不是你严家地盘，轮不到你放肆。你这是要公开和我作对了。严宽目光灼灼地盯着曲有容，语气中有着威胁之意。曲有容回头看了一眼萝莉姐妹，想起了早已死去的亲妹妹，都是那么乖巧灵动可爱，她绝不会让这姐妹受到欺负。她拿出随身宝剑，剑尖指向对方，厉声喝道：作对又如何？我曲有容绝不会见死不救。严宽被他气得嘴角抽搐，这曲有容与他那师尊一样，都是一个俏寡妇。100年前，此女未修仙时，曾经有过一个短命鬼相公，后来洛云宗招收弟子，曲有容身负灵根，被内门长老看中，收为亲传。这女人虽是人妻，但洁身自好。来到凯岩城后，她曾多次表达出约炮的意思，但都被拒绝了，这让她一直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没想到今天曲有容为了2个初次相识的小萝莉再次挑衅自己，这让她非常不爽。联想到对方的成熟热火的身材，她不禁咽了咽唾沫。再看向双胞胎小萝莉，目光中的炽热依旧不减，心中早已有了盘算。姐姐，这是你逼我的，趁着刘长老不在城中，老子先把曲有容吃掉，回头再慢慢收拾2个小丫头。冷不防的，严宽突然间大声喝道：各队长听令！曲队长玩忽职守，有勾结盗贼嫌疑，给我拿下他！几个一直与严宽狼狈为奸的队长早已准备就绪，众人一拥而上。啪嗒，宝剑脱手，曲有容根本抵抗不了，被轻易抓住。他急忙对着白莲与白烟大喊道：你们2个快跑，去找我师尊柳如烟！白莲与白烟并不傻，方才眼看着曲有容被坏人抓住，也立刻抹除几张符箓，噼里啪啦一阵乱扔，炸得此地一阵鸡飞狗跳。严宽的人被这些符箓炸得抱头鼠窜，当尘埃散尽，2个娇俏萝莉已经跑出了城外，不见踪影。严宽额头上青筋直冒，到手的2个小萝莉跑了，心中可惜。不过事到如今，他必须要抓紧时间，先把曲有容这道美味大餐给吃掉才行。临走前，他传音给旁边的2个亲信刀疤队长和秃顶队长：少爷先去潇洒，你们去追跑掉的双胞胎，务必不能让他们跑了。刀疤队长和秃顶队长作为严宽的狗腿子，当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2人留恋地看了几眼曲有容那丰满的背影，脑海中自动除役一般，差点鼻血横流。歪歪了一会儿，这2人才开始去搜索萝莉姐妹的下落。白莲与白烟都是金丹中期修为，但2个队长都是元婴初期，以他们的实力还是不能来硬的，只能利用师尊给的法宝符箓，慢慢与对方周旋。这时天空之上，一男一女身影急速飞来，直接落在了城门驿站这里。为首男人被插宝剑，是位精神矍铄、身躯笔挺的老者模样。君师兄，这次真是多谢你了，若不是你出手，师妹方才就被那些魔人伤了。女子正是柳如烟，她以复杂的眼神凝视着君莫笑，
一袭紧身长裙勾勒出她曼妙成熟的身姿，白皙的脸庞透着少女的清纯，头上的红木发钗仿佛蕴含着微光，每一个动作尽显少女与熟女的双重魅力。哼，柳师妹对我很重要，我当然不会眼睁睁地看你受到伤害。君莫笑抚了抚自己的山羊胡，一语双关地说道。柳如烟抿了抿红唇，似乎有些想歪了，俏脸上飞起了一丝红霞，内心想法不断。君师兄说我对他很重要，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想睡我？柳如烟看着君莫笑的面容，一时之间竟愣住了。此时的君莫笑看起来如同一位保养得体的六旬老人，身材硬朗，满面红光，从面孔上还能判断出年轻时那英俊绝伦的样子。他的心脏砰砰乱跳，一丝红晕爬上胸口，心中忍不住想到，其实君师兄这副模样最多等于六旬老者，也不算难看，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师兄，语气一变，柳如烟嗲嗲的开口，闻言者酥麻一片。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我早就说过，姬如雪虽然比我漂亮，但性格太冷，不适合你。他舒展一下自己葫芦一样的身材，抿了抿娇艳欲滴的红唇，水蜜桃轻轻撞了一下君莫笑。师兄，我卡在化神中期修为很久了，不如你今晚来我房间给我补补课吧。君莫笑看着全身发骚的柳如烟，嘴角不禁抽了抽。原本他还打算赠送一件下品灵宝给柳如烟，换点系统奖励拿，但这个烧鸡若是拿了他的下品灵宝，极有可能冲动之下将他逆推。唉，还是长得太帅了。君莫笑心中无奈一笑，似乎回忆起了当初叱咤风云时的情景。自从在100年前的镇魔大战中出尽风头，再加上一张帅死人的容貌，君莫笑这些年来没少经历过女修倒贴的事情。若不是他心有克制，估计道侣没有100也有80了。面前这个烧鸡就是他众多追求者中的一员，也是被姬如雪重点关照的对象。柳师妹，灵脉矿这里危险，我又分身乏术，就送你一些礼物留作保命之用吧。思来想去，君莫笑心中有了决定，为了获得系统奖励，牺牲掉一些色相也是在所难免的。他忍了，摸了摸储物戒，一柄散发着紫青光芒的宝剑以及3张幽光闪闪的符箓出现在手中。下品灵宝，紫电青霜剑，6品攻击符箓，寒冰剑羽符。这种级别的宝物对于君莫笑来说没啥大用，但对别人来说那绝对是无价之宝。柳如烟小手颤抖地接过这些，美眸瞬间就拉丝了，一双小手忍不住摸上他的胸口。嗨嗨，师妹请自重。柳如烟尴尬一笑，哈，不好意思，有些激动了。丁，气运之女柳如烟与你的羁绊值提高到了2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200倍。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下品灵宝成功，触发200倍暴击返还。斩仙飞剑中品灵宝20件。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6品符箓成功，触发200倍暴击返还。紫霄神雷符7品符箓20张，一叠价值非凡的7品符箓，以及20把散发毁灭之意的斩仙飞剑进账。斩仙飞剑可以组成斩仙剑阵，数量越多威力越大，算上以前的积累，他已经拥有了88把。剑阵全部施展开来，威力强的难以想象。7品符箓更多，如今都快破100张了。这么多的符箓砸下去，别说是炼虚大修士了，就是合体大能来了也要抱头鼠窜。师兄大恩，师妹无以为报。碰巧最近学了一套柔水18拍，正好让师兄体验一下。柳如烟虽然物质，但并不傻，知道这世上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自己也需要用心去表示才行。君莫笑本想拒绝，奈何回忆起了柳如烟那精妙的手法，不禁有些异动。好，那就劳烦师妹了。二人说说笑笑，一路靠近了边防驿站。就在这时，2道清脆悦耳的萝莉音同时响起。师傅，您终于来了，快去救容姐姐吧。白莲与白烟小跑着过来，乳燕投灵一般直接扑入了君莫笑怀里。方才受到的委屈瞬间转化为了泪珠，大颗大颗的从红着的眼眶中滴落。怎么回事？君莫笑立刻察觉到了不妥，难道说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人竟胆大包天的欺负自己的徒弟？师傅，刚才有个坏人说我们偷东西，还要当众检查我们的身子。白莲委屈巴巴地说道。后来走出来一位叫曲有容的师姐，她为了救我们，被坏人抓走了。白烟面颊嫣红，但依旧勇敢地说出来。轰隆，一阵可怕的杀机从君莫笑身上爆发而出，连我的徒弟都敢惦记，真是好大的胆子。旁边的柳如烟听到曲有容的名字，面色也变了变，急切地问道：你们说的那个坏人是不是严宽？没错，他提过自己的名字，就叫严宽。白莲回忆一下说道。君莫笑疑惑问道：你认识那个叫曲有容的人？柳如烟点点头，心中有些纠结。实不相瞒，有容是我的弟子，时常受到严宽的骚扰。不过严宽的父亲
就是五长老严炽烈，只要不是严宽队友溶洞强，我也不便插手小辈之间的事。不过今天严宽有些过分了，竟然真的队友溶动了手，我也不能坐视不理。看得出来，柳如烟虽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也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师傅。原本曲有容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哪怕是被人玷污，也与自己无关。但今天是曲有容为了救自己的徒弟，才有可能面临危险的。君莫笑深明大义，绝不会让自己徒弟的恩人受到伤害。目光一扫，他便发现了一直躲在远处瑟瑟发抖的刀疤队长与秃顶队长。大手一抓，强横的法力化作2道虚幻巨爪，一把将二人擒到面前。你们两个快说，严宽将曲有容带到哪里去了？刀疤队长与秃顶队长此刻全身僵硬，动弹不得，同时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柳如烟身为洛云宗公认的第一美女长老，他们自然是认识的。然而对于那位仙风道骨的老者，由于他们常年蜗居在凯岩城，并没有见过，只能揣测他或许来自某个不起眼的二流宗派，是其中的元婴长老。当看到那对活泼可爱的萝莉姐妹花出现，欢快地扑入老者怀中时，两个队长顿时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对方的家长找上门来了。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心中也并未生出多少惧意，毕竟严少爷的背景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化神后期境界的内门长老撑腰，即便是柳如烟这样的美女长老也不敢轻易撕破脸皮，更何况是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老头子呢？老头，我劝你还是赶紧放开我们兄弟俩，难道你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呵呵，谁的地盘？君莫笑冷笑一声，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寒意。刀疤队长的意道，当然是我们爷爷的地盘了，你若想寿终正寝的话，就少管闲事，乖乖滚蛋。君莫笑闻言不禁回忆往昔，想当年自己未受伤时，严炽烈在自己面前温顺的如同小狗一般，唯命是从。然而自从自己因受伤而不再参与宗门内的大小事务后，严炽烈便与自己断了来往。没想到这小子如今在星河灵脉矿这里竟混得风生水起，都成土霸王了。君莫笑懒得理会这两个小喽啰，左手轻轻一挥，一道锋利的剑气瞬间划过秃顶队长的脖颈，只听扑哧一声，秃顶队长的脑袋便飞了起来，稳稳地落在了刀疤队长的脚下。少废话，你若是不带我去找严宽，这就是你的下场。君莫笑的声音冰冷。啊！刀疤队长被吓得惊叫一声，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老者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敢在这里杀人。要知道，这可是连严宽大少爷都不敢做的事情了。柳如烟见状，心脏猛地一颤，他感受到了来自君莫笑身上的致命吸引力。那个曾经一剑绝尘、迷倒万千少女的男人，似乎又回来了。你还不快带路？知道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吗？柳如烟走上前去，狠狠地踹了刀疤队长一脚。他就是咱们洛云宗的大长老，声名赫赫的千仞太岁君莫笑。什么？刀疤队长闻言，眼睛瞪得滚圆，忍不住脱口而出问道：大长老不是大限将至，躲在宗门里等死了吗？柳如烟听不下去了，他素手一挥，将刀疤队长扇飞了出去。休得胡言，见到大长老还不跪下谢罪？这边的动静不小，周围很多修士都在偷偷观望。此时听闻传说中快要死去的宗门大长老竟然现身了，瞬间都被震惊得目瞪口呆。不会吧，大长老看起来很精神啊，一点也不像要挂的样子。对啊，你看大长老现在顶多像60出头的模样，再活几十年我也能信。到底是谁在乱传谣言，说大长老大限将至了？这不是找死吗？听到大长老现身的消息，驿站这边的一群修士都纷纷跑了过来，恭恭敬敬地行礼道：拜见大长老。都起来吧！君莫笑脸色木然，此时他只想抓紧时间找到严宽，以免曲有容受到侵害。刀疤队长这次不敢再迟疑，他拖着疼痛的身体赶紧爬起来，为君莫笑带路。同时他也在心中为严宽默哀了3秒钟。严少对不起了，你死之后可不要怪小弟啊。左拐右拐，他们来到了一座颇为雅致的庭院前。这座庭院是严宽花费重金购买的宅子，为了寻求刺激，里面还摆放了诸多花样百出的工具。此刻房间内，严宽嘴角微翘，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刚刚他已经封了曲有容的丹田，使对方无法催动法力，已经与凡人无二。之后为了增加情趣，他又拿出一枚4品和合丹为曲有容吃下。此丹出自10大仙门中的合欢宗，效果不言而喻。曲有容服下丹药后，立刻全身燥热，开始拼命地撕扯衣服。严宽眼见着对方衣衫一件件滑落，心中窃喜不已，又偷偷给自己吃了几颗龙虎大力丸，保证自己一会儿的超常发挥。曲有容还有一些神智，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撕扯衣服的动手，脸颊绯红的同时却满脸的泪水。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旁观者差点兴奋死。曲有容自从100年前道侣去世后，他一直恪守妇道，
这副身子再也没有被其他男人碰过。她是个正常的女人，找道侣的事也不是没有想过，但严宽为人轻浮放纵，根本就不是她喜欢的类型。没想到自己瘦了100年的身子，今天就要被此人给祸害了。唉，这难道就是天意吗？随着双手不受控制的动作，曲有容那傲人的身材也随之越来越明显，眼看着就要完全暴露了。旁边的严宽眼睛瞪得老大，盼望许久的场景终于要实现了。哈哈，快脱啊！乖乖的，严宽发出放肆的大笑。然而就在这时，乐极生悲，一道人影突兀地出现在了房间中，一柄雪亮的长剑在灯光下泛起了寒光。小子，就是你打我乖徒儿的主意，还逼迫女修玉做那苟且之事。君莫笑的声音冰冷而决绝。严宽一愣，随即便感受到了来人强大的修为和冰冷的杀意，他急忙大喊道：前辈误会了，我是洛云宗五长老严炽烈之子。误会？君莫笑看了一眼中毒极深几乎失去神智的曲有容，狠狠一剑斩下。剑光一闪，只听扑哧一声，严宽身体一抖，已被一剑砍掉了脑袋。头颅落地后，鲜血四溅，染红了整个房间。提示一下，本书的气运之女也分3、6、9等，其中差别巨大，返还倍数天差地远，读者老爷们不需要过分纠结。严宽的眼眸艰难地转动着，因为没有看到曲有容那妙曼的身姿，显得无比不甘心。随后目光最终定格在了那个夺走他生命的人身上，脑海中闪过最后一个念头：你是谁？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敢杀我？随着瞳孔的逐渐扩散，严宽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那具无头尸体赤裸裸地躺在床上，宛如一尊冰冷的雕塑，纹丝不动。君莫笑对着尸体不屑一笑，正想要说几句话，突然就被一个火热娇躯扑倒了身上。低头一下，和合丹的药效已经让曲有容失去控制，此时犹如一头发疯的雌豹，死死抓住了自己的猎物。君莫笑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得心神不宁，好在他经验丰富，瞬间判断出了对方的不寻常状态，打开储物戒，从中拿出一颗5品清神丹，强行喂给了发疯的曲有容。丹药入口即化，曲有容也很快恢复了正常。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身上凉飕飕的，竟然被喂着片缕在抱着一个老头，顿时羞得满面通红。君莫笑扭头转过身去，语气中带着一丝淡然：老夫乃灵儿与嫣儿的师傅，此番特来此地救你。曲有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慌忙之中开始穿戴衣物。随着窸窸窣窣的穿衣声逐渐平息，君莫笑也缓缓转过身来。丁，发现气运之女曲有容，气运等级蓝阶7品，境界金丹巅峰，身份柳如烟弟子，回馈倍数25倍，羁绊值1点。哟，居然还是个气运之女，虽然只是蓝7品，但也有25倍的返还，可以多关照一下。对于这个意外收获，君莫笑很满意，心中升起了好好报答此女的心思。曲小友，老夫已从灵儿与嫣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对于你今日的牺牲，老夫心中满是感激。他轻轻一拍储物袋，只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葫芦以及2瓶丹药蓦然飞出，悬浮于半空之中。小友，这是一件绝品法器，另有1瓶4品运金丹以及1瓶4品聚气丹，便作为老夫对你今日付出的补偿吧。曲有容望着眼前这一幕，瞬间被君莫笑的大手笔所震撼了。尽管他今日牺牲颇大，险些被迫委身于他人，然而对方出手之阔绰却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2瓶4品丹药，其价值起码在20万灵石之上，而那件绝品法器市场价更是高达30万灵石，这一送便是价值50万灵石之物。要知道曲有容在这里1年的收入顶多也不会超过5万灵石，也就是说对方这随手一送便让他至少奋斗了10年。曲有容自认为并非一个物质的女人，然而当他首次见到如此众多的资源时，还是忍不住挺直了胸口，试图给对方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不出所料，他身姿的晃动确实让君莫笑愣了1秒，但随即他便恢复了常态。多谢前辈。尽管曲有容脸颊微微泛红，但他还是毅然接过了丹药与金匣葫芦。此刻他看向君莫笑的眼神中充满了异彩，不知这位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竟如此的帅。丁，气运之女曲有容与你的羁绊值提升至2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至50倍。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曲有容4品丹药与极品法器成功。奖励：元婴丹5品10颗，天蚕宝1，下品灵宝5件。君莫笑暗自点头，看向曲有容的目光中更添了几分慈祥。嘎吱一声，门扉轻响，2人一同走出屋外。只见屋外站着2人，一人是满脸刀疤的队长，另一人则是柳如烟。君莫笑知道严宽作恶多端，祸害了无数女修，而他的狗腿子刀疤护队长与秃顶队长
肯定也没少助纣为虐，杀了他们也算是为民除害。他屈指一弹，一道凌厉的剑气瞬间射出，直接洞穿了刀疤队长的胸口。对于这种人，君莫笑自然是毫不留情，一个不留。师尊，曲有容表情略显委屈，走过去向柳如烟行了一礼。起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便是咱们落云宗的大长老。曲有容心中微微一惊，他原本以为宗门隐居的那位大长老已是行将就木之人，却没想到事实与传言大相径庭。想到大长老方才毫不犹豫地一剑砍下严宽的脑袋，充满了阴伟之气，而且他方才目光看向自己的身子时，没有丝毫的淫邪之感，一身正气凛然。有容拜见大长老。曲有容瞬间被大长老的气质所折服，恭敬地行了一礼，脸上满是真诚之色，同时他的内心也在叹息，有些沮丧。唉，我师尊太表太差了，连大长老的1/10都比不上。不久后，几人来到了柳如烟的别院，分宾主落座。柳如烟说道：师兄，你这次杀了严炽烈的儿子，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来找你的麻烦。从柳如烟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他的胆子还是有些小。呵呵，想找我麻烦？那正好，还省得我麻烦。出乎意料的是，君莫笑反而显得十分淡定。发生了这种事情，想必严炽烈已经知道自己儿子的事了。有其子必有其父，这家伙在灵脉矿这里混了这么多年，坏事肯定没少干。他也正准备找个理由为落云宗除去这一祸患。果然，不出他所料，严炽烈已经得知了大长老突然来到此地，并将他那个好色的儿子宰了的消息。此时，他面部肌肉剧烈抖动，胸膛中积攒着满腔的怒火。啪！一张价值连城的万年沉香木桌子被他一掌拍成了齑粉。君莫笑你个老匹夫，竟然丝毫不给我面子，直接就把宽儿给杀了。虽然宽儿犯了错，但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重新悔过的机会？这一刻，他很想冲到君莫笑面前，将这个该死的老家伙送入棺材里。然而他不敢，也不能。别人或许不清楚君莫笑的恐怖，但身为落云宗的内门长老，他还是知道一些的。听说君莫笑曾经在魔帝宝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甚至连堪比炼虚后期全力一击的7品符箓，他都拥有不少张。严炽烈自认为，论法力修为，他能够挥手间打爆君莫笑，但对方的底牌，他却不得不防。思来想去，这件事还是要借刀杀人才行。于是，严炽烈来到一处密室，拿出了一件特殊的传讯水镜，开始联系自己的盟友。不久之后，水镜之上浮现出一个身披黑袍、面容英质的中年人。若是君莫笑在此，定能认出此人。他便是当初在飞熊山脉逃跑的魔宗4侯之一梦魇侯。没错，这几年严炽烈利用自己在此地的权力，暗中与大天魔宗的人勾结在了一起。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都是他提前布局，使得魔宗之人总能轻而易举地偷袭得手，掠夺走大批的灵石。随后，双方便按照3-7的比例进行分账。凭借这种手段，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积攒起了价值高达数百万灵石的庞大财富。原本星河灵脉矿这里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斗，根本不值得魔宗4侯这等身份尊贵之人亲自前来。对方熟知君莫笑的性格，料到他有可能前来此地，因此派遣了炼虚期的大修士前来应对。梦魇侯大人，君莫笑那个老家伙已经出现了。提及君莫笑，梦魇侯不禁咬牙，回想当初他被7品符箓狂轰滥炸，自己只能借助血遁之术仓皇逃窜，险些丧命的往事，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一片。宗主所料果然不错，这家伙还真来了。严长老，你先设法拖住他3日，切莫让他有机会逃脱。严炽烈小心翼翼地问道。梦魇侯大人，那老家伙杀害了我的儿子，我恨不得立刻将他生吞活剥，为何还要等上3日之久？梦魇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一道如刀般锐利的目光透过水镜，仿佛要直刺他的内心深处。他的实力极为强大。严炽烈透过水镜受到精神攻击，只觉脚下猛然一空，整个人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拽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他的气血瞬间逆流，全身法力更是如同脱缰的野马般肆意暴走，完全不受控制。啊！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严炽烈的双眼在短暂的失神后逐渐恢复了神采。他满头大汗，全身湿透，脸色苍白如纸，显得异常难受。不该你问的事情别问，3日之后我自会通知你该如何行事。梦魇侯的声音冰冷刺骨，仿佛是从九幽地狱中传来的一般。随着水镜的缓缓关闭，严炽烈终于得以摆脱那股压抑的气息。在炼虚期大修士面前，严炽烈感到自己渺小的如同一只蝼蚁，随时都可能被对方轻易捏死。哈哈，君莫笑，你这个狂妄之徒，这次你得罪了大天魔宗，我看你怎么死。严炽烈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心中已经开始想象着君莫笑将会死得如何凄惨。离开密室，严炽烈强忍着心头的憋屈，精心准备了一份厚礼，然后驾着车辇浩浩荡荡地前往柳如烟的府邸，准备去赔罪道歉。对于洛云宗第一美女长老柳如烟，严炽烈早已垂涎3尺。这次柳如烟被调来星河灵脉矿镇守数年，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这些年来的暗中调查，严炽烈对柳如烟的喜好已经了如指掌。他知道柳如烟是个比较物质的女人，喜欢奢华的生活和珍贵的法宝。以前的严炽烈手中零食有限，连自己的修炼都顾不过来，哪有闲心去追求这种极品美人。然而自从调到此地后，严炽烈长期接触大批的灵石，渐渐地起了贪念。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灵石和法宝，短短时间内便积累了一笔巨额财富。如今他的储物界中各种各样的法宝、丹药、灵石无数，靠着这些东西，他对搞定柳如烟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只等搞死君莫笑后，他就会对柳如烟下手，实现他长久以来的梦想。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洒满了整个庭院。白灵儿、白烟儿和曲有容3女正围坐在一起，热烈地攀谈着。白家姐妹性格单纯可爱，曲有容则直爽正直，加之白天的经历，使得3女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她们的笑声清脆悦耳，为这宁静的傍晚增添了几分生机。这时白烟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柳如烟的香闺方向。咦，师傅他们在干什么呢？已经进屋1个时辰了，怎么还没出来？白烟儿好奇地问道。曲有容闻言一愣，也反应了过来。他想到自己的烧鸡师傅和大长老一起待在房间里这么久，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疑虑。难道说他们2个在？曲有容的话音未落，脸上已经泛起了一抹红晕。白灵儿倒是没想那么多，她站起身来，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西西，我去看看师傅。白灵儿的声音清脆悦耳，如同银铃般动听。曲有容见状，连忙劝阻道：要不你别去了，他们可能有重要的事情在做呢。白灵儿小眼珠一转，嘻嘻笑道：那我去听听是什么重要事情。说罢，他便蹑手蹑脚地凑到了房门前，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少顷之后，白灵儿皱着眉头走了回来，脸上满是困惑之色。她似乎对听到的声音不甚了解，完全不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姐姐，你都听到了什么？白烟儿好奇地问道。我也说不清楚，都是一些嗯嗯的动静，似乎在切磋。白灵儿挠了挠头，有些不确定地说道：在寝室切磋吗？这倒是很奇怪的修炼方式，改天我也要和师傅学。白烟儿闻言一愣，随即兴奋地跳了起来。旁边的曲有容听着2个单纯的小萝莉在讨论这些话题，无语地捂了捂额头。他不忍心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只能任由对方乱猜。此时他脑海中不由得想起了白天发生的事，自己那时的模样全被大长老看见了。一想到当时的场景，他就觉得很羞涩。唉，好难为情啊。就在这时，庭院内走进了一个身披红袍、龙行虎步的男子，正是刚刚丧子的严炽烈。他一进院子就瞧见了曲有容，眼中不禁闪过一抹惊艳之色，尤其是那对饱满，更是让他的视线停留了2秒，才依依不舍地移开。紧接着，他的目光又被2个娇俏可爱的小萝莉吸引住了，一对眼睛在2女身上来回扫视着，足足停留了3秒，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哼，就是这3个女人害死了我儿，将来我一定要完成我儿未完成的梦想，利用她们为我严家延续香火。严炽烈在心中暗暗发誓。拜见严长老，不知您前来何事？曲有容虽然对严炽烈目光感到十分厌恶，但对方身份高贵，乃是洛云宗内门长老，他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适，对其行礼道。反倒是萝莉姐妹得知对方是严宽的老爹后，纷纷撇起了嘴，假装没看见他，继续自娱自乐。严炽烈见状，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他本想呵斥2女几句，但想到对方的身份，便只能冷冷一笑，不再理会，努力让自己露出和蔼的神色。严炽烈对曲有容开口问道：曲小友，我是来向大长老请罪的。由于我对逆子严宽疏于管教，导致他性格顽劣，品行不端。今天承蒙大长老出手，替我解决了这个逆子，我不胜感激。曲有容阅历丰富，心智非凡。此刻他目睹着严炽烈明明死了儿子，却仍仿佛要负荆请罪的男子，心中不禁涌起一股从头顶直贯至脚尖的寒意。他知道，若非出手之人是德高望重的大长老，此刻定已命丧黄泉，下场凄惨无比。这便是权势与力量所能带来的天壤之别的2种命运。稍作调整，曲有容以略显生硬的口吻说道：大长老与我师尊正忙于处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此刻实在无法出来见你，究竟是何等重要之事？严炽烈满心疑惑地问道。就在这时，白灵这个小机灵鬼突然跳了出来，一本正经地回答：他们正在床上进行切磋，
还会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呢。闻听此言，严炽烈只觉脑袋嗡的一声，身体不由自主地摇晃起来。他苦练多年的柳如烟，竟然与他的杀子仇人在那床子之间做着如此不堪之事。他紧握双拳，极力压制着内心的翻腾与愤怒，一遍遍告诫自己：没关系，君莫笑已时日无多，柳如烟迟早还会回到我身边。他只是个下水道维修工，最终的使用权仍是我，只能是我。白灵儿看着严炽烈那咬牙切齿的模样，心中极为不满，眼珠一转，又补充了一句：我师父今晚很忙，肯定不会出来了。你若是要赔礼道歉的话，东西留下，人就可以走了。啊，难道要折腾一整夜？严炽烈一想到自己暗恋多年的女神即将遭受如此待遇，内心便感到异常痛苦与煎熬。他脸色憋得通红，心中却仍在努力安慰自己，没事的，说不定他激动之下还会得了马上风，从此一命呜呼。毕竟又有谁能抵挡得住如烟那一座呢？沉默了几秒钟，他终于回过神来，对着面前的三女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回去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等大长老忙完之后再交给他。言罢，他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枚储物戒，轻轻放在旁边的桌子上，随后转身步履匆匆地离开了。不知为何，白灵儿与白烟儿都察觉到他走路时有些踉跄，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曲有容明白的更多，心中暗自偷笑。柳如烟的闺房内轻纱漫舞，透出一股淡淡的幽香。君莫笑缓缓从柔软的床铺上坐起，轻轻活动了一下肩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师妹啊，你这松骨通脉的手法真是愈发精湛了，经你这么一摆弄，我只觉浑身舒畅，仿佛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柳如烟亭亭玉立于他身旁，一袭霓裳裹身，内里肌肤如雪般洁白，若隐若现，更添了几分朦胧之美。尤其是那雄伟傲人之处，更是勾勒出一抹夸张的曲线，其规模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徒弟。他那双美眸流转，闪烁着勾魂摄魄的魅力，身姿婀娜多姿，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无尽的优雅与风情。杨柳细腰轻轻摆动，勾勒出一条世间少有的曼妙曲线，而那修长的双腿更是柔美动人，让人一眼望去便难以移开目光。柳如烟向君莫笑抛去一个媚眼，娇嗔道：师兄是我平生遇到最慷慨之人。平日里那些师兄师弟嘴上说着甜言蜜语，实际上吝啬得很，满脑子都是白嫖思想，哪像师兄这么正人君子。师妹我再三挑逗，依旧坐怀不乱。君莫笑看出来了，柳如烟的思想很神奇，似乎判断一个男人对她是否真心，全凭对方送出的礼物多寡。当然，送礼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他自己有感觉才行。君莫笑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你呀，什么都好，就是这心思别老放在我的纯阳之力上。柳如烟闻言，嗔怒地瞪了他一眼，挺了挺傲人，有些埋怨：师兄，你真是榆木脑袋。现如今你我二人都到了修炼的瓶颈期，说不定就能修为大进，突破当前的境界。说着，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姿，想到某些事情，脸上不禁泛起一抹红晕，羞涩地问道：难道你是怀疑我水性杨花吗？实不相瞒，我至今为止，除了我那死去的夫君，可未曾有过第二个男人。君莫笑闻言一愣，不可思议地打量着他那成熟丰腴的身材，疑惑道：咦，我看你的面相深眼窝，嘴唇丰润，眼尾微微上扬，分明是怎会？听到对方这么询问，柳如烟悄悄解释道：我不是收了个徒弟吗？遇到困难时，我们便会相互帮助，共度难关。沃日。君莫笑闻言不禁目瞪口呆，柳如烟闻言脸上露出喜悦之色：师兄，我扶你站起来吧。翌日清晨，阳光透过窗棂洒落在房间内，君莫笑缓步走出柳如烟的闺房，仰头望向天空，眼中流露出一抹凝重之色。他并未如愿以偿地突破智化神期，并非他不够努力，相反，他比任何一次都更加勤奋。烛影摇曳间，他整晚都在修炼，试图冲破那层无形的桎梏。然而关键时刻，他竟感应到了雷劫的降临，唯有度过这次雷劫，他方能迈入那梦寐以求的化神期。在修仙界中，修士只有从合体期跨入大成期时，才会遭遇雷劫的阻挠，而大成期跨入渡劫期时，同样会有雷劫降临。一旦成功度过雷劫，便能成为修仙界中至高无上的大帝。然而君莫笑却似乎因为修炼的功法太过逆天，亦或是本身的资质太过出众，竟在突破化神时便遭遇了雷劫。雷劫乃是天地规则为了阻止修士进步而设置的障碍，即便修士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手段，但渡雷劫的成功率也往往不足30%。一旦渡雷劫失败，轻则肉身毁灭，只剩残魂飘荡于世；重则魂飞魄散，永远失去轮回的机会。君莫笑不禁想起了他与姬如雪的师尊三妙仙子，
传闻他之所以失踪了200多年，便是因为偷偷去渡劫，不幸失败，最终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至于为何要偷偷渡劫，那自然是因为渡劫之事太过重要，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每一位渡劫者都害怕在关键时刻有人暗中搞破坏，导致功亏一篑。因此，除非是可以性命相托之人，否则绝不会轻易暴露自己渡劫的事情。当初君莫笑和姬如雪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小辈，告诉他们也无济于事，反而可能会让他们徒增担忧。此刻君莫笑仰望苍穹，已经隐隐感应到了雷劫降临的日期大概在1周之后。在这几天内，他不能尝试突破，否则雷劫将会立刻出现。趁着还有时间，他要尽可能地掌握一些外力手段，来增加自己渡雷劫的成功率。此事事关重大，君莫笑并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经过1夜的修炼，君莫笑又获得了整整200年的寿元。他缓缓打开面板，开始仔细查看起自己手中的物资和法宝来。姓名：君莫笑，年龄502岁，剩余寿命800年，境界元婴期大圆满，灵根天赋九阳仙体，悟性逆天，气运等级红色3品，身份落云宗大长老，法宝牵引镜，绝品灵宝，上品灵宝，七彩凤头钗，天龙紫金冠，琉璃玉净瓶，中品灵宝，斩仙飞剑88，金砖，八卦紫寿仙衣，下品灵宝，明积雪，紫电青霜剑18，天蚕宝衣5，绝品法器无数，功法神通，大力神魔经，神魔同体诀，玉仙印，大自在长生诀，大混沌雷剑，天心剑诀。其他物资：紫霄神雷符7品100多张，天地灵液4000多滴，上品灵石5000以上，悟道茶38斤，化神丹6品68颗，碧落化清丹6品18颗。君莫笑细细检查一番，宝物确实琳琅满目，但若要用来对抗雷劫，这些宝物的品阶显然还略显低微，唯有达到上品灵宝级别的宝物，方能发挥出一些实质性的作用。至于那些中品灵宝以及他身穿的八卦紫寿仙衣，对付化神修士绰绰有余，但对抗雷劫就不够看了。此外，疗伤丹药也是必不可少的，他必须设法获取一些高级别的疗伤丹药。他目前所拥有的6品风水混元丹，作为治疗型丹药中的佼佼者，能够快速恢复修士的伤势，在此刻也太低了，至少须得7品疗伤丹药方能满足需求。毕竟这关乎着他个人的生死存亡，他自然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即便有着90%的成功率，他也绝不会感到满足，而是要将这成功率提升至10%，方能安心。师傅，您终于出来了。白烟打着哈欠从房门中走出，恰好撞见了君莫笑。哦，是烟儿啊，昨晚可曾发生过什么意外？君莫笑昨晚太过沉浸于修炼之中，对外界的一切浑然未觉。白烟被提问，似是想起了什么，匆匆跑回屋内，不一会儿便拿着一个储物戒走了出来。师傅，昨晚严长老前来赔礼道歉，得知您正与刘长老在屋内切磋，便留下了这个储物戒，转身离去。切磋？君莫笑闻言，老脸不禁抖动一下，心中暗道：这徒儿可真是单纯无邪，没有丝毫的歪心思。不过柳如烟的徒弟曲有容却是个精明之人，此事恐怕难以瞒过他。回想起昨晚某人为了活跃气氛，故意将师徒2人之间的密事娓娓道来，细致入微的程度足以写出一部3万字的番外。君莫笑不禁吐槽：这烧鸡。好了，我知道了，你去把灵儿和有容都叫过来吧。君莫笑接过储物戒，随意打发了烟儿去叫人，心中又开始盘算着如何分配这些宝物了。不久之后，3位女子皆款步而来，一位身姿挺拔，尽显傲人之态；2位娇小玲珑，灵动乖巧，各自散发着独特的美感，令人目不暇接。大长老，是否看见我师尊？曲有容环顾四周，却并未发现柳如烟的身影，不禁开口询问道：哦，他刚刚睡下，此刻想必难以唤醒，若非急事，不妨待到夜晚再来吧。君莫笑淡淡的回答，语气中带着几分从容。刚睡下？曲有容闻言一愣，目光中有些震惊。他知道师尊的体质与耐力，然而眼前之人竟能……曲有容不敢再往下想，因为那些念头只会让他心生不该有的冲动与遐想。咦，容姐姐，你为何如此这般的看着我师父？白灵儿察觉到曲有容异样的眼神，不禁好奇地问道。没什么，没什么。曲有容连忙收回视线，故作镇定地摇了摇头。君莫笑见状，脸上浮现出一抹古怪之色，心中暗道：我看有容这弟子不错，可千万别学他那个师尊啊。嗨嗨。君莫笑轻咳2声，以掩饰内心的思绪，随后对着3位女子说出了早已准备好的赠礼之词。昨日晚间严长老送来的礼物我已过目，确实颇为不错，但这些东西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当属于你们3位才是。毕竟，你们才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因此，我决定将这些礼物全部转赠于你们，以作补偿。这是你们应得的。”话音未落，只见一堆物品骤然出现在面前的桌子上，并被整齐地分成了3份。虽然数量不算繁多，但每一件皆是精品。更有些巧合的是，这些物品竟无一例外的都是防御类型。其中有一件下品灵宝天蚕宝衣，其质地轻盈柔韧，能够抵御强大的法术攻击。还有一颗珍贵的6品风水混元丹，以及一枚6品防御符箓金刚符，都能在危急关头护佑使用者周全。3位女子相视一眼，满脸的震惊之色。身为金丹修士，她们平日里所能接触到的物品都是4品丹药、符箓罢了，而眼前这些宝贝，那都至少是元婴修士才配使用的东西了。这一刻，他们的心情异常纷杂，交织着惊喜与难以置信的情绪。但尽管心中垂涎，却无一人伸手去拿。无需迟疑，尽管收下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无用的。君莫笑见他们仍犹豫不决，再次温文尔雅地劝说起来。终于，3位女子鼓起勇气，伸出各自如雪的纤纤玉手，轻轻接过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馈赠。这样才对吗？君莫笑见状，脸上绽放出温暖的笑容，犹如春日暖阳。丁，宿主向气运之女白梨儿、白烟儿、屈有容赠送多件物品成功，触发合并效应，引发万倍暴击，返还奖励。7宝葫芦，绝品防御灵宝，其内蕴含着红、橙、黄、绿、青、蓝、紫7道璀璨夺目的神光，每一道神光都能化作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且一道更比一道强大，即便破碎亦能重新温养恢复。随着系统奖励的发放，一个散发着神秘韵味的宝葫芦悄然出现在君莫笑的系统空间之中。望着这突如其来的绝品防御灵宝，君莫笑心中一阵激荡，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刚刚碰到雷劫，系统就送来这渡劫的宝贝，这系统简直让人爱不释手啊！君莫笑在心底得意的大笑起来，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之路上高歌猛进的未来。他转而望向正满脸兴奋地把玩着礼物的3女，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再次开口道：“你们3个资质出众，老夫近日恰好有空，便传授你们一些本事吧。”听到师傅要传授本事，白灵儿与白烟儿瞬间激动的脸颊绯红，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要知道，大长老那可是宗门中的泰山北斗，若是能够得到他的亲身教导，简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屈有容也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满脸惊讶地问道：“大长老，也包括我吗？”“当然，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一起来吧。”君莫笑爽朗地笑道：“今日我便传授你们一套新领悟的功法，名为落云长春功。此功法有3大特点：其一，修为增长迅速；其二，法力雄厚无边；其三，能够延缓衰老，永葆青春。”他所说的落云长春功，乃是脱胎于地品功法大自在长生诀，经过君莫笑凭借逆天悟性进行简化处理，使其更加易于修炼。若真要评定等级，此功法至少也是天阶上品之列。起初3女并不知道这部功法的厉害之处，只是满心欢喜地跟随着君莫笑的指导开始修炼。然而当他们真正投入修炼之后，才逐渐意识到这部功法的与众不同。落云长春功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大道至理，每一招每一式都透露着天地自然的奥秘，绝对是天下1等1的绝世功法。君莫笑一整天都未曾踏出房门半步，他悉心指导着3女的功法修炼进程，耐心解答他们的疑惑，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的领悟和掌握这部功法。傍晚时分，柳如烟神采奕奕地走出房门，她眼波流转，光彩照人，仿佛整个人都焕然一新，果然不出所料。她身怀极品水灵根，又吸入了海量的纯阳之力，终于实现了久违的阴阳调和，修为境界也随之突破。如今她已经迈入化神后期之境，心情自然极为愉悦。此时她依旧感受到很多残存的纯阳之力在体内涌动，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可，真没有想到，古人诚不欺我，人不可貌相啊！我感觉半辈子的积蓄也不如昨晚修炼所得的多，这次真是捡到宝了。当他来到别院时，正好看到君莫笑正在指导3女修炼，他并未打扰，而是静静地坐在一张椅子上，美眸一眨不眨地盯着君莫笑。曲有容看到柳如烟的到来，不禁多看了他几眼，心中一阵震动。师尊这是怎么了？为何看向大长老的眼神如此炽热，仿佛要拉丝了一般？还有师尊周身的气息浮动剧烈，看起来好像是修为又有所突破。难道说是昨晚的修炼让师尊取得了如此显著的进步？那我该……曲有容正思索间，突然听到君莫笑低喝一声：“有容，注意不要分心，现在就属你的进境最慢了。”曲有容神色一凛，连忙道歉，
并继续认真修炼起来。柳如烟在一旁看得真切，她注意到三女似乎在学习一种极为高深且强大的功法，心中不禁也充满了好奇。师兄，他们在学习什么功法？看起来似乎比我的地阶绝品柔水诀还要精妙不少。他忍不住开口问道。听到柳如烟的话，君莫笑淡淡一笑，你那地阶功法虽然已经是洛云宗的顶级功法，但与我传授给他们的这部功法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论品阶，这部功法差不多达到了天阶上品层次，你若是有兴趣，我也可以教你。君莫笑语气平和地说道。天阶上品。柳如烟闻言一愣，随即猛地扑过来，直接带球撞人，差点将君莫笑撞倒。我学，我当然要学，他激动地说道。就这样，柳如烟也加入了洛云长春宫的修炼行列之中。在修炼的过程中，君莫笑逐渐发现，虽然四女的资质都不错，但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拥有并蒂金莲体质的白灵儿和白烟儿进步最快，仅仅用了1天的时间就入门了。柳如烟则用了2天的时间才入门，而曲有容则用了3天的时间才勉强入门。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之后的修炼之路便需要他们自己努力去探索了。而君莫笑则继续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修炼情况，并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指点和帮助。丁，宿主悉心指导气运之女功法修炼成功，再次触发合并效应，引发万倍暴击，特返还奖励。大自在长生诀功法圆满。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君莫笑一愣，随即全身法力猛地一颤，又汹涌起来。若说以前他是同阶100倍战力，大自在长生诀圆满之后，至少又给他增加10倍，达到了惊人的110倍以上。不但如此，君莫笑立刻内视体内，只见一颗散发着无尽生机的绿色种子静静地躺在自己的丹田之中，散发着柔和的光芒。他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之色，喃喃自语道：这是大自在长生诀圆满之后产生的长生种子。这颗长生种子不仅代表着君莫笑在大自在长生诀上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圆满之境，更意味着他拥有了第2条命。君莫笑心念微动，长生种子便已落入掌中。这奇异的种子与他心神相通，内里蕴含着一缕灵魂之力，仿佛是他生命的延伸。若他遭遇不测，身陨道消，这枚种子便会迅速成长，于瞬息间化作他的本体，修为不减分毫。在这浩瀚天地间，究竟何物最为珍贵？是法宝的璀璨夺目，是丹药的神奇功效，还是那些世间罕见的奇珍异宝？这些都不是。在这天地之间，最为珍贵的莫过于自己的性命，而这长生种子便是他的第2条生命，根本无法用任何法宝丹药来衡量，堪称无价之宝。夜色渐浓，君莫笑正端坐于蒲团之上，闭目凝神，陷入了思索之中。再过2日，他即将迎来那令人心悸的雷劫。传闻雷劫中的天雷数量以9为基，突破大乘期为39雷劫，突破渡劫期为69雷劫，飞升仙界为99雷劫。他不知道自己的雷劫有多少道，但想必应该不会太多才对，毕竟自身修为还低，雷劫威力不能与那些人同日而语。他的绝品灵宝7宝葫芦蕴含的7色神光足以抵抗雷劫之力，为他保驾护航。还有那天龙子金冠、斩仙剑阵等法宝，皆是威力无穷，也能为他增加成功率。凭借着这些法宝，他已有80%以上把握能够顺利度过雷劫。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满足，他知道除了法宝之外，丹药同样至关重要。高级丹药能够为他提供充足的灵力与恢复能力，让他在雷劫中更加游刃有余。所以这2天他要找机会弄点极品丹药来。咚咚咚，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轻柔的敲门声，伴随着一道娇媚动听的声音：师兄，你在吗？君莫笑问道。何事？门外之人依旧柔声说道：师兄连日来指导我们修炼，不辞辛劳，师妹特意准备了一些美味夜宵，想请师兄品尝一下。盛情难却，君莫笑也不好拒绝，于是说道：有心了，进来吧。随着嘎吱一声轻响，房门缓缓打开，一道倩影带着淡淡的香风走了进来。她身姿曼妙，容颜绝美，正是洛云宗中声名远播的美女长老柳如烟。然而当君莫笑看到她2手空空时，不禁微微一愣，疑惑地问道：如烟师妹，夜宵呢？柳如烟闻言妩媚一笑，将身上唯一穿着的法袍脱下，随即躺在了君莫笑的身边。她脸颊微红，眼神中闪烁着羞涩与期待，轻声说道：夜宵就在这里啊，请师兄品尝。君莫笑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心中不禁苦笑不已。他身怀9阳仙体，纯阳之力浩荡如海，但对于女人的抵抗力却是差了不少。若是以前，他或许还能做到坐怀不乱，任由对方如何挑逗都不会犯错，但如今他就像是一个装满了汽油的童子，而柳如烟则像是一颗火星。
只要他不刻意去克制，那么后果便可想而知。唉，君莫笑轻叹一声，随即不再多想。烛火摇曳，一夜未歇。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入屋内时，整个房间都显得凌乱不堪，床铺被震得乱七八糟，甚至连床腿都断了2条。很难想象这里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此时的柳如烟已经陷入深深的睡眠中了。君莫笑回想起昨晚，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自责。玩火尿炕，古训诚不欺我。师傅，该吃早饭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小萝莉们的叫声。君莫笑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还真有些饿了。于是他整理了一下衣衫，迈步向偏厅走去。来到偏厅时，一桌子可口的饭菜已经被准备好了。曲有容等人正围坐在桌旁，等待着他的到来。当看到只有君莫笑走进来时，曲有容不禁微愣。他左顾右盼了一番，最后开口发问：我师尊怎么没来吃饭？君莫笑闻言，心中不禁暗笑不已。他自然知道柳如烟为何没来吃饭，但此时却故作不知地说道：我想他肯定是不饿，此时正在睡懒觉呢。咱们不用等他了，先吃吧。曲有容闻言，心中顿时明白了什么。他看着红光满面的大长老君莫笑，心中不禁暗自嘀咕几句：昨晚师尊肯定是去大长老那里吃夜宵了。真是的，说好的师徒2人互相合作呢，师尊总是抛下我独自享受，算什么事儿啊？再说了，像大长老这种身份高贵、出手阔绰、家财无数、模样仙风道骨的极品，谁见了不迷糊呀？凭什么师尊总去吃独食呢？君莫笑自然不知道曲有容心中的这些小九九，他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一边与众人闲聊着，气氛倒也融洽。下午时分，柳如烟才缓缓从床上爬起。他看着满室的狼藉以及自己身体上的痕迹，回想起昨晚的疯狂与放纵，不禁面色微红。原本柔媚的嗓音沙哑道：死鬼，若非有隔绝阵法，我以后都没脸见人了。收拾好屋子后，柳如烟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他好奇地打开一看，只见里面躺着一枚散发着淡淡光芒的丹药，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昨晚不慎弄伤了你，特以此丹表示歉意。当柳如烟看到这枚丹药时，瞬间不淡定了。这枚丹药竟然是6品丹药风水混元丹。要知道，6品丹药在修仙界中已经是很高级的存在了，而风水混元丹更是6品丹药中的佼佼者，具有着神奇的疗伤效果。君莫笑竟送出如此珍贵的丹药，柳如烟的一对桃花眼中不禁泛起了秋波，心中充满了感动与甜蜜。同一时刻，一道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响起在君莫笑的脑海中。叮，检测到气运之女柳如烟与你的羁绊增长到了3点，暴击返还倍率提高到300倍。叮，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6品丹药成功，触发300倍暴击返还。返还奖励：生生造化丸3克。君莫笑闻言，脸上瞬间绽放出惊喜之色。生生造化丸，这可是传说中的8品丹药啊！据说此丹能夺天地之造化，除了能够恢复使用者的所有法力之外，还拥有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奇功效。只要伤者尚存一口气，便能借此丹之力续命重生。君莫笑万万没想到，自己此次竟然能触发如此高额的暴击返还。要知道，迄今为止他所触发过的最高暴击返还也仅仅是7品丹药而已，而此次竟一举跃升至8品。望着掌心中的3颗生生造化丸，君莫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信心与底气。有了这3颗珍贵无比的生生造化丸相助，自己度过雷劫的把握已然提升至10成，再无半点忧虑。翌日，那位一直在刻意回避他的严赤烈竟突然找上门来，似乎有紧急之事发生。大长老，不好了！灵脉矿那边传来紧急消息，有魔宗弟子正企图抢夺我们的资源。哦，我明白了。君莫笑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心中已然有了计较。尽管他近日看似沉迷于温柔乡中，但这只是他故意营造的假象，以放松他人的警惕。自踏入凯岩城以来，他便秘密地进行了一番深入的调查，结果并未出乎他的预料之外。严赤烈确实与大天魔宗有着不可告人的勾结，只是这秘密被埋藏得太深，外人无从得知。作为他们的大仇人，君莫笑深知对方肯定在暗中策划着如何将他除去。他来到此地已有数日，这个时间足够对方布下天罗地网，等待着他自投罗网。而此次严赤烈的突然到访，他有着9成的把握断定对方这是要动手了。既然如此，那就来个一网打尽，省得日后麻烦不断。主意已定。君莫笑爽快地答应了严赤烈，并未让柳如烟跟随，而是有意无意地望了一眼天空，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严长老，请带路吧。严赤烈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暴露，心中窃喜不已，连忙在前面引路。两人一路御空而行很快，
他们便出现在了星河灵脉矿的最末端。这里因灵石已基本被开采殆尽，所以看上去人烟稀少，地面上只有数十位采矿修士存在。严长老，你确定魔宗弟子会在这里出现？结节。不等严炽烈回答，四周突然响起诡异的狂笑声，紧接着4道全身被滚滚魔气笼罩的恐怖强者从天而降。严炽烈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毫不犹豫地跑到了那4人身后。君莫笑目光如炬，凝视着这4大魔宗强者，尤其是站在中间的那位。此人身披黑色魔袍，气宇轩昂，其外貌与已故的魔天有着7分相似。他赫然就是大天魔宗的宗主魔无道。而另外3人则是魔门4后中的梦魇侯、九封后以及新加入的悲鸣侯。呵呵，真是荣幸之至啊！大天魔宗竟然出动了4位炼虚期的大修士来埋伏我。只是不知，当你们这些人全部命丧于此之后，大天魔宗的那些老古董们会不会感到后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君莫笑却并没有慌张，反而显得异常冷静与从容。君莫笑的话语狂妄，让严炽烈忍不住讥讽开口：君莫笑，莫非是岁月不饶人？你的心智已被老年痴呆所侵蚀，别以为拥有几张炼虚期的符箓，就能在这天地间肆意妄为，目中无人。魔无道大人，那可是被尊称为大天魔宗有史以来最为妖孽的存在。他仅仅用了600年的时光，修为便达到了炼虚大圆满的境地，那是何等的天赋与毅力！你的那些符箓，在魔无道大人面前，恐怕连一丝威胁都构不成。更何况这里还有3位实力强大的后爷相助，今日你恐怕是插翅也难飞了。君莫笑此刻被众多炼虚期的大修士团团围住，正常思维下必定是九死一生了。冷风呼啸而过，带来一阵阵刺骨的寒意，仿佛连空气都被冻结。君莫笑缓缓抬头，目光直视着魔无道。对于此人的威名，他自然也有所耳闻，即便是在10大魔宗之中，魔无道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然而君莫笑既然敢孤身一人来到此地，那他自然有着足够的信心与实力去面对眼前的敌人。叮，系统提示，发现气运之子魔无道。君莫笑心中一愣，他没想到魔无道的出现竟然让系统产生了反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倒是让他感到了一丝有趣。系统的功能强大无比，直接将魔无道的所有经历如同笔记本般展现在君莫笑的眼前。魔无道原名姬考，曾是大周皇朝的太子，然而因弟弟与后母的联手诬陷，他被冠以不伦大罪之名，最终被废黜太子之位，逐出大周。在那之后的数年里，他无时无刻不再遭受着弟弟的追杀。幸运的是，他身怀先天魔体，被大天魔宗的一位太上长老所救，从此改投魔门，开始了自己新的修行之路。凭借着过人的天资与毅力，魔无道很快在魔宗中站稳了脚跟。多年后，当他神功大成之时，便重返大周皇朝报仇。那一天也成为了大周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天。曾经不信任他、背叛他的父母被他剥夺了肉身，魂魄被收入炼魂幡中，日夜饱受折磨。而罪魁祸首的亲弟弟与后母更是凄惨百倍，被他带回魔门，用饲养的18位血奴残忍的轮暴致死。整个大周皇朝的姬氏一脉几乎被他屠杀殆尽，只剩下几个旁系血脉侥幸逃过一劫。了解了魔无道的过往之后，君莫笑不禁暗自点头，这位竟然是诬陷流的气运之子。他能自己灭自己9族，这份狠辣与决绝的确对得起气运之子这个身份。系统，魔无道的气运等级是多少？君莫笑在脑海中向系统询问道。丁，此人的气运等级为金色2品。金2品，竟然这么高！君莫笑心中微微一惊，他没想到魔无道的气运等级竟然如此之高，这简直就是一尊未来魔帝的雏形啊！那与魔无道对应的气运之女又是何人？君莫笑继续追问道。丁，回禀宿主，与魔无道对应的气运之女为花嫩苗。花嫩苗，君莫笑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错愕。他这不是10大仙门中的合欢宗宗主吗？回想起那个与姬如雪并称为修仙界绝代双骄的女人，竟然是与魔无道对应的气运之女，君莫笑感到十分古怪。说起来，花嫩淼和姬如雪还是一对惺惺相惜的闺蜜，与自己也有一些交情。若不是姬如雪拦着，说不定就把自己拐到合欢宗了。于公于私，他也不能让花嫩淼落入苦海。系统，杀了这个气运之子有什么奖励？无需多问，他直接切入主题。丁，系统发布任务，击杀气运之子魔无道。任务奖励，系统返还权限提升，道具返还的最大等级提高到地品，法宝最大等级提高到极道地兵。君莫笑看着系统给出的奖励内容，心中不禁一愣，他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的返还都是有上限的，只有杀了气运之子，这个上限才能被突破。想到这里，他的双眼不禁微微眯了起来，
阵阵寒光在眼中不断闪烁。君莫笑从来就不信你，在他眼中，气运之子又如何？他又不是没杀过。既然对方撞倒枪口上，那杀了便是。就在这时，魔无道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嘲弄，打破了周围的沉寂。君莫笑，咱们又见面了。100年前，你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站在姬如雪身旁，如同一对神仙眷侣，羡煞旁人。可如今呢，你却变成了这副老头模样，真是世事无常啊！啧，我想现在姬如雪看到你这副模样，肯定会嫌弃你，躲避你，一刻都不想见到你吧？真是可惜了。等你死后，我一定会去好好安慰一下姬大美人，让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魔无道的话语中充满了挑衅与嘲讽，仿佛已经将君莫笑的生死牢牢掌握在手中。你说够了没有？猛然间，一道冰冷至极的声音如利刃般穿透空气，让人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全身泛起了鸡皮疙瘩。姬如雪，那是他心中的逆鳞，是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禁忌。然而魔无道却偏偏要往枪口上撞，再次提及他的名字。哟，还生气了？魔无道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我只是随口说了2句，你就如此动怒？那我要是再过分一些，你岂不是要从坟墓里跳出来找我拼命？哈哈！九封侯、梦魇侯、悲鸣侯以及严赤烈纷纷放声大笑，笑声在空旷的空气中回荡。然而笑声渐渐停歇，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他手里拿的那沓东西，该不会全是符箓吧？就封侯的声音中带着一股难以置信的震撼。只见君莫笑的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沓符箓，数量高达10张。这些符箓上散发出的毁灭气息让人心生畏惧。啪啪，君莫笑右手轻轻捏住符箓的一角，有节奏地拍打着，仿佛是在玩弄着手中的猎物。今日谁能生还，谁又将陨落，还未可知呢。严赤烈等人瞠目结舌，眼中满是震惊与不可思议。这么多，难道这些都是炼虚期的符箓？不是说魔帝宝库中并无多少财宝吗？为何他会有如此多的符箓？几人纷纷将疑惑的目光投向魔无道。在这群人中，魔无道的修为最高，也只有他能在这些符箓的攻击下全身而退，而其他人即便是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在这些符箓的爆炸下保住性命。气氛变得愈发古怪与紧张。好在魔无道早有准备，否则面对如此多的符箓，他也难以抵挡。君莫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拥有炼虚期的符箓吗？魔无道脸上露出一丝诡异而疯狂的笑容。既然让你踏入此地，我便有十足的把握将你斩杀于此。今日便让你见识一下我隐藏已久的底牌。身为金2品的气运之子，魔无道自然是奇遇不断，他的底牌必然也是非凡之物。早年间，魔无道曾误入万魔窟，却能大难不死，意外获得一门大帝级别禁术古明痛窟破。如今他打算一展身手，好好的装一次逼，给气运之子一个面子，让他先装一丢丢，然后老夫再教他做人。一道道神秘莫测的咒语从魔无道口中念出，就在这一刻，巨变骤生。比恶狼更急切的亡灵，比贪婪之兽更渴望的幽冥，从畜生道中觉醒，回应你的呼唤，将这世间的生灵血肉皆作供奉。哀鸣的古咒划破冥界的沉寂。随着魔无道禁术的施展，黑色的明光照耀大地，范围至少数十里，直接将众人所在的空间笼罩。无尽的黑色冥气旋转着，将这方天地化作幽冥之所。地面变得漆黑如墨，一股股强大的吸力涌现而出，身上的血肉和灵魂不受控制的受到这股引力影响，似乎都要被吸射进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此处被笼罩的范围内，除了君莫笑等人，还有众多无辜的采矿修士？他们被卷入古明痛窟破的范围之中，纷纷发出无力的呐喊。血肉精血如同大河决堤一般，疯狂地涌入黑色大地之下。只是眨眼之间，地上就只剩下一具巨仿若风干千年的尸体。幸存者见状疯狂逃窜，但此方世界已经被古明痛窟破所笼罩，自成一方空间，根本无路可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干瘪下去。古明痛窟破的威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大，顷刻间地面喷薄出滔滔黑霾，蔽天遮日，吞噬所有光芒，令所覆盖之处沦为幽冥地狱。从高处俯瞰，此地化为黑霾漩涡的核心，狂烈旋转，肆意将周遭万物卷入无尽的深渊。宗主威武，魔道盖天。严赤烈见到如此牛逼的神通，惊讶得无以复加，连忙上前阿谀奉承。魔无道全身法力波动起伏，傲然说道：此地空间已经被封锁，传讯令牌以及战斗波动都传不出去。他目光锐利地看向君莫笑，想要看看对方在这一招下如何慢慢化作枯骨。然而下一秒他便愣住了。
只见君莫笑周身被一道耀眼的紫金色光芒笼罩，仔细瞧去，光芒来源正是其头顶的发冠。上品灵宝天龙紫金冠，可驱万鬼，退妖邪，威能无穷。该死的，他竟然有一件如此强大的护身灵宝，且正好克制我的神通，这是什么狗屎运？魔巫道耗费法力施展的大神通，竟被天龙紫金冠抵挡住，这让他颜面尽失。目光瞄向身旁几人，淡淡开口，似乎在暗中解释：我的神通威力无边，他区元婴巅峰修为，催动这种级别的法宝极为困难，用不了几个呼吸，他就会法力枯竭，现在只是垂死挣扎罢了。宗主说的没错，他此时肯定是在硬撑。严赤烈马上说道：看他那模样，恐怕连激活符箓的力气都没有了。魔巫道点点头，说得不错，那你就去杀了君莫笑，作为加入我魔宗的投名状吧。我去。严赤烈表情一愣，随后惊喜万分，多谢宗主给我手刃这个仇人的机会，我马上就提着他的脑袋回来。唤出自己的得意法宝三金冰玉剑，严赤烈低吼一声，直接御剑冲了过去。哈哈，老匹夫，拿命来吧。看得出来，他此时显得极为兴奋，这一击他势必要斩下君莫笑的脑袋。然而他并不清楚自己面对的人有多么可怕。君莫笑身处古明痛窟破形成的囚笼之中，却毫不惊慌，反而此时频频望向天空，眼神中透露着兴奋之色。今天他不但要斩杀气运之子，还要与天对抗，一举踏入化神之境。就在这时，严赤烈如同一只惹人厌的苍蝇出现在他的面前，嗡嗡乱叫。哈哈，君莫笑，你个老匹夫，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君莫笑见对方甘愿第一个送死，那便成全此人，催动全身浩荡如海洋般的法力，身后神魔虚影浮现，头顶九天，脚踩九幽，周身玄黄气环绕，如同一尊仙王俯瞰凡间蝼蚁。神魔同体绝地一式善恶具，对付这个蝼蚁，君莫笑没有动用法宝，只是一拳轰出。刹那间，一个由善念与恶念交汇形成的恐怖拳头出现了。这一拳遮天蔽日，封住了严赤烈所有的逃脱契机，只能选择硬碰硬较量。严赤烈原本凶猛的攻击遇到恐怖拳头，就像是雪花碰到阳光，瞬间被消融。严赤烈目睹这一切，此时一脸的茫然之色。不可能，开玩笑的吧？他怎么会拥有这种恐怖的力量？轰隆一声，君莫笑的善恶一拳轰出，严赤烈就像是被大石头砸中的螃蟹，四分五裂，散落的血肉精华落到地上，又被滚滚幽冥之气稀释干净。魔宗几人原本还抱着看好戏的心态，没想到君莫笑如此威猛，竟然一拳打死了严赤烈。人家可是化神后期修士啊，而你君莫笑不过是元婴大圆满，怎会如此变态？君莫笑伸手一招，严赤烈的三金冰玉剑和储物戒便飞到了他的手中。人既然逝去，身上的财富也得充公才是。魔巫道周遭升腾着滚滚魔气，在其身后形成一个个狰狞恶鬼，目光犀利地看向他。倒是我小瞧了你，不愧是当初在仙魔大战中斩杀了数十万魔修的千仞太岁，即便快死了也不得消停。既然如此，那你就下地狱去吧。魔宗三后给我上，杀了君莫笑。他话音落下，嗖嗖嗖，三道黑光自空中急速掠来，浓烈摄人的气息令人瑟瑟发抖。正是梦魇猴、九风猴、悲鸣猴这三位炼虚大魔头。他们刚一靠近君莫笑，便双掌一搓，锋利冰寒的黑光瞬间从手中显现，面前的空气被撕裂出一道道黝黑的口子，三道蕴含毁灭气息的攻击迅速朝着目标袭去。这正是大天魔宗最为有名的神通大天魔刀。这三人皆拥有强横的炼虚中期修为，以此为基础施展的大天魔刀，其合击威力足以威胁到炼虚后期修士。君莫笑此刻立于山头，头上发冠，不断散发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白光，以此抵抗着古明痛窟破的诡异力量。此时瞧见三道闪烁而来的大天魔刀，他毫不犹豫地引爆了手中一叠紫霄神雷符，想欺负我老头子吗？我干你娘的！一叠七品符箓激活后的威力有多大，那绝对是超乎想象的。魔巫道施展的神通古明痛窟破根本承受不住，被直接炸成碎片。空中雷云涌动，无数紫霄神雷狂劈而下，整个空间内所有敌人无差别的受到了攻击，强度已经堪比炼虚大圆满的程度。梦魇猴一声惨叫，被数道紫霄神雷劈中，身体瞬间化为齑粉。就风猴用恐惧的眼神看着前后两道毁灭之雷，愤怒地看了一眼君莫笑。轰隆，就风猴的身体同样被炸成碎片，只不过一个不起眼的元神却侥幸逃了出来。将来若是夺舍到一个资质好的少年，他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三后中悲鸣猴运气最好，只有一道紫霄神雷向着他劈下。悲鸣猴怒吼一声，直接让跟随自己数百年的灵宝自爆，又耗损不少法力，总算是抵挡住了这必死之难。只不过
他的脸色异常难看，甚至都带着哭腔。那可是一件中品灵宝啊，就这样没了。随后，悲鸣猴突然反应过来，望着躲在远处的魔无道，心中升腾起了一丝杀意。魔无道生性多疑且谨慎，方才他分明就是故意让魔宗三后前去试探，看一看君莫笑到底还有没有危险。方才君莫笑的符箓连爆威力极大，恐怕就是魔无道被命中，不死也要8层皮。他们魔宗三后就是为魔无道挡灾了。君莫笑，你总算是将底牌给用出来了。远处的魔无道忍不住发出猖狂大笑。他生性多疑谨慎，既然知道君莫笑手中有着很多威力强大的炼虚期符箓，那肯定要防着一手。果然，君莫笑依旧有能力激活那些大杀器。魔宗三后等于为他挨了这一次攻击。不愧是气运之子，果然心狠手辣。君莫笑面色泰然，不过你的这些手下只不过是白白牺牲而已。君莫笑右手轻轻一翻，瞬间一块璀璨夺目的金砖法宝跃然掌中，其上金光流转，犹如烈日当空，耀眼至极。他不带丝毫犹豫，那金砖法宝仿佛蕴含着千钧之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救风侯那虚弱不堪的元神而去。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空间似乎都为之一震。在这股无可匹敌的力量面前，救风侯脆弱的元神根本无法承受金砖法宝的一击，他发出的惨叫凄厉而绝望。随即在那金砖的拍击之下，元神彻底湮灭，魂飞魄散，连一丝痕迹都未留下。这一幕震撼人心，足以彰显出君莫笑出手之果断，手段之凌厉。一位炼虚大修士就这样被他直接拍死，干脆利落。然而一砖头拍死救风侯后，他并未有丝毫停顿，目光如炬，迅速锁定住了下一个目标悲鸣猴。君莫笑的眼眸中闪烁着寒芒，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大地神通大混沌雷剑，一股源自远古深不可测的磅礴气息骤然间席卷而开，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刻颤抖。那灰蒙蒙的混沌剑气如同深渊之眼，深邃而不可测。乌云密布的天穹之下，无数的雷球如同被煮沸的开水在其中翻腾涌动，它们彼此碰撞交织，释放出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当混沌气流与雷球达到了完美的融合后，化作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极致一剑。这道剑光璀璨夺目，却又充满了毁灭性的力量，仿佛能够斩断世间的一切束缚与枷锁。魔无道的古明痛哭破虽然也是大地神通，但他只是摸索出了皮毛，连小成都不算，根本无法跟大混沌雷剑相比。面对这惊天动地的一剑，悲鸣猴的脸色变得煞白一片，只能拼命一搏。然而他方才法宝被毁，法力消耗严重，此刻面对这足以毁灭万物的大混沌雷剑，根本没有一丝机会。几个呼吸之间，悲鸣猴的所有防御都在这道剑光下土崩瓦解，他的身体如同被狂风卷起的落叶，瞬间被那毁灭性的力量吞噬。最终悲鸣猴只留下一堆劫灰，被风一吹便彻底消散。至此，修仙界魔威滔天的魔宗四后全部身死。魔无道本想要去救援，可惜还是晚了一步。此时魔无道死死盯着君莫笑，竟然感到了一丝恐惧。明明他只是一个随手可杀的蝼蚁，但为何却能轰杀炼虚大修士？他到底还没有别的底牌？晃了晃脑袋，魔无道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君莫笑今天必须要死，否则他们魔宗耗费这么大代价，最终却让对方活蹦乱叫的话，那会成为整个修仙界的笑柄。挥手击出一杆鬼气森森的大幡，魔无道眼中杀意浓烈。这是他最强的法宝炼魂幡，品阶已经达到了上品灵宝级别，内部饲养了无数强大恶鬼，其中还包括被他重点照顾的父母魂魄。用他的话来说，即便你们生前有眼无珠，不信任自己的儿子，那就死后千千万万年为儿子卖命吧。魔无道深吸一口气，单手猛然一指苍穹，其声如雷鸣般厉喝。万鬼屠天大阵起！轰然之间，天地仿佛为之色变，连续4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如同远古巨兽的咆哮，震撼着每一寸空间。霎时，炼魂幡中无数狰狞恐怖的恶鬼，带着无尽的怨念与邪恶，如同潮水般汹涌而出。他们在半空中肆意盘旋，迅速而有序地排列成一个恐怖的大阵。阴风怒嚎，黑云压城，阴煞之气如墨般翻滚，连光线都似乎被这股邪恶的力量所吞噬。方才有些侥幸存活下来的采矿修士，本已心惊胆战，此刻面对着铺天盖地、无穷无尽的恶鬼大军，眼中只剩下绝望与恐惧。几乎是在眨眼之间，这些修士便被恶鬼们疯狂地撕扯、吞噬，化为了这片阴煞之地上新的亡魂。面对魔无道的可怕杀招，君莫笑并没有慌张，而是祭出自己的大杀器斩仙剑阵。刹那间，88把斩仙飞剑犹如流星划破长空，猛然间自虚空中激射而出，于浩瀚天际编织出一座拥有斩仙灭神之无上威能的绝世剑阵。这剑阵
不仅闪耀着令人心悸的寒芒，更是蕴含着足以撼动天地的莫大威压。与之相比，魔巫道的万鬼屠天大阵宛如萤火撞上了皓月，弱小的可怜。魔巫道的炼魂幡不过是一件上品灵宝，所组成的大阵又怎能与88件中品灵宝相提并论？声势浩大的万千恶鬼对上散发着毁灭之气的斩仙飞剑，犹如被火焰消融的雪花，毫无反抗之力。原本信心十足的魔巫道此刻面容陡变，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这些飞剑单独一把便已是威力惊人的中品灵宝，如今88把汇聚一堂，彼此间灵性相通，相互呼应，所凝聚而成的合力，其恐怖程度已然超乎了他的想象。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从何处弄来如此众多的中品灵宝？落云宗不应这般富有才对，莫非那魔帝宝库中真有别样机缘，让他得了去？尽管魔巫道法力深厚，全力催动着炼魂幡拼命抵挡，然而在这剑阵之下，即便是仙魔也在劫难逃，其斩仙之威绝非妄言。最终万鬼屠天大阵轰然破碎，炼魂幡被纵横的剑气冲击，犹如垃圾一般飞出老远。魔巫道右手捂胸，噗的一声，一口逆血从口中喷涌而出。堂堂大天魔宗的宗主，炼虚期大圆满的强者，竟受了不轻的伤。他的眼中满是骇然之色，对今日发生的事情感到有悖常理。原本资料中一个大限将至的将死之人，竟然斩杀了数位炼虚期魔头，还将堂堂大天魔宗宗主打伤。可恶！明明我才是受上天眷顾之人，君莫笑贫，什么比我还厉害？事到如今，魔巫道已然心生退意。这个老变态太过诡异，待我他日突破进入合体境，再来铲除此贼。然而君莫笑又怎会让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经过数次施展强悍至极的猛招，君莫笑已经难以再压制境界了。吼！他猛地低吼一声，体内的神魔元婴双眼爆射出刺目光芒，这是要从元婴蜕变成元神的征兆。正欲逃跑的魔巫道内心突然涌起警兆，一股巨大的危机浮上心头。他匆忙回头，却发现君莫笑并未追来，这倒是稀奇了。既然不是君莫笑，那危险究竟来自何处呢？猛然间，魔巫道突然抬起了头，他那原本平和的面容瞬间变得扭曲，双眼瞪得极大，尽是震惊与难以置信。他难以置信地吼道：“这不可能！”那声怒吼仿佛要冲破苍穹，震碎周遭的一切。此时九天之上，不知何时聚拢了黑色的乌云，那厚重的云层宛如一座座沉重的山峰，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一道道闪电在云层中穿梭，恰似银蛇狂舞，将黑暗的天空照得亮如白昼。每一道闪电的威力都要比七品紫霄神雷还要强上数倍，异常骇人。那耀眼的光芒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让整个世界仿佛都陷入了末日的恐慌之中。这难道是雷劫？魔巫道双目圆睁，呆呆地望着天空，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为何会有雷劫出现？依照修仙界的常规，渡雷劫只有3种人。第一种是合体期大能渡劫成为大成期，第二种是大成期老古董渡劫成帝，最后一种则是至强大地渡劫飞升仙界。但此地仅有他和君莫笑2个活人，难不成雷劫还会是君莫笑引发的不成？想到这，他的嘴角泛起一丝不屑。怎么可能？不可能！可能！能！卧槽尼玛！魔巫道猛地看向一脸平静的君莫笑，此时都快被吓得尿了裤子。难道说真的是这个仅有元婴修为的蝼蚁引发的雷劫？开什么修仙玩笑！轰隆隆的天地威压倾压而下，魔巫道转身就跑，一刻也不愿在此地多做停留。不过没有君莫笑的许可，他是逃不掉的。斩仙剑阵已然将此地紧紧围住，那一柄柄飞剑化作致命毒蛇，开始疯狂攻击魔巫道，迫使他无法离开此地。君莫笑，你疯了吗？魔巫道嘶声吼道：“雷劫本就九死一生，若是有其他人在场，更是会引发雷劫暴动，威力将会翻倍，还不快放我离去！”君莫笑仗剑而立，笔挺的身姿犹如一柄直插云天的利剑，充满了凌厉的锋芒。听到魔巫道的话，他发出了爽朗的大笑，哈哈，没想到堂堂大天魔宗的宗主也有惧怕的一天，真是个窝囊废，还敢自称是气运之子，拿出你当初屠戮大周皇朝的威风来啊！别像那孬种一样只知道逃窜。魔巫道脸色苍白，面对雷劫，此时根本毫无战意。你放屁！雷劫是你的，你怎么都逃不掉，但雷劫跟老子没关系，老子为啥要趟这趟浑水？眼看着雷劫即将落下，他想要在短短时间内冲出斩仙剑阵根本毫无可能。没办法，他只能妥协道：“君莫笑，你放我离去，我可以给你上古天龙精血作为赔偿。”上古天龙那可是仙人级别的存在，他的精血价值巨大到难以想象。魔巫道见君莫笑没有说话，斩仙剑阵反而愈发凝固，连忙继续开口：“听说和欢宗的花嫩淼急需上古天龙精血，
若有人奉上，他能够满足任何一个条件。那可是修仙界4大美人之一啊，说不定拥有了上古天龙精血，你还能一清方泽？你说够了没有？忽然一声冷喝传来，只见君莫笑对他的话全然不为所动，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空中的劫云。来吧，魔巫道，一同畅享这场难得的毁灭雷劫吧！轰隆，轰隆，轰隆，轰隆。在此刻，9天雷动，2道极度可怕的雷霆坠落，径直朝着君莫笑与魔巫道袭去。君莫笑单手一照，斩仙飞剑合并组成一柄巨大神剑，硬扛这道霹雳。轰隆，君莫笑硬朗的身躯被压弯，巨大神剑直接被这道天雷击溃。果然强劲，再来！君莫笑低喝一声，身后神魔虚影显现，直接施展出神魔同体诀的最强一式神魔合。一念之间，神格魔影相互交织，两者归一，唯我傲立苍穹。无敌之拳被君莫笑轰出，径直冲向苍穹之上狂劈下来的天雷。轰隆，君莫笑击碎这道天雷，再度后退数步，胸口一阵阵地发闷。哈哈，区区雷劫，何足挂齿。不远处，魔巫道连续遭受了2道天雷，全身冒烟，骨头不知碎了多少根。他艰难地抬起头，望着仿若神魔一般的君莫笑，口中艰难吐出2个字：变态。雷劫的出现使这片空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波动，一直蔓延数千里。远处的凯岩城之人纷纷抬头仰望那边，感受到一股惊人的天地威压。柳如烟等几人慌忙跑出来，惊骇地看着雷劫方向，心中有个不祥的预感。白烟紧张道：方才师傅说去办事，就是去了那个方向。此言一出，其余几女皆是一惊。那怎么办？师傅肯定有危险了，咱们赶紧去看看吧。白莲焦急地说道。好，咱们马上走。2个小萝莉不由得分说，马上就要御剑过去看看。屈无容听到姐妹2人说大长老会有危险，同样心急如焚，对着柳如烟焦急开口：师尊，咱们也去看看吧。柳如烟抿了抿嘴唇，略微迟疑了一下，那里看起来好危险，按她以往的性格肯定是不会去的，但想到那满满的保障感，她嘴角不禁流下泪水。不行，君莫笑的安危她绝不能不顾。走，咱们一起去看看。柳如烟一声令下，带着徒弟和白家姐妹一同飞向那边。乌云如墨，遮天蔽日，仿佛整个苍穹都为之震颤。天雷轰鸣，不绝于耳，一道道携带着毁灭之力的劫雷，犹如天神的愤怒，汹涌澎湃地向君莫笑疯狂席卷。天地间最为严苛的雷劫，正无情地考验着君莫笑的极限。四周的空间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天地伟力，剧烈地震颤着，发出哀鸣。脚下的大地在这股力量的肆虐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化为一片焦土。魔巫道，那个曾自诩为气运之子的存在，在这雷劫之下显得如此渺小与脆弱。此时他的身影早已被无尽的雷电吞噬，化为虚无，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此刻天地间唯余君莫笑一人，孤独地屹立于这毁灭的风暴中心，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没有退缩，反而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只见他的7宝葫芦光芒大放，7色神光交织，形成7层坚不可摧的屏障。漫天的灭世雷劫之下，君莫笑仿佛是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稳稳前行。他也未曾料到自己的雷劫竟是传说中的39天劫，这是只有合体期大能才会遭遇的恐怖天劫。然而正是这份意外激发了他体内潜藏的无限潜能，斩仙剑阵、神魔同体诀，还有各种法宝神通不断施展，来对抗这场来自上天降下的劫难。同时君莫笑也在这场生死考验中看到了突破自我，迈向更高境界的希望之光。来吧，让这雷劫成为我正道的垫脚石。君莫笑狂笑一声，眼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修士都惧怕雷劫，避之不及，然而君莫笑却知道，雷劫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唯有经历此番洗礼，方能铸就真正的强者之心，攀登仙道之巅。终于君莫笑在熬过了26道天雷之后，迎来了最后一道，也是最强最恐怖的一道。空气瞬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满天的雷电迅速融合为一体，化作一条粗如水缸的巨型天雷。君莫笑深知成败在此一举，迅速吞下最后一枚8品丹药生生造化丸，以恢复方才消耗的法力和伤势。7宝葫芦中的7色神光已经崩溃了6色，仅余最后一层紫色神光仍在苦苦坚持。他怒吼一声，将自身全部实力尽数展现，毅然迎上了最后的天雷。轰隆，犹如天崩地裂般的声音远远传扬开来，数千里外的凯岩城受此影响，也发生了剧烈的地震。行至半途的柳如烟等人心中一惊，白灵儿与白烟儿更是情不自禁的眼中落泪。师父！盏茶时间过后，一行人抵达了目的地。只见此处大地已然完全变成了一片焦土，
四周的群山也被恐怖的力量波及，化作了粉末。白莲儿扑倒在地，大声呼喊：“师傅，你在哪？”白烟儿、屈有容等女也同样大声呼喊，并在四周寻觅有无线索。可惜在这场雷劫之下，一旦无法度过，那必定是尸骨无存，连法宝都不会留存。柳如烟阅历丰富，看着此地遗留的痕迹，心中萌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这是雷劫的痕迹，这是有哪位前辈在此地渡劫吗？想到这里，柳如烟瞬间心生惧意。能够渡劫的前辈，那至少也是合体期大圆满，在落云宗后山隐居的老古董中，也没几位能有这般修为的。若是那位前辈还在此处，只需动动手指，自己一行人恐怕就会灰飞烟灭。不行，此地不宜久留，赶紧走。想到此处，柳如烟当即呵斥道：“有容，这里有危险，带着这两个丫头速速离开。”不行，我们不走，师傅可能在此地，不找到师傅，我们死也不走。白家姐妹异口同声说道。柳如烟见白家姐妹如此坚决，自己心里也是左右为难，要不直接打晕带走得了。夕阳西下，明月升，长夜星空中有时。就在这些人不知所措之际，不远处的废墟竟出现异样的动静。不，石块翻动，地面破开一个缺口，一条修长有力的手臂伸了出来，五指修长，长腹厚实，一看便是适合握剑的手。那粉嫩的指甲彰显着主人身体状态良好。手掌开合之间，只听一声巨响，地面瞬间崩裂，石粒四处乱飞，扬起的尘土有数丈之高。就在这时，一道身影从尘中跃出，伴随着清脆的笑声高高飞起。突然的变故让柳如烟心中一片冰凉，她来不及看向突然出现的人影，只是一个劲的后悔。完了，早说了快走，这两个丫头就是赖着不走。现在好了，想走也走不了了，咱们四个八成都会成为那前辈的炉鼎了。老娘我倒是不怕，就怕你们受不了。他狂发了一阵牢骚之后，这才看向那道突然出现的人影。同时，屈有容、白莲儿、白烟儿也都望向那突然现身之人。当众女看清楚那人面容后，全都被震惊住了，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升腾出来：呀，这位大叔是谁？他好帅啊！屈有容和白家姐妹瞬间被此人的面容迷倒，产生了一种极为特殊性的冲动。旁边的柳如烟更是不堪，直接就坐在了地上，泪水不禁顺着嘴角流淌而下。死鬼师兄，你！君莫笑垂手打量，这是一具健硕的男子身躯，身材高大，肢体协调且有力，浑身肌肉紧实，尽显修士的爆发之能。微风拂过，散开的长发随风飘动，一张成熟稳重的面庞显现。睁眼后，那双眼瞳碧绿如玉，清澈似水晶，其中蕴含着仿若出鞘利刃般的锋芒，直逼所见之人。年轻真好，淡淡的语气，他的声音中透露着明显的愉悦之意。他万万没想到，在度过雷劫晋升化神期后，自己的容貌竟然恢复了这么多。如今的君莫笑已全然蜕变，成为一位风度翩翩、帅气儒雅的大叔。其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成熟魅力，对于那些青春洋溢的年轻小姑娘而言，简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致命诱惑。毫无意外的，屈有容、白莲儿、白烟儿三女皆被这副模样所征服，脑海中仅有一个念头：这位帅大叔究竟是谁？他们并未认出恢复容貌的君莫笑，还以为这是某位灾难幸存者。场中唯有柳如烟因相识多年，方能一眼将他认出。师兄，他居然年轻了这么多，这副容貌快赶上巅峰时期的一半了。毋庸置疑，君莫笑年轻时期那绝对是风华绝代的大帅逼，拥有那般偌大的名声，也与这副颜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此时的帅大叔形象仅有那时的一半颜值，但也足以令这些道心不坚的女修心神失守。瞧着自己的两个乖徒儿这副表情，君莫笑颇感无奈，刚欲上前相认，却觉一阵天旋地转。他心下一惊，这是法力极度亏空所产生的症状。他摸了摸储物戒，发现生生造化丸已然用光，再想做别的事已然来不及。一阵头重脚轻，他双眼一翻，直直地向后摔了下去。所幸场中的众女并未任由他摔倒，不知是谁挡在了他的身后。他只感觉自己的脑袋撞上了一个极度柔软且富有弹性的东西，随后便失去了意识。曲有容满脸羞涩，全然不知自己为何会如此行事。在方才那位帅大叔突然向后跌倒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上去抱住了对方，以防他摔倒受伤。对方的头重撞上了自己的饱满之处，犹如一个铁锤般砸中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一道道涟漪。紧接着，白莲儿与白烟儿也凑了过来，看着被曲有容抱在怀中的帅大叔，低声细语：“容姐姐，你认识这位大叔吗？”不认识。曲有容抱着君莫笑，仿若抱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物件，有些面红心跳地说道：“那他是谁啊？看起来还有一点面熟，似乎以前在哪见过。”“咦，姐姐，
原来你也有这种感觉啊！曲有容望着怀中男子，同样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你们别猜了，这个男人就是大长老。这时柳如烟开口了，直接点明了这人的身份。这一惊非同小可，曲有容、白莲儿、白烟三女顿时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巴，脑海已然被无比的震惊所占据。这人竟然是大长老！曲有容一脸的见鬼神情，随即想到自己正在用胸口顶着大长老的头，瞬间脸颊绯红一片，红霞顺着脖颈一路蔓延，令他如同喝醉酒一般晕乎乎的。这是师傅，怎么这么帅了？头发都变黑了，皮肤也变白了，以前最爱抓的胡子也没了。两个小萝莉此时一蹦老高，满脸的欢喜。曾经的大长老爷爷突然间就变成了帅大叔形象，这让两个丫头甚是高兴，觉得双方之间的代沟也没那么大了。那个严厉的师傅似乎变得更加亲近。当然，场中最为高兴的人莫过于柳如烟了。他也顾不得思索君莫笑为何会变成这副模样，只知晓从今往后，那个让他夜不能寐的大帅哥似乎又回来了。像她这种女子，为何能耐得住寂寞？还不是因为有君莫笑这个完美男人总在眼前晃悠。对比之下，其他男人皆是浮云，他根本瞧不上。他伸手一招，将君莫笑从徒弟怀中拽了出来，祭出自己的法宝。咱们赶紧回去吧。怀中一空，那种温暖的感觉消失，曲有容看向自己师尊的目光明显带着一丝幽怨，就好像是还没有报够的感觉。一路疾驰，众女回到了凯岩城的府邸，关上大门，柳如烟将君莫笑从怀中恋恋不舍地放下，简单检查了一番，他松了一口气，开口解释：大长老是因为法力亏损过多导致的昏迷，我去找些好一点的恢复丹药，你们三个务必要保护好大长老。人影一闪，柳如烟急匆匆地走了。场中只剩下三女面面相觑。等了片刻，白莲儿突然说道：咦，师傅身上怎么这么脏，好像是体内的杂质都排出来了。他用精巧的小鼻子嗅了嗅，不禁捂着鼻子说道：呀，好臭啊，师傅身上的味道好难闻。曲有容心头一震，想到了一个名词：洗精法水。他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昏迷中的君莫笑，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极为重要的境界突破之时。没想到大长老不但恢复了年轻，境界上也有了大幅度提升。姐姐，咱们快去准备热水，给师傅沐浴。好，白莲儿也不啰嗦，直接应承下来。片刻之后，两个妹子就准备好了一大桶热水。曲有容想到了什么，对着两个单纯的小姑娘问道：难道你俩要给大长老洗澡？对啊，白莲儿和白烟同时点头，一脸的理所当然之态。我们是弟子，当然有义务要孝敬师傅了。可是曲有容反倒有些不自在起来，内心之中甚至有一些酸溜溜的。里屋内，姐妹俩七手八脚的将君莫笑扒光，时而传来疑惑之声：奇怪，怎会长得不一样？并且他看起来好凶啊。门外偷听的曲有容乃是一个俏寡妇，知晓的事物自然不少，此刻不禁面红心跳，口干舌燥。扑通一声，木桶上溅起大片水花，君莫笑已然被扔了进去。姐妹俩未曾伺候过他人，此时动作笨拙，处于昏迷状态的君莫笑险些被水呛死。终于，偷听的曲有容再也忍耐不住，他猛地推开房门，对着两个举止粗鲁的女孩面带红晕说道：你们两个笨手笨脚的，还是由我来为大长老沐浴吧。啊，那太感谢容姐姐了。两个小萝莉正为此事犯愁，此刻听到曲有容的话，也未多做思考，当即欢呼起来。殊不知这是直接把自己的师傅给出卖了。赶走两个小萝莉后，曲有容紧闭房门，望着独自躺在木桶中的君莫笑，那张帅气迷人的大叔脸庞，曲有容没来由的心脏急速跳动起来，不知是天气太过炎热还是其他缘故，他全身不由自主的香汗淋漓，只觉燥热难耐。无奈之下，曲有容只得脱去法袍，紧着抹胸开始工作。很快，君莫笑身上的杂质被清理干净，他又换了一盆清澈的清水，为对方仔细擦拭，坚决不遗漏任何一处。这项工作他做得极为认真，简直比最专业的搓澡工还要细致入微，有些部位都清洗了数十遍。他仍不罢休，此刻曲有容的气息变得极不稳定，脑海中正在展开激烈的天人交战。理智的小人与欲念的小人正在激烈交锋，最终代表理智的小人惨败，被欲念小人彻底击败。这一刻他彻底失控了，直接哼起了一首久远的儿歌。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不知过了多久，柳如烟匆匆赶回，走进院子后未见君莫笑，只看到两个小萝莉。灵儿烟儿，你们的师傅呢？白莲儿小手指向一个屋子，脆生生地开口回答：我师傅在那个屋子里洗澡呢。咦，你师傅醒了吗？柳如烟疑惑道。没呢，世容姐姐主动代替我们在里面为我师傅洗澡。
柳如烟一愣，随后眼神变得凌厉起来。这个徒弟虽说向来守身如玉，是个好女孩，但毕竟经历过男女之事，已经渴望多年。此时面对毫无抵抗之力的君莫笑，若还能把持得住，那才怪了。身形一闪，他便来到房门前，侧耳倾听，竟毫无动静。好呀，你居然还布下了隔音阵法。看着身后好奇的2个小萝莉，柳如烟轻哼一声，故作镇定道：你俩在这里守着院门，我也去里面帮忙。师叔放心，我们一定守好这里。姐妹2人齐声回答。柳如烟点点头，单手用力猛地一推，砰！房门被关紧，并再次布下隔音阵法，里面无论发出何种声音，外界都无法听到。又过了半个时辰，守在院子里的2个萝莉全然不知里面发生的事，只是感觉情况有些怪异。2女相互对望一眼，白脸吐槽道：这师徒还真是奇怪，怎么都喜欢给别人洗澡啊？是啊，而且都洗了1个时辰了吧？怎么还没结束？好无聊啊！时间缓缓流逝，一直到2个时辰后，房门方才打开，柳如烟和曲有容面色绯红地走出，眉眼之间尽是妩媚之态。在他们身后，君莫笑一脸铁青，脚步略显虚浮。啊，师父醒了，您身体没事吧？姐妹2人看到君莫笑安然无恙，欢天喜地地跑了过来。还未等2个小徒弟靠近，君莫笑抬手就给了2女每人1个抱栗子，呵斥道：你俩是怎么当徒弟的？师父被人欺负了都不管，居然还在门口为别人站岗。姐妹2人双手捂头，疼得眼角含泪，嘟着嘴问道：不会啊，我们一直守在门口，没看到有坏人进去啊。君莫笑无奈地抚了抚额头，这2个徒儿还真是单纯的可爱。他转头狠狠地瞪了一眼柳如烟和曲有容，这2个烧鸡居然趁着自己昏迷之时对自己霸王硬上弓。他本身就法力亏空严重，身体极度虚弱，又遭遇这2个空虚100年的烧，想到方才苏醒后第一眼看到的惊人画面，那东西如同泰山压顶一般坐下，他险些崩溃，再次狠狠地瞪了一眼偷笑的柳如烟。他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此仇不报，誓不罢休。他一定要将今天所遭受的加倍讨回。还有那个曲有容也不能放过。表面看起来一本正经，行事起来却如此疯狂，比起柳如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柳如烟也知晓自己师徒做得太过分了，居然还用了整整1瓶龙虎大力丸，这件事情恐怕难以妥善解决了。果不其然，夜半3更，一道威风凛凛的身影闯进了柳如烟的闺房，并且他的手中还提着另外一个女人，将手中的女人扔到柳如烟的大床上。神秘黑影冷冷说道：今天白天你们师徒趁我昏迷对我用药，还强行非礼，我这个人向来是非分明，这是1瓶10颗百花合欢丸，你俩吃了它。柳如烟与一脸茫然的曲有容相互对望一眼，随后每人乖乖地吃下了5颗丹药。神秘黑影嘴角上扬，大手一挥，直接用强大的法力封住了2人的丹田。此时这2人就如同普通女子一般，毫无反抗之力。柳如烟嘴角泛起一丝微笑，心中暗道：师兄真会玩，今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了。旁边的曲有容只感全身气息逐渐躁动起来，内心也在暗暗憧憬着未来。那黑影正是为复仇而来的君莫笑，他并未扑过去占有2女，而是直接掷出2根法器绳索，将2女的手脚牢牢绑住，致使他们无法自行解开。接下来君莫笑强行扯下2女的绣花小口罩，蛮横地塞入他们痰口中，令其无法呼喊。今晚他可是来报仇的，并非来施予温暖的。很快药效发作，2女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乱扭起来，口中忍不住发出呜呜的声音，看样子似乎极为难受。君莫笑给房间布下隔绝阵法，十分悠然地坐在旁边的一张方桌旁，还为自己泡了一杯悟道灵茶。他们服下的百花合欢丸乃是出自合欢宗的4品丹药，一连服用5颗之后，如果不双修，虽说不至于爆体身亡，但也必定会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今晚他绝对不会碰着师徒2人，就是要狠狠折磨他们一番。哼哼，我君莫笑给你，你才能要，我不给，你若拿了就要接受我的惩罚。这一夜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春潮涌动。翌日清晨时分，君莫笑方才解开2女身上的束缚，低头瞧了一眼满地狼藉，他神色平静，问道：你俩知道错了吗？柳如烟和曲有容哽咽许久，最终才缓缓点头，2双猩红的眸子中依旧充满了悸动之态。砰！房门关闭，君莫笑已然离开。柳如烟心中泛起一丝后怕，以往他也曾诱惑对方成就好事，但那也是在对方默许的情况下，这一次的确是他们师徒做得太过分了。此时2女身上的药效尚存不少，这般模样根本无法见人，只能躲在房间里慢慢驱散剩余药力。君莫笑回到自己的床上，这才彻底放松下来，嘴角泛起微笑。打开面板，姓名君莫笑，
年龄502岁，剩余寿命1200年。境界化神初期，灵根天赋，九阳仙体，悟性逆天，气运等级金色2品。身份洛云宗大长老。法宝七宝葫芦、牵引镜、天龙紫金冠、斩仙飞剑、金砖。功法神通大力神魔经、神魔同体诀、御仙印、大自在长生诀、大混沌雷剑、天心剑诀。万万未曾想到，他历经了此次雷劫之后，自身的变化竟是如此之大。不但境界得以突破，这副躯体也变得更为结实年轻，甚至还凭空增添了400年的寿元。要知道，他只是恢复修为，并非重新突破。能获此般好处，多亏了雷劫的洗礼。还有一点益处，那便是气运之子魔无道的死，也算在了君莫笑头上。魔无道拥有金色气运，当其死后，除了一部分回归这片天地外，又有一部分被自己所吸收，致使其气运等级达到了金色2品。气运越高，运气越好，这一点毋庸置疑。不管是曾经的萧火火，还是唐三号，亦或是魔无道，那都是大气运之人。若不是遇上他这个拥有系统的逆天存在，这3人未来都会成就非凡，达到大地层次，甚至飞升成仙都并非痴妄。此时系统任务的奖励早已送达，未来他的奖励返还上限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最高权限已然上升到了地品层次。对于此，他还是极为期待的。此次之所以能够成功突破雷劫，8品丹药生生造化丸功不可没，还有绝品灵宝7宝葫芦，那也是立下了大功。若是更强的9品丹药、地品丹药，亦或是地兵，那该有多么强大。他的内心便变得炽热一片。冷静下来，忽然他想到一事，即刻站了起来。昨日屠灭了大天魔宗众多高手，他们身上的法宝和储物戒虽说大部分都在雷劫中毁灭了，但也保不齐还有漏网之鱼。嗖，他的身影破空而出，直接御剑飞向战场所在。斩查功夫，他已然来到了数千里外的原战场处。由于遭受过雷劫的洗礼，此地仍旧弥漫着可怕的威压余波，连金丹修士都感到心悸不已。昨天若不是白灵儿等人心急如焚，也不会冒险进入此地。神念散开，他扫视一圈，并未有外人闯入的痕迹，这也在情理之中。此处本就荒凉，又是洛云宗的地盘，其他宗门即便发觉异常，也不会贸然前来。他落在地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逐步探索这片区域。许久之后，就在他一无所获，打算放弃之时，突然察觉到了一物，那是一杆漆黑的大幡，上面有些许破损，但并无大碍。哈哈，这不是魔无道的上品灵宝炼魂幡吗？没想到遗落在此了，捡回去不能浪费。这东西于他无用，但拿去卖钱或者送人都是极好的。这突如其来的炼魂幡让君莫笑尝到了甜头，打起精神继续探寻。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枚黑色雕花戒指出现在了他的手中。这是君莫笑眼前一亮，认了出来，大天魔宗的宗主信物至尊魔戒。这枚戒指品质极高，所以才能在毁天灭地的天雷中安然幸存。即便其主人魔无道已经灰飞烟灭，至尊魔戒依旧完好无损。这还真是意外之祸啊！君莫笑的嘴角扬起微笑。昨天的行动，大天魔宗不但损失惨重，宗主魔无道也惨死，甚至连至尊魔戒都落入了自己手中。听闻大天魔宗掌控着一个上古秘境，唯有依靠至尊魔戒方能开启秘境入口。失去了至尊魔戒，就等同于失去了那个上古秘境。这一回，魔宗真要欲哭无泪了。魔无道已亡，手中的至尊魔戒变成了无主之物。君莫笑神念轻松探入其中，顿时发现其中大量的物资。片刻之后，神念收回，君莫笑表情极为不屑。什么玩意儿？竟然这般穷！最好的炼魂幡才是上品灵宝，连一件绝品灵宝都没有。丹药更是悲催，最厉害的才是7品，还仅有几颗。这么穷，你是如何当上大天魔宗宗主的？吐槽了片刻之后，君莫笑终于瞧见一个令他感兴趣的物件，那是一个碧玉瓷瓶，从中散发出的气息让他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威压。打开瓶盖，君莫笑凑上前去瞧了瞧，这瓶子里面居然是一种紫色浓稠的精血。他瞬间想到当初魔无道妥协之时，就曾提出拿上古天龙精血来换取自由。难道说这瓶子里装着的便是上古天龙精血，也就是合欢宗那个大妖精花嫩苗指名要的东西？对于花嫩苗，君莫笑自然是认识的，甚至可以说相当熟悉。这女子乃是这一代的合欢宗宗主，其艳名在整个修仙界广为传播。她还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其不要脸的外号花仙子。由于花嫩苗与姬如雪同属修仙界4大美人，并且2人都是10大仙门的宗主，所以关系良好，时常会来洛云宗做客。正因如此，花嫩苗也结识了君莫笑。面对当初的超级帅哥君莫笑，
花嫩淼哪里能够把持得住自己，当着姬如雪的面，直接就开始挖墙脚，试图把人给勾引走。这怎么能行？姬如雪当场就怒了。两位绝代佳人在空中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姬如雪技高一筹，把花嫩淼的挺翘差点打得开花。自那以后，花嫩淼便将那份心思隐匿了起来，重新回归凯岩城。君莫笑手中不停地把玩着装着上古天龙精血的玉瓶，心中思索着上古天龙乃是超越大地的存在，等同于飞升后的仙人。也不知魔无道士从何处弄来这瓶精血，瞧了一眼戴在手指上的至尊魔戒，他灵光一闪，难道说那个秘境会与上古天龙有关？若果真如此，日后他倒是能够去闯荡一番。不过该秘境乃是大天魔宗最为重要之物，如今魔无道身亡，至尊魔戒丢失，想必定会有魔宗的合体期太上长老在那边守株待兔，在没有十足把握之时，他尚不能去冒险。晃了晃脑袋，君莫笑开始探究这瓶精血。紫色的血液中飘散着一股芬芳，令人有一种舔一口的冲动。君莫笑抿了抿嘴唇，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这股冲动。冥冥中一个声音告诫他，此物绝不能舔，否则他的一世英名将会毁于一旦。他向来行事谨慎，随即便盖上了瓶盖。花嫩淼身为修仙界4大美人之一，那必然也是气运之女，再差也有上百倍的回报。拥有系统，他完全能够拿这东西与花嫩淼做交易，要求不高，只要知晓这东西的具体价值和如何使用就行。到时候既能卖花嫩淼一个人情，也能利用系统获取更多的上古天龙精血。此事先不着急，趁着这段闲暇时间，他要抓紧稳固修为，尽早恢复到当初的化神大圆满境界。不久之后，一则令整个修仙界震惊的消息传了出来：大天魔宗在星河灵脉矿此处埋伏君莫笑，结果却出现意外，全军覆没。众多大天魔宗的高手陨落，其中不但有魔宗4侯，甚至还包括了当代的大天魔宗宗主魔无道。一时间，整个修仙界一片哗然，无数人都在揣测那一日究竟发生了何事。有些人觉得魔无道等人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是遭到了落云宗的高手埋伏。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位不世出的老怪物出手，协助君莫笑解决了那些人。甚至还有人提出，这是大天魔宗的人发生了内乱，两败俱伤，最后被君莫笑捡了便宜。总之，没有人愿意相信魔无道等人是被君莫笑凭借一己之力消灭的。炼虚修士本就稀缺，大天魔宗前前后后居然陨落了6人，这已然是元气大伤。最后，一位合体期的老魔头出山，重新担任了宗主之位。这位老魔头出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命令，魔宗弟子暂时停止一切挑衅仙道的活动，休养生息，争取在20年之内培养出几个新的炼虚期强者，避免青黄不接的情况发生。而这位老魔头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派人日夜看守一座秘境入口，守株待兔，抓捕携带至尊魔戒之人。当然，至尊魔戒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君莫笑身上，不过此人背后或许有一尊大能存在，不到万不得已，大天魔宗不想直接与他产生冲突，实在是死的人太多。几个大天魔宗的老怪物、大魔头若是不顾及颜面，前去找君莫笑的麻烦，落云宗后山的太上长老们必然不会坐视不管，也一定会出手。如此一来，新的一轮仙魔大战恐怕又要爆发了。这一日，柳如烟小院内，丁宿主指导气运之女白烟儿修炼，合并触发1800倍暴击返还，修炼时间2年。接收到系统奖励，君莫笑全身气息猛地一阵波动，全身修为再度提升，已然达到了化神中期。君莫笑十分满意的笑了笑，依靠着不断指导气运之女修炼，他的修为进展极快。通过隔3差5的指导训练，仅仅过去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就又一次突破了。因为他修炼了大力神魔经，致使境界突破异常缓慢。若是他独自修炼的话，即便丹药物资充裕，恐怕也要几10年才能彻底恢复境界。可如今利用系统返还，这境界提升快的简直如同坐火箭一般。不远处同样在指导弟子的柳如烟注意到他心情甚好，于是赶忙上前套近乎：灵儿和烟儿天资极佳，再加上有你这位名师指导，恐怕很快就会突破到金丹后期了。可惜有容愚笨，师妹我又才疏学浅，真是比不得师兄师徒啊。这1个多月以来，君莫笑的气也早就消了，毕竟有过鱼水之欢，再加上都是气运之女，对他的价值极大，所以君莫笑也就顺水推舟，淡淡的说道：有容的资质也算不错，若是将落云长春宫炼至圆满，将来成就合体期甚至大成期也不在话下。曲有容双眼一亮，心中有些感动。还是大长老说话中听，长得还俊朗，烧鸡师傅自己的落云长春宫都没有大成，还指导他修炼，根本就是瞎扯。他向前一步，直接跪在君莫笑面前，任由傲人的部位贴到地面，沾上尘土。
弟子修炼上有诸多不明白的地方，还请大长老指点一二。君莫笑点点头，算是应允了。接下来，柳如烟厚着脸皮也贴了过来。宿主指导气运之女柳如烟、曲有容修炼，合并触发400倍暴击返还。修炼时间5个月，时光如同白驹过隙，转瞬之间大半年就过去了。这一天，君莫笑走出房门，忍不住发出一阵轻笑，声音直传百里，竟将天上的乌云都冲散开来。他再次实现了突破，终于，他恢复到了全盛时期的化神大圆满境界，其实力战力更是难以估量。君莫笑估摸，若是遭遇一般的合体期大能，他即便难以战胜，也能够从容撤离。在修仙界，根本在于实力，只要具备实力，他便有底气面对一切。在此地已然停留了将近1年，身为落云宗大长老，他无法安心在此，对诸事不管不顾。宗门那边早已发来传讯，邀他回去坐镇落云宗。几位太上长老自从得知君莫笑借助雷劫铲除了魔无道等人后，纷纷惊为天人，对他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姬如雪了。关于雷劫之事，也被列入落云宗的绝对机密，并告知柳如烟绝对不能泄露。太上长老陆玄亲自前往当初的雷劫之地，运用强大法力抹除了那里的雷劫痕迹，使人无法再看出任何端倪。什么？你要回去了？得知这一消息的柳如烟不禁惊叫出声，一旁的曲有容亦流露出不舍之情。这段时间以来，他与君莫笑之间的情感纠葛颇为复杂。他对君莫笑既有着如同对待师父般的尊敬，又怀揣着对男神般的仰慕与憧憬。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躺在床上，怀抱被子，脑海中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与君莫笑相处的那一幕，情感难以自禁。同样，柳如烟的心中也涌动着更为强烈的渴望。今日天色已晚，明早我便带着灵儿和嫣儿一同返回落云宗了。君莫笑沉思片刻后说道。想到即将告别，他打算拿出一份礼物当作离别礼物。只见他单手一翻，一尊金光闪闪的法宝便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法宝方方正正，宛如板砖，正是中品灵宝金砖。如烟师妹，此物威力极大，便送给你防身之用吧。君莫笑慷慨地说道。师兄，你……柳如烟望着那金光闪闪，几乎能晃瞎人眼的法宝金砖，瞬间被震惊的呆立当场。这可是一件珍贵的中品灵宝啊！师兄竟然如此大方，说送就送。一想到这位帅逼又大气的师兄即将离开自己，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瞬间泪水夺眶而出。他真的舍不得啊！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柳如烟中品灵宝金砖成功，返还先天灵宝翻天印。翻天印，先天灵宝拥有翻手无情、专拍脑门的恐怖特性，一旦被其锁定，几乎无人能逃脱那致命的一击。被翻天印砸死之人，死状之惨烈，无不令人胆寒心惊。君莫笑的系统空间中，一尊弥漫着浓郁杀气的大印凭空浮现，道道先天之气缭绕其间。先天灵宝，君莫笑一时一愣，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获得的第一件先天灵宝，竟然是从柳如烟这里得到的回馈。毋庸置疑，翻天印的威力远超金砖无数倍，即便是合体期的大能者，一旦被翻天印砸中脑门，8成也会落得个魂飞魄散的下场。用一件中品灵宝金砖换来一件先天灵宝翻天印，这无疑是极为划算的交易。此时的柳如烟手捧着金砖，一对美眸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几乎要溢出感动泪水来。这一幕让旁边的曲有容羡慕不已，他忍不住偷偷地瞥了一眼君莫笑，心中满是失落。有容，这个给你。君莫笑深知两位女子都是气运之女，自然不会厚此薄彼。考虑到曲有容只是元婴初期的修为，他送出了一件下品灵宝紫电青霜剑和一件极品法器玄光盾，这种层次的法宝，君莫笑手中颇为充裕，随便送出2件，都足以让这位俏寡妇感动得痛哭流涕。果然，曲有容双手颤抖地接过法宝，红润的嘴唇微微张开，恭恭敬敬地说道：“谢谢大长老。”此时，他的内心激动不已，一颗心砰砰直跳。他看向君莫笑的眼神中充满了炽热的情感，直愣愣的，仿佛要将他一口吞掉。大长老外冷内热，显然他的心里还是在乎我的。曲有容在心中暗自思量着。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躯有容法宝成功，返还。斩仙飞剑中品灵宝12把。丁，您的斩仙剑阵当前飞剑数量已达到100把，已达到圆满层次。您可以选择将100把斩仙飞剑凝聚为一，成为真正的斩仙剑阵。君莫笑闻言一愣，原来如此啊！他心念一动，立刻发布命令：凝聚。刹那间，系统空间内100把斩仙飞剑爆发出惊人的气息，直接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蕴含着恐怖威能的阵盘。这个阵盘便是蕴含100把斩仙飞剑的斩仙剑阵，其威力恐怕丝毫不逊色于先天灵宝翻天印。
手中的底牌又多了一个，君莫笑自然是极为满意，忍不住对着柳如烟师徒二人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啊，师兄，大长老，对我笑了，是不是在暗示什么？柳如烟和曲有容同时心中一动，难道是要来个离别前的最后一刻？他们的心中不禁生出这样的念头。明月高悬，繁星点点，房间的门轻轻嘎吱一声响，一道人影扭扭捏捏地走了进来。大床上，君莫笑缓缓睁开了眼睛，看着突然闯入的人影，开口问道：夜色已深，你还不去休息，来此所为何事？曲有容抬手在房屋周围布下一道禁制，以防这里的声音传出去。君莫笑眼神中带着几分戏谑，打量着这半夜闯入的不速之客。一身着炫目的黑裙，曼妙的身姿尽显无疑，曲线柔美动人，肌肤温润如玉。她不施粉黛，却英姿飒爽，朱唇微起间，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独特韵味。她的脸颊绯红，宛如霞光绽放，红晕蜿蜒至颈项，美不胜收，令人赞叹不已。曲有容挽了挽发丝，声音细若蚊蝇：大长老，明天你就要离开，这一走恐怕很久都不能再见面了。今晚是最后的机会，我睡不着，想请大长老再上最后一课。君莫笑自然明白美人的心意，俗话说得好，最难消受美人恩。看着这尤物这副任君采摘的模样，他也有些心动了。九阳仙体开始不受控制的产生了反应。好吧，我今天就再教你最后一课。君莫笑也不再压制这份感受，微笑着说道。曲有容闻言大喜，素手轻轻一拉裙带，羞涩而又期待地靠近了君莫笑，烛火摇曳，半夜未熄。房间内弥漫着温馨而又旖旎的气息。后半夜，一道苗条倩影推开房门走了进来。来人身着洁白如雪的长裙，肌肤白皙胜雪，腰肢纤细如柳。她轻盈地走着，白裙随风轻扬，隐约间露出修长的美腿，如雪般晶莹剔透。柳如烟看清屋内风光，不禁一愣，低声嘟囔几句，褪下了衣衫。无疑，君莫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第二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房间时，君莫笑已经整理好衣衫，准备离开。在回头轻掩房门之际，他又不禁瞥向室内，只见美人正酣然沉睡，嘴角挂着满足的微笑。君莫笑轻轻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温煦的笑意。昨晚吃得那么饱，想必今日一整天都不会感到饥饿了吧？灵儿、烟儿，准备妥当了吗？我们该启程了。君莫笑声音温和，对着两个刚刚起床不久的徒弟说道。白烟儿目光掠过曲有容的房间，眉头微蹙，满是不解。师父，我刚才去与容姐姐道别，却发现她并不在房中。哦，或许是去找她师父了吧，无需挂怀。君莫笑随意的解释道。可是情况似乎有些不对。白灵儿歪着头，疑惑的说道。我也去了柳师叔的房间探望，同样不见人影。这大清早的，他们究竟去哪里了？难道是背着我们去办什么秘密大事了吗？白灵儿的好奇心被彻底激发，口中不停地嘀咕着。我明白了。白烟儿突然灵光一闪，对姐姐说道，他们肯定是去方便了，我去找找看。望着这两个求知若渴的小萝莉，君莫笑无奈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心中暗自好笑。他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昨晚的情景。激动之下，那两个原本不是完璧的女子，竟愿意将他们的另一份纯洁奉献给他。那一刻，君莫笑心中哑然，但也接受了这份礼物。走吧，别管他们了，我们先行一步。君莫笑挥了挥手，打断了徒儿们的猜测与议论，带领他们踏上了回宗之路。三道御剑之光拔地而起，飞速向着落云宗方向而去。一路无话。这一日，落云宗那磅礴大气的宗门驻地便落入他们的眼中。金碧辉煌的宫殿连绵不绝，山峰林立，流水潺潺，开了灵芝的仙情围绕着一座从天而降的瀑布穿梭。从落云宗山门到宗主大殿这段路程，有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沿途穿越4处沟索桥。沟索桥下是奔腾不息的河水，水流与周围的石壁碰撞，溅起的水花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一般的瑰丽景色。君莫笑知道，脚下这条康庄大道以及4座沟索桥隐藏着巨大的杀机，这里便是落云宗赖以生存的护宗大阵十面埋伏。一旦其被激活，其威力足以令合体期巅峰的大能之辈也为之允落君莫笑协同2位弟子归来。他们的步伐稳健而平静，毫无波澜地踏入了落云宗的大门。沿途众多宗门弟子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咦，这位大叔气宇轩昂，风采非凡，究竟是何方神圣？你们快看，他身边的那2个小萝莉，不就是白家的姐妹吗？近1年未见，他的身高似乎并未有所增长，依旧娇小玲珑。你们说，那位帅气的大叔是否是白家姐妹的家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很密切。正当这群年轻弟子议论纷纷之际，一位资深长老的目光紧紧锁定了君莫笑的脸庞。他的脑海中迅速闪过一幅幅画面，
终于忆起了这位熟悉面孔的主人究竟是谁。不会吧？他难以置信地惊呼出声，眼睛瞪得滚圆，仿佛要脱眶而出。此人怎会与大长老如此相似？简直就像是大长老年轻时的模样。难道他就是大长老？什么？你说这位就是大长老？旁边的人闻言顿时被吓了一跳，满脸惊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长老不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吗？何时变成了如此帅气的大叔？莫非大长老得到了什么珍稀的天才地宝，竟然能够返老还童？很快，大长老归来并返老还童的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迅速在宗门内传播开来。无数人闻风而动，纷纷涌向这里，想要亲眼目睹这一奇观。当他们看到原本须发皆白的大长老如今已变成一位风度翩翩、帅气非凡的大叔时，无不震惊的瞠目结舌。以前还传言说大长老大限将至，如今看他这精气神，谁还能说他命不久矣？恐怕连他们自己能不能活得过大长老都还是个未知数呢。一些宗门的女弟子更是情不自禁地羞红了脸，目光中闪烁着崇拜与爱慕的光芒。如今的大长老已彻底蜕变成为一位温文尔雅、风采照人的大叔，他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一种沉稳而内敛的韵味，这对于那些活力四射的女弟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看着那些热情洋溢的弟子们，君莫笑不禁陷入了回忆之中，仿佛回到了10年前的那段时光。唉，看来以后又要面临众多仙子们的热情追捧了。他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却充满了感慨。太岁峰上，君莫笑推开了那扇小院院门，然而他并没有看到于若仙和江妙一这两个俏丽的徒弟扑过来迎接他，相反，他看到了一位身姿极为诱人、赤足而立的绝美女子正在悟道树下静静的修炼。咦，这不是轩儿吗？君莫笑一眼便认出了这位从大天魔宗叛逃而来的颜若勋。颜若勋听到门口的阵法被触动的声音，缓缓睁开了那双犹如璀璨星河般的美眸。当他看到一位拥有着无穷魅力的男人带着2个小萝莉走了进来时，不禁微微一愣。呀，此人是谁？好帅啊！他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悸动。随后，他便感应到了对方体内传来的犹如汪洋大海般浩瀚无垠的纯阳之力。他知道，若是自己的九阴之体能够吸收这股力量，必将对自己的修为产生巨大的裨益。感受着体内那股涌动的悸动之情，颜若勋轻易地认出了来人的身份，那是他唯一的男人，那个让他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男人。大长老，您终于回来了。颜若勋略显紧张地站起身来，脸颊不由自主地泛起一抹红晕。并非他本性轻浮，实在是对方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太过迷人，拥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就好像他那独特的九阴之体天生就应该成为对方的修炼炉鼎，供对方采撷一般。同样的，身怀九阴之体的颜若勋对君莫笑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就像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只要他挥挥手就能轻松采摘下来蹂躏。好在君莫笑并非初出茅庐的少年，还不至于被这种吸引力扰乱心神。君莫笑径直走向那张熟悉的摇椅，悠然自得地躺了上去，随后对颜若勋问道：勋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宗门和外界可曾发生过什么大事？都和我说说吧。是，大长老。颜若勋恭敬地应了一声，随即搬来一个小板凳坐下。他精致的脸庞下是呼之欲出的曼妙身姿，一双修长健美的大长腿交叠放置，显得尤为诱人。他赤着的美足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调皮灵动的脚趾时不时的轻轻晃动，脚腕上的铃铛随着他的动作发出悦耳的叮叮声。若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颜若勋，那便是极端的媚。这种魅力源自他自身体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性感。论对男人的吸引力，甚至要比柳如烟的烧更胜3分。凭借绝世容貌，他也继于若仙、江妙一之后，成为了落云宗又一位女神级人物。不仅是众多宗门弟子对他心生爱慕，就连一些内门长老也对他的美貌垂涎3尺。颜若勋谈口微起，朱唇轻启，将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君莫笑静静地聆听着，尤其关注着仙儿和妙一的消息。首先是妙一，这丫头在轩辕皇朝内历练，身边跟着青木王作为护道者，安全倒是没有问题。前段时间轩辕皇朝老皇主退位，太子轩辕问天继位成了新的皇帝，一时之间普天同庆，庆祝新皇登基。江妙一在轩辕皇朝内玩的乐不思蜀，意外结识了长公主殿下，成为一对好闺蜜，目前就居住在公主府中。妙一仙子才貌双全，名号响亮，长公主也是年轻貌美，人间绝色，二女风姿无双，引来无数王孙贵族少年的垂青，整天遵守在公主府外，期待能够一睹芳容。君莫笑想起古灵精怪的二弟子，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一丝微笑。少女心性，就任她先玩几年吧。接下来就是于若仙的消息了。此事说来话长，近些年间，蜀山剑派出现了一位剑道天才弟子，
年仅16岁便已结丹成功，22岁时更是达到了金丹大圆满的境界。这位天才在护道者的陪同下，开始游历天下，以剑释道，磨砺自身。这半年来，10大仙门的众多剑道弟子纷纷败在他的手下，就连落云宗的得意弟子也未能幸免。此人得意忘形，开始嘲笑落云宗之人不配用剑，声称落云宗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就连当初威名赫赫的千仞太岁，恐怕也只是徒有虚名之辈。就在这时，一道清冷如仙的身影站了出来，正是眸光冷冽的于若仙。师尊的威名岂容他人侮辱？他手持清玄剑，以金丹后期的修为挑战那位男子。双方缠斗了近100回合，最终于若仙以微弱的劣势惜败。君莫笑知道徒弟于若仙心高气傲，此次败北，他心里必定不好受。他料想的没错，比剑失败后，于若仙便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1天1夜。最后，他留下了一封书信，便悄然离去。说到这里，颜若勋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双手恭敬的递上。君莫笑接过书信，轻轻揭开封皮，一行行娟秀的小字映入眼帘。他快速的浏览了2眼，心中不禁微微一紧。原来仙儿是回无泪之城了。据清玄所说，无泪之城乃是一处大地秘境。既然当初的唐三浩已死，那无泪之城的机缘他也有机会获得。只是此行凶险万分，即便成功，也至少需要3年时光才能回归。若是失败，那便算是他不孝了。娟秀的字迹上还有着大片被泪水浸湿后的痕迹，可以想象得到，仙儿在写下这封信时必定是泪流满面。君莫笑沉默了，他知道仙儿之所以会离开，与自己当日拒绝他有很大关系。多好的女孩啊！若真的出现什么意外，他必定会自责半生。或许那天我真的不应该推开他的，鬼使神差的，他心中竟然萌生了这样的想法。于若仙是他的首徒，对他，君莫笑投入了最多的感情，看着他就像是看待自己的女儿一般，因此他才会在面对他时如此矜持。但从这一刻开始，他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大长老，大长老！旁边颜若勋的呼唤打断了君莫笑的思绪。这个女人也很聪明，从君莫笑的眼神中看出了很多事情。趁着君莫笑心神放松，内心空虚的这一刻，他终于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打算。扑通一声，颜若勋突然跪拜下来，对着君莫笑言辞恳切地开口道：大长老，妙一仙子和于仙子走后，您的身边缺乏人照顾，弟子不才，想拜您为师，孝顺您老人家。君莫笑人老成精，一眼就看出颜若勋话里有话。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在落云宗受了什么委屈？有了大长老撑腰，颜若勋便放心地讲述起来。其实拜大长老为师这件事，颜若勋早就想做了。他改投宗门来到落云宗后，处境并不太好。由于长得太过漂亮，女弟子们十分排挤他。宗门分给他的房间3天2头出事，不是着火就是丢东西，有时墙上还会被人写上贱货、烧鸡等侮辱性的字眼。同样是因为长得漂亮，男弟子和长老们垂涎他的身体，经常对他进行骚扰。以他的姿色，若是没有强硬的后台支撑，迟早会成为别人的炉鼎。在刚刚来到落云宗时，他与大长老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因此无人敢对他下手。但时隔1年多，他依旧没有任何名分，这就让某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是那位自称落云宗第一风流长老的沈浪，在放弃了对于若仙的念头后，便将目光转向了颜若勋。颜若勋的日子愈发艰难起来，他时常感到无助和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究竟在何方。但他从未放弃过希望，一直在寻找着改变命运的机会。而现在，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看着君莫笑，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知道，只要能够成为大长老的徒弟，他的生活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君莫笑静静地聆听着颜若勋的叙述，面容之上没有波澜，然而心中却在权衡着这件事情。将颜若勋纳入门下，对于他而言，无疑是一件极为有利的事情。颜若勋身为气运之女，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运势，能够为他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此女的天赋与潜力亦是颇为不俗，只要发展顺利，假以时日，她定能在修仙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方巨擘。然而，若是不收她为徒，情况又会如何呢？以颜若勋那出众的身姿与容貌，恐怕难免会引来一些心怀不轨之人的觊觎。他知道，在修仙界中，像他这样拥有纯阴体质的绝色佳人，背后没有大佬做靠山，迟早会成为炉鼎。而他也很可能迎来同道之人，甚至还不止1-2位。君莫笑抚摸着自己乌黑发亮的发丝，不想让他变色，心中有了决定。此事的确是我有所疏忽。既然是我将你带回落云宗，我便有责任为你安排妥当。今日，老夫便收你为徒，从此，你便是我君莫笑的第5位亲传弟子。君莫笑目光如炬，
神色坚定，继续说道：“谁若再敢对你有非分之想，便是与老夫为敌，我定会出手，绝不留情。”颜若勋一直期待着这句话，此刻听到师父如此表态，他心中大喜过望，慌忙跪地磕头拜师，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感激与敬仰：“师父在上，请受轩儿一拜。”丁，气运之女颜若勋与你的羁绊值提升至3点，暴击返还倍数跃升至900倍。君莫笑听闻此言，心中暗自高兴。颜若勋与灵儿、嫣儿竟如此出乎意料的相似，如今的返还倍数都已高达900倍。虽然如今仙儿不在身边，但颜若勋勉强能够填补这一空缺，为他带来更多的机缘与气运。君莫笑随手取出3个精致的玉瓶，递向颜若勋，语气中透露出一丝关切。这是5品元婴丹与5品破镜丹，还有珍贵的100滴天地灵液。有了这些资源，你突破到化神期的资源就不缺了。他又随手一抓，3张闪烁着森寒剑意的符箓凭空出现，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杀意。这是6品庚金剑羽符，一旦激活，便能发出等同于化神后期强者全力一击的威力。你且收好，留作保命之用。最后，君莫笑一拍储物戒，一柄散发着凛冽寒意的宝剑与一件华丽无比的法袍飞出，璀璨夺目，犹如夜空中最耀眼的星辰。徒儿，这是为师赠予你的紫电青霜剑与天蚕宝衣，皆是下品灵宝，你且收下。颜若勋望着眼前师父赠予的这些珍贵宝物，早已被师父的大手笔所震惊。他美眸紧盯着眼前的男人，心中涌起几分羞涩与俏皮。师父，简直太帅了！师父，徒儿已被你深深迷住，这可如何是好？颜若勋收好这些东西，心中感动不已，做那充实逆徒心思快要压制不住了。好在君莫笑平素的威严犹在，他的所有弟子中只有江妙一偶尔不听话，其他弟子倒是乖巧得很。白灵儿和白嫣儿一言不发地目睹了这一切，2个小萝莉的心智似乎与他们的身高一样，都是弱项。特别单纯看见自己的师尊又收了一个弟子后，他们显得特别高兴，仿佛找到了新的玩伴。太好了，咱们不是最小的了，现在有小师妹可以欺负了，嘻嘻。颜若勋神念一扫白家姐妹，发觉她们只是金丹后期的修为，以自己的实力，一根手指都能击败这姐妹2人。然而，可惜她入门较晚，即便实力再强，也依旧只是小师妹。看着2个身高还没有超过她高耸胸口的小萝莉，颜若勋虽然心中有些无奈，却也只能上前行礼。2位师姐好，师妹这厢有礼了。这一句师姐叫得白灵儿和白嫣儿小脸红扑扑的，犹如盛开的桃花，显得特别可爱。君莫笑欣慰地看着眼前的3个徒弟，轻轻端起一杯悟道茶，细细品味着其中的滋味。茶香袅袅，仿佛能够洗涤人的心灵。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颜若勋元婴丹、破镜丹、天地灵液成功合并触发奖励返还。极品养魂丹8品丹药，极品养魂丹8品丹药，珍贵无比，用作温养神魂之力，功效顶级。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颜若勋6品符箓成功返还奖励十方聚灭符箓3张。十方聚灭符8品符箓，威力惊人，能够发出合体后期全力一击的威力。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颜若勋下品灵宝成功返还奖励水火葫芦绝品灵宝。水火葫芦绝品灵宝乃是金匣葫芦的升级版，此葫芦内蕴9幽神水，可幻化出水木天花，防御无双，而其中的3味真火则可焚天煮海，威力无穷。哈哈，这徒弟还真没有白收，系统返还的奖励竟然如此丰盛，不但得到了8品丹药，甚至连8品符箓也出现了。还有这个，君莫笑翻手间，一个红蓝相间的大葫芦出现在他的手中。这个葫芦与七宝葫芦类似，同样是大葫芦的造型，但却散发着截然不同的气息。水火葫芦攻防一体，既是攻击的利器，又是防御的法宝，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再加上他以前所获得的法宝，如今他的手中已经积攒了不少珍贵的宝物。先天灵宝翻天印，威能无匹，足以震慑群雄。绝品灵宝七宝葫芦、水火葫芦、牵引镜，每一件都是威力惊人的宝物。而上品灵宝天龙紫金冠，更是能够护佑他的周全。甚至连极为珍贵的剑阵，他也已经拥有了一套。这套斩仙剑阵威力强大，足以让他在面对强敌时立于不败之地。法宝方面，他如今已是不缺。算算日子，姬如雪闭关突破合体期已经快2年了。当初他说突破合体期需要3年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再有1年多，姬如雪随时都有可能出关。君莫笑心中暗自思量着，若是可能的话，他想在姬如雪出关之前完全恢复当初的面貌，并将修为提高到与姬如雪一个层次。如此一来，他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提升修为。而9阴9阳天生相合，效果逆天，无疑是条摆在面前的平坦大路。晚饭后，君莫笑惬意地躺在大浴桶之中，
目光落在身旁那迟迟不愿离去的颜若勋身上，再次开口问道：“你真的不打算离开吗？”颜若勋的脸颊上泛起一抹绯红，他撸起袖子，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回答道：“当然，徒弟伺候师傅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随着他愈发靠近君莫笑，他能愈发清晰地感受到对方体内那股磅礴至极的纯阳之力，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受这股力量的影响，他体内所拥有的纯阴之力也开始不受控制地激荡起来，气血翻腾，难以平息。与此同时，君莫笑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愈发觉得眼前的轩儿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魅惑之力。在热水的蒸腾之下，他的全身肌肤渐渐变得红润起来，透出一股健康的光泽。如今他的修为已经稳定在了化神大圆满之境。由于他修炼了仙品功法大力神魔经，在拥有同阶100倍力量的同时，修炼的难度也相应的增加了100倍。即便他天赋异禀，资源无数，想要正常突破也需耗费数十年以上的光阴。修仙之路本就漫漫其修远兮，升级的速度更是随着境界的提升而愈发缓慢。到了后期，一次闭关可能便是数百年之久，待出关之时，外界早已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宗门中的那些年轻弟子，或许直至老死都无缘的见太上长老一面。如今的君莫笑拥有8品符箓，已经有了对抗合体期大能的手段。按理说对修炼应该没那么热衷，但谁不想拥有更多的寿命，再恢复到往昔最年轻的模样呢？抬手细观颜若勋，只见他浑身散发着一种令众生倾倒的魅惑气质，少女的纯真与妖娆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令人难以抗拒。肌肤洁白如雪，光滑细腻，仿佛未经尘世沾染。腰肢纤细的宛如春日里随风摇曳的柳枝，臀线圆润，勾勒出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曲线美。修长的玉腿在裙摆间若隐若现，晶莹如玉，更添几分诱惑。就在这时，一股香甜的味道悄然弥漫在房间中，如同春日里的花香，令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君莫笑轻轻嗅了嗅鼻子，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问道：“轩儿，这是什么味道？如此好闻？”颜若勋闻言，脸颊上的红晕更甚，宛如2朵盛开的桃花。他低声细语地回答：“这是我的体香，每当我动情之时，这股香味便会不受控制地散发出来。”君莫笑闻言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戏谑地问道：“这么说，你现在动情了？”颜若勋的脸色更加羞赧，他微微垂下琴手，朱唇微张，贝齿轻咬，声音如文瑞般细小：“师傅，我太想进步了。”君莫笑闻言，心中暗自感叹颜若勋的惊人魅力，他放下心中的杂念，伸手一拉一带，只听扑通一声，颜若勋被他带入了大木桶中，溅起了朵朵晶莹的水花。“那好，为师就为了给你补课吧。”君莫笑微笑着说道，语气带着宠溺与兴奋。颜若勋闻言大喜，他抬起精致的脸庞，看着搂着自己的帅气男人，眼中闪烁迷人神采，毫不犹豫地献上了自己的阴唇。而在另一个房间内，白灵儿与白烟儿正感受着内心中突然出现的神秘波动。一个声音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潜意识告诉他们，让他们尝试和体术。“姐妹同心。”白灵儿与白烟儿对视一眼，齐声说道。他们不知道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但他们相信这个声音能够指引他们走向更强大的道路。不知实验了多少次后，姐妹2人终于达到了心神相通、双体同心的程度。她们仿佛融为一体，能够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砰！一道修长的身影在朦胧中缓缓显露，她的容颜是世间难得的瑰宝，眼波流转，闪烁着灵动的智慧与无尽的柔情。肌肤胜雪，触感似晨露微凉，玉足轻点，步步生莲，精致无瑕，宛如匠人精心雕琢的艺术。这份容颜，这份风华，构筑了她无可匹敌的尊贵气质。金莲女帝素手轻挥，法力凝聚化做一袭流光溢彩的霓裳羽衣，将她那绰约的风姿轻轻包围。霓裳羽衣的前胸以百鸟朝凤绣图展现生机盎然之态，后背则会有混沌金莲隐现，象征着女帝无上的荣耀与尊贵。离开床榻的金莲女帝打了一个哈欠，舒展着双臂，那曼妙的身姿露出惊人的弧度，宛如世间最美的画卷。她自言自语道：“这一觉睡了好久啊，也不知道那个可恶的男人现在怎么样了。”强大的神念开始在他脑海中搜索记忆碎片，很快他便从白灵儿与白烟儿的记忆中得知了一些信息。金莲女帝的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的微笑，喃喃自语道：“咦，那老头居然年轻了许多，还变得这么帅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由于双方层次的差距太大，金莲女帝可以轻易地获取到白灵儿与白烟儿的记忆碎片，但他们却无法得知她的任何信息。离开房间后，金莲女帝来到了小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棵茂盛生长的悟道树幼苗。金莲女帝双眼一亮，这东西可是难得的宝贝啊！真不知道君莫笑是从哪里搞来的这株幼苗。
金莲女帝在小院内四处闲逛着，她发现君莫笑的屋子已经打上了隔绝禁制，听不到任何声音，这让她心中升起一丝好奇之心。难道说在自己的地盘上睡觉还需要做这种防范吗？带着这份好奇之心，金莲女帝走进了君莫笑的房门。她用强大的神念去碰触这道隔绝禁制时，心中顿时一凛。她感受到了一股醇厚而精纯的法力波动，这股法力之精纯丝毫不弱于炼虚大圆满的境界，甚至更强一些。金莲女帝的美眸微微眯起，好胜心油然而生。她倚仗着自己的神魂力量层次极高，将神魂力量凝聚成丝，硬生生在这道隔绝禁制上刺出了一个小洞。透过窗户上的细微漏洞，金莲女帝的神念探入其中，顿时看清楚了屋内的情景。只见屋内春光无限，旖旎缠绵。这一幕让金莲女帝瞪大了美眸，她看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好半晌，金莲女帝才气喘吁吁的傲娇开口，语气满是不甘。当日你拒绝了本帝的至高无上的身子，如今却跑来给自己的徒弟熬夜补课，真是气死本帝了。你说我比不上你的道侣，我也就忍了，但这一次你算什么？没来由的，金莲女帝的语气中已经有了一丝醋意。她并不是真的喜欢君莫笑，但一个拒绝了自己身子的男人，如今却在享受另外一个根本不如自己的女人，这对高高在上的金莲女帝来说，无疑是在打她的脸，让她感到无比的愤怒与不甘。好你个君莫笑，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本帝的手段。与此同时，在屋内的君莫笑与颜若勋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了金莲女帝眼中的焦点。翌日清晨，阳光透过窗棂斑驳地洒在屋内，君莫笑缓缓睁开惺忪的睡眼，映入眼帘的是薰儿那张温顺如小猫的脸庞，正恬静地趴在他的胸口。他不禁露出一抹无奈而又宠溺的微笑。他收徒的初衷，本是欲将这些身负气运的女子紧紧绑缚在自己身边，以便更好地从系统中获取丰厚的奖励。在这一过程中，他也不自觉地倾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期盼着他们能够成长为一方巨擘，傲视群雄。然而世事难料，先有妙一的出现，后有薰儿的投怀送抱，就连那次与仙儿的邂逅也险些让他陷入情欲的漩涡。想到这些，他不禁苦笑连连，心中暗道：老夫真不是那种贪恋美色之人啊。整理好思绪，他轻轻起身，小心地离开房间，并将房门紧紧关闭，生怕有人看见那无限春光。颜若勋这位小妮子昨晚可是吃得饱饱的，此刻正沉浸在香甜的梦乡中，估计要到下午才能悠然转醒。正当他准备离开时，一道悦耳动听的女声突然在耳畔响起，带着几分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感觉。哟，真看不出来，你这家伙还是个专门喜欢吃窝边草的男人。君莫笑闻声回头，一眼便看到了躺在自己那张古朴摇椅上的倩影，顿时愣住了。那女子身姿曼妙，容颜绝美，正是他久违的金莲女帝。金莲女帝，你怎么出来了？他惊讶地问道。金莲女帝从摇椅上缓缓站起，舒展着高挑的身姿，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本帝睡够了，自然是要出来透透气。君莫笑闻言，脸色微沉，心中涌起一股不悦。你昨晚偷窥我了，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金莲女帝闻言，不以为意地笑了笑。哼，当初你不是也偷窥过本帝吗？现在咱们算是扯平了。君莫笑无奈地摇了摇头，脸上突然露出一抹嘲弄之色。当初你温顺地自称莲儿，前辈前辈的叫的那叫一个甜啊，怎么今天突然间又自称本帝了？莫不是你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打败我了吗？话音未落，他猛地踏前一步，强横的法力汹涌而出，如同山洪爆发般席卷整个太岁峰。整座山峰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颤抖不已，仿佛随时都会崩塌。金莲女帝见状，脸色微变，连忙退后几步，这才感觉压力稍减。她心中凛然，暗暗惊叹于君莫笑如今的强大。区区1年未见，他竟已成长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他毕竟心智过人，并不想与君莫笑硬碰硬。他知道一旦真的动起手来，吃亏的肯定是自己。于是他嘴角翘起一个迷人的弧度，用那清新淡雅中带着一丝妖娆的声音说道：前辈，你若伤了我，灵儿与嫣儿可也会受伤的，他们是你的徒弟，也是我的本体，你也不想他俩受伤吧？君莫笑闻言，气势一收，整个空间瞬间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他淡淡的看了金莲女帝一眼，说道：当然，老夫只是警告你一下，让你少起歪心思。说吧，你在这里等我，应该有什么事情找我吧？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着一丝探究。金莲女帝点了点头，随手招来一张椅子坐下，姿态优雅而从容。前辈，我想和你进行一场对赌，你赢了可以得到我的身体以及一个关于神月圣城的大秘密。神月圣城？君莫笑一愣，对这个地方他只是略有耳闻。相传在修仙界的极西之地，
有一片恐怖的界海，其中生存着无数可怕的妖魔，足以颠覆整个修仙界。而神月圣城则坐落于界海上空，以一己之力镇压着整座界海的妖魔，将他们牢牢封印，不得离开。这个传说由来已久，但几乎无人能够证实其真实性。毕竟神月圣城太过遥远且神秘，鲜有人能够抵达那里。然而此刻听到金莲女帝提及神月圣城，君莫笑却不禁来了兴趣。你的条件确实很诱人，他缓缓说道，但若是我输了呢？你会提出什么要求？金莲女帝白了他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你若输了，那就助我重塑肉身吧。重塑肉身？你还真敢说？君莫笑闻言不禁嗤笑出声，以你大地层次的神魂，想要重塑肉身至少需要地品宝物，你当我是冤大头吗？他知道重塑肉身的艰难与昂贵，天下间的强者残魂虽多，但能够顺利重塑身体活出第二世的却寥寥无几。越是强大的修士，身体重塑的难度就越大，其中所需的天材地宝、丹药等物资都是一个天文数字。金莲女帝见君莫笑一口拒绝，并不觉得意外，微微一笑，退而求其次的开口，那我换个条件吧，你输了就帮我找到能够温养神魂的高品质天材地宝，我想要重塑身体，到时候免不了要强行分割魂魄，稍有闪失就是一尸三命。你若答应，同样可以得到我的身子，我这是无论输赢都能睡一位女帝了。君莫笑心中了然，同时也在认真思考此事。灵儿与嫣儿不仅是金莲女帝的神魂载体，更是自己的徒弟，他自然不希望这两个小丫头出现任何意外。内心中他已经决定要帮助金莲女帝了，反正有系统在身，他绝不会吃亏。但是他嘴上却不能这么说，那显得太过主动，好像自己就想要睡女人似的。于是他点了点头，语气中带着一丝玩味。好吧，既然你如此执着，那老夫就陪你玩玩。金莲女帝闻言，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的微笑。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对赌之事一旦开始，就再也不能反悔了。那是自然，老夫向来言出必行。金莲女帝素手一挥，脸上露出了阴谋得逞的微笑。前辈，我可没有说咱们要赌的是斗法，这次你输定了。你这女人果然阴险。君莫笑佯装恼怒地说道。说吧，你要比什么？金莲女帝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淡淡说道，咱们比跳舞。君莫笑眼睛一亮，淡笑道，这个好，你先跳，看看能不能让我心服口服。看着面前男人有些火热的目光，这位妖族女帝心领神会。前辈，这是莲儿独创的舞蹈，您还是首个能够看到的男人，献丑了。金莲女帝缓缓褪下脚上的鞋袜，那一刻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光华都凝聚于她那双精致绝伦的3寸金莲之上，每一寸肌肤，每一丝线条都透露着无与伦比的艺术美感，令人无法移开目光。她莲步轻移，每一步都踏出了世间少有的韵律与雅致，柔弱无骨的身躯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令人心动的弧线，宛如一只刚从仙境翩翩飞出的蝴蝶，正以最优雅的姿态演绎着一场令人窒息的舞蹈盛宴。此情此景，金莲女帝的美已超脱凡尘，宛若天仙下凡，不沾染一丝烟火气。她的舞姿美地让人忘却尘嚣，美地让人心驰神往，美地足以颠倒众生，足以证明了何为倾国倾城，何为风华绝代。当舞蹈即将结束时，金莲女帝随手一抛，很大方地将身上的法袍扯下，露出了足以傲视天下的波澜壮阔，这让君莫笑看得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心中直呼受不了。呼呼，金莲女帝喘息几口，翩然靠近君莫笑，呵气如兰道，前辈，莲儿跳得如何？啪啪啪，君莫笑拍掌大笑，双目闪烁着异样的光芒，显然对金莲的倾城之舞很满意。好，不愧是女帝，这舞真是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老夫自愧不如，甘拜下风。金莲女帝心中有数了，随后大胆地坐在了君莫笑的大腿上，呵气如兰，令人心旷神怡。那么前辈是答应莲儿了吗？君莫笑爽朗地笑着，右手用力向下一拍，气氛瞬间变得热烈。霎时间，金莲女帝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内心也泛起了一丝涟漪。你想要温养神魂的高品质宝物，这有何难？君莫笑右手继续保持着抚摸的动作，左手轻轻一翻，一枚散发着浓郁药香的丹药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这正是8品丹药极品养魂丹，此丹乃是温养神魂、增强神魂力量的极品之物，其效果比起7品丹药碧落青神丹药强上10倍不止。8品丹药极为稀有，很少在市场上流通，平日里一旦出现，必将引起轩然大波。金莲女帝伸出素手，轻轻捏住这枚极品养魂丹，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想当年，这种级别的丹药，她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更不可能为了这一枚丹药而牺牲自己的尊严。然而，匆匆3万年转瞬即逝，修仙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物是人非。3万年前，大地强者如云，地品层次的宝物更是数不胜数。但如今的修仙界，大地级别的强者早已绝迹，别说是地品宝物，就连这种8品丹药也成了不可多得的珍稀之物。尽管心中惆怅，但金莲女帝的娇颜上却露出了喜色。她接过这枚极品养魂丹，温柔地说道：“谢谢前辈。”君莫笑看着他，心中已然猜到了几分他的想法。他知道一枚8品丹药并不足以满足金莲女帝的需求。莲儿，像这种极品养魂丹，你需要多少枚才有把握将来成功分裂灵魂独立出来？和聪明人说话总是能省去不少麻烦。金莲女帝既然已经决定依附于君莫笑，便也不再隐瞒，坦言相告道：8品丹药的药效虽然强大，但对于大地级别的神魂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他抬起芊芊玉手，伸出一根手指，表情中带着一丝无奈。想要达到要求，莲儿最低也需要100枚8品养魂丹。当他说出这个数字时，内心已然是一片死灰。他知道即便君莫笑真心愿意帮助他，但100枚8品丹药也绝非一个小数目。即便是10大仙门这样的庞然大物倾尽全力，也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才能凑齐。100枚嘛，也不算很多。君莫笑摸了摸下巴，对着怀中的美人淡淡一笑：“莲儿，你先把这枚丹药收好，剩下的养魂丹自然而然会出现的。”金莲女帝听得一脸茫然，但也没有拒绝。她檀口微张，直接将极品养魂丹吞入腹中。刹那间，丹药中醇厚的药力爆发开来，让她的神魂瞬间变得更加强大。哦，一股极为舒适的感觉涌上心头，让金莲女帝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这种感觉就像是在炎炎夏日里喝下一口冰凉解渴的汽水，全身都变得通透舒畅起来。君莫笑看着金莲女帝的变化，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他知道自己的这枚极品养魂丹只是开胃菜，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金莲女帝极品养魂丹成功，触发1000倍暴击，返还奖励。极品养魂丹1000枚。哗啦啦，大量的丹药如同瀑布一样坠入系统空间中，每一枚都散发着浓郁的神魂力量，药香充斥了整片无垠空间。这些竟然都是8品丹药，极品养魂丹。望着那美艳绝伦、动人心魄的金莲女帝，以及她脸颊上那抹淡淡的绯红，君莫笑心中暗自感叹。即便是追溯至数万年前，金莲女帝这等人间绝色亦是如凤毛麟角般稀有。或许连大地级别的强者都曾对她心生倾慕，竞相追逐。他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金莲女帝实则乃是从仙界遗落的一朵混沌金莲，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方才修炼成帝。他心中始终怀揣着回归仙界的梦想，对下界的男子皆不屑一顾，即便是与他同时期的大地强者，也难以入他的法眼。然而飞升雷劫的失败，却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幸运的是，他保住了自己的神魂，历经无数年的沉寂与等待，终于重见天日。经历了那次惨痛的失败，金莲女帝也渐渐明白了刚极一蛇的道理。有时候依靠一个强大的盟友，远比独自闯荡江湖要来得轻松得多。当他目光流转，望向那超凡脱俗、英俊潇洒的君莫笑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君莫笑有颜有钱又神秘莫测，无疑是他如今最合适的依靠。至于感情，金莲女帝心中自是明了。活了数千岁的她，早已看透了世间的虚情假意。她知道感情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的，只要物质基础稳固，感情自然可以慢慢培养。这一点，君莫笑同样心知肚明。望着眼前这位美艳动人的金3品气运之女，他打定主意，绝不会轻易放手。手臂微微用力，君莫笑直接将金莲女帝搂入怀中，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莲儿，方才那枚养魂丹不过只是餐前甜品，接下来才是为你准备的正餐。”金莲女帝闻言，身体微微一僵，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思议的神色，仿佛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然而当他看到君莫笑那坚定的眼神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惊喜。难道说这种极品养魂丹对方手中竟然还有？君莫笑见状，嘴角勾起一抹帅气的微笑，单手一翻，无数极品养魂丹便如不值钱的豆子般飞了出来。这些丹药在空中散发着晶莹的光泽，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君莫笑轻轻一挥，将其中几枚品质稍显不足的养魂丹弹回空间库，随后帅气一笑：“莲儿，随便挑，捡大的吃。”金莲女帝望着眼前这一大堆极品养魂丹，双目瞬间瞪得滚圆，脑海中一片空白。她原本以为君莫笑能够拿出一枚8品丹药来泡她，就已经算是大手笔了。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这一大堆极品养魂丹至少也有100多枚，足够她要求的100枚丹药了。只要将这些丹药全部炼化，她的神魂强度便足以达到重塑身体的条件。到时候
他也不必再担心一尸三命的惨剧了。前辈，你太帅了！金莲女帝双眼冒着小星星，完全被君莫笑的大手笔所迷惑。她水蛇般的腰肢轻轻摇曳，丰腴迷人的脸颊上泛起一抹绯红。她伸出颤巍巍的玉手，满心激动地接过那些珍贵的丹药，声音中充满了感激。莲儿真是感激不尽，前辈，前辈，您对莲儿的恩情真是无以言表。金莲女帝绝美的面容上洋溢着深情与喜悦，她羞涩地将极品养魂丹收起来，然后轻柔地挽住了君莫笑的手臂。前辈，您昨晚想必辛苦了，先到莲儿的闺房小憩片刻吧。待您养足精神，莲儿定当亲自侍奉前辈。说到这些时，金莲女帝的脸颊已经通红一片，内心没来由的羞涩起来。她暗暗思量，只要好好服侍好对方，说不定自己还真的能够重塑身体，再活一世。君莫笑望着眼前这位情意绵绵的金莲女帝，心中暗自点头。他也没有跟她客气，直接应允道：也好，倒也有点疲了，就劳烦莲儿了。然而一炷香后，白莲儿与白烟儿的屋内却突然传来君莫笑的一声惊叫。卧日！原来就在他与金莲女帝缠绵时，竟有了一个意外发现，那就是他对金莲女帝所造成的伤害竟然会同步到白莲儿与白烟儿身上。这让他大惊失色，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愧疚与愤怒。金莲女帝自知理亏，砰的一声直接消散，躲了起来。刹那间，白莲儿与白烟儿同时出现。君莫笑挥手激荡出一道法力，将二女震晕，随后脸色铁青的整理了一下，大步流星的离开房间，来到院外。金莲你个烧鸡，害我犯下这样的错误，下次你若再出来，我绝不饶你。君莫笑知道此事金莲女帝肯定心知肚明，但她却并未提前说明情况，结果导致天真无邪的两个弟子无辜受到了伤害。他不知道两个弟子是否还有方才的记忆，但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此时他只能先尽量治疗对方的伤势，以后再见机行事。但愿方才他们迷迷糊糊的，什么都没有发现吧。冷静下来后，君莫笑重新回到屋里，他替白莲儿与白烟儿整理好装扮，又分别拿出几枚疗伤丹，内服外用，一并治疗。望着他们渐渐恢复的身体，他心中才稍稍安心了些许。这次他的运气着实不错，当白家姐妹苏醒之后，竟然对那段记忆毫无所觉，依旧如同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天使，纯真无邪。对于身体上的些许不适，也并未引起任何异常的警觉。君莫笑见状，暗自松了一口气，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又过了几天，一个宁静的下午，君莫笑悠然地坐在小院中的竹椅上，享受着片刻的闲暇。突然，房间内传来一声沉闷的砰响，金莲女帝再度现身。得益于极品养魂丹的神奇功效，她的一体三魂得到了极大的滋养，如今姐妹合体成功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君莫笑见她出现，一股无名之火瞬间燃起，他大手一挥，凝聚力量，直接将金莲女帝擒拿过来。君莫笑怒目圆睁，斥道：你这贱人，害得灵儿与烟儿受伤，真是罪该万死，该打。金莲女帝内心有愧，沉默不语。金莲女帝脸上带着歉意，前辈若心有不满，就动手吧。君莫笑轻轻地将她放下，无奈地摇了摇头。罢了，若真将你打伤，我的徒弟们也会跟着受伤，得不偿失。金莲女帝心中暗自庆幸，灵儿与烟儿与她三位一体，命运相连。她失去清白，他们亦是如此。这一点她早已心知肚明，但为了用身体绑住君莫笑，她只能做出这等牺牲了。如今他们都已成为了君莫笑的女人，紧紧依附于这条强大的臂膀之上。面对一个能随手赠予100多枚8品丹药的男人，金莲女帝也不再矜持，决定尽情利用这份关系。毕竟待将来重塑肉身之后，她依旧可以冰清玉洁，现在何不物尽其用。前辈，昨晚的课业尚未完成，不如今日。金莲女帝的话语中带着一丝羞涩，俏脸上的红霞顺着雪白的脖颈一路蔓延，美得令人窒息。她本就是世间少有的绝色女帝，此刻在天上这份媚态，即便是君莫笑也难以自持。正当两人准备进一步时，房间的门突然打开，一身黑裙勾勒出极致诱惑曲线的颜若薰款款走出。三人相视一望，皆是愣在原地。这位姑娘是谁？长得好生美丽，简直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人。颜若薰心中暗自惊叹，即便同为女子，也被金莲女帝的风华绝代所折服。君莫笑与金莲女帝则是戛然而止，意识到此地已有第三人，来日方长，不必急于一时。师尊，这位女子是谁？薰儿，她是。君莫笑欲言又止，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难道要说这是你三师姐和四师姐合体后诞生的女帝吗？这显然不太合适。金莲女帝见状，连忙接口道：我是大长老的妹妹，你可以叫我金莲仙子。妹妹？君莫笑一愣，随即无奈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没错，薰儿，
这位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金莲，最近才刚刚相认。君莫笑补充道。颜若勋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二人，心中有些不信。他刚才分明看见这两人用极其暧昧的眼神互望，仿佛下一刻就要搂在一起。即便他们现在立刻去开房，他都不会感到惊讶。难道说他们兄妹关系不正常？哼，师尊玩的真花。颜若勋心中暗自腹诽，但表面上却恭恭敬敬地向金莲女帝行礼。弟子颜若勋拜见金莲仙子。这是二人第一次见面，人家晚辈都已经行礼了，作为长辈的金莲女帝自然也要有所表示。他伸手入怀，想要拿出点东西作为见面礼。君莫笑见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他轻轻一拍储物戒，一个精致的玉瓶便从戒指中飞出，稳稳地落在他的手中。我妹妹辛苦修一道，手上拮据，这份见面礼就由为师替她出了。君莫笑微笑着说道。这是10颗6品化神丹，我看你突破在即，可以尝试炼化此丹，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颜若勋看着飞过来的丹瓶，瞬间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红润的小嘴不自觉地微微张开，露出里面整齐洁白的贝齿。一颗化神丹的价值至少40-50万灵石，师尊这一出手就是400-500万的见面礼，实在是太过慷慨了。颜若勋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爱。金莲女帝看着颜若勋脸颊上泛起的红晕，心中暗自明白，这个女孩根本无法抵挡君莫笑的无穷魅力。若不是有自己在场，说不定她早就投怀送抱了。又想到自己的模样，金莲女帝也不禁有些自嘲。堂堂女帝不也是被100多颗8品丹药砸得晕头转向，迫不及待的想要现身吗？咱们50步也别笑白步了。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颜若勋6品丹药成功，返还奖励佛光舍利子7品10枚。佛光舍利子7品丹药源自佛门的一种传说级宝物，其丹方早已失传于世。此丹具有神奇的功效，能够修复残破的灵根，对于修行者来说无疑是无价之宝。叮叮叮叮，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10颗龙眼大小散发着璀璨光芒的舍利子出现在了系统空间之中。君莫笑曾经也获得过一枚这样的舍利子，并成功的用它补全了江妙一残缺的灵根。在某些人眼中，这7品的舍利子虽然品级不高，但其价值却绝不逊色于那些更高级的8品丹药。通过系统的返还机制，一笔不为人知的交易悄然达成，双方都对这次交易感到非常满意。颜若勋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元婴大圆满的极限，只差一个契机便能迈入化神之境。他不想再努力了，想要以最舒适的姿势突破瓶颈。因此这一整天他都缠着君莫笑，目的不言而喻，只要再好好吃饱几次，他躺着都能突破境界。然而这位突然出现的金莲仙子却让他感到十分碍眼。金莲仙子同样缠着师尊君莫笑，一口一个哥哥，叫的那叫一个甜腻，让人骨头都酥了。夕阳西下，明月高悬，君莫笑坐在小院之中，独自品味着悟道茶的清香与韵味。师尊大人，外面风凉，不如来我屋里暖和一下吧。颜若勋赤着玉足，穿着一件极为诱人的半透明纱衣，站在门口羞涩地开口邀请。哥哥，咱们兄妹好久未见，不妨来我屋里叙旧一番如何？金莲女帝也紧随其后，同样为着鞋袜，外露的肌肤在晚风的吹拂下散发出银白如玉的光泽，风情万种，令人难以抗拒。面对两位家人的邀请，君莫笑没有犹豫，心中早已有了定夺。君莫笑站起身来，径直走向金莲女帝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颜若勋见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与难过的情绪，泪水在他的眼眶中打转，最终还是不受控制的夺眶而出。然而君莫笑也并未完全忽视自己的这位俏徒弟，他知道颜若勋此刻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刻，需要自己的帮助才能顺利晋级。因此在金莲女帝的房间内度过一段时间后，君莫笑便找了个借口离开。半夜时分，房门发出一阵嘎吱的声响，君莫笑望着神色中带着委屈的颜若勋，缓缓上前，温柔地为他拭去眼角的泪珠。小妮子，这是在哭什么呢？他轻声问道。我以为你不要轩了。颜若勋哽咽着回答。要怎么会不要呢？为师这不正是来助你修炼的吗？君莫笑微笑着安抚道。颜若勋一时无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在君莫笑的倾囊相授下，颜若勋的修为有了明显的提升。他感受着体内充盈欲裂的纯阳之力，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激与敬爱。时间在平淡而温馨的氛围中缓缓流逝。7日后，颜若勋终于迎来了突破，成功迈入化神期的大门。与此同时，君莫笑也因吸收了大量的纯阴之力，境界瓶颈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相信用不了多久，他也能突破现有的瓶颈，迈入那连全盛时期都未曾达到的炼虚期。在这7日里，金莲女帝并未解体。君莫笑因担心伤及对方的本体，从未站起身登过自行车。金莲女帝虽觉有些不尽兴，但也只能勉强接受。
他已炼化了数十枚极品养魂丹，此时仅凭神魂力量便已堪比炼虚大圆满的修士，实力之强已然不容小觑。丁，气运之女颜若薰与您的羁绊值提高到了4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1200倍。丁，气运之女金莲女帝与您的羁绊值提高到了2点，暴击返还倍数提高到了2000倍。随着提示音的响起，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伴，二女与君莫笑之间的羁绊值无疑又加深了许多。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件值得庆贺的事，预示着未来他将能从系统中获得更多的丰厚奖励。双脚轻轻悬浮于空中，他忽地想到自己手中握有的法宝众多，是时候加以利用了。尽管他所居住的太岁峰环境幽静，安全无虞，但世事难料，防患于未然总是必要的。万一有宵小之徒打起漂亮徒儿的主意，或是觊觎那珍贵的悟道树，太岁峰便可能变成一座毫无防御之力的空城。于是他心生一计，决定将威力无穷的斩仙剑阵盘安置在太岁峰上。如此一来，合体期以下的修士若无他的准许，将难以踏入此地半步。法力翻涌间，一座散发着浓郁杀戮气息的阵盘缓缓降临至太岁峰的上方。阵盘内整整100把锋利无比的斩仙飞剑浮沉不定，仿佛随时都会化作一道道毁灭性的剑气，将一切阻挡在前的存在彻底屠灭。驱动法宝或阵法运转，除了依靠自身的法力外，还可以直接消耗灵石。而君莫笑手中的资源充裕至极，上品灵石的数量更是早已过万，绰绰有余。他随意的一挥手，上千枚上品灵石便稳稳地嵌入了斩仙剑阵之中，足够阵法自主运转10年了。随着灵石的嵌入，斩仙剑阵被瞬间激活，开始自主的运转，爆发出惊天的气势。轰隆一声巨响，整个落云宗的修士都感应到了太岁峰上发生的惊人变化。一些内门长老纷纷御剑而来，站在太岁峰外，仰望着头顶那庞大无比的斩仙剑阵，震惊的头皮发麻。这是大长老弄来的剑阵吗？简直太恐怖了！我还未靠近，便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阵法？天哪，大长老这也太豪气了吧！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甚至觉得大长老的这个剑阵要比咱们的护山大阵还要危险几分。而在落云宗的后山，太上长老陆玄正悠然自得地品尝着君莫笑送来的悟道茶，在他的对面坐着另一位太上长老狂天破。与陆玄的沉稳冷静、处事圆滑不同，狂天破虽然实力强大，但脾气却异常暴躁。即便已经贵为太上长老，他依然像个脾气火爆的少年，没有丝毫的城府。此时狂天破一口将杯中的悟道茶喝了个精光，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陆师兄，外面都在传言魔帝宝库中并不止传言中的那点东西，现在都被君莫笑给拿走了，你就不打算去管管吗？陆玄轻轻摇了摇头，神色淡定自若。人家能够获得如此众多的宝物，那也是他自身的机缘所致，况且他身为落云宗的大长老，这些宝物间接上也属于落云宗，你又何必如此介怀呢？狂天破闻言，眉头紧皱。修仙界讲究的是实力为尊，君莫笑实力孱弱，又活不了多少年了，那些宝物在他手中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我还听闻门下弟子沈浪提起过，君莫笑仗着自己身上的财富，与宗门中的许多女弟子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这实在是有损落云宗的形象啊！狂天破越说越激动，听到这话，陆玄不禁感到有些无语。君莫笑最近收了几个绝色佳人做徒弟，并且与他们关系暧昧的事情，他也略有耳闻。但人家毕竟为宗门流过血，立过功，不说以前的光辉事迹，单是最近将大天魔宗搞得鸡飞狗跳，沉寂下去不敢冒头这一件大功，就足以让他在宗门中站稳脚跟。有了这么大的功劳，人家有3-5个红颜知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狂天破居然还敢提起自己的徒弟沈浪，沈浪那小子给君莫笑提鞋都不配，还不是一样包养着不少女弟子，居然还敢恶人先告状。狂师弟，宗主姬如雪再有1年多就出关了，你无需多管闲事，就任由这些小辈们自行处理去吧。陆玄语重心长地劝说道。狂天破心中不服，还想说些什么，但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波动。落云宗一个散发着恐怖威能的剑阵骤然出现，稳稳地安置在了太岁峰上。太上长老陆玄与狂天破见状，身形一闪便飞到了空中。二人目光如炬，一眼便看清了由100把中品灵宝飞剑组成的斩仙剑阵。那剑阵中的每一把飞剑都散发着凌厉的剑气，仿佛随时都会脱阵而出，斩向一切敢于侵犯太岁峰的敌人。这真的是君莫笑搞出来的剑阵吗？狂天破望着那威力惊人的剑阵，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那些飞剑竟然无一例外皆是中品灵宝，他究竟是从何方神圣手中获取的这些宝物？此刻狂天破的双眼已充血，布满了赤红。尽管身为合体中7境界的太上长老，
他身上的法宝却并不多，最为珍贵的一件也不过是一件上品灵宝罢了。面对眼前这整整100件中品灵宝，他的心无疑已被深深触动。师傅！就在这时，下方突然有一道人影疾飞而上，待那人影靠近，众人这才看清来人竟是二长老沈浪。弟子沈浪见过师傅，见过陆长老。沈浪恭敬地行了一礼，但面色却显得有些愤懑。师傅，那君莫笑实在可恶至极，他仗着在魔帝宝库中获得了诸多宝物，便时常欺凌弟子，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沈浪愤愤不平地说道。君莫笑，他竟敢如此胆大妄为，难道他以为自己是落云宗的大长老便可以一手遮天了吗？狂天破闻言，语气中充满了怒意。以狂天破那火爆的脾气，既然对君莫笑心生不满，那便绝不会轻易隐忍。只见他双目怒睁，犹如一尊杀神降临，身形一闪，便直接向君莫笑所在的太岁峰飞去，打算好好教训一番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而身后的沈浪脸上则露出了阴谋得逞的奸笑，紧随其后。陆玄看着这对师徒二人，面色显得有些阴沉。有了沈浪这个阴险狡诈的小人，再加上狂天破这个脾气暴躁的太上长老，君莫笑这次恐怕要头疼不已了。说不定他真的得吐出一些从魔帝宝库中得到的宝物，才能平息这场风波。然而陆玄所不知的是，君莫笑虽然身家丰厚，出手也极为大方，但他送礼却只送给那些气运之女，从未有过平白无故送给男人的喜好。至于狂天破与沈浪这对师徒想要找他麻烦，那只能说他们是自寻死路。在太岁峰上，君莫笑刚刚安置好斩仙剑阵，正打算与自己的干妹妹一同探讨修炼之道。就在这时，山峰外突然传来了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喝，那声音犹如黄钟大吕，震得地面嗡嗡作响。君莫笑，还不速速放开阵法，出来领罚！君莫笑耳朵微微一动，便听出了来人正是落云宗的太上长老狂天破。狂天破成名已久，且是半路加入的落云宗，虽然实力强大，但性格却极为不讨喜，因此一直没有掌握过落云宗的实权。相反，他的弟子沈浪却颇有心机，如今已经混到了执法堂首席长老的地位。此刻，这位素来与自己没有交集的太上长老突然找上门来，且言辞中充满了不善之意。君莫笑冷哼一声，他向来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加倍奉还的原则。对于沈浪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忘记。如今狂天破又跑来闹事，难道真把他君莫笑当成了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面对狂天破的挑衅，君莫笑发出了洪亮的声音，那声音犹如惊雷般在空中炸响。狂长老，你身为一个毫无实权的太上长老，有何资格让我前去领罚？念你修行不易，速速退去，此事我便当作没有发生过。若是你一意孤行，非要自取其辱，那后果自负。君莫笑的声音远远传出，响彻了整个落云宗。刹那间，无数弟子纷纷抬头，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太岁峰的方向。只见那边太上长老狂天破带领着内门二长老沈浪正虚空而立，气势汹汹，而太岁峰则被一座庞大无比的剑阵所笼罩，任何人想要未经允许闯入，都会遭到剑阵的猛烈攻击。哈哈，这下可有热闹看了。这位太上长老狂天破我知道的，听说他已经是合体中期的大能之辈，实力深不可测啊。不知道大长老究竟是怎么得罪了太上长老，看这架势，此事恐怕不能善了啊。嘿嘿，我听说是因为大长老从魔帝宝库中获得了大量的修炼资源，这才引起了某些人的眼红。说的有道理啊，大长老实在是太富有了。听说他的徒弟身上携带的法宝都是灵宝级别，还有一些5、6品的丹药和符箓，简直让人羡慕的要死啊。修仙界本就是强者为尊，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要是我有太上长老的实力，肯定也去找他的麻烦。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将事情的真相猜了个七七八八。其实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君莫笑的修为太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大家还是都懂的。狂天破听到君莫笑那充满狂傲的话语，心中的怒火更是熊熊燃烧起来。旁边的沈浪见状，赶忙在一旁煽风点火。师父，这家伙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啊！您是尊贵的太上长老，而那君莫笑不过是一个修为被废、灵根被毁的废物罢了。他不过是侥幸得到了一些机缘，恢复了一些修为，又拿到了一些宝物，便如此狂妄自大。师父，你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才行啊！沈浪的话句句都戳中了狂天破的心窝子。此时他目光如炬，死死地盯着太岁峰的方向，眼中的怒火已经快要喷薄而出。停！一柄闪烁着黑色幽光的大锤突然出现在了狂天破的手中，这正是他的上品灵宝黑神锤。此锤重若泰山，一旦砸下，即便是一座巍峨的大山也会被砸得粉碎。真是不知好歹的小子，今天我就毁了你的太岁峰，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尊敬长辈。
狂天破话音未落，人影一闪，便强行踏入了太岁峰的范围。狂天破手中的黑神锤散发着滔天的威压，犹如一座黑色的小山般对着太岁峰猛砸而下。斩仙剑阵感受到了外敌的入侵，瞬间被激活，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剑阵中的每一柄飞剑都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在空中翻飞起舞，释放出凌厉的剑意，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攻击。狂天破见状，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手中的黑神锤再次挥动，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向着剑阵猛砸而去。然而斩仙剑阵却并非等闲之辈，它乃是君莫笑精心布置，威力强大无比。只见剑阵中的飞剑在空中快速穿梭，形成了一道道密集的剑网，将狂天破的攻击一一化解。狂天破一击不中，并未气馁，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战意。他身形在空中不断变换，手中的黑神锤更是犹如狂风暴雨般向着剑阵砸去。而君莫笑在太岁峰上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面色平静，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知道狂天破虽然实力强大，但想要攻破他的斩仙剑阵却绝非易事。哼，狂天破，你今日即已动手，那就是挑衅本长老在先，想必杀了你，宗门也不会有什么话说了。君莫笑的声音在空中回荡，充满了自信与从容。狂天破闻言，怒意更盛，他大喝一声，再次挥动黑神锤，向着剑阵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然而无论他如何努力，却始终无法攻破那道坚不可摧的剑网。随着时间的推移，狂天破的攻击逐渐变得疲软起来，而斩仙剑阵却依旧威力不减，那密集的剑网轻易将他的攻击全部化解。狂天破的脸色苍白，气息也变得有些紊乱。怎么会这样？我可是合体中期的修为，面对一座独立运行的阵法，竟然迟迟无法攻破。终于在狂天破又一次无力的攻击被剑阵化解后，他无奈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太岁峰的方向，眼中闪烁着不甘与愤怒。堂堂一位太上长老，竟然连对方的家门都进不去，今天这人他可是丢大了。此时洛云宗大部分弟子都在观望此战，当他们看见一位太上长老倾尽全力也无法攻破太岁峰上的剑阵后，眼中闪过了震惊之色。太强大了吧，那可是一位合体期的大修士啊，竟然拿大长老的阵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大长老威武，大长老牛逼，大长老还缺干儿子不？我愿意改姓。久攻不破，狂天破今天丢人算是丢大了。望着下方成千上万看热闹的弟子，他觉得脸面无光，无奈之下他便准备离开，再闭关几十年，此事也就淡忘了。而沈浪见状也打算离去，他心中明白今日之事他们又失败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再有机会，沈浪还会再去找君莫笑麻烦，打不死他也要恶心死他。太岁峰上，君莫笑看着狂天破与沈浪，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微笑，眼中却出现了杀机。把我当软柿子想要欺负，见欺负不了就想走，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你们今天都要把命留下。法力融入斩仙剑阵中，瞬间剑阵的威力提高到了极限。刹那间，空间仿佛被撕开了一道裂缝，100柄斩仙飞剑如流星雨般倾泻而下，于虚空之中交织出一幅壮丽绝伦的剑图。冷光闪烁，寒气逼人，万物震颤。当百剑归一，灵性共鸣，化为一柄吞吐毁灭气息的旷世巨剑时，即便是狂天破那引以为傲的黑神锤也显得微不足道，犹如尘埃对比苍穹，渺小而又无力。轰！一阵剧烈的山摇地动，狂天破鲜血狂喷，手中的黑神锤脱手飞出，身体就像一个断线风筝一般远远地抛飞出去。哼，真是废物东西，也敢来我太岁峰撒野！一道充满嘲讽的声音从太岁峰中飘了出来，清晰无比，四周无数弟子也都听见了。刹那间，所有人惊呆了。我不会眼花了吧？太上长老竟然输了，难以置信。大长老的护山剑阵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居然击伤了狂长老？那可是合体期大修士啊！哈哈，不愧是洛云宗真男人，大长老威武，我挺你！众多弟子议论纷纷，惊呼声络绎不绝。沈浪此时已经被吓傻了，原本狂天破略逊一筹就让他震惊不已，没想到依旧低估了君莫笑，堂堂一位合体期修士竟然被君莫笑的剑阵给伤了。此时此刻，他原本的强大底气被君莫笑的剑阵杀得溃不成军，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赶紧寻一个外出的差事，离开洛云宗去外面发展。在君莫笑这家伙没死之前，他绝不敢回来了。可惜他现在才知道怕，已经晚了。君莫笑不是没有给过沈浪机会，上次的姬如雪以及上次的于若仙，他都没有下杀手。看在大家都是同是内门长老的面子上，他只是稍作警告一番。但是这一次，他竟然又来冒头，想要联合性格暴躁的狂天破来逼迫自己妥协。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他不念同门之情了。君莫笑心中杀意凝聚，腰间明积雪感受到这份杀机，忍不住开始兴奋起来。他轻轻抬手，虚空中一握，随即洪亮之声响起，万剑归宗。瞬息之间，落云宗众弟子的佩剑仿佛受到召唤，纷纷嗡鸣不止。不少人尚未反应过来，手中宝剑已然自行跃出鞘中，直冲云霄。自高空俯瞰，但见一柄柄宝剑犹如夜空繁星，于空中留下道道绚烂夺目的剑光轨迹。而那发起此番召唤之人，正是大长老君莫笑。立于太岁峰之巅，君莫笑神情傲然，其背后万千飞剑仿佛膜拜天地般，井然有序地在空中织就一张庞大的圆环之网。落云宗众人此刻瞠目结舌，被君莫笑这万剑归宗的惊世之景震撼得心神俱震。天哪，这是何种剑法？我只觉无边剑意如潮水般袭来，凝视片刻，只觉双目欲裂，刺痛难忍。沈浪感受到了万剑归宗的恐怖，绝对能够轻松秒杀自己，表情变得惊恐无比。君莫笑，我可是内门长老，你敢杀我的话，宗主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我师父也不会放过你的。哦，竟敢威胁我！君莫笑瞪视着惊恐万状的沈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白皙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寒光。那么，我倒想看看谁会为你复仇。他左手紧握右臂，右手两指并拢，直指沈浪，口中咆哮而出：受死吧！万剑朝宗！嗖嗖嗖嗖嗖！刹那间，万千飞剑汇聚一堂，凝结成一柄庞然大物般的五彩神剑，携带着不可一世的气势，朝沈浪猛扑而去。此刻，不要说沈浪仅是个化神巅峰的修士，即便是炼虚巅峰的强者，面对这遮天蔽日的神剑，恐怕也只能束手无策。啊啊啊！沈浪发出了他最后的哀嚎，声音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为何会这样？我不服气！沈浪嘶吼着，他的眼中满是愤怒与不甘。砰！伴随着一声巨响，五彩神剑在万千飞剑的震颤中爆发出一股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这股力量瞬间将沈浪的身影吞噬，他的身体在众人的目光中灰飞烟灭，连神魂都未能逃脱出这股毁灭性的力量。一招秒杀！擎天巨剑在完成任务，开始分解，重新化作无数飞剑，各自飞回到他们的主人身边。山下的落云宗弟子们目睹了这一切，他们亲眼看着沈浪化为灰烬，一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大长老太强了吧？一个弟子喃喃自语，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不是说沈长老与大长老相差无几吗？怎么实际打起来就像是爸爸打儿子一般轻松？另一个弟子则是一脸愕然，他无法理解为何沈浪会败得如此凄惨。哼，大长老那可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的人物，当初死在他手里的人不下数十万，许久未出手，沈长老还以为大长老好欺负呢。一个对宗门历史颇为了解的弟子冷笑一声，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大长老的敬畏与对沈浪的嘲讽。太岁峰上，君莫笑收剑而立，他的目光平静如水，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沈浪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杀了也就杀了，根本不值得他多费心思。然而真正的大人物却是太上长老狂天破。对于此人的最终命运，君莫笑心中已经有了定夺，即便已经成了仇人，那就必须要斩草除根了。此时的狂天破正亲眼目睹着君莫笑一剑斩杀自己的弟子沈浪，他气得火冒三丈，脸色铁青。好你个君莫笑，竟然当众击杀同门长老，简直罪大恶极！我今天说什么也不能饶你这个宗门败类！狂天破怒吼着，还将自己摆在了大义之上，丝毫不提方才师徒二人的过错。说着，他直接伸手入怀，拿出一枚漆黑的丹药。这枚丹药散发着阴森的气息，让人一看便知绝非善物。狂天破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狠毒之色，他准备服用这枚丹药来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是一枚8品净丹，名字叫做燃血减寿丹。这枚丹药是狂天破机缘巧合下获得的底牌，只要吃下这枚丹药，便会立刻燃烧1甲子的寿命，但同时实力也会暴增2倍以上。以他合体中期的修为，若是服用这枚丹药，短时间内绝对可以堪比合体后期强者。狂天破知道君莫笑的实力不过是依仗着外力，内心根本看不起对方。君莫笑，别以为仗着剑阵就可以不把合体境大修士放在眼里。狂天破冷笑道，他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与挑衅。今天老夫就让你知道，你在我面前不过是蝼蚁而已。说着，狂天破将丹药送入口中。丹药入口的瞬间，他忍不住发出一声低吼，紧接着他的境界竟然飙升到了合体后期巅峰，强大的法力直冲云霄，仿佛要将整个天地都撕裂开来。数位在后山闭关的太上长老都感到了这股强大的法力波动，纷纷惊讶不已。
这种实力已经非常恐怖了，即便是他们中的强者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些太上长老中，至少有一半人都不是此刻的狂天破对手，他们纷纷探出神念，想要看看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此时的狂天破意气风发，他带着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他伸手一招，闪烁着黑色幽光的黑神锤又飞到了他的手中。这一次他要依仗着暴增的力量，彻底打破太岁峰的护山剑阵。他要让君莫笑知道得罪他的下场是什么。给老子碎吧！狂天破怒吼一声，将全身的力量都注入到黑神锤中。瞬间黑神锤暴涨100倍，如同一座小山般在空中悬浮着。紧接着他对着下方狠狠砸下，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这一幕再次让观战的众多弟子心惊胆寒，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攻击方式，一些胆小的弟子甚至都不敢去看那砸落下来的黑神锤。狂天破毕竟是一位强大的合体期修士，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存在。此时他服下禁丹，再动用上品灵宝黑神锤，爆发出的恐怖威力绝对超乎想象。坏了，大长老杀了沈长老，这是彻底把太上长老得罪死了。一个弟子惊恐地说道，两人恐怕再也没有和解的可能了，这是要分出一个生死来了。另一个弟子则是一脸担忧，嘿嘿，这种级别的战斗那可是100年难得一遇啊，你们都瞪大眼睛看着吧。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满脸兴奋地叫嚣着。太岁峰上，金莲女帝琴手微抬，她那双璀璨的眸子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看向空中砸落的黑神锤，眸光流转。这种层次的攻击在她眼里并不算得高深莫测，只是最简单的攻击方式而已，但无疑这也是最有效的攻击方式。她能够感受到那股毁灭性的力量正在逼近太岁峰，但她却没有丝毫的惧意，似乎有些完美的脱身之法。她的美眸流转间，心中则好奇君莫笑会用哪种方式来抵抗狂天破的攻击。金莲女帝知道君莫笑的实力不凡，但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她能否成功抵抗住呢？在晴天威压之下，君莫笑并没有丝毫的惧色，他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平静与从容，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狂天破有底牌又如何？他君莫笑难道就没有吗？心念一动间，2张散发着无穷无尽毁灭之力的符箓出现在他的手中。这2张符箓正是8品符箓十方居灭符，此符的威力等同于合体后期全力一击，是君莫笑上次从颜若勋身上获得的系统奖励8品符箓的价值难以估量，市面上几乎从未有人出售过，即便有人想要出售，那也是以物易物才行。这一次君莫笑为了达到击败狂天破的目的，竟然毫无人性的直接激活了2枚十方居灭符。那是十方居灭符吧？当一直关注着他的金莲女帝看清君莫笑手中的符箓时，明显呆住了，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显然没有想到君莫笑竟然会这么应对狂天破，一出手就是2张8品符箓，真是好大的手笔。金莲女帝喃喃自语道，她的心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这个男人绝非外表看起来的这么简单，即便以她的阅历也看不透对方的丝毫。她曾经暗中打探过黄泉魔帝的消息，肯定没落的黄泉魔帝并没有这么多的财富，因此说君莫笑获得魔帝宝库中的巨额财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了金莲女帝的脑海中，她看着君莫笑那从容不迫的样子，忍不住晃了晃脑袋。难道说君莫笑意外获得了仙人传承，所以才会掌握仙品功法以及这么多的财富？这个想法一经出现，便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越想越觉得这个想法很正确，否则的话，关于君莫笑的一切根本就无法解释。而此时的太岁峰上空，战斗已然进入了决定胜负的生死关头。君莫笑毫不犹豫地激活了2张珍贵的十方居灭符，霎时间2股毁灭性的力量犹如火山喷发，汹涌澎湃，其威力之强已经超越合体后期的范畴。这股力量仿佛要将天地都吞噬进去，让人心生敬畏。四周十方巨灭符所释放的滚滚力量如潮水般汹涌，将整个太岁峰都笼罩其中。山峰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微微颤抖，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崩塌。若非有护山大阵的保护，仅仅是这2张8品符箓一散出来的余波，就足以将一座巍峨的大山夷为平地，其恐怖程度可见一斑。狂天破出时还心存侥幸，以为君莫笑动用的杀手锏不过是7品紫霄神雷符。然而当他感受到那2股铺天盖地几乎要凝固成实质的十方巨灭气息凝聚之时，他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惊恐。眼前的景象对他来说无异于正在与2个同阶修士进行最后的搏命一击，那种生死一线的紧迫感让他几乎窒息。轰隆！终于狂天破的黑神锤与十方居灭符碰撞在了一起，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碰撞所产生的冲击波让整个太岁峰都为之颤抖，
仿佛地龙翻身，地震来临一般。而这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更是远远传开，让整个落云宗都为之震动，所有弟子都感受到了这股令人心悸的力量。无疑，合体期修士已是修仙界中如大佬般的存在，每一位都拥有着庞大而令人畏惧的力量。对于那些二流宗门而言，只需一位合体期修士出手，便能轻易地将他们从修真界中抹去。情况如何？胜负已分了吗？一些弟子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满脸好奇地问道。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太上长老赢了。有人满脸崇拜地说道。那可不一定。一个目光敏锐的弟子提出了异议。方才大长老似乎动用了2张威力极大的符箓，大长老手中的确掌握着不少七品符箓，但那又怎样？太上长老可是合体期的大能啊！你懂不懂合体期这3个字的分量？另一人反驳道，语气中充满了对太上长老的敬仰。快看，有人飞起来了！突然有人惊叫一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道人影从太岁峰上腾空而起。他身形修长挺拔，面容沉稳如山，长发随风轻轻飘扬，双眸清澈如泉水，却暗藏锋芒，犹如利剑出鞘，直视之下令人心生敬畏。啊，那是大长老！有人惊呼道。大长老安然无恙。那么太上长老败了吗？有些人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既然君莫笑能够凭借符箓击败合体期的太上长老，那就代表一个可怕的真相。原来大长老手中真正的底牌并非7品符箓，而是更加恐怖的8品符箓。有人恍然大悟地说道。此言一出，无论是弟子、长老还是太上长老们都震惊得目瞪口呆。8品符箓，那可是足以威胁到一流宗门的恐怖力量。每一位合体期的老怪物都是历经数千年苦修才成就今日之威名，然而一张简简单单的符箓却能对抗这样的恐怖人物，甚至将其击杀。这种东西简直就是逆天之物。也因此，传闻中8品符箓的炼制方式苛刻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需要一位境界达到大成期的大能修士耗费自身精血、呕心沥血才能炼制成功。这样的符箓简直就是修真界中的奇迹，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至宝。然而此时这种至宝就掌握在了大长老君莫笑手中。众人还记得，方才对方可是随手就扔出了2张8品十方居灭符，由此可见他手里肯定还有不少这种恐怖大杀器。天啊，大长老真是太牛逼了！以后咱们落云宗谁还敢惹？山峰之上，君莫笑对于2张十方居灭符的威力很是满意，神念扫过附近的废墟，轻易找到了身受重伤的狂天破。这人方才拼尽全力，付出一身重伤的代价，总算在2张十方居灭符的攻击下捡回一条命。此时他口喷鲜血，用一只手捂着胸口，全身不断的颤抖。君莫笑，你竟然有8品符箓这种宝物？我有什么宝物，也是你这种垃圾可以想的吗？他一招手，头顶天门一声炸响，一尊弥漫着浓郁杀气的大印直冲而出，道道先天之气缭绕其间，正是专门爆头的先天灵宝翻天印。翻天印横空出世，其上蕴含的可怕先天之气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威压滔天。以狂天破见多识广，一眼便看出了这件法宝的品级，顿时吓得他嘴唇簌簌发抖，声音颤抖地惊呼道：先天灵宝？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拥有如此级别的法宝？这绝对不可能！显然狂天破在见识了君莫笑层出不穷的高级宝物后，内心的嫉妒之火已然熊熊燃烧，几乎要将他理智吞噬殆尽。他征战修仙界多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才获得一件上品灵宝黑神锤。对此他视若底牌法宝，真爱有加。然而反观君莫笑，此人究竟有何德何能？非但拥有由中品灵宝组成的威力惊人的剑阵，更是拥有一件珍贵无比的先天灵宝。这世道何其不公！老天爷，你莫非真的瞎了眼？然而无论狂天破心中如何愤懑不平，如何抱怨命运的不公，终究无法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只见君莫笑单手捏诀，目光如炬，凝视着面前这位落云宗的太上长老，毫不犹豫地催动了手中的法诀。空中的翻天印猛然一震，仿佛一头觉醒的洪荒巨兽，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以快到令人啧舌的速度，狠狠地朝着狂天破的头顶拍去。啪叽一声脆响，场面宛如一个熟透的烂西瓜被巨石猛然砸碎，红的白的四溅开来，画面触目惊心，令人不忍直视。翻天印翻手无情，专攻脑门，一旦命中，无人能逃，死状凄惨无比。这便是翻天印的恐怖威能，相较于君莫笑曾经拥有的金砖法宝，其威力已然提升了不知凡几，堪称恐怖如斯。望着曾经威名赫赫的太上长老，如今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君莫笑的心中不禁涌起一丝不真切的感觉。我真的杀死了一位合体期的强者。在往昔的岁月里，
合体期的修士对于君莫笑而言，那可是遥不可及的大人物，是高不可攀的存在。然而时至今日，他竟在不知不觉间，凭借着各种层出不穷的手段，拥有了斩杀合体期强者的辉煌战绩。就在这时，金莲女帝踏着轻盈而优雅的步伐缓缓而来，她樱唇轻启，吐露出的声音宛如珠圆玉润，悦耳动听。好哥哥，你可真厉害。这句话君莫笑在晚上已经听过无数次了，但每一次听到都能让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他干咳了2声，有些无奈地笑道：嘿嘿，这里又没有外人，你就别乱叫了。我杀了一位太上长老，此事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很快修仙界的各大势力就会得知此事。不过这也算是一件好事，以后估计不会再有不长眼的人来招惹我了，倒也省得被人骚扰。金莲女帝瞥了一眼山脚下那些看热闹的弟子和长老们，好奇地问道：杀害同门可是大罪，你就不怕宗门怪罪于你？我怕什么？君莫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狂天破虽然是太上长老，但他性格乖张霸道，得罪了不少人。再者说，我手中还有8品符箓，宗门又不傻，自然分得轻轻重缓急。提到8品符箓，金莲女帝顿时来了兴趣。要知道，这种东西在数万年前或许还算常见，但在如今的修仙界内，绝对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其价值甚至超过了8品丹药数倍不止。你手中的符箓貌似是传说中的十方居灭符，那可是8品符箓中最顶级的存在。金莲女帝目光灼灼地说道。君莫笑深知他此时的实力尚未恢复昔日的万一，心中总是缺乏安全感。于是他翻手之间取出最后一张十方居灭符，轻轻拉住他柔嫩的小手，将符箓放在他的手心之中。莲儿没看错，此物正是十方居灭符。你刚刚重生，实力尚未恢复，这张符箓就送给你防身吧。嘻嘻，哥哥真好。金莲女帝向他抛了一个媚眼，笑嘻嘻地将符箓收了起来。望着他高高兴兴地收下8品符箓，君莫笑内心的激动之情甚至超过了他，脸色都微微泛红了起来。丁，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金莲女帝8品符箓成功，系统返还奖励：十方居灭符8品2000张，2000张8品十方居灭符，那便意味着2000枚恐怖的大炸弹。哈，2000枚大炸弹到手，以后老夫看谁不顺眼就直接轰飞他。君莫笑心中暗自得意，畅快大笑。很快，落云宗所发生的事情便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君莫笑凭借2张修仙界难得一见的8品符箓，一举轰杀了合体期大能狂天破的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修仙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谁也没有想到，原本已经寿元无多、大限将至的君莫笑，如今非但安然无恙，反而声名鹊起，影响力愈发强大。这让那些与他结仇的宗门感到脊背发凉，一股寒意直透心底。对于君莫笑手中所掌握的8品符箓数量，无人知晓，因此无人敢于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一试。在大天魔宗内部，几位合体期的大魔头经过一番商议后，纷纷摇头，面露无奈之色。除非是魔门中沉睡的大成期老祖从棺材中复苏，否则他们绝不愿去招惹这个令人忌惮的君莫笑。于是他们果断地将所有在外活动的弟子召回，同时启动了宗门防御大阵，选择继续隐匿于黑暗之中。而其他魔门势力也都收敛了许多，纷纷选择观望，静待事态的发展。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君莫笑手中的8品符箓究竟有多少？倘若只是寥寥几张，那么对于10大仙门和10大魔门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然而如果数量庞大，那么这无疑将对整个修仙界的格局产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无论是哪个一流宗门，也经不住几十张几百张8品符箓的轰击，恐怕瞬间就会烟消云散。此时在落云宗的后山之上，代理宗主陆玄与2位100年未出山的太上长老正聚在一起，商讨着如何应对君莫笑这一棘手之事。沈浪的情况还好些，毕竟他只是内门长老，以君莫笑的身份和地位，还能勉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狂天破却不同，他是一位合体期的太上长老，是落云宗强大的底蕴之一。他的陨落对落云宗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巨大的损失。正当3人商讨之际，后山小径上一道身影缓步而来，声音朗朗响起：君莫笑，前来请罪。3位太上长老闻言一惊，随即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无论如何，君莫笑对宗门的忠诚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与落云宗的命运已然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师侄进来吧。陆玄轻声呼唤，声音中带着几分温和与威严。话音未落，一位身形挺拔、腰悬宝剑、剑眉星目、气势恢宏的男人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他的步伐稳健，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众人的心弦上，激起层层涟漪。望着这位男子英姿飒爽的模样，
3位太上长老也是暗自点头，心中对他多了几分赞许。拜见各位长老。君莫笑施了一礼，语气中带着几分诚恳与自责。今日之事确实是弟子鲁莽了，情急之下下手中了险，还请长老们宽恕。说罢，他一拍储物戒，只见一大包散发着淡淡灵韵的悟道茶叶如流光般飞出，稳稳地落在3名太上长老的身前。3位太上长老见状，脸上浮现了一丝惊讶之色。他们身为合体期大能，地位尊崇，自然不屑于君莫笑这等低劣的收买手段。然而当他们看清那一大包东西的瞬间，眼中却不禁闪过一丝惊讶。诸位长老，这是悟道茶叶，代表着弟子认错的心意，请3位长老务必收下。君莫笑语气诚恳，眼神中满是期待。什么？这一大包都是悟道茶叶？3位太上长老闻言，眼珠子差点瞪了出来，脸上的惊讶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望着面前的悟道茶叶，只见其至少也有5、6斤重，每一片茶叶都蕴含着浓郁的灵韵，仿佛能够沟通天地，让人闻之便觉得身心通畅，精神焕发。到了他们这种层次，想要提升修为变得极难，一是资源紧缺，二是悟性不够。而经常喝悟道茶，其中蕴含的天地道运就能帮助他们增加悟道的几率。面对这种世所罕见的宝贝，3位太上长老语气也变得柔和起来。修士斗法本就凶险无比，有所伤亡也是在所难免。一位太上长老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几分理解。狂长老性格暴躁，我早就说过他不改脾气，将来肯定会吃大亏。如今看来果然如此。另一位太上长老也附和道：师侄啊，你这次虽然是失手杀人，但毕竟有错在身。这样吧，就罚你去问剑锋传授剑道1个月，你看如何？最后代理宗主陆玄提出了处罚意见，语气中带着几分商量的语气。俗话说得好，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原本3位太上长老就没打算严惩君莫笑，只是打算给他一个轻微的处罚，好对外界有个交代。如今这一大包悟道茶叶的出现，更是让他们心生欢喜，对君莫笑的处罚也变得宽松起来。君莫笑闻言，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这个结果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与3位太上长老继续攀谈了一会儿后，便起身告辞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君莫笑的生活变得充实而有序。白天他去问剑锋传授自己的剑道知识，让弟子们切磋交流，共同进步。晚上则是化身勤劳的老农，辛勤耕耘。这样的生活虽然忙碌，但他却乐在其中，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快乐。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这一天清晨，君莫笑走出颜若勋的房门，目光如炬地望向天空。他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悄然逼近。这段时间的熬夜修炼，让他与颜若勋之间了解得更加深入。9阴9阳本就是天地间最契合的体质，他们一同修炼时效果极佳，超越极限的快速。君莫笑如今的境界已经距离炼虚期只有1步之遥了，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突破。然而横亘在化神期与炼虚期之间的，却是一道来自天道的阻碍雷劫。君莫笑对于上一次的雷劫还记忆犹新，那恐怖的威力让他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在没有做好十足准备之前，他不得不压制境界，暂时不能突破。师尊，身后传来一道慵懒而甜美的声音。颜若勋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脸上带着几分好奇与关切。您老是看天空干什么呢？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和开发，颜若勋的抵抗能力大大增强，身体强度提高了数倍，他的境界也顺利突破到了化神初期修为，实力大增。没事。君莫笑转过身来，看着颜若勋那张绝美的脸庞，脸上涌起笑意。薰儿，你突破化神后，为师还没有送你礼物呢。君莫笑已经想到了送礼的借口，微笑着开口道，他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与宠溺，仿佛是在弥补之前的疏忽。颜若勋闻言，脖颈上瞬间爬上了红晕，一路蔓延到脸颊上，仿佛盛开的桃花般娇艳欲滴。师尊，我突破那天，您不是奖励我3次了吗？他有些羞涩地说道，声音中带着几分娇嗔与幸福。哈哈，那个不算。君莫笑闻言大笑起来，翻手取出一个散发着七彩霞光的法宝，此物是上品灵宝七彩凤头钗，有着百邪不侵的防御功效，为师就送你了。神妈！颜若勋闻言，嘴巴张成了一个夸张的弧度，简直能够塞进去一个鸡蛋。突然而来的惊喜让颜若勋双眼放光，双手紧紧地握住君莫笑的手臂，仿佛生怕他反悔一般。这可是上品灵宝啊，即便是炼虚期大修士也不一定拥有这等宝物。然而自己的师尊竟然将它当作自己突破的礼物送给自己了。这一刻，颜若勋心中的感动与幸福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美眸中的情意浓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一把抱住君莫笑，他声音中带着几分啜泣与激动。师尊，你对薰儿太好了，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师尊的恩宠，不如师尊咱们回屋休息吧。徒儿昨天买了一本画册，一起来研究其中的细节。君莫笑轻轻摇头，拍了拍他的香肩，语气中带着几分淡然与宠溺。呵呵，你是我的徒弟，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我不对你好对谁好？研究画册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你先去滴血认主，祭炼法宝才是正事。最终，颜若勋用些许颤抖的小手接过七彩凤头钗，回到自己的屋子，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滴血祭炼起来，脑海中仿佛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光明与希望。而君莫笑则是坐在自己的小院躺椅上，开始等待系统奖励的到来。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开始等待系统奖励的出现。叮，宿主赠送气运之女颜若勋上品灵宝成功。考虑到宿主即将面临的雷劫挑战，系统奖励将做出相应调整。叮，宿主现在可以指定一次法宝的升级机会，晋升后该法宝类型不变，但品质将提升到先天灵宝层次。叮，现在请宿主做出选择，指定将要晋升的法宝，或者放弃这次晋升机会，选择系统随机奖励。指定晋升。君莫笑一愣，随即发出爽朗的笑声，哈哈。他的笑声中带着几分得意，这系统是真的很体贴。系统返还的奖励原本具有随机性，不一定是自己正好需要的，然而如今却有了指定的机会，这对于君莫笑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既然雷劫将近，一件防御类型的先天灵宝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君莫笑手掌一翻，一个闪烁着七彩光芒的宝葫芦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中。这个宝葫芦正是他之前得到的七宝葫芦，内含七道神光，可以形成7层屏障，保护其中的主人不受伤害。上次雷劫时，七宝葫芦就帮了他的大忙。如今雷劫再临，君莫笑相信他一定能够再次发挥巨大的作用。他心中默念一声晋升，霎时之间，七宝葫芦上的七彩光芒大盛起来，周身涌动起浩瀚无垠的先天之气，其威力已然飙升了无数倍。叮，恭喜，您的七宝葫芦已成功晋升为先天灵宝。君莫笑心念微动，头顶之上那巨大的葫芦嘴便猛然张开，喷射出绚烂夺目的七彩神光，直冲云霄，气势恢宏。砰！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整7层坚如磐石的护罩瞬间将君莫笑紧紧包裹，仿佛为他披上了7层坚实的防御。斩仙剑阵，攻击！君莫笑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响起。原本静静守护在太岁峰之巅的剑阵，此刻被主人再次唤醒，骤然间启动了。上百柄斩仙飞剑在空中凝聚，化作一道遮天蔽日的斩天巨剑，带着无尽的威能，向着那七彩护罩猛然轰击而去。轰隆！整个太岁峰都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下颤抖了起来，仿佛连天地都为之动容。七彩护罩最外围的红色护罩，在这股恐怖的攻击下崩碎，化作点点光芒，消散于空中。紧接着，第二道橙色护罩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其上出现了如同蜘蛛网般密布的裂痕，并且不断的扩大，仿佛马上会崩溃一般。然而，当斩仙剑阵的威力逐渐消散时，那第二道护罩竟然奇迹般的坚持了下来，没有完全破碎。这一幕让人感到震惊。要知道，这斩仙剑阵可是足以对抗太上长老的强大阵法，却仅仅只毁掉了七宝葫芦的第一层防御护罩。君莫笑见状，嘴角不禁勾起了一抹满意的微笑。他对这七宝葫芦的防御力感到十分满意，这无疑是他的又一大助力。此时，在白灵儿与白烟儿的房间内，两个小萝莉正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他们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好奇地跑了出来，一眼便看到了君莫笑头顶上悬浮着的七宝葫芦，不禁瞪大了眼睛，发出了惊叹之声。师尊，师尊，这是什么法宝啊？看起来好厉害啊！他们兴奋地喊道。白灵儿与白烟儿的合体能力有限，金莲女帝并不能无时无刻的存在，每隔3天她就要解体一次，让两个小萝莉重新回归现实。而关于这段时间的记忆，金莲女帝也会将其封印起来，不让他们知道真相。因此，灵儿与烟儿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合体后会出现一个新的个体，他们还以为自己正在进行一种特殊的修炼方式。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觉察到时间的流逝。每当他们睁开眼睛时，3天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而他们对这段时间内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记忆。看着这两个纯洁无瑕的萝莉女孩，君莫笑的心中总是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罪恶感。尽管这件事听起来匪夷所思，但灵儿与烟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也是他的女人，因此他只能更加用心地照顾他们，让他们在修炼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现如今，他们的修为已经达到了金丹后期，距离突破也非常接近了。这种修炼速度，即便是那位蜀山剑派的天才剑修也难以比拟。这是君莫笑与金莲女帝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为这对姐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按照这种修炼速度下去，
不出100年，这姐妹2人定能与颜若勋一样，至少也能突破炼虚期，成为一方强者。君莫笑与2个可爱的小徒弟交谈了几句后，又顺势领取了一波系统奖励，得到了一些6、7品的珍贵丹药和符箓等宝物，为他的系统空间增添了不少新的库存。在轩辕皇朝国都外那遥远的1800里之处，群山巍峨，隐匿着一处世人难觅的幽深山洞。今天，一位目光锐利的黑发青年来到了此地，他名叫轩辕邪，意外穿越到了轩辕皇族旁系子弟轩辕邪身上。自他穿越而来后，脑海中莫名其妙多了一本名为《异世邪君录》的古籍，其中的书页会时不时的翻动，里面有功法神通，也有一些修仙界秘辛，更有甚者，还会出现一些等待着有缘人去触发的天大机缘。据古籍所载，此地乃是一位上古大帝强者的传承之地，这个消息一旦传播出去，足以让世间任何一个修士为之疯狂。轩辕邪为此踏上了征途，终于瞬间来到此地。恰逢其会，当他到达此地时，山洞入口处那历经无数风霜的古老禁制因时光的无情侵蚀而日渐式微，轰然破碎。轩辕邪立于洞外，感受着从中透出的缕缕的强者气息，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与狂热。大地强者便是这片天地间的至高无上，他相信一旦自己能够承继这位强者的衣钵，待到破洞而出之日，将会脱胎换骨，未来成就不可想象。他也会有能力在轩辕皇朝中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哼哼，轩辕皇朝那终将是我轩辕邪的囊中之物，高高在上的苏娘娘，还有那冰肌玉骨的长公主，也将统统臣服在我的胯下。轩辕邪心中暗自冷笑，眼中闪烁着贪婪与野心。轩辕问天，你这个所谓的皇朝帝君，就乖乖的给我戴上那顶绿帽子吧！哈哈哈哈。言罢，他身形一闪，犹如鬼魅般瞬间没入了那神秘莫测的山洞之中，去寻找那足以改写他命运的传承——落云宗。这段时间，君莫笑也时刻准备着迎接即将到来的雷劫挑战。终于这一天，万里之外的一处荒极毁之地，灭雷劫而至。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仿佛要将整个世界都吞噬一般。然而君莫笑却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面对着这恐怖的天劫。有过上次的经历，他这一次对待雷劫有了一定经验，提前准备工作很足。在雷劫的轰击下，君莫笑凭借着7宝葫芦的神光防御和层出不穷的各种手段，一次次顽强支撑下来。他的身上布满了伤痕和焦黑，但他却始终没有放弃过。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战胜这恐怖的天劫。终于，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雷劫逐渐消散于无形之中。君莫笑成功度过了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雷劫，在修仙道路上再一次得到质的飞跃。在雷光消散的瞬间，他犹如凤凰涅槃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正式踏入了无数修真者梦寐以求的炼虚期境界。这一刻，他的内心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喜悦与激动，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喝彩。这份成就不仅标志着他的实力在短时间内暴增数倍，更意味着他掌握了更为强大的力量，足以在修真界中掀起新的波澜。而令他惊喜的是，随着修为的精进，外貌竟奇迹般的恢复到了他最为年轻、最为风华正茂的状态。此时的君莫笑，外表俨然是一位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其帅逼姿态足以令女子一见倾心，为之痴狂。不难想象，当他以这副焕然一新的模样重回宗门，将会掀起何等惊涛骇浪般的轰动。果然不出所料，君莫笑的回归瞬间引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轰动。一众弟子与长老无不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位昔日里英俊非凡的大长老竟真的再度归来。当那道年轻的身影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重新踏上太岁峰时，颜若勋、白灵儿、白烟儿这3位如花似玉的徒儿瞬间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3双美眸紧紧锁定在那张俊逸非凡的脸庞上，心跳如鼓，难以平复。尤其是颜若勋，一股难以自抑的冲动在他心中肆意蔓延，使得他周身不由自主地散发出迷人的芬芳。显然他又再一次动情了。而萝莉姐妹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起初她们还亲切地称呼君莫笑为师尊爷爷，然而随着他修为的日益精进，这位师尊爷爷也愈发显得年轻。时至今日，称他一声师尊哥哥一事毫不为过。宗门后山神秘的禁地区域，陆玄等3位太上长老法力涌动，一面水镜在他们手中被激活，其上清晰地映照出君莫笑的奇特变化。这一幕，即便是3位太上长老也不禁为之动容，议论之声此起彼伏。君师职究竟是何等奇遇，竟能带来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难以置信。短短2年光景，他的肉身竟已完全恢复至青春年华，修为更是突飞猛进，难以估量。老夫本以为那位曾经的落云宗骄傲会在大限将至时
带着遗憾与不甘离去。未曾想，此子竟拥有如此莫大的气运，成功渡过难关，未来之路必将光明璀璨。嘿嘿，待到姬如雪出关之时，发现自己的军师兄非但安然无恙，反而焕发新生，不知会作何感想。老夫倒是更为好奇，姬丫头见到君莫笑收了一群绝色佳人做弟子后，究竟会作何反应？哈咕哈！三位太上长老此刻显得颇为轻松，言语间流露出一丝八卦之意。至于他们是否会觊觎君莫笑的机缘，这大可不必忧虑。且不说他们是否有此心思，即便是真有宵小之辈图谋不轨，也须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看看自己有几条命径得助君莫笑手中层出不穷的底牌。轰隆！幽深山洞中传出惊人巨爆，轩辕邪冲天而起，身上散发着恐怖强悍的气息。这股气息不断凝聚，最后化身为一尊庞然大物的虚影，鳞片如墨，熠熠生辉，背负4翼，长尾如西蝎，头顶龙炉之冠，威严无比。此物便是上古妖帝紡穗的形貌。哈哈，我已经掌握了紡穗的一部分传承，从此以后，看谁还敢小看我这个旁系子弟。就在轩辕邪顺利获取妖帝传承，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际，君莫笑的系统突然有了动静。叮！系统检测到新的气运之子轩辕邪，宿主若选择收服他，或是将其杀死，均可获得丰厚奖励。这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让君莫笑不禁一愣，旋即他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容。新的气运之子吗？真是有趣至极。系统，我问你，若是收服气运之子，具体能获得什么奖励？而若是宰了他，又能得到什么？君莫笑饶有兴趣地追问道。回宿主，若您选择收服，将会夺得对方的所有气运与机缘；若您选择将其斩杀，则获得一次1倍暴击返还的次数。这奖励倒是颇为诱人。既然如此，那便让我去会一会这个气运之子吧。君莫笑眼中闪过一抹金光，欣然应允。很快，系统便为君莫笑提供了轩辕邪的详细资料。原来，轩辕邪乃是轩辕皇朝的一个旁系子弟，自幼便平庸无奇，碌碌无为，偏偏又骄傲自大，人缘极差，很不受待见。然而，某天一个来自异界的穿越者意外降临，强行占据了轩辕邪的身体。从此，轩辕邪的命运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轩辕邪脑海中有一本名为《异世邪君录》的神秘典籍，通过它可以洞悉修仙界的诸多秘密，甚至预知未来的发展轨迹。这本典籍便是他最大的金手指。看到这里，君莫笑心中已然明了，看来自己是遇上同乡了。正所谓老乡见老乡，被后来一枪。在这个修仙界，有他一个穿越者便足够了，又何须再来第二个？突然，君莫笑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他连忙向系统发问：系统，这个气运之子能否通过他的金手指窥探到我的未来命运？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双方金手指的层次与差距。倘若对方真的能从异世邪君录中看到自己的信息，那他便能趋吉避凶，从而轻松躲过自己的猎杀。显然，系统对于君莫笑的问题颇为不满，认为这是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本系统层次至高无上，远超任何气运之子的金手指。宿主您早已超脱命运长河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推测出您的过往与未来。提及命运，君莫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二弟子江妙一，他拥有着一梦千年的神奇能力，能够提前预知到自己的存在，从而成为了自己的徒弟。系统，妙一那个一梦千年的天赋，能否推测出关于我的未来命运？君莫笑再次向系统发问。对于他的这个疑惑，系统同样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复：当然不行，正是因为他的天赋涉及到了您的未来命运，所以他才会丧失99的记忆。卧槽，我乖徒儿妙一之所以天赋受损，原来是你这个狗系统干的好事。君莫笑闻言，不禁被系统的话震惊得瞠目结舌。原本他还在疑惑，为何江妙一的特殊天赋如此鸡肋，唯一的作用似乎只剩下双修。如今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能力受到了自己系统的影响了。想到这里，君莫笑不禁感到一阵愧疚。好在系统的指引下，江妙一最终还是成为了自己的弟子，这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吧。安排好颜若勋3个弟子，让他们守好山门，君莫笑决定下山一趟。此行目的有2：一是找回外出游历的二弟子江妙一，二是去会一会这个新出现的气运之子。等见到人之后，再考虑如何处置他。定安城作为轩辕皇朝的国都，同时也是方圆万里内最为繁华的城池，在这里，你既能见到贩夫走卒、娼妓赌鬼等市井百态，也能目睹飞天遁地的修士、杀人如麻的魔头等修仙界的种种奇观。轩辕皇朝以皇室轩辕为尊，数千年来虽然历经兴衰更替，但始终被轩辕家族牢牢掌控着。近些年来，
轩辕皇朝国运昌盛，涌现出了不少年轻的天纵之才。恰逢近日又到了北郊打猎活动的日子，这是轩辕皇朝内年轻一代极为热衷的一项活动。每次活动都会有杰出的皇朝天才一展身手，大放异彩。君莫笑并不想太过招摇，于是他换上了一袭凡人的书生装扮，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定安城北800里外的猎场，准备凑一凑热闹。此地原本只是一片荒山野岭，但由于皇朝将猎场设置在了这里，使得这片原本无人问津的荒凉之地突然间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些通往猎场的关键位置更是有元婴期的强者亲自带兵把守，以防不测。此时的轩辕邪心情极好，兴冲冲地来到了猎场，打算在这里大展身手，震惊整个轩辕皇朝。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那些小说中的经典桥段，一个原本不被重视的废物旁系子弟突然间资质逆天，一飞冲天，成为让所有人仰望的天之骄子。而轩辕邪最喜欢的便是狠狠打脸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室子弟，尤其是皇主轩辕问天与皇朝第一美人苏婉清的女儿轩辕幽花，更是多次在众人面前让他颜面扫地。一想到幽花公主那清冷绝美的面容，轩辕邪便激动得浑身颤抖，拳头攥得嘎嘣硬。还有那个与幽花公主形影不离的妙一仙子，她身材火辣，容貌绝美，同样让轩辕邪垂涎欲滴。他暗自发誓自己绝不会放过二女。身为穿越者，轩辕邪深知自己便是这方天地的天命之子，将来这些美人都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然而就在他满怀期待的准备进入猎场时，却被一队守山护卫拦住了去路。站住！为首的一位元婴后期境界的黑甲将领目光如炬，紧紧地盯着他。此地乃是东郊猎场，想要进入必须出示通行证。黑甲将领的声音冰冷而威严。被人如此阻拦，轩辕邪的心情顿时变得极差。他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然后昂首挺胸地说道：我乃是皇族子弟轩辕邪，前来参加打猎活动，何须什么通行证？轩辕邪？黑甲将领细细思索了一番，确认皇室嫡系中并没有叫轩辕邪之人，便面无表情地回答道：无论是谁想要进入猎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黑甲将领有恃无恐，并不怕面前这个有些桀骜的年轻人。要知道，在这整个轩辕皇朝中，皇族子弟超过1000人，其中核心嫡系不过100余人罢了，其余皆是旁系子弟，谁又能将他们的名字一一记住呢？一个普通的旁系子弟，地位远不如他这种修为达到元婴后期的将军。轩辕邪闻其言，怒火瞬间在胸中翻腾。他万万未曾料到，身为堂堂皇族后裔，竟会在此地遭受一名守山将领的刁难。原本他怀揣着大展神威的壮志，欲在猎场内一展身手，但若连猎场的大门都未能踏入，那无疑将成为一场笑话。你可知我乃何人？你怎敢如此与我说话？轩辕邪怒目圆睁，语气中透露出丝丝威胁。然而那守山将领却不为所动，冷声道：我不管你是何方神圣，或是皇亲国戚，没有通行证便不得入内，此乃猎场的铁律。轩辕邪被对方的态度气得面皮微微颤抖。好在他平日里博览群书，尤其是这类网文小说，深知气运之子往往自带麻烦体质，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麻烦缠身。他暗自宽慰自己，习惯就好。经过妖帝紡穗传承的洗礼，他的修为已从原本的筑基初期突飞猛进，暴涨了2个大境界，如今已拥有了元婴初期的修为，再加上气运之子特有的越级战斗能力，他有信心与元婴中期修士一较高下。但眼前的这位黑甲将领修为已真元婴后期，且还有其他强者在一旁辅助，自己若强行硬闯，必败无疑。轩辕邪见状，心中明白再纠缠下去也是徒劳无益。你给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轩辕邪料下一句狠话，便准备愤然离去。然而就在这时，一道悦耳动听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咦，这不是轩辕邪吗？怎么被拦在外面了？轩辕邪闻言，眼中顿时闪过一抹亮色，连忙转身看向声音的来源。只见说话之人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妙一仙子江妙一。江妙一身着一袭华丽的青色雪浪锦袍，那锦袍的剪裁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完美的身材曲线。她雪白透亮的肌肤上仿佛闪烁着点点星光，完美的面孔上的一颦一笑都足以令人沉醉其中。随着双方距离的拉近，一股沁人心脾的香风扑面而来，让轩辕邪情不自禁地深吸了几口气。然而江妙一见他那副痴迷的模样，不禁皱起了柳眉，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突如其来，毫无征兆，但却仿佛理所当然一般，就像是面前这个人在未来将会成为自己的敌人一般。想到此处，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他伸手拉住旁边另一位同样天姿国色的少女。幽花，你还说轩辕邪是个不错的旁系子弟，值得提携，我倒是觉得你看错人了。此人满脸淫邪之色，
绝对是皇族的败类。江妙一这话就是当着轩辕邪的面，对着自己梦寐以求的幽花公主说的，丝毫没有给她留任何情面。这顿时让轩辕邪气的面如猪肝色。就在这时，他脑海中的异世邪君录突然翻动了一页，他随意扫了几眼后，脸色立刻变得阴沉如水。原本根据异世邪君录的记载，江妙一会被他的主角光环一点点吸引，产生好感。然而不知发生了何种变故，这本从未出过差错的异世邪君录上的文字竟然发生了改变。江妙一不但不会被他的魅力所吸引，反而会误会他是个贪恋美色的登徒子。最关键的是，江妙一还在轩辕幽花面前诋毁自己。轩辕幽花与江妙一乃是一对好闺蜜，听到江妙一的话后，也不禁迟疑了一下。虽说她对这个旁系子弟还算看重，认为此子颇有天赋，但听了江妙一的这番话后，也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最终开口：妙一，咱们走吧。这一次，轩辕幽花并没有按照原本的剧情设定带着轩辕邪进入猎场，也就是说，除非他强行闯入，否则他将失去这次展现自己的绝佳机会。命运之线已经悄然发生了偏移。轩辕邪望着轩辕幽花和江妙一远去的背影，双拳攥得紧紧的，指甲几乎都嵌入了掌心之中。他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轩辕邪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由于命运轨迹的偏移，他脑海中的异世邪君录再次翻动了一页，开始进行新的路径规划。很快，新的信息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看过这些信息后，轩辕邪脸上的气愤之色这才逐渐消散。他对于金手指的能力深感佩服，转身离去。他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此地的一处悬崖边。根据金手指的记载，此悬崖下方隐藏着一个洞穴，可以悄悄进入猎场内部。不久后，轩辕邪果然在悬崖下方找到了一个极深的洞穴。那洞穴内部已被土系妖兽打通，四通八达，宛如迷宫一般。他像老鼠一般在洞穴中钻来钻去，历经一番波折后，眼前豁然开朗，他终于进入了猎场之中。他整理了一下自己因奔波而褶皱的服饰，脸上重新焕发出自信与从容的神色。他迈着坚定的步伐，直奔大部队而去，心中忍不住豪情顿生。嘿嘿，小爷我终于进来了，今天就让你们瞧瞧什么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所有美人们都为我颤抖吧。此次参加北郊猎场的天之骄子都是大有来头之人，为防止意外发生，此地有不少大内高手负责安全问题，甚至还有一位化神修为的皇族供奉在此地镇守。此时所有男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瞥向后方的一顶奢华的凤辇，在那里面正是轩辕皇朝第一美人，凤仪天下的皇后苏婉清。豪华凤辇之内，苏婉清琴手微垂，脸上挂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愁绪。自轩辕问天登基为帝以来，这对曾经的恩爱夫妻表面虽维持着和谐，实则情感的裂痕已悄然蔓延至崩溃的边缘。这段时间，他们非但未有夫妻之实，就连往日的温馨交流也渐行渐远，仿佛两人之间隔阂了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这一切的根源皆源于苏婉清的天真。他曾以为两人之间深厚的情感足以经受住任何考验，却不料终究是自己错了。那一天，他鼓起勇气，将那段发生在无泪之城的隐秘往事向轩辕问天全盘托出。当轩辕问天听闻自己的爱妃竟被人暗中种下魔纹，意图不轨时，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眼中闪过一抹难以遏制的愤怒。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为了清除那可恶的魔纹，爱妃竟与一位年迈的老者共同度过了数个日夜，埋头苦干，只为彻底清除魔纹。那一刻，轩辕问天的脸色绿得可怕，他的气息变得狂乱而暴躁，拳头紧握，发出嘎吱作响的声响。身为堂堂一国之君，他竟被一个老者戴了绿帽，这份屈辱与愤怒几乎将他理智的最后一根弦彻底崩断。他无数次地抬起手掌，想要一巴掌将苏婉清拍死当场，以泄心头之恨。然而理智与后果的考量最终让他无奈地收回了手掌，脸上留下一抹狰狞而可怕的表情。苏婉清望着轩辕问天那可怕的面容，心中顿时明白自己做错了。他不该拿这件事去考验一个男人的底线。自己能够苟延残喘至今，并非因为轩辕问天念及旧情，而是因为他尚未做好准备，尚未找到那个合适的时机。他知道轩辕问天已经动了杀机，没准哪天自己就会突然间意外身亡，而皇后的位置也会被另一个女人所取代。如今他面对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想到这里，苏婉清的思绪不禁飘向了那段发生在无泪之城的往事。也许那7天的时光才是他生命中最美好最纯粹的回忆吧。还有那个叫做君莫笑的老者，他的身影在苏婉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仿佛有一种魔力深深地刻印在他的灵魂深处。回到轩辕皇朝后，他曾刻意想要忘记这个名字，更不愿去专门调查此人，只愿与他再无瓜葛。然而
君莫笑这3个字却如同魔咒一般，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个卑微而真挚的愿望，那就是在临死之前能够再见一见那个曾经带给他无比幸福和温暖的男人。只要能够再见他一面，他便心满意足了。可惜这一切都只是奢望而已。她虽然贵为皇后，实则却如同被囚禁在金丝笼中的鸟，失去了自由与尊严。旁边那位化神期的皇家供奉，便是轩辕问天派来专门监视他的人。他不但无法逃脱这个牢笼，甚至连真心话都不能对亲女儿倾诉。他生怕自己的言行会连累到无辜的幽花公主，让她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一日，轩辕问天的眼神阴冷而可怕，若非他用特殊秘法确定了幽花的血脉纯正，恐怕女儿也要遭到他的毒手。想到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所以这次猎场活动，这位皇后娘娘便破例前来，只为见识女儿的风采，也好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北郊猎场，这里连接着一座妖兽山脉，山脉之中妖兽横行，等级越高者越往深处潜藏。此时轩辕幽花身着一袭洁白无瑕的剑袍，手持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犹如一道白色闪电般冲入妖兽山脉之中。她的身影矫健而灵动，宛如天上下凡的仙子一般。紧随其后的是江妙一，她身姿曼妙，风采绝伦，宛如惊鸿一瞥般令人难以忘怀。在二女身后，则是轩辕皇朝内的年轻一代才俊们，他们紧紧追随在二女身后，目光中闪烁着痴迷与敬仰之色。苏婉清坐在凤辇之中，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抹雍容华贵的笑容。她的脸上多了几分神采奕奕之色，仿佛在这一刻忘却了所有的烦恼与忧愁。可惜幽花是个女儿身啊，不然的话，她将会是太子位置的不二人选。苏婉清心中暗自感叹着。正在她思量间，天边突然划过一道惊鸿般的身影，那道身影迅速落下，化作一道白衣出尘的年轻男子模样。他气质出众，样貌非凡，且修为深不可测，令人无法看透其真实实力。守山的黑甲将领见状，不由得抱拳行礼道：“阁下止步，此地乃是我轩辕皇朝的猎场重地，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入。”君莫笑身躯微微一震，一股浓烈的威压瞬间弥漫开来。这股威压强大而霸道，顿时压迫的黑甲将领动弹不得，全身气血逆流，法力乱窜。啊！前辈饶命！黑甲将领顿时大惊失色。面前这位相貌虽年轻，但实力却恐怖至极的高手，只需一个眼神就能让他爆体身亡。能有这种修为的人，至少也是一名化神期的高人。因此黑甲将领当机立断地求饶起来，生怕惹怒了这位前辈高人。君莫笑微微颔首，收回了对那人的气势威压。他缓缓开口道：“老夫乃是江妙一的师尊，听说他在这里猎妖，特来看望。”黑甲将领闻言松了一口气，脸上堆满了笑容。他恭恭敬敬地说道：“原来前辈是妙一仙子的师尊啊，真是失敬失敬。前辈里面请。”尽管这名黑甲将领并不知道妙一仙子的师尊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他深知对方的实力强大到令人敬畏的地步，因此他自然不会傻到上前去阻拦这位前辈高人进入猎场。君莫笑迈步而行，径直来到了猎场区域之内。他强大无比的神念迅速扫过附近区域，寻找着江妙一的身影。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并未发现江妙一的踪迹，反倒是有了意外之喜。那位端坐在豪华凤辇之中，气质高贵典雅的女子，正是他曾经有过露水姻缘的轩辕皇朝第一美人苏婉清。原来她如今已经做了皇后了吗？君莫笑心中暗自惊讶着。想到当初中了魔文后的苏婉清热情如火，如饥似渴地缠着他时那疯狂的模样，君莫笑不禁心头微微一荡。若非自己身怀特殊体质能够抵挡住那疯狂的索取，恐怕普通人早就被他榨干。如今再次见到苏婉清，君莫笑发现她的容颜依旧美丽动人，气质依旧高贵典雅。然而不同的是，她的眼中多了一抹难以掩饰的忧郁与愁绪。君莫笑望着苏婉清惹人怜爱的面容，心中升起了一股逗弄她的心思。他想知道，在得知自己相貌大变，早已不是曾经那个老头子模样后，他会有何种反应。于是君莫笑径直朝着凤辇走去。然而他还未靠近时，就听到一道冷冷的声音传来：“来者止步，此地乃是皇后娘娘的座驾，闲杂人等禁止靠近。”君莫笑闻言停下脚步，抬头望向说话之人。只见那人一位身着八卦道袍的中年男子，周身被强大的法力波动所包围，其实力以真化神中期之境，是一位轩辕皇族强大的宫廷供奉。原本以君莫笑的火爆脾气，被一个区化神修士呵斥，早就该一巴掌扇过去了。但此人既然是苏婉清的保镖，他也就懒得计较了。在下君莫笑，特来与故人相见一面，还请通传。他的话音未落，凤辇内突然传来哐当一声，似乎有人身形不稳，差点摔倒。紧接着
一声焦急的呼喊声便传了出来：“申公凤，不得无礼！此人是我的救命恩人。”这话一出，凤辇四周的侍女护卫皆是面露惊色。申公凤眉头紧锁，他自然不知道皇主被戴绿帽的事情，只是奉命行事，看住皇后娘娘。此刻他心中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不该阻拦君莫笑。轿帘缓缓拉开，一位雍容华贵、姿色倾国倾城的美人露出了真容。君莫笑内心不禁赞叹一声：2年未见，此女已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愈发美丽动人。与此同时，苏婉清也愣住了，怔怔地望着眼前帅气逼人的美男子，一颗芳心忍不住砰砰直跳。是他，真的是他。虽然君莫笑的变化极大，但两人已经多次深入了解，他依旧能从对方的眉眼间看出曾经的老者身影。若说以前，他或许会抱怨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但现在他只会感到自惭形秽。对方是风华正茂的男子，而他连女儿都那么大了。申公凤感受到两人之间气氛的微妙变化，心中顿时大惊，感觉自己触摸到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这一刻，他似乎猜出了轩辕问天为何会冷落皇后娘娘的原因。就在几人的不远处，轩辕邪嘴角噙着笑意，大步而来。根据《议事邪君录》的记载，此时的皇后娘娘苏婉清正因为一件事而被皇主冷落，正处于最脆弱的时候，她只需在苏婉清面前好好表现，就能获得她的支持。她甚至已经做好了抛弃原本的父母，改投到皇后膝下为义子的准备。如今的皇主轩辕问天还没有儿子，只要他动点手段，暗中除去轩辕问天，将来自己就能成为轩辕皇朝之主。而不管是苏婉清还是幽花等美人，他全都要收入囊中。一母一妹，想一想就爽歪歪。然而当他来到这里时，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为何苏婉清会眼含秋水地望着一位大帅哥？这剧情好像与他所知的完全不同啊。他连忙在脑海中翻阅《议事邪君录》，想要找到这个大帅哥的资料，然而那里空空如也，并没有任何信息。这一刻，轩辕邪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根据他前世读网文的经验，发生了这种情况，就代表对方大概率也是天命之子。主角有我一个就够了，你这家伙真是该死！轩辕邪心中暗骂道。凤辇之中，苏婉清痴痴地开口：“前辈，真的是你吗？”君莫笑面带微笑，淡淡的点了点头。苏姑娘，许久未见，不招呼我进去坐坐吗？苏婉清俏脸微红，此时心情极为激动，连忙说道：“前辈请进来。”不可！申供奉连忙发声阻止道：“多嘴！”君莫笑眉头一皱，一股强大的气息汹涌而出，直接震得申供奉连退数步。申供奉瞬间面如猪肝色，心头震惊无比。他可是一位化神中期修士，竟然被对方用威压震退，这代表对方至少也是化神大圆满修为，甚至还有可能是炼虚期大修士。随着君莫笑的身影走上大轿，轿帘也被拉上，里面陷入了一片安静。外面的所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其中最为震惊的就是轩辕邪了，他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心中有些不甘心。他原本计划好的一切，似乎都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帅哥而发生了变化。此时他的《议事邪君录》再次发生变化，原本接近皇后娘娘，获得对方信任，将来谋夺皇主大位的命运线发生了改变，一条新的命运线开始重新规划起来。谋害亲爹，送自己的漂亮母亲给轩辕问天当小老婆，显露非凡天资，直接做轩辕问天的干儿子，来对抗崛起的皇后一脉。这条新的命运线让轩辕邪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兴奋感。虽然计划发生了变化，但他相信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非凡天资，一定能够在这条新的命运线上走得更远。而君莫笑此时已经坐在了凤辇之中，与苏婉清续起了旧情。两人聊得投机，仿佛忘记了双方的身份，回到了当年那段美好的时光。苏婉清向君莫笑诉说了自己这将年来的经历，以及成为皇后后的种种无奈和苦楚。君莫笑则安慰他不要太过悲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若是需要他帮助，他一定不会拒绝。两人相谈甚欢，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临走时，君莫笑拿出2枚7品防御符箓：“苏姑娘，此物你拿着，若是遇到危险，捏碎后可以形成一个足以抵挡炼虚后期攻击的防御护罩。”紧接着他又拿出3颗丹药，郑重说道：“这是7品疗伤丹药，受伤了就吃1颗，别犹豫。”苏婉清没有拒绝，纤纤玉手接过符箓和丹药，心中感动无比。7品符箓和丹药那是何等的珍贵之物，但面前男人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直接送出。难道说对方心里一直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想到这，他再也忍不住扑到了君莫笑怀中。“前辈，我好想你，你能不能现在就帮帮我？”言罢，他脱下了身上的凤冠霞帔。